甘草，味甘甜，性平和，入心、脾、肺、胃四经，生用偏凉，可泻火解毒，缓急止痛。小姐，您快醒醒！小姐，您这是又做梦了吗？奴婢刚才听到您背什么甘草来着，好像还是医书上的内容呢。这几天呀，您背的都快有一本书了。林忆雪打量了半天古色古香的房间，又看了看面前的丫鬟，皱眉思索着。咦，这是哪里啊？我不是跌下悬崖了吗？怎么会在这里？我去，难道我林忆雪也终于赶了趟时髦，穿越了？不管怎么说，既来之则安之，就算是在古代，我林忆雪也要活得精彩。珍珠，现在什么时辰了？哦，已经未时了。老爷刚才来了，看您还没有醒，一个人用过午膳有事出去了。老爷临走时还特意叮嘱，让小姐您乖乖养伤，不要随便外出。珍珠推开窗，初夏的风带着一股凉爽的气息，卷着外面的喧嚣之声扑面而来。小姐您饿了吧？奴婢这就给您拿饭去。小宝，你一定要坚持住，娘这就带你去找大夫。忽然，一个女人焦急的声音传来。林忆雪放眼望去，从斜对面的悦来客栈里出来一个年轻的妇人，抱着一个2岁左右的孩子，一路往外狂奔，后面还跟着一个丫鬟模样的人。可能是跑得匆忙，脚下一绊，女子跌倒在客栈门口，小孩子也从女子怀中滚落在地上，头有气无力地耷拉着。小宝，你没事吧？你不要吓娘！林忆雪好奇地把目光也移了过去，这才发现小孩子脚踝肿成青紫色，而且伴随着呕吐和昏迷症状。心一揪，林忆雪有些心疼起那个孩子来。我家小少爷不知道被哪儿来的竹叶青给咬了，劳烦哪位好心人给奴婢指明去医馆的路，奴婢在这里先歇歇了。还是跟在身后的小丫鬟比较理智一点，连忙礼貌地上前几步，期待又感激地朝围过来的人群大声问道：医馆，这小镇上唯一的李大夫昨天有事外出了，如果去临镇的话，再迟也得大半个时辰。有好心人从旁提醒道：那是竹叶青，那可是毒蛇呀。是啊，这么小的孩子等跑到临镇医馆救治，怕是已经晚了，会没命的。多可爱的孩子呀，真是可惜了。妇人听到众人的说法，也彻底没了主张，只知道抱着男孩大哭。竹叶青，毒液虽然不致命，可若是不及时救治的话，会出现很严重的后遗症的。林忆雪心中犹豫，她在看到小男孩的瞬间，脑海里就已经浮现了救人的方法，可是想到父亲不准出门的交代，她的脚步又顿住了。人命关天，顾不得那么多了。小公子到底怎么了？林忆雪拨开围观百姓，蹲在小男孩身旁。我们带着小公子在客栈的后院玩耍，一个不察，小公子竟然被竹叶青给咬了。林忆雪拿起孩子的脚仔细查看，她再拿手指拨开小孩的眼睛查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中毒性休克，勉强来得及救，但是救治也刻不容缓。这位小姐，您这是干什么？你家小公子的蛇毒必须马上处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听到林忆雪的话，主仆二人停止了哭泣，不可思议地打量着面前柔柔弱弱，甚至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林忆雪。清理蛇毒？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丫头竟然会清理蛇毒？开什么玩笑！林忆雪扭头往上一看，原来是一位15、16岁贵公子模样的人，站在身后2楼客栈的窗口，摇着手里的折扇，居高临下，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主仆二人显然也听到了贵公子的话，再看看面前一副大家闺秀的装扮，有些神秘兮兮的林忆雪，愈加的不信任。一看您就是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小姐，您怎么能证明您会清理蛇毒啊？我们公子还这么小，可经不起您的折腾。我虽然……哎呀，一看就是一位娇滴滴的大小姐，会清理什么蛇毒啊？就是清理蛇毒是很麻烦的，一个不查会留后遗症的。谁说不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就爱没事显摆自己的才能，可是这也得分时候啊，现在可是人命关天的时候。这位夫人，您还是赶紧找辆马车去临镇的医馆吧，虽然路程有点远，但也比在这儿干耗着强啊。赶紧去吧，别让这位小姐再耽误了时间。
我真的是来帮小公子清理蛇毒的。林忆雪还没来得及解释，便被众人的议论声打断了。她面对着众人的质疑，有些哭笑不得。这位小姐，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出现在这里，但是我的孩子现在被毒蛇咬了，麻烦你不要在这里捣乱，好吗？你们这也太……这位小姐，谢谢您的好心了，但是我们小公子病情紧急，耽误不起时间的，还请您行个方便。林忆雪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小丫鬟往后面推去，避免她继续接触小男孩。林忆雪没有防备，脚下一个踉跄，险些跌坐在地上。我明明是好心跑下来救人，怎么就成了捣乱的了？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现在把厉害跟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办你自己选择。现在是你的儿子被竹叶青咬了，竹叶青是一种剧毒的蛇，靠血液传播毒液，所以抢救必须及时，一刻也耽误不得。所幸发现还算及时，现在救治还来得及，只需要及时将毒液清理出来就行了。如果你现在去临镇最近的医馆，最迟也要大半个时辰，到时候具体是什么情况就不好说了。当然，儿子是你自己的，如果你不让我救他，情愿看着他受苦，我自然也没有什么意见。那你确定能治好我们家小宝吗？当然，既然我答应给令公子救治，肯定就能治好他。但是具体需要什么，怎么救，你都要听我的。行，我们都听你的。你现在去客栈里要盆清水，还有冰块。你去屋子后面的湖边找些半边莲过来，捣烂取汁，药渣也不要丢。这位夫人负责按着小公子，别让他乱动。林忆雪整个救治过程一气呵成，丝毫不拖泥带水，看得众人都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还是刚才那个看着病殃殃的大小姐吗？连小男孩也被林忆雪镇住了，忘了疼痛和哭闹，使得急救进行得非常顺利。看样子这小丫头还是有些真本事的。贵公子轻叹一声，摇着扇子转身离开了众人的视线。看来这位小姐确实是位医术高手啊，这临危不乱的镇定劲儿，一般的小大夫还真没有。真是人不可貌相啊，看着弱不禁风的，干活都挺利索。看刚才包扎的手法，既快速又专业，真是不错。包扎完毕，众人对林忆雪的救治工作都赞不绝口。看小公子确已无碍，围观的行人开始三三两两的离去。小姐，您怎么在这里啊？珍珠把客栈都找遍了，都没有找到你，吓死奴婢了。我们回去吧。午饭好了吗？我都饿了。早就好了，老爷回来了，在房间等着您呢。这位小姐，您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呢，谢谢你救我们小宝的命，谢谢你救我们小宝的命，我们全家永远记得您的恩情，以后当牛。别，我救治小宝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不必行如此大礼。我可不想受这么大的礼，估计接下来就要当牛做马报答我了。林忆雪刚喘口气，在珍珠的搀扶下起身欲走，反应过来的妇人已经在那里对她膜拜，感激涕零。林忆雪实在听不下去了，赶紧示意珍珠将妇人扶了起来。街道另一边，某个隐蔽的房间里，在林忆雪救助幼童的时候，一个气势强大，身边守卫森严、俊美异常的男人也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幕。真的是他，看来这次不会错了。当林忆雪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客栈时，发现父亲陆远竟然坐在他的房间里。陆远，当今天下首屈一指的富商，博学多识，智慧过人，人送美誉陶朱公。珍珠曾说过，年轻时的陆远也是几成远近闻名的青年才俊，当年和陆亦雪的生母结合，可谓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一时间不知道羡煞多少闺阁少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怎样的情怀，会放任自己唯一的嫡女这么多年在几城老家孤苦伶仃，独自生活？她不是和陆亦雪的生母感情一直很好吗？难道真应了那句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房间里的陆远可能忽然意识到了有人在注视自己，抬头和林忆雪的目光撞在了一起。傻丫头，站那里看什么呢？这一失忆，连父亲都不认识了。女儿见过父亲。累了吧？女儿不累，刚才的事情父亲您都看到了，
女儿刚才是看情况紧急，才不得已。可陆远只是慈爱地笑了笑，抬手轻抚了下林忆雪的头发。为父都看到了，我们的雪儿真了不起，都自学成才了。父亲过奖了。但是雪儿啊，你明年就要及笄了，到时候就是大人了。姑娘家的最终还是要嫁人的，所以像这些抛头露面的事儿，为父还是希望你尽量不要再做。陆远看林忆雪低垂着头站在那里，并不言语，又柔声劝慰道：雪儿啊，你的这些医术毕竟大部分都是靠自学，看病难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丝毫马虎不得。所以父亲希望你这些医术仅限于我们自己家人之间，你要是实在想医人，就拿父亲练练手，好不好？雪儿知道，雪儿今后会听父亲的话的。今天女儿也是看情形实在紧急，这个小镇上又刚好没有大夫，所以才不得已出手的。哼，不让治就不治呗，反正我本身就不会医术。至于陆忆雪这个原主会多少，说实话我心里还真没底。再者说，陆远现在可是我在这里的大 boss， 眼下衣食住行全指望他呢，暂时我也得罪不起啊。雪儿乖，饿坏了吧？赶紧吃饭吧，父亲先回房了。走到门口，又转身对林忆雪轻声说了句：父亲看你这2天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后天我们就启程回盛京吧。是，女儿一切听从父亲的安排。林忆雪乖巧地应道：这个陆远是有多怕节外生枝啊，愣是提前了几天启程。其实他大可以放心，救病治人一不小心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林忆雪呢，暂时还没有这个特殊癖好。此时客栈，不好，有人进来了。我去，我不会这么点儿背，刚穿过来就死于非命吧？黑夜里，一个在床上，一个在床边，双方默默对峙着。本公子只想请姑娘你帮个忙，你乖乖听话就行。如果你胆敢强行反抗的话，本公子可不能打包票会不会意外伤了你。对方一出口，林忆雪就立即听出了声音的主人就是白天站在2楼嗤笑他的那个年轻男子。能够顺利潜进我的房间，说明对方的武功应该不差。要知道，陆远可是请了不少的侍卫暗中保护我的。他们现在貌似在一个客栈的走廊上。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今天好了，过几天又复发。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被那些个庸医折腾坏了。你是我儿子吗？我看你是仇人过来寻仇的吧？母亲，咱好歹再吃一剂行吗？这小镇上唯一的大夫外出了，现在根本找不到大夫。喝了药，先把血止住，等到了盛京，咱再好好请太医诊治。不吃，不吃。听到这里，林忆雪算是基本明白了，搞了半天，费了这么多周折，原来是想让他来治病的。哼，我是治病救人的机器吗？这种事儿竟然也不先问问我愿不愿意治，能不能治得好？这人到底什么强盗逻辑？泽儿，你这臭小子关键时刻又跑哪儿去了啊？天天没个正形。你祖母现在病情都这么严重了，你倒好，竟然还有时间偷溜出去玩，成何体统？二叔，我去想办法去了。那去想办法？深更半夜的，你能去想什么办法啊？骗鬼还差不多。泽儿，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二叔，这个人或许对祖母的病有办法。简直胡闹！你深更半夜去哪儿掳了个小姑娘过来啊？还口口声声为你祖母治病，我看不过是为你的胡闹找借口罢了。二叔，你是没有看到他白天怎么就是被毒咬伤的那个小公子的，手法真的很娴熟老练，他真的会医。行了，泽儿，不是二叔说你，你真是跟你大哥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你看看你现在啊，你这也太不像话了。治病这种人命关天的事儿，岂是可以儿戏的？你竟然弄了个小姑娘过来，赶紧把这姑娘送走。从哪个楼里馆里弄来的，还给我送哪儿去？这一家子都是什么人呢？狗眼看人低，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这气质像那些楼里馆里出来的吗？老夫人，你怎么了？突然里面传来了丫鬟焦急的声音。二
老爷二少爷，老夫人她吐血了，您两位快去看看吧，这可怎么办呀？这是要放我走了吗？林奕雪正思忖着是自己走回去，还是拜托他找个人送一下呢？毕竟夜已经很深了。算了，像他们这些强盗，估计也不会答应我的要求，还是我自己走回去吧。反正2个客栈隔得也不远。你准备往哪儿去啊？现在进去给祖母治病。什么？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走，赶紧进去给祖母治病去。等等，如果我刚才没有听错的话，你祖母她已经吐血了，这么严重的病，我看你们还是另请高人吧。小女子这些浅薄的医术就不在这里献丑了哈。万一到时候不小心把人治死了，或者就算不是我的原因，老人家自己没有撑过去，那我岂不是也脱不了干系？最后还不得被这个不讲道理的男人一剑劈了呀？哼，我告诉你，今天这病你治也得治，不治也得治。胆敢耍什么花招的话，或者治不好的话，就别怪本公子手里的这把剑不留情面了。哼，你个混蛋王八蛋，祝你明天走路摔破脸，喝水硌掉牙。林奕雪静了下心，仔细给老夫人把了下脉，脉弦细，说明老人家气血两虚。林奕雪扭头问身边的丫鬟，老夫人平时都是什么症状？我们老夫人这几年一直有断断续续流鼻血的毛病，但是平时都是用帕子捂一会儿就好了。可是今天这都大半个时辰了还没有好转，刚才又吐了口血。另一个丫鬟也从旁小声补充道，老夫人这2天车马劳顿，晚上一直没有休息好，然后又一直喊头晕头胀头痛，看东西模糊，手脚麻木，不知道现在的病情和这些有没有关系？说明病人烦躁易怒。我们在这儿都说了半天的话，老人家却没有多大反应，说明他耳鸣耳聋，手足心热，全红盗汗，舌红少苔，因高血压引起的鼻腔出血。治疗这种病需要滋阴平肝，不过现在首要任务是补血。不过还好这会儿老人家心情平静了下来，血压也不算太高。简直是胡闹！一个小丫头会治什么病？赶紧捉人把她送走。看林奕雪东瞧西看，装模作样检查了半天，并没有立即着手医治。中年男子又不干了，挥手驱逐着林奕雪出去。这个泽儿就是在胡闹，从小到大就没有做成过一件事情。一个小姑娘家的，要是能治好老夫人的病，那我岂不是就成神医了？你愣在这里做什么？你怎么不治啊？你该不会是真的不会治吧？年轻男子看林奕雪站在那里愣神儿，也有些着急了。难道他真的不会治？完了，那我今晚岂不是彻底搞砸了？二叔对我的印象肯定更差了，到时候回京后再在大哥面前说几句坏话，那我金军营的事就彻底泡汤了。谁说我不会治了？那你愣在这里做什么？我告诉你啊，你休想耍什么花招。耍花招？哼，我现在在你的地盘上，能耍什么花招？求我救人态度还这么横，这什么人呢？懂不懂规矩？哎呀，那你赶紧治啊！原参、生地、白芍、麦冬、夏枯草、钩藤、菊花、丹参、泽泻、生山楂、木香。现在你去找个医馆把药抓了。可是镇上唯一的医馆里现在也没有大夫呀。你的瘟神劲儿呢，就会在我这使啊。现在只需要你去砸门抓药，煎了让老夫人喝下，没让你找大夫来好吗？传福，速去找个医馆将药抓了。林奕雪转身又毫不犹豫地向床边的2个丫鬟发布指令：你现在去找几块干净的帕子，讨几条冷毛巾，你给我找身干净的衣服。你要干净衣服干什么？我冷，知道吗？林奕雪刚要给老人敷上冷毛巾，年轻男子又不放心地上前阻止他。天这么凉，你给祖母敷冷毛巾干什么呀？她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受得了啊？万一受寒了怎么办？我治还是你治？你怎么就那么多事呢？你要是不相信我，现在就放我走。你要是想让我治呢，现在就给我闭上你的嘴。当然，你要是能把门从外面关上的话，就更好了。年轻男子看着林奕雪，怒目圆睁。哼，把门从外面关上，不就是赶我出去吗？一个臭丫头，不就会些医术吗？脾气竟然这么臭。双方僵持半晌，年轻男子终于妥协了。好吧，
那你接着治吧，我不说话就是了。估计老人被折腾得早没劲儿了，所以此时心态还算平和，乖乖的很配合治疗。年轻男子看了看床上已经熟睡的老人，又看了看准备离去的林奕雪，有些担心的问道：这样就可以了吗？祖母她刚才可是吐血了呢，其他地方不用检查一下吗？老夫人那不是吐血，是因为头后仰造成鼻血流进了口腔。记得，如果下次老夫人再流鼻血，用冷毛巾敷额头，尽量不要让老人家头后仰，这样容易造成呛咳或者窒息。还有，刚才抓的药记得水煎服，每日1剂，日服2次，1个月为1个疗程。这期间呢，应该不会再流鼻血了。那个夜也深了，我赶紧送你回去吧。夜深不在房间，让别人知道了，可能会对你的归玉会有影响。你还知道我有归玉这个东西啊？那个，今天晚上的事情还是要谢谢你的。年轻男子将林奕雪送回了房间，刚思忖着想要说些感谢的话，可话还没说完，忽然感觉自己刚才揽着林奕雪的那条胳膊一阵刺痛。你对我做了些什么呀？没做什么呀，深更半夜逼着本姑娘出诊，不付诊金，总要让本姑娘讨点利息吧。我告诉你，你还别不服气，跟你比，我做的可一点都不过分。最起码我还治好了你祖母的病，已经够仁至义尽了。我什么我？年轻男子有些吃惊地看着林奕雪，和他平日里接触的那些扭捏作态的女人完全不同。你放心，你的胳膊废不了，只是红肿几天而已。当然，可能接下来这几天还会有些疼。哼，谁让他刚才威胁我，不是很威风吗？不让他长点记性，吃点苦头，我就不是林奕雪。诊费我会给你送过来的。男子最终留下一句话，闪身消失在了黑夜里。林奕雪才懒得理他，一头栽在床上睡觉去了。不行，事情紧急，看来必须想其他办法了。虽然浩儿信中一再嘱咐我们要低调行事，可是现在不是情况紧急吗？不管这些了，先顾住老夫人再说。小镇上就2个大户人家，究竟是找张家还是找李家呢？李家关系好些，但是近年家境有所衰退，赋医水平应该不会太高。张家家业大些，赋医水平相对而言应该高些，但是平素没有什么来往。到底张家好还是李家好呢？中年男子在自己的房间里踱来踱去，思索了半晌，终于下定了决心。不对呀，这老夫人病还没有治好，怎么就把灯熄了呢？二老爷，老夫人已经休息了。什么？休息了？那病呢？病治好了呀。治好了？谁治的？就刚才二少爷请回来的那位小姐呀。那丫头她真的会治病？小的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老夫人现在鼻血已经止住了，喝了药，人已经睡着了。难道我真的看走眼了？那个黄毛丫头真的能治病？二少爷去送那位小姐了。船夫话音刚落，年轻男子的身影一闪进了房间。二叔找我有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把人送回去了？本来就不远，就在对面的客栈，可不就眨眼的功夫吗？二叔如果没事，泽儿就先去休息了。嘿，这回二叔总该没话说了吧？这一次能治好祖母的病啊，可全是我的功劳。难道刚才那位就是陶朱公陆远的女儿？应该是吧。对面那个客栈被那个姓陆的给包了，好像就只有她一个小姐。还别说啊，那个姓陆的手里确实有几个臭钱，就这丫头的房间外面至少安排了10多名暗卫，害得我进去的时候还颇费了些功夫呢。真的是陆远的嫡女？她可是未来的……呀，二叔，不就是一个富商吗？瞧把您吓的，他能有多厉害啊？难道比大哥还厉害？切！再说了，这事我做的神不知鬼不觉的，只要那个姑娘不说，天王老子也不会知道的。德儿，你呀，你就整天闯祸吧。你不知道啊，那姓陆的嫡女可不是我等可以深夜顺便掳走的。这要是被发现了，可是要灭9族的大事啊！算了，跟你这臭小子说也说不明白。你赶紧去给那姑娘多送些诊金，让她千万别说出去。好，我回来呀，其实也正准备跟你说这个事呢。我这就去送，行了吧？第二天早上，
林忆雪从晨光中醒来的时候，意外发现自己的枕头旁边一下多了一摞银票。天哪，发财了！珍珠不是说我的医术大部分都是自学的吗？只是偶尔跟着一个经常给我看病的老大夫学了一些皮毛。原来我的医术这么高超，这么值钱呢！没想到那个瘟神说话还挺算数的，竟然给这么多。既然你舍得给，本姑娘就勉强笑纳了。这可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挣的第一桶金，实在太有纪念意义了。第二天下午，林忆雪已经在回圣经的船上了。哇，真不知道原主到底是多爱背医书啊，脑子里竟然装了这么多本书。我这想找本新书看，怎么就这么难呢？忽然，房门被悄悄地推开一条缝，随后探进来一个虎头虎脑的小脑袋。小宝，你怎么来了？想姨姨啦？姨姨，不要看书了，姨姨陪小宝玩。好好好，姨姨陪小宝玩。你母亲呢？她怎么没有陪小宝你玩啊？母亲刚才还在那里，这会儿喝了姨的药睡着了。母亲可真没用，还不如小宝呢。看，小宝就没事，小宝是小男子汉。你这个没良心的小东西，你母亲都生病了，你竟然还在背后嘲笑她。嘿嘿嘿，母亲不让小宝来找姨姨，说姨姨身体也不好，需要休息。嘿，小宝就知道姨姨最棒了，根本就没事。姨姨陪小宝玩好不好？好好好，小宝棒，走，姨姨带你去玩好不好？我的小主子呀，原来您在这里，可吓死奴婢了。我在这里和姨姨玩藏猫猫呢。陆小姐，谢谢您替我们照顾小公子，实在不好意思，太麻烦您了。不用客气，举手之劳而已。姨姨，快看，那边有大鱼，那边有大鱼啊！哪里有大鱼啊？小宝真厉害，竟然发现了大鱼。经过大半个月的旅途颠簸后，林忆雪终于跟着路远回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圣经。难道已经进入市中心了吗？传说中的圣经到底是什么样子啊？会不会很繁华？小姐，听世叔讲，拐过这条长安大街就到我们陆府了。马车终于停在了一个大门前。父亲，您终于回来了，想死双儿了。双儿这小嘴啊，真甜啊！为父拿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你先说说，你到底是想父亲了呢，还是想父亲的礼物了？都想，当然主要是想父亲，顺便也想下父亲的礼物。父亲这次给双儿带了什么好礼物呀？双儿，不得胡闹！老爷赶路辛苦了这么些日子，都还没来得及喝口茶水，你就讨要礼物，成何体统？不嘛，双儿就要，双儿就要。好，给，父亲啊，一会儿就给你拿好不好？真是个长不大的小丫头，怎么还和小时候一样啊？一见到父亲就张口闭口的礼物啊！陆远宠溺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一家三口重逢的画面其乐融融。林忆雪忽然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多余的人。老爷，这位就是雪儿吧？我的儿，你终于回来了，现在都长这么大了，这么些年娘都快担心死了，终于到家了，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林忆雪心中嗤笑一声，秦姨娘这演技声色俱佳呀，放到现代不评个影后都亏得慌。既然这么担心我，为什么早不把我接回来？这话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相信，也就是骗鬼吧。不过林忆雪可没准备息事宁人，如果想在陆府站稳脚跟，树立大小姐的威信，这个秦姨娘绝对是个关键。林忆雪一脸懵懂无知地看着陆远问道：父亲，这位是后来的新母亲吗？能喊我孩儿的不是母亲，那是什么？对着原主陆忆雪自称娘，她一个姨娘还真不够资格。听到林忆雪的话，秦姨娘一下愣在了那里，
我们当年跟着老爷搬到盛京时，陆亦雪明明已经5、6岁了，应该记事了的。并且以前在继承时，我也一直在陆亦雪面前自称为娘，这丫头却从来没敢吱过声。这现在是什么个意思啊？竟然冒充不认识我，当着众人的面故意让我难堪。哼！几年不见，臭丫头果然变了，不可同日而语了。可秦姨娘太没分寸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如此失礼的话，有些话是她一个姨娘该说的吗？陆远走到林忆雪身边，柔声道：“雪儿，这位是秦姨娘。你小的时候，秦姨娘对你多有照顾，你们感情一直都很好的。”哦，原来不是母亲。大小姐回京途中受了些伤，以前的事情有些记不清了。都愣着做什么呀？还不快给大小姐见礼！大小姐吉祥！众人连忙给林忆雪行礼问安。贱妾见过大小姐，贱妾看到大小姐一时激动，口无说错话了，还请大小姐恕罪，大人不计小人过，且让这死丫头得意一会儿。这个秦姨娘能屈能伸，看来并不是个简单的主。秦姨娘不必多礼，无心之语，雪儿自然不会放在心上。雪儿，这位是双儿，是你的妹妹。双儿，快喊姐姐。哼，我才没有这样的病秧子姐姐呢。双儿，不得胡闹。父亲莫生气，双儿还小不懂事，并且我们姐妹相处的时间又少，双儿这样也在情理之中。等以后我们姐妹相处的多了，关系自然就融洽了。大小姐果然是嫡女啊，就凭这风度，就不是二小姐能比的。哎呦，就是，大小姐不仅相貌好，那性子也好，一看就不是那种斤斤计较、小肚鸡肠的人。还是雪儿乖巧懂事。走吧，一路也辛苦了，咱们赶紧回府吧。哼，臭丫头，不要得意的太早，咱们走着瞧，今后有你哭的时候。大小姐，这里就是您的飘雪阁了，奴婢前些日子特意让人收拾好了，里面的摆设家具全部都是按照继承您以前的房间布置的，不知大小姐您可还喜欢？这就是陆亦雪以前的品味吗？这得有多土豪呀！这是一个大家闺秀的审美吗？这不伦不类的摆设，完全就是一个暴发户啊！陆亦雪继承的房间，难道就是这么布置的吗？就算陆亦雪当时小，不知道好歹，但陆远明明是一个不张扬、很有品味的人呢，就任由秦姨娘将自己嫡亲的女儿教成这个样子。大小姐您有所不知，秦姨娘为了您可是煞费苦心呢，害怕您乍然回到盛京，生活上会不习惯。这里是特意按照您5岁时房间的样子布置的，大小姐您看着肯定特亲切吧？真是胡闹！雪儿现在已经14岁了，怎么还可以用5岁时候的摆设来糊弄她？现在就派人去库房，给我挑些上好的家具，将这里立即重新布置。是贱妾考虑不周，老爷息怒，贱妾这就去办。小姐，秦姨娘也忙活半天了，确实挺辛苦的，要不咱们自己去库房里挑些家具吧？父亲，这样真的可以吗？这样也好，你也长大了，就按自己的喜好布置吧。秦姨娘，你领着大小姐去库房，让大小姐亲自挑选自己喜欢的家具。是，那就麻烦大小姐跟着贱妾走一遭了。红袖，子墨轩收拾好了吗？老爷，一早就收拾好了，您车马劳累，赶紧过去歇息一下吧。我们走吧。大小姐，这里就是库房了，奴婢身子有些不适，就不陪大小姐您进去挑选了。无妨，秦姨娘尽管去休息即可。秦姨娘，大小姐已经挑好了，这是账册，劳烦您过目。什么？这真是那个病秧子选的？算了，时日还长，不在此一时。看那个死丫头还能在我手心里蹦跶几天啊！坐了这么多天的马车，终于又躺到柔软舒适的床上了，感觉就是爽啊！
这衣食无忧的生活，不就是我以前一直向往的吗？既来之，则安之吧。小姐，天色晚了，仔细伤了眼睛。啊，没事，帆帆，打听的怎么样了？哦，小姐，奴婢都打听清楚了。咱们陆府里虽然只有秦姨娘一个姨娘，但是却并不像外界传的那样，秦姨娘一个人独得恩宠。其实，在咱们陆府，老爷真正宠爱的是红袖姑娘。红袖姑娘是老爷多年前从外面领回来的，没有人知道她的来历。进府后，一直跟着老爷做贴身丫鬟，和老爷感情笃厚，在府里说话的分量不亚于秦姨娘。不过，陆府里的事，红袖姑娘一般都不管的。这么多年，她只负责打理老爷的书房。哦，那老爷既然这么喜欢红袖，为什么不收她做姨娘呢？听说老爷一开始也有这个意思，但是被红袖姑娘给拒绝了。红袖姑娘自己拒绝了，为什么呀？传说有位大师曾批过，说红袖姑娘命犯孤星，一生不能嫁人，不能生子，否则会带来灾难的。就这也有人信？红袖就是因为这个才没有答应老爷做姨娘？也不全是。老爷当初曾经放话说，只要红袖怀孕就纳她做姨娘，但是红袖姑娘这么多年确实未曾怀孕过。那父亲就这样一再纵容她，没有再表示？其实他们都说老爷之所以这么纵容红袖姑娘是有原因的。因为什么呀？哎呀，你倒是说呀。就是他们说红袖姑娘从后面看身形和气质都和夫人很像，所以老爷才这么由着她性子的。哦，原来是这样。喂，有什么事吗？红袖姑娘看大小姐晚上没有什么胃口，没吃多少东西，特意煲了些银耳莲子燕窝粥给大小姐送过来，让大小姐补补身子。辛苦这位姐姐跑一趟了，麻烦姐姐回去替我们大小姐好好谢谢红袖姑娘。小姐，红袖姑娘送来的银耳莲子燕窝粥，您看。先放着吧。哼，红袖果然不简单。谁啊？什么事？我们秦姨娘看大小姐晚上没什么胃口，没吃多少东西，特意煲了乌鸡汤给大小姐送过来，让大小姐补补身子。辛苦妈妈了，麻烦妈妈回去替我们大小姐好好谢谢秦姨娘。小姐，您看这，要不就直接倒了吧？慢着，珍珠，先把鸡汤端过来，我看看。小姐，那秦姨娘一看就没安好心，这些吃食千万不能轻易入口啊！急什么呀？这个道理我自然是明白的，只是别人一片好心都送上门来了，我们总要看看都送了些什么。你也过来，仔细看看这碗汤。汤确实很鲜，味道也不错。算了，想不明白就不浪费这个脑细胞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珍珠，这2碗美味的汤赏你了。谢谢小姐。二小姐，您现在不能进去。都给我起开！那个病秧子呢？二小姐，大小姐正在休息，您现在真的不能进去。陆一雪，你个病秧子，你给我出来！二小姐，大小姐生病了，老爷吩咐需要静养，您真的不能进。滚一边去！谁再多说一句话，本小姐明天就把你们男的打残，女的都卖到窑子里去，信不信？都愣着干什么？给本小姐打进去啊！你们进去什么都不要管，只管挑好的贵的家具给我往银双阁搬，大的搬不动的就给本小姐砸了。干得好了，本小姐每人赏1个月的月钱。二小姐，您怎么可以这样？这些家具可都是老爷亲自点头许可后，我们小姐才搬进飘雪阁的呀。二小姐，您不能这样对大小姐。你们几个先去把那2个作死的给我绑了，每人打100大板，让他们也见识见识本小姐的厉害。住手！大小姐。陆一雪，你个病秧子，终于不做缩头乌龟了，怎么舍得出来了？我是乌龟？哼，如果我是乌龟的话，你陆一双充其量也就是个王八吧。陆一双，你带这么多人闯进我的院子，到底要干什么？干什么？
本小姐当然是干喜欢干的事儿了，把这些与你身份不相配的家具通通都弄走。身份？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的身份是堂堂正正陆府嫡出的大小姐，而你陆一双不过是一个区区庶女而已。本小姐的身份再不堪，也比你一个姨娘生的强几百倍吧。你，陆一雪，你就是个病秧子，一个从乡下跑过来的野丫头，你凭什么使用这些黄不离的家具？比我和母亲用的还好。凭什么？哼，就凭我是陆府唯一的嫡女，母亲，就秦姨娘她一个贱妾也配？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就要把这些家具全都搬走。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啊？赶紧给本小姐进去搬呢，都给我麻利点儿。干完了，本小姐每人赏银1两。你们都是哑巴瘸子，没有手和脚吗？从现在开始，站在那里不动一刀一棍的，明天通通给我滚出陆府。相反，拿着家伙把这些人赶出飘雪阁的，本小姐今晚每人赏银20两，打坏打残对方的每人赏银50两。尽管放手，给本小姐往死里打，死了残了，出了什么事儿，本大小姐兜着，与你们没有任何干系。20两银子，天哪，这可是一笔巨财，顶好几年的月例银子呢。陆一雪，你简直就是个疯子！你哪来的那么多银子？哪儿来的？用不着你一个庶女来管，反正不偷不抢，也不会向你借。哎，你们都别跑啊！都给我狠狠的打！打赢了，我们的人回去也每人赏20两银子。双儿，你真的要这样对待嫡姐吗？我们姐妹虽然从小不在一块长大，但是我们毕竟是嫡亲的姐妹，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呢。嫡姐可是一直把你当亲妹妹对待，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姐姐呢？带着人上门来打砸呢？陆一雪，你少在这假惺惺的！你是谁的姐姐？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不祥人，一个野丫头，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你和你那个娘一样下贱，你根本就不是我们陆府的。父亲，您怎么回来了？孽女，你这个孽女，把这个孽女给我送回去，禁足1月，罚半年的月例。父亲，我是您的双儿啊，我是您疼爱的双儿啊，您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您肯定是被那个病秧子迷住了心窍，对不对？父亲，你快醒醒，我才是您从小宠到大的女儿啊！那个病秧子，为父一直清醒得很，倒是你越长越迷糊，连长幼尊卑、礼仪廉耻都分不清了。二小姐，你没事吧？娘，父亲打我，父亲为了那个病秧子，他竟然打我。老爷，双儿可是您的嫡亲女儿啊，你怎么可以下这么狠的手啊？淫妇，这就是你教的好女儿，带着人来打砸嫡姐的院子。瞧干的这些破事，把好好的一个女儿给我教成这副模样，你还好意思在这说话？冯管家，还不把这2个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弄走？是，老爷。雪儿，你没事吧？女儿还好，让父亲忧心了。好孩子，让你受委屈了，赶紧进屋歇会儿去吧。父亲，您不是上午说有事要外出几天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傻孩子，现在还在想为父的事。幸亏父亲有急事又回来了，要不然你今天就真的受委屈喽。唉，说来啊，都是父亲的错。这些年的心思都用在打理生意上了，疏于对双儿的管教，让你受委屈了。其实双儿她就是小孩子心性，你……父亲言重了。有了父亲这句话，女儿一点也不觉得委屈了。双儿毕竟是雪儿的嫡亲的妹妹，我这个做姐姐的是不会和她计较的。那就好，那就好。你们毕竟是姐妹，打断骨头连着筋。你这个姐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包容她，让着妹妹，知道吗？女儿懂得的。好孩子。
明天让冯管家在院子里给你弄个小厨房，再找2个可靠的婆子过来。父亲不在家的日子，你在院子里想吃点什么，就让他们给你做。女儿谢过父亲。还有，平时如果觉得寂寞的话，可以朝子墨轩红袖帮你找几本书来看。是，让父亲费心了。您为女儿考虑的太周到了。傻孩子，这些还不是父亲应该做的。哎呦喂，我的小祖宗，你快赶紧歇歇吧，可不能再摔了。这些物品件件可都是价值不菲呢。我就要砸，我要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了。女儿这里哪里还有什么好东西？金贵的东西都搬到那个病秧子那里去了。母亲，你不是说那个病秧子早就奄奄一息，活不过春天的吗？他怎么会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呢？今天你也看到了，父亲为了他竟然打了我，还禁我的足，罚我的月例。父亲一向最疼爱我的，是不是？都是因为那个病秧子，他就是我的克星。他一回来，父亲再这样对我的，对不对？哎呦，我的小祖宗，有些话你怎么可以想都不想就随意说出口呢？尤其是关于那个贱人的，这么些年就是老爷的禁忌，你这还都被老爷当场听到了，他能不大发雷霆吗？我不管，母亲，我不要见到那个病秧子，我要他死。这个家里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再说，他现在在家里好好的，我哪还有可能成为太……双儿，有些事有些话你心里自己知道就好，但是绝不能随意的张口闭口的就说出来。我不要活了，父亲打我，现在连母亲你也骂我。双儿，你的心思母亲自然是知道的，母亲现在也正帮你想辙呢。但是有些事咱们是不能随便说出口的，尤其是那边的事更不能随意议论，说不好就是满门抄斩灭九族的事情呢。灭九族？母亲，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您不是在吓双儿吧？母亲何时骗过你？这件事情确实非同小可。双儿，你听母亲解释，你的想法母亲自然知道，但是此时绝不是任性的时候。你想啊，老爷平时那么喜欢你，只要你稍施手段，那病秧子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耍性子的话，一旦那个病秧子得了老爷的心，他再和红袖那个狐狸精连了手，以后我们娘俩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可是他现在好好的，女儿以后怎么才能……好孩子，你尽管放心，这个绊脚石母亲一定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帮你搬开的。只要病秧子不在了，到时候一切不都还是你的。现在你什么也不要想，也不需要做，只需要像往日一样拉拢住老爷的心就行了，剩下的只管等母亲的好消息吧。陆明昨天做的不错，亏得你小子聪明。喏，这50两银子是给你的奖励。小姐，这赏银奴才不能要。为什么？这是小姐我赏你的。奴才的命都是小姐救的，奴才不能要小姐的赏银。陆明，这是两码事。我救你的命是一码事，你昨天表现好呢是另一回事，这2件事不冲突啊。你感激我的救命之恩，以后做事对我更忠心就行了，但是照样可以领我的赏银的。那奴才也不能要。为什么不能要啊？这又是为了什么？因为昨天是珍珠姐姐悄悄告诉奴才，让奴才得空偷溜出去搬救兵的，说找到老爷就找老爷，实在不行就找冯管家。哦，原来如此。你这个小榆木脑袋呀，小姐赏给你的，你拿着就是了，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奴才说的确实都是实话，昨天的事明明是珍珠姐姐你出的主意啊。问题的关键是老爷最后不是你请回来的吗？这就是最大的功劳呀。奴才并没有去请老爷，只是半道碰到了冯管家，冯管家领着奴才去请的老爷。好，这50两银子，珍珠姐姐我就先替你收着行了吧？
等你娶媳妇儿的时候，姐姐再还给你。行了，这没你事儿了，赶紧去忙吧。小姐，这银子奴才不能要。珍珠，你这丫头可真坏。哦，对了，小姐，冯管家来了，领着人正给咱们收拾小厨房呢，还送来了2个婆子、几个粗使丫鬟和几个小厮啊！快把人请进来吧。老奴见过大小姐。全叔，快请起。小厨房老奴已经命人收拾好了，怕大小姐吃不惯圣经这边的口味。这2个厨娘是老奴特意从我们济城老家带过来的人，饭菜手艺都不错的，尤其是擅长咱济城那边的菜。想得很周到，让全叔费心了。还有昨天的事，真是多谢全叔了。大小姐折煞老奴了，这些都是老奴应该做的。比起当初夫人的恩情，老奴做的这些简直太微不足道了。母亲的恩情，想当年老奴还是陆府的一个无名小厮，寡母病重，举目无亲，根本拿不出治病的银两。最后是夫人赏了老奴50两银子，是老母才得以救治，愣是多活了10来年。这份恩情老奴终身难忘呀。老奴现在还记得大小姐小时候成天追着老奴要桂花糕吃的情景。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夫人不在了，小姐长大了，老奴也老了啊。冯管家，我们小姐回京的途中不小心头部受了伤，对以前的事情有些记不起来了，所以有些事情还得麻烦冯管家多体谅。老奴知道，老奴知道，是老奴有负于夫人的恩情，没有照顾好小姐。这次送来的丫鬟、婆子、小厮，老奴都仔细考察过，都是干干净净的人，小姐只管放心使用便是。还有那2个婆子煲的一手的好汤。其实夫人年轻时也很喜欢喝汤。全叔，母亲当年到底得了什么病？是怎么去世的？啊，老爷还安排了老奴其他事儿，老奴就先告退了。刚才是老奴多嘴了，海小姐又想起了夫人，如果有说的不当的地方，还请大小姐恕罪啊。小姐，奴婢向府里的好几个老人都打听了，但是他们一听到是关于夫人的事，都闭口不言，默默地走开了。最后只有守二门的李婆子拿了奴婢5两银子，才向奴婢隐晦地透露了些，说这么多年夫人就是老爷的禁忌，严禁府里任何人提起，更别提私自议论夫人了。如有违者，无论任何人都立即赶出陆府。所以昨天二小姐当着那么多人说夫人的不是，老爷才会勃然大怒。哦，这么说，母亲的事果然被父亲封了口。李婆子还说，现在府里侍候过夫人的老人几乎已经没有了，大部分都留在苏城老宅，有的潜回了老家。夫人的遗物多年前就被老爷封存了，不许任何人靠近。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是，小姐。不对，这个花瓣应该绣在这里。小姐错了，这里应该用这个线。小姐，您又绣错了，怎么可以这样绣呢？哎呀，珍珠，我不干了！我就说我学不会，你偏让我学。你看看，我的手都被扎成筛子了。我看你就是诚心看我的笑话。小姐啊，这可是您前几天一时兴起非要奴婢教的，现在嚷嚷着半途而废的也是您，怪奴婢教的不好的还是你。好，不怪你，是你小姐我没天赋，行了吧？走，咱们去院子里荡秋千去，你过来推我。对了，珍珠，你说哪天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父亲的书房逛一逛？话说回府这么些日子，好久没有见到红袖了啊！好呀，奴婢可是听说老爷书房里的藏书不亚于皇上的南书房呢，奴婢也想好好长长见识。也是，我正好也找几本野史之类的看看。你说红袖姑娘整日在父亲的眼皮子底下，以前的事她肯定也知道些，对不对？哇，
这就是父亲的书房啊，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大小姐想找些什么类型的书？或许奴婢能帮得上忙。哎，小姐，您不是想找几本医书吗？啊，是的，是的。麻烦红袖姑娘除了医书外，顺便帮忙找几本介绍各地风土人情或者野史之类的书，我回去翻翻。大小姐，您可能不知道，老爷的书房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这里的书一次只可以借阅1本。当然，大小姐是个例外，老爷走时可是特意安排了，大小姐可以多带几本回去。哦，这样啊，那麻烦红袖姑娘了。医书在那边的第2个书架上，风土人情和野史在这边的2个书架上。医书可能奴婢帮不上什么忙，但是风土人情和野史之类的书，奴婢还是能够帮忙挑上几本的。那就麻烦红袖姑娘了，医书我自己挑就行了。大小姐觉得这2本书怎么样？这一本是讲述各地风土人情的，还有这一本野史是老爷上个月刚淘回来的。真的不错，谢谢红袖姑娘了。红袖姑娘是身体不舒服吗？手怎么会这么凉？老大小姐费心了，奴婢身体无碍。红袖姑娘可能有所不知，我们大小姐呀看了好多的医书，医术还是相当不错的。回京的路上，小姐还救过李府的小公子呢。要不就让大小姐给您诊下脉吧。哦，奴婢恭喜大小姐学有所成，但是奴婢身子确实无碍，就不劳烦大小姐了。红袖姑娘不用客气的，不若您就让我们小姐帮您诊下脉吧。您有什么病，我们大小姐一准说得特清楚。奴婢真的没有病。哦，这样啊，看来是我多虑了。红袖姑娘这里焚的香闻着倒是不错，不知红袖姑娘可否赠我一些，我也在屋子里早晚焚一下，增进睡眠。大小姐稍等，奴婢这就去取。什么情况？哎呀，大小姐，您又晚上看书，仔细眼睛不好。你这个臭丫头，怎么越来越没上没下的？香不让我点，看个书你现在也管上了。小姐，您还别说，从红袖姑娘那儿拿的香还真不是奴婢不让您点。您知道那香里都有什么成分吗？知道啊，檀香、沉香、丁香。哎，小姐，您太坏了，你明明知道奴婢说的不是这些。好啦好啦，我知道你是想说书房的香里含有麝香，你这个丫头啊，真是大惊小怪，就这么一点点的麝香，偶尔点一次对身体影响不大的。小姐，您原来都知道啊？那您怎么不想一下，这香要是一直点下去会有什么后果？一直点下去会对女子造成不孕啊。对呀，你也知道啊，是不孕呢。这对一个女子意味着什么呀？不孕？难道说红袖这么多年不孕是因为这个？哎，小姐，您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香里面含有麝香的事情告诉红袖啊？她是不是不知道真相啊？此事暂时先别讲，容日后观察观察再说。红袖点此香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急于这一时。还有那天你一说让我给她诊脉，红袖姑娘的反应明显不正常，此事应该另有蹊跷。哦，好吧，但是这种香奴婢全都没收了，小姐您一根也不许再点了。知道啦，我的小管家婆。老爷，贱妾有件事情想向你请示一下，不知当讲不当讲？哦，到底何事？但说无妨。老爷，再过几日就是夫人的忌日了。去年夫人忌日时，贱妾曾去白云寺许愿，愿佛祖保佑大小姐身体早日康复。多亏佛祖显灵，大小姐今年果然平安归来，所以贱妾想去白云寺还愿，借此契机再给夫人捐个长明灯，不知老爷意下如何？雪儿，你没事吧？啊，女儿没事。女儿忽然听到秦姨娘这么关心我，竟然一个人悄悄跑到寺院为女儿祈福，一时激动，不小心被呛了一下。秦姨娘确实有心了，这样也好。前段时间我天天梦到玉儿，貌似在那边过得并不如意，所以几日前我已经和白云寺的住持商议好，为玉儿重新做一场法事。既然你有这份心，
那2日后的白云寺之行，你和双儿陪着雪儿一块儿去吧，免得她一个人到时候伤心寂寞。嘿，贱妾自然是一切都听从老爷吩咐。小姐，我们来的时候那边有个池塘，好像还挺漂亮的，不若我们去看看吧。原来不止你小姐我一个人爱看美景啊！你这个鬼丫头，什么时候看到的？小姐，刚才您把车帘掀那么大，又一个劲儿的在那儿哇哇的感叹，奴婢，我想看不到都难呢。好，都是你的理。不过那个荷塘看着确实挺不错的，我们赶快过去吧。小姐，您在哪里啊？小姐，您在竹林里面吗？哎，珍珠，我在这里。小姐，原来你在这里啊！怎么一转身你就不见了？吓死奴婢了！奴婢还以为你……哎，珍珠，你先别说话。那里有……啊，人呢？啊，小姐，你怎么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啊！刚才竹楼里明明有一位公子，啊，不对，是一位美男子，还对我笑来着。结果你一来，就把人家吓走了。走，你陪我去看看。2位施主请留步。那个小和尚，我们就到竹楼那边随便看看，什么也不做。真是对不起，这片紫竹林是佛门禁地，一般人等不许随意进出，还请2位女施主谅解。我们不上竹楼，就随便看看也不行吗？2位女施主请吧。雪儿，跪了一天累坏了吧？赶紧回去休息吧。是，可是父亲，您现在不回去吗？父亲还有些事情要和主持商量，你先回去吧。一会儿父亲让人把斋饭送到你房间里去。谢谢父亲体谅。哎呦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走路有没有长眼睛啊？哎，你这位小姐怎么说话的？明明是你撞到我们小姐了，怎么现在反过来先指责我们呢？谁撞的？我撞的吗？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撞的人呢？你有证人吗？你，这里荒山野岭的，我们上哪儿找证人？没有证人就不要血口喷人好吗？我还想说是你们2个人撞的我呢。哎，你这人怎么这样胡搅蛮缠，睁着眼睛说瞎话？嘿，本姑娘还就说了，有本事你们打我一顿呢。你简直就是个无赖。嘿，我就是无赖，你能拿我怎么？小姐，嘘。哎，英姐，你在那里跟谁说话呢？怎么还不进来呀？祖母都等急了，你在那里到底在干嘛呀？倒是快些呀！怎么拖拖拉拉像个老太婆啊？小姐，老夫人在喊你了。小姐，你到底怎么了？英姐，你怎么了？不好，貌似被点穴了。你们2个给我站住！说你们呢？到底是什么人？赶紧给我站住！这位公子你好，请问您拦着我们小姐有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哼，你们少在这里装蒜！是不是你们2个鬼鬼祟祟的人算计的婴儿？不就是点个穴吗？你至于这样为难我们小姐吗？有什么您冲我来，其实是我点的穴，不关我们小姐的事。哼，说的倒容易，蛇鼠异窝。我告诉你们，今天一个也休想逃掉。怎么是你？果然是你。婴儿的穴位是你点的。哼，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你小姐，您认识这位公子吗？不认识，麻烦把你的臭剑收起来好不好？佛门重地，动不动就舞刀弄剑的，成何体统？哦，不好意思。珍珠，我们走，父亲一会儿该等急了。哎，你别走啊！二哥，人呢？往哪个方向去了？哎，婴儿，你要干嘛呀？干嘛？我当然是去报仇啊！我木姨5岁习武，长这么大，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啊？阴沟里翻船，被一个柔柔弱弱的小丫头点了穴，传出去，这让我的脸今后往哪儿搁啊？怎么再出来混啊？哎，婴儿，点个穴而已嘛，你平时还不是经常点别人的穴啊？小事一桩嘛，过去就过去了。咱们现在赶紧去陪祖母吧。大哥昨天提前安置好一切，今天说有事到现在都没露面。这祖母眼前一个人没有，他老人家又该着急了。什么叫点个穴而已呀？这能一样吗？从小到大就只有我欺负别人，哪有别人欺负我的道理啊？二哥，你别拦着我，我告诉你啊，今天无论谁来，我都是要去报仇的。看我一会儿不把那小丫头打得片甲不留。婴儿，你听二哥说，这事你就当给二哥个面子，咱不追究了，行吗？他欺负了我，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呀？
二哥，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头啊。二哥，你是不是认识那姑娘呀？认识？怎么可能啊？我认识的姑娘，你哪个没见过呀？那我怎么看着你现在哪都不对劲呀？不对劲？我哪有啊？我哪里不对劲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哪里对劲了？你给我说清楚啊！那姑娘到底是谁？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她点了我的穴，你竟然就这么不声不响的放她走了？你要是说你不认识她，估计连鬼都不会相信。英姐，人家只是不小心点了你的穴而已嘛，并没有伤害你。再说了，真打起来，他们哪个是你的对手啊？听听，这颗心都偏到哪儿去了？现在就知道护着人家了。我还是你妹呢，你凭什么护着她不护着我呀？哦，我明白了，二哥，你喜欢那个姑娘对不对？喜欢？我哪有啊？真的没有吗？那好吧，既然这样，下次见了她就别怪我直接用我的宝贝招呼她了。我什么我啊？明明是他们先欺负我的，所以让他们吃点苦头还不是应该的吗？不过呢，如果二哥你承认那姑娘是未来二嫂的话，本姑娘就卖你个面子，不追究了，怎么样？你要不要承认啊？好，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只要你别再找人家麻烦就行了。哦，原来真是这么回事儿啊！不过呢，就算是这样，本姑娘也要把这个仇给报回来。哎呀，英儿，你怎么？我怎么了？二哥，你不是今天刚认识我的吧？出尔反尔，站着翻身可是我木英的一大特长。再说了，我刚才只是说卖你个面子，这会儿不追究，也没有说以后都不追究呀。你，老爷，您回来了。老爷，这位是……哦，这位是穆大小姐。哎呀，穆大小姐，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有失远迎，快请进屋里坐。穆大小姐，您能来到我们小院，真是蓬荜增辉啊！快请进屋喝杯茶吧。不用了，我是来找陆小姐的。小姐，哎呀，原来您是来找双儿的呀。老爷，妾身早就说过，咱们的双儿人缘好吧？你看，这不刚来寺院2天，人穆大小姐都亲自找上门来了。哦，双儿呢？赶紧让她出来见客，别让穆大小姐久等了。穆大小姐，请您稍等，妾身这就去着人把双儿请过来。爹娘，谁来找我？你就是陆小姐？对呀，小女子姓陆，名一双，是名副其实的陆小姐呀。不知道二位找我何事？肯定是听闻了我的美名，慕名前来的，对不对？秦菊，怎么回事啊？她根本不是点我穴位将我弄晕的那个女子啊！点穴？弄晕？我想你们二位肯定找错人了。双儿手无缚鸡之力，又根本不通穴位，怎么可能把您穆大小姐弄晕呢？是呀，我从大殿回来，根本没有出过这个院子。这个问题，娘是可以为我作证的。原来是这样啊！我想穆大小姐您肯定是有所误会，老夫可以保证，我们双儿肯定不是你所找之人。既然穆大小姐还要找人，那老夫就不耽搁您的时间了。当然，如果有什么需要老夫帮忙的，穆大小姐尽管说，老夫一定鼎力相助。你们陆府是不是还有一位陆小姐？是还有一位小姐，但是我们雪儿体弱多病，平时很少出门，更不可能是穆大小姐您所找之人了。我想您肯定是有所误会。秦菊，二哥说的那位小姐是姓陆吗？好像是吧。老爷，大小姐今天回来的时候，神色确实有几分慌张，说不定还真是穆大小姐所找。秦姨娘，老爷，贱妾只是觉得，大小姐既然不是穆大小姐所找之人，让他们见一面也好，这样穆大小姐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寻找真正的凶手啊！麻烦陆老爷还是把另外一位陆小姐请出来吧。可是我们雪儿从小到大身体一直不好，这会儿已经休息了，我相信她肯定不是您所找之人，还请您赶紧去别处寻吧。老爷，二位贵客既然来了，咱们就帮忙帮到底。我看大小姐屋子里的灯刚才还亮着呢，肯定没有睡熟，
要不妾身亲自去把大小姐请出来吧。秦姨娘，你是那间屋子吧？不用麻烦你们了，我自己去敲门就行了。你们都在这里等着我吧。这，陆小姐，我知道你在里面，快开门。你这位小姐到底想干什么？今天点你穴的是我，和你吵架的还是我，你有什么就冲我来，关我们小姐什么事？珍珠，让开！我陆亦雪现在就站在这儿，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姑娘要怎么报仇，公了还是私了，直接说吧。好个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说的倒是有几分豪气，有几分我沐英的风格。但是呢，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我沐英也算是在盛京城混了这么多年，从小到大可是只有我欺负别人，没有别人欺负我的份儿。不曾想今天竟然阴沟里翻了船，栽在你这个弱不禁风的小丫头手里。本姑娘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今天呢，给你2种选择，要么你有本领再次将我打倒，我呢不仅不计较，并交下你这个朋友；要么你自己站到那儿，老老实实让我抽一顿，从此以后我们就两不相干，井水不犯河水。就你这还叫讲理？我估计天下都没有不讲理的人了。哼，我告诉你，有什么尽管往我身上招呼，想抽我们小姐，你想都别想。珍珠，来者是客，去给穆大小姐倒杯水。可是小姐，她欺人太甚。听话，去吧。是。穆大小姐请用茶。这说了半天，肯定渴了吧？今天下午的事其实就是个误会，待会儿我会仔细向穆大小姐道清原委的。哼，算你识相，但是呢，你不要因为喝了你的茶水，我就会……小姐，不好，出事了！老爷，您没事吧？我们还是先坐这里等一会儿吧。妾身想穆大小姐乃大家闺秀，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的。陆大小姐，您没事吧？我怎么了？哼，这可是穆大小姐她自己要求的，这事儿可完全怪不着我。你们2个呀！英儿，你没事吧？二哥，小女子刚才之举完全是应穆大小姐的要求，实属无奈，还请穆大小姐多多见谅。兵道鬼也！陆亦雪，我沐英果然没有看错人，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英儿，你这是不是不追究的意思了？那是当然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陆亦雪，你听着，从现在起我们就是朋友了，你就是我沐英的人了。以后啊，谁胆敢欺负你，就是和我沐英作对。小姐，你没事吧？雪儿，老爷莫急，我相信穆大小姐处理会有分寸的，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如果我们这样贸然进去的话，岂不是把事情搞得更难堪了？原来你真的不会武功呀！那今天下午你是怎么把我弄晕的呀？好了，天色已经够晚了，你快休息吧，明天我再过来找你玩。我叫沐英，以后啊叫我英儿就行了。英儿慢走。你赶紧回去吧，你这身体可真够弱的，一巴掌都承受不住。行了，以后在盛京啊，如果有人胆敢欺负你，你就给我说一声，看本小姐不一鞭子抽死他。哎呀，你终于回来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在这儿等你半天都快闷死我了。我不是让你不要来等我的吗？你可以陪你祖母聊聊天，或者一个人到处转转呀。哎呀，祖母来了2天，每天不是上香就是教导我礼仪，嫌弃我没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整天吵吵的我脑仁疼。考虑半天，想着你这里应该清静些，所以就来你这里了。结果呢？结果是啊，你这里有2个烦人的臭苍蝇，吵得人更心烦。穆姐姐，你在里面吗？妹妹，我特意冲了2碗藕粉，清热解暑，味道可口，让穆姐姐您品尝一下。喏，苍蝇又飞来了，一下午嗡嗡嗡的没有个消停。好，你赶了一下午的苍蝇，辛苦了，我去帮你把这只赶走，行了吧？嫡姐，你什么时候回来了？啊，法事结束了，父亲让我回来的。怎么，让妹妹您失望了？哪有？妹妹是看嫡姐您不在，穆姐姐毕竟是咱们家的客人，所以才越俎代庖替嫡姐你招待一下。
这藕粉冲的还真不错，晶莹剔透，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双儿妹妹又亲自送过来，真是有心了。喂，别躲了，人都走了，快起来喝吧，这可是人家一门心思专程为你冲的呢。嘿嘿，把人赶走，东西留下，还是你高明啊。还别说，味道还真不错。话说你怎么就有个这么让人不省心的庶妹和姨娘呢？你平时在陆府的日子是不是很难过呀？还行吧，有些事习惯就好了。哦，对了，父亲已经答应我了，在这多停留几日，这样就可以陪你好好玩玩了。想好明天去哪儿了吗？哎，你会骑马吗？要不明天我找个地方带你去骑马吧。骑马？应该不会吧，我从来没骑过。哎呀，什么叫应该呀？算了，就你这身板，料你也不会。那去哪儿呢？哎，要不我们下山，我带你去别的地方玩吧。这个啊，我估计不行，我们还是先在这附近转转吧，走远了我怕父亲会不同意。唉，真扫兴，你们家可真不是一般的麻烦。好吧，那明天一大早我来这里找你，我们就在这附近山上转转吧。二哥，你这次真的好厉害呀，竟然找到了这艘小船。那当然，也不看看你二哥我是谁。你就嘚瑟吧，估计又是打着大哥的旗号在那里狐假虎威骗来的吧。哎，二哥，你说大哥整天神神秘秘到底忙什么呢？比我们早一天就上山了来安排食宿了，结果呢就昨天和祖母打了个照面，这2天又神龙见首不见尾了。哎呀，莹儿，不许这样说大哥，大哥忙的呀可都是正事儿。我说什么了？我说的可都是实话，我都好久没有和大哥在一起好好吃饭了。小时候大哥最宠我了，现在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子了。切，二哥我不是在这陪着你吗？哎，二哥，你快看那边有片紫竹林，好漂亮啊，我们过去看看吧。那边好像不让香客随便进入的吧？哎呀，雪儿，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二哥了，这世上啊就没有他木泽不敢去的地方，更别提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紫竹林了。陆小姐，你想去吗？如果你想去的话，我们就直接过去吧。我就说你这丫头磨叽吧，想去就直说呗。二哥，你直接把船往紫竹林那儿划。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就一个紫竹林，还设什么破机关啊？小心，这什么鬼地方啊？竟然潜伏了这么多的高手。看那儿，那有个警示牌，香客止步，否则后果自负。嘿，我刚才就告诉你了，你不听啊。哎，你怎么样？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伤倒是没有，就是有些气不过。一个破紫竹林有什么了不起的？竟然弄这么多的破机关啊！没受伤就好，要不我们还是走吧。这里是佛门重地，说不定里面真的有什么不能随便让世人见的东西。不行，我还要再去试试。我木泽就不相信了，还有我闯不进去的地方。你们2个先在这里等着，我再试试。我还真就不信了。哎，二哥，还是不要了吧，你一个人根本打不过他们的。木二少爷，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哎呀，泽儿，你这是又跑哪里去了？这么大岁数了，什么时候能靠点谱？大清早好好的出去，现在怎么这副灰头土脸的德行就回来了啊？英儿呢？他不是跟你一块儿出去的吗？二叔，陆小姐，木二老爷好。好，你们年轻人忙，我还有事要处理，先出去了。二哥，你先去换身衣服收拾一下，我和雪儿去看下祖母。雪儿这刚好有一些食疗的方子，说对祖母的身体有好处。脉象和气色已经没有问题了，上次那个药方可以停了。我再给您写几个食疗的方子，您平时替换着吃，注意饮食，应该就无大碍了。嘿嘿，好，你这丫头啊，小年纪医术就了不得，这多少大夫看不好的病，你一剂方子竟然就给我老婆子治好了。老夫人过奖了，雪儿就是翻过几本医书，刚好看到关于老夫人您病症的药方，巧合而已。嘿呦，这就是天意呢，说明我老婆子和你这小丫头有缘分。老夫人，这不合适吧？
雪儿怎么可以收您这么贵重的礼物呢？哎，有什么不合适？我这老婆子的命都是你这丫头救的，这个礼物你必须收下，否则就是嫌弃我老婆子的礼物。雪儿，你快收下吧，这也是祖母的一片心意。她这个玉镯我可惦记了很久呢，祖母都不舍得给，她这是把你当亲孙女一样疼爱呢。你这泼猴，现在跑到这里说闲话了。这么好的东西给了你，就你这上蹿下跳的性子，恐怕半天时间不到就给我弄碎了。既然如此，雪儿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就对了嘛，我就说咱们祖孙俩有缘分的。祖母，孙女也一直这样觉得，并且孙女坚信你和雪儿以后的缘分，以后啊一定会更加绵绵不断的。什么缘分绵绵不断呀？祖母说雪儿治好了她的病，是她和雪儿的缘分。我告诉她，他们以后的缘分还长着呢。我说的对吧，二哥？你这鬼丫头净胡说！雪儿，回京后记得找我玩啊。我会的。如果我不去，你也可以过来找我玩啊。那我去找你，你不准嫌我烦。怎么会呢？你快回去吧，别再送了，过几天就能相见了。嗨，你瞧我怎么一碰到你就变得多愁善感了呢？大不了一回京我就直接杀到陆府去找你玩。你走吧，路上小心点。再见。雪儿、双儿，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父亲不在的日子要姐妹和睦，不要随意外出，知道吗？父亲放心吧，女儿懂得的。老爷放心吧，奴婢会照顾好两位小姐的。那就好。小姐，前面是悬崖，小姐怎么办？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只能跳车了。可是小姐，这马车跑得太快了，跳下去也很危险。要不，咱还是跳马车吧。我抱着你，你一会儿别乱动，这样你就能减少受伤的。珍珠，这个主意绝对行不通，你想都不要想。我的命是命，你的命也是命。小姐，就这么说定了，不要再犹豫了，就按奴婢说的办吧。如果奴婢不小心摔伤了、残了，小姐还可以再给奴婢医治好，不是吗？珍珠，你在哪里？你千万不能有事。一个丫鬟，对你就这么重要？为了她，你就准备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她不是你的姐妹，你当然不会关心她的生死。女人，你的丫鬟在那边。你把她怎么样了？点穴了。你为什么要点珍珠的穴？乐意。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干什么？你放心，就你这瘦弱的小身板，本公子暂时还没有兴趣。你流氓你！蠢女人，现在竟然还有时间考虑我的想法。陆小姐，雪儿，你在哪里？莹儿，我在这里。陆小姐，你怎么样？没事吧？我没事。小姐，你没事吧？我们怎么在这里？我没事，我刚才是被一位公子救了。人呢？怎么又不见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小姐，你真的没有受伤吗？我们真的没事了吗？没事，尽管把心放肚子里吧。你小姐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喏，你看看我胳膊腿儿都好好的，什么都不缺。小姐，您讨厌，不准这样说自己。不过，小姐您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穆小姐，您怎么来了？您是来救我们小姐的，对不对？对啊，莹儿，你怎么忽然来了？我一个人正在房间里无聊呢，忽然有人往我房间里射了一个飞镖，上面附着一封短信，说你的马车在悬崖边出事儿了，让我速来救援，所以我就骑马过来了呀。哦，对了，二哥是在院子门口忽然碰到的，所以他也跟着过来了。就因为一封短信，你就来了？你就没有想过，如果是别人设的陷阱，你怎么办？啊，这样啊，当时没有来得及想那么多呀，听到你有危险就来了。不过随信送的还有这个，我一看是你今天带的簪子，就毫不犹豫的来了。小姐，下雨了，我们现在没有马车了，怎么恢复呀？也是，府里的那些马车估计也早就跑远了。这转眼雨就要下大了，还回什么府呀？我看你今天就不宜出门，还是先跟着我回客院吧。陆小姐，
看现在的情形，待会儿外面肯定会有一场大雨，下雨时山路泥泞难行，随时都有危险。再说了，现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行凶之人是何方人士，万一待会儿要是再反扑过来，岂不是更加危险？我看您还是跟着婴儿回科院吧，明天我，和婴儿会亲自送你回府的。好吧，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大小姐，你们终于回来了。老夫人刚才知道了陆小姐的事情，已经问过2次了，让你们一回来就过去回话。麻烦紫娟姐姐先去给祖母回个信，说我们已经平安回来了，免得她担忧。我带着雪儿换身衣服就过去。奴婢先去给老夫人回一声，就说今天天气不好，陆小姐就在咱们院子歇息了。有劳紫娟姐姐了。我去，你到底是不是个女孩子啊？怎么可能一件襦裙也没有呢？谁规定的女子就必须穿襦裙啊？姐姐我就喜欢穿骑马装，方便舒服。美的你，就你这副德行，小心回头嫁不出去，到时候有你哭鼻子的时候。嫁不出去本姑娘也乐意，不懂得欣赏本姑娘的美，是他们那群臭男人的损失。哎，这件不错，这身白色的骑马装你穿上肯定漂亮，别找了，就它了。好吧，也只能如此了。哇，雪儿，要不要这样啊？这身衣服完全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呀！哎呀，这衣服一穿在你身上，立刻显得你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呸！姐姐，你会不会夸人呢？玉树临风，风流倜傥是形容男子的好不好？错了吗？我的意思是，你若是穿着这身衣服上街，肯定能够迷晕一帮小姑娘。去你的！越说越不靠谱。我迷倒小姑娘干嘛？我自己就是个小姑娘。赶紧换你的衣服去吧啊！没请你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婴儿，你们住的这个院子比我们家前几天住的那个大了不少呢。这么多房间，你们住得过来吗？还行吧。正屋几间房是祖母住的，东边的几间是我和二哥住的，西边的房间是二伯和大哥的。哎，雪儿，你知道为什么我和二哥非要住东边这几间房吗？离院门口近，方便你们偷溜出去玩呗。啊，雪儿，你为什么这么聪明啊？要不要这样啊？人家好没有成就感的好不好？好，那我们重新来。请问穆大小姐，你们为什么要住东边这几间房呢？雪儿，你这个坏丫头，你太侮辱我的智商了。雪儿见过穆老夫人，让穆老夫人忧心了。哎呦，可怜的孩子终于回来了，还好一切只是有惊无险，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好了啊，雪丫头你放心，这青天白日的，佛祖脚下竟然有人意欲行凶，我已经让老二出去查了。你父亲既然离京了，这事儿我老婆子就插手管了，只要查到真凶，我老婆子一定给你主持公道。惹老夫人伤心了，是雪儿的不是。老夫人，佛祖在上，坏人最后必遭报应。祖母，您别伤心了，雪儿这不好好的吗？我和雪儿今天都在这里陪着您，哪儿也不去，好不好？好，都是好孩子，说得太对了，坏人最后必自食恶果。老夫人，将它熬好了。来，泽哥也过来，每人1碗，赶紧喝了，免得受寒。祖母，我不行啊，必须喝。看你二哥，平时最不愿意喝的就是这些汤汤水水的，这次都乖乖喝了。哦，我的意思是你看看泽哥，这平时就喜欢喝这些汤汤水水，这次喝得更干脆。老二，事情查得怎么样了？母亲，已经查清楚了，离这不远的黑风岭上有不少绿林好汉聚集在那里，此次欲劫持陆大小姐的就是那里的人。但是刚刚收到的消息。怎么了？有什么为难的？如实说就是了。孩儿刚刚得到消息，赶去黑风岭打探线索的人下来汇报说，黑风岭上100多口人全部被害了，无一幸免。全部被害？他会不会看事情没办成，对方杀人灭口？这黑风岭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更别提上面还有100多口人了。那么短的时间内，换成是你有办法不声不响的将所有人灭口吗？难道这么快就佛祖显灵，将恶人全给收了？
那现场可有留下什么线索？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对方做得很干净，所有人皆是一招毙命。陆小姐可有什么线索？比如救你的是什么人？陆小姐以前可曾见过？啊，不认识，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对方将我和珍珠救出马车，杀了黑衣人之后就转身消失了，可能也就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吧。哼，既然一时查不出线索，那就日后慢慢查。反正雪丫头的事情，我老婆子是管定了。雪丫头，这眼看外头雨下大了，明天肯定下不了山，你什么都不用想，只管在这儿住着。明天派个人去陆府告知一声，发生了什么事儿，有我老婆子给你撑着。那这2日雪儿就在这里叨扰老夫人了，多谢穆老夫人的收留之恩。哎呦，好孩子，快请起吧，自家人不必客气。老二，你也先下去吧，刚才熬的姜汤，一会儿让紫娟给你送过去一碗，驱寒。是，孩儿告退了。哦，对了，浩儿回来了，你一会儿吩咐个可靠的人往他的房间里送些饭菜。啊，大哥回来了，我都好长时间没见他了，我要现在去找大哥玩。英姐儿，你给我站住！你大哥还有事，现在不方便见你。今天你和雪丫头好好的在这儿陪着我，哪儿也不许去。好吧，每次都有事儿，大哥每天神出鬼没的，到底在干什么呀？婴儿，早就跟你说过，不许这样说大哥。大哥可是大将军，哪能像我们一样，整天游手好闲，只知道玩啊？婴儿，穆将军长什么样子啊？啊？谁长什么样子啊？你大哥穆将军啊，来了这院子这么多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些好奇，他是不是和你们兄妹俩长得一样啊？嗨，你说大哥呀，我大哥那自然是长得高大帅气又威猛了，尤其是他那身出神入化的武功，你是没见过。哎，哦，那这么说，穆将军的武功肯定很厉害喽，是不是你和穆二少爷加一起都不是他的对手啊？何止我们2个加在一起呀，我大哥的武功那可是祖父亲自教的。这么说吧，套用皇姑父的一句话，就武功方面，全天下算下来，能打得过我大哥的也超不过这个数。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快放开我！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姑娘，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姑娘。麻利点，快点把她给带走，免得被人给发现了。大哥，这抓了这么多姑娘，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要找的人呀？不该问的别问，你们只管按照画像抓人就行了。记住，只要不放过任何一个有1分相似的姑娘，到时候就少不了你们1文钱。可是，如果到最后还没有抓到那位姑娘，我说的还不明白吗？你们需要做到的是，这几天不让画像里面的人进城就行了。只要事情成了，到时候我们说谁是画像上的人，谁还不就是啊？是，大哥说的是，大哥息怒。二狗他脑子有些不灵光，小的这就把他带走啊。我们继续上城门口盯着去。大哥，你为什么不让我问呀？万一到时候那四一我们抓的不是他要找的人，赖账了怎么办？那我们兄弟2个不是白忙活几天吗？我说二狗啊，你是不是傻呀？那小子不都说得很清楚了吗？我们要做的只是不让画上那姑娘进城，到时候无论这些姑娘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们只要稍微做些手脚，说哪个就是哪个。一旦假的成真了之后，真的也变成假的了吗？大哥，什么真真假假的？弟弟还是没听懂啊。你这个傻小子，懂什么懂？说的再多你也不会懂，你只管干活就行了啊。等到时候拿了这笔钱，大哥就张罗给你娶个媳妇儿，到时候有你小子乐呵的。媳妇儿？是，大哥，那咱快些走吧，别真让那姑娘趁着这间隙溜进了城。这个傻小子呀！画像，姑娘，假的成真，真的成假。小姐，为首的好像是老爷。刚才那个骑马的怎么好像是陶朱公陆远啊？你没有看错啊，确实是陶朱公陆远。这陶朱公一贯以儒雅著称，什么时候也改变风格了？
策马狂奔过闹市了。你们还不知道呢，陆府出事啦！哎呦，出事了？什么事啊？哎呀，你快说说。就是陆府的嫡出大小姐，前段时间刚从济城老城接过来的那位。结果前几日去白云寺上香，马车不小心受惊坠崖身亡啦。是的，我也听说了。听说尸骨今天才找到，现在还在陆府大门口摆放着，就等着陶朱公回来下葬呢。哎呦，真是可惜了，这小小年纪竟然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老爷，您醒醒吧，奴婢没有说谎，大小姐她真的没了。这是下午找到的大小姐的尸骨，奴婢还没来得及弄到灵堂。你个贱人，你说你把我的女儿弄哪儿去了？老爷，您冤枉奴婢了，奴婢真的没有。你的马车为什么不出事儿？你怎么不去死？父亲，您要节哀呀！这事儿不能怪姨娘的。当时我和姨娘返回去找的时候，姐姐已经坠崖了。父亲，没有了姐姐，你还有双儿啊。父亲放心，姐姐能做到的，双儿以后都能做到，甚至能做得更好。冯管家呢？把他给我叫过来，我要见他。哎，老爷，冯管家得知大小姐坠崖以后，带着人在崖下寻找了几天几夜，今天找到小姐尸骨以后，人就病倒了，现在还躺在床上呢。我亲自去找他。老爷，您怎么埋怨奴婢都没事？您自己要保重身体，节哀啊！大小姐和夫人在天之灵，可您也不想看到您这副样子。姨娘，姐姐去了，父亲现在又伤心，您也要保重身体啊！这个家还要靠您打理呢。双儿，鬼啊！有鬼啊！鬼！有鬼啊！瞎了你们的狗眼！看到大小姐还不行礼？大小姐？大小姐？不可能啊！陆府大小姐不是已经没了吗？哎，不对呀，鬼不是没有影子吗？这位姑娘有影子啊！哎，这明明就是个人，有血有肉的，怎么可能会是鬼呀？难道她真是陆家大小姐？原来大小姐根本没有死啊！那这姨娘和庶妹弄的是哪出啊？陆亦雪，你怎么会在这里？是呀，我也想问呢，我怎么会站在这里呢？嫡姐没有躺在里面，是不是双儿很失望啊？二小姐，您肯定是思念嫡姐太甚，眼花了，对不对？我们大小姐明明已经没了，在灵柩里面躺着呢，怎么可能会再冒出一个大小姐？大胆狂徒，敢冒充我们大小姐！来人呐，还不给我乱棍打出去！对呀，我嫡姐已经去世了，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冒充她？我们府里的大小姐也是你这种下贱胚子可以随时冒充的。看不把你送到官府里去，把你这个大骗子就地正法！放肆！我看你们谁敢动他一根汗毛！穆二少爷，穆大小姐，二位贵客来临，有失远迎。府里还有要事需处理，就不留二位了，还请二位海涵，改日老爷一定登门谢罪。哼，秦姨娘好大的口气啊！这不声不响的就替我和父亲把家给当了。我好不容易请来的贵客，你秦姨娘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这么轻而易举想给打发走？陆府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姨娘当家了？你，我们大小姐已经去世了，你是哪里跑来的疯女人？是吗？哼，我好好的在这站着，秦姨娘竟然一直幻想着我死了。秦姨娘，你是多不希望我活在这个世上啊！你们都是聋子哑巴吗？怎么还不动手？把这个冒充大小姐的人给我捆起来！一群刁奴，我看你们谁敢进前，不怕死的就过来吧。穆大小姐，这是我们陆府的家事，与您实在无关。贱妾现在要处理这个冒充大小姐的，还请您行个方便。怎么没有关系？我只是请雪儿陪我在寺院多住了几天，
结果你们就弄了个灵柩过来，谎报他死了。你秦姨娘好大的本事啊！我让你弄什么老狮子的灵柩，在这里诅咒雪儿。二哥，把这儿给我掀了。大小姐，我们大小姐太可怜了，连死了也不得安生。你们幕府实在是太欺负人了！贱人，我让你信口开河，在这里胡言乱语。姨娘，姨娘，你没事吧？告诉你，本姑娘看你也早就不顺眼了，让你也尝尝我的鞭子。二小姐，二小姐，你没事吧？穆大小姐，你不要欺人太甚，我们陆府没时间招待你，你就这样鞭打我们。妖妇，你若再胆敢胡言乱语一句，信不信我下面砍掉的就是你的脑袋？哎，这也太过分了吧？怎么能把人家的灵柩给踹了？是啊是啊，竟然还鞭打人家姨娘和二小姐呢，这不是仗势欺人吗？也不见得吧。如果外面站着的是大小姐的话，这姨娘和二小姐也不是什么好人吧？哎，你说这到底哪个是大小姐啊？我猜旁边站着的那个是吧？不对不对，你看这姨娘对这尸体这么紧张，肯定死去的那个是的。想看就看，不想看就滚蛋！都给本小姐闭上你们的臭嘴！老爷，大小姐，真的没了，没有了。老奴该死呀！老奴该死！老奴没有保护好小姐。老爷，你责罚老奴吧。罚你？我现在就是把你杀了，雪儿能回得来吗？老天爷呀！我陆远到底犯了什么错？你要这样一再的惩罚我？老爷，你要保重啊！冯全，你到底在哪里找到雪儿的尸骨？当时是什么情形？你再给我具体描述一下。老奴是在老爷离京的当天下午，听到秦姨娘和二小姐回复说，大小姐马车受惊，不小心坠崖了。老奴一听，当时就带着人过去了。可无奈呀，当时雨下得太大，又狂风大作，什么都看不清楚。结果无功而返。待第二天中午雨停后，老奴才又带着人马在山底下一寸寸的搜索。可经过大雨的冲刷，哪里还能找得到任何足迹和线索？老奴就这样连着找了3天，今天上午才在崖下的一个大树旁找到小姐的尸骨。老爷，你要为小姐主持公道啊！可怜我们大小姐，年纪轻轻，竟落得如此下场。老爷不好了，外边打起来了！谁打起来了啊？好好说话。是大门口，穆二少爷踹翻了灵柩，穆大小姐拿着鞭子正在抽打秦姨娘和二小姐。什么？统统给我住手！老爷，您要为奴婢做主啊！父亲，您要为女儿主持公道啊！穆二少爷，穆大小姐，老夫敬你们是穆老将军的后代，但你们也不能这样欺人太甚啊！在我陆远的地盘上为非作歹，害我孩儿。父亲，您就打算这么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冤枉你女儿的救命恩人吗？雪儿，你还活着？大小姐，佛祖保佑，佛祖保佑，你真的还活着？全叔，我没事，让您老伤心了，您快快请起。雪儿，好孩子，你没事就好。可是他们不都说你坠崖了吗？女儿是坠崖了，可是关键时刻被婴儿他们救了，所以女儿才说穆大小姐他们是女儿的救命恩人。太好了，太好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既然你好好的站在这里，那这灵柩里躺着的到底是谁？是呀，女儿也很奇怪呢。刚才女儿回来时，秦姨娘可是一口咬定灵柩里躺的才是他们的大小姐，女儿是图谋不轨的冒充者呢。秦氏，你给我说清楚，灵柩里
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雪儿人好好的，你从哪里弄了个人冒充我的女儿？老爷，贱妾冤枉啊！这尸骨是冯管家找回来的，当时面目全非，是冯管家说看衣着身形都是大小姐，奴婢这才将她认定为大小姐的呀。秦姨娘，老奴请老爷明鉴，既然大小姐无事，奴才保护大小姐不利，愿意承担任何惩罚，但还请老爷查出真凶，以确保大小姐日后的安全。全叔，您起来。大小姐，不可呀。好吧，秦姨娘，既然你不到黄河不死心，那么我就让你见几个人。陆明，把江大海给我带上来。雪儿，这是怎么回事啊？父亲，这个人我想你应该认识吧？认识啊，这是秦姨娘从秦府带过来陪嫁的人呢。具体什么情况，还是让他亲口跟您说吧。麻烦莫二少爷解了他的穴。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这些事情真的都是秦姨娘安排的，与小的无关呢。是秦姨娘让小的去黑风岭找人，在大小姐马车上做手脚，劫持大小姐。后来看大小姐马车跌落悬崖，人又神秘的失踪了，又让小的找一个身形相似的，弄花了面孔，冒充小姐。这一切真的都是秦姨娘。江大海，你这个逆奴，自问我秦芳一直待你不薄，你的老子娘秦府还帮你好好养着呢，更别提你的老婆孩子都在陆府衣食无忧了。你倒好，先是利益熏心，打大小姐的主意，如今看事情败露，又将屎盆子扣在本姨娘身上，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秦氏，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巴！人是你从秦府带来的，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老爷，贱妾是冤枉的呀，请老爷明鉴。贱妾和老爷从小一起长大，平时就连个马阿姨都舍不得踩死，怎么可能会害大小姐呢？都是贱妾管教不力，不知手下竟然有如此心思歹毒之人。江大海，你必须好好说清楚，这些事到底是谁指使你干的？老爷，奴才想清楚了，事情确实不是秦姨娘指使奴才干的，都是奴才一个人的主意。奴才刚才是一时失口，还请老爷明察。哼，秦姨娘好大的威风啊！三言两语就唬得江大海改了口。大小姐，贱妾认错，是贱妾的错，贱妾该死。但是贱妾也是被人误导的呀，大小姐您可不能血口喷人，跟着一个奴才一起诬陷贱妾呀。是吗？有没有被诬陷，很快就知道了。麻烦莫二少爷着人把那2个人也带上来吧。雪儿，这又是谁啊？父亲一问，不就明白了吗？哼，说清楚，你是哪里人士？这几日都干了些什么？为何被带到了这里？胆敢说一句假话，立即让你们人头搬家！老爷饶命，公子饶命，小的什么都说，什么都说，只希望几位饶过我兄弟2人的性命。好，那你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小的叫张大狗，城外张家庄人士，这个是我二弟张二狗。我们兄弟2人家境贫寒，平时以农忙时打些零工维持生计。少废话，说重点。是。渐渐的，小的就和府上的江管家熟识了。前几日，江管家找到我们兄弟2人，给了我们5两银子和一幅画像，说让我们在城外找一位姑娘，并且说如果找到姑娘，另外再付50两。画像呢？在这里。老爷，你闭嘴！你继续说。然后呢？让你找人干什么？啊？干什么？江管家没有说，只说凡是和画像上有一分相似的，都要抓到小院里，绝不能让这位姑娘进城。说什么只要人进不了城，假的就成了真的，那以后真的也就成了假的了。假的成了真的，真的成了假的。
老爷，您不要听这2个人胡言乱语啊！倩倩根本就没有见过这2个人。再说，人是大小姐找回来的，怎么说还不是全听大小姐的呀？是吗？怎么会全听我的呢？那小院里的20多个姑娘也是假的吗？女儿请求父亲立即派人去张大狗家。女儿想，只要一查，所有真相就能大白了。抓20多个和我相似的良家女子，挨个教他们说什么。这事儿，女儿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做。风泉，把这几个人先给我带下去，明日好好问审。另外，连夜去张大狗家查下情况。老爷，倩倩是冤枉的呀！倩倩是冤枉的呀！姨娘，爹，你放过姨娘吧，她真的是冤枉的。来人呐，把二小姐送回院子。穆二少爷，穆大小姐，多谢2位对小女的救命之恩呐。陆远改日定登门重谢。您看今日府里有些凌乱，就不留2位了。举手之劳，陶朱公不用客气。英儿，我们走吧。雪儿，我们先走了，你自己要多保重。放心吧，爹回来了，一切都会好的。等哪日有空了，我去将军府找你玩。哎，小姐，你都没有看到，这次秦府啊，可是下了血本了。来的时候带了好几车的礼物呢。看来秦姨娘这次啊，老爷最后会怎么处置她，还真有些难说。哦，这么说，这秦府的人还挺有情有义的，一知道秦姨娘有难，立即带着重礼就来求情了。哪呀，小姐，你是不知道内情。那2位秦老爷啊，家境一般，能力一般，为什么能爬上那么大的官儿？还不是秦姨娘拿着咱们陆府的银两帮他们打点的。这么多年，秦姨娘往他们秦府倒贴了多少银子，傻子都能想得出来。秦姨娘要是倒了，就等于断了秦府的财路。这笔账啊，他们算得比我们清楚，所以才会那么紧张秦姨娘的安危。无论是在哪个时代，果然利益才是第一位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雪儿，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此事秦姨娘确实不知情，都是那个江大海和黑风岭的土匪勾结，共同谋划的此事。主要啊，还是冲着咱们陆家的财产。赶巧了，也就是你的马车走到了最后。估计要是双儿的马车走到最后，他们也会动手。不过秦姨娘有对下人管教不严的失职之嫌，父亲已经让他禁足了，罚了他1年的俸禄。哼，这种说法也就骗鬼吧。陆远这个便宜父亲，果然无时无刻不在偏袒那个庶女。怎么不直接告诉我，那个尸体就是找来冒充陆一双的呢？估计这种说法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吧。好孩子，都是父亲的不好，让你受委屈了。父亲，女儿没事。父亲整日要忙着打理生意，所以对府里的事情有些疏忽，也是难免的。雪儿啊，双儿还小，小孩子心性，有些事情他并不知道利害关系，所以难免有的时候说话做事会伤害你们姐妹的感情。你心里不会记恨他吧？父亲放心，我和双儿是嫡亲姐妹，打断骨头连着筋。再说秦姨娘的事儿和双儿又没有关系，女儿分得清孰是孰非的。真是好孩子。你们是姐妹，今后要互相照应，尤其你是姐姐，凡事啊不要和她计较，以后要多照顾妹妹，知道吗？父亲放心，女儿都晓得。雪儿啊，你也大了，这明年就要及笄了，以后呢总是要成家，陆府你就先管着吧，全当练手了。父亲，女儿还小，现在管家还为时尚早吧？傻孩子，已经不早了。如果你母亲在世的话，这些你早就该学会了。现在的大家小姐，哪个不是从小就开始学习管家呀？父亲给你请个教养嬷嬷，
过段时间人就会来到家里了。你呀，好好的跟他学习礼仪和管家方面的事情，对你以后都会有用的。女儿谢过父亲。小姐，冯管家来了。冯叔来了，快请坐。可是有什么要事吗？小姐，这是皇后娘娘下的帖子，5天后，皇后娘娘准备在御花园里举办一场赏花宴。皇后娘娘举办赏花宴，我也要参加吗？小姐，您有所不知啊，每年皇后娘娘举办的赏花宴都会给我们陆府下帖子的。以前因为您在济城老家，所以都是2小姐带您前去的。今年您回来了，肯定要您亲自参加才好。哦，还有这事儿啊！5日后就要参加了吗？这时间也太紧迫了吧！小姐，一切还来得及。老爷已经给您请了一位宫里退下来的嬷嬷，今天晚上就应该到了。还有啊，半个时辰后，碧波轩的梁掌柜会送过来一些最近时兴的首饰让您挑选，成衣铺的范掌柜也会亲自过来给您量尺寸裁定新衣。这些都是咱们陆府自己的店，所以大小姐不用忌讳，喜欢的尽管定下来就是。都是咱们陆府自己的。是呀，大小姐，咱们陆家的生意上到酒楼客栈，下到首饰布匹都有涉猎的。您这是刚回来，等以后慢慢的您就都了解了。哎呀，雪儿，你手心里怎么都是冷汗啊？真是有什么好紧张的？你到时候什么都不用想，只管跟着我就行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从小到大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些宴会，一个个面善心狠假惺惺的，看着就无聊的紧。好吧，我尽量不紧张，不过你也好歹注意点形象吧，待会儿衣服皱了就不好看了。好看拉倒，要我说我就应该还穿着骑马装去赴宴，那样多爽啊！结果倒好，你把襦裙一送过去，祖母死活非逼着我穿，这破裙子有什么好看的？一点也没我的骑马装舒服。好，都是你的歪理。你不是自称天不怕地不怕吗？这就让你穿个裙子，你至于啰嗦一路吗？樱桃姐，好久不见啊！珊儿这段时间格外的想念你呢。哦，原来是珊妹妹啊，好久不见。樱姐姐，这位是？你好，我叫陆亦雪，很高兴认识你。哦，原来是陆大小姐呀！早就听说过您的美名了，今日有缘得见，真是荣幸之至。我是木山呀，原来她就是陆大小姐呀！是呀，我也是刚听到，原来和穆大小姐坐一块的就是陆府的大小姐。哦，原来她就是啊，没想到长得还挺漂亮啊！这要是论长相，都可以和咱们圣经的第一美女木山相提并论了。漂亮顶什么用啊？木山可是有名的才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听说那陆大小姐就是个病秧子，大娘胎里带的毛病，这么些年一直待在老家养病，整个一药罐子。就是，也就花瓶一个，空有一个漂亮脸蛋。一个从乡下跑来的野丫头能有什么才艺？看她待会儿怎么出丑。这么多水果还堵不住你们的嘴是吧？谁在胡说八道？看我等会儿不拔了他的舌头喂狗！哎，英儿，算了，我们还是吃葡萄吧。珊姐儿，劳烦你再找张桌子坐吧。我怎么感觉你在这里就这么挤呢？樱桃姐，你生气了吗？珊儿是不是哪里说错话了？若樱桃姐生气了，姐姐说出来，妹妹今后一定改。那个英儿，我想去如厕，这附近有净房吗？这附近很近的应该没有吧，可能需要走上一段距离。要我和你一块吗？啊，不用了，找一个宫女领着我就行。你们继续聊吧。陆大小姐，这是要去更衣吗？要不我陪您一块儿去吧。谢谢，不用了。你领着陆大小姐去离这儿最近的净房，服侍好她，明白吗？奴婢遵命。陆大小姐，请吧。要奴婢进去服侍您吗？啊，不用了，你在外面等候就行了。要不要这么点背啊？来赴个宴竟然迷路了。嗨，帅哥，
又见面了，帅哥，不好意思啊，又打扰到您了。那个，我迷路了，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指一下回宴会厅的路啊？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指路的，我会给你一定的酬金，包括上次你救我的酬劳，到时候一块给你。虽然不多，但好歹也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待会儿把地址给我，我明天让我的小厮给你送去。酬金？给多少？10万两。啊？1000两行吗？你笑什么呀？你不要得寸进尺啊！这已经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了。其实我本来准备给你100两的。再说了，你一个大将军也不会缺钱啊，用得着这么趁火打劫吗？大将军？对啊，你不就是婴儿的大哥那个穆大将军吗？其实上次你救我回到寺庙的客院时，我就知道是你了。怎么样？看在我是婴儿好朋友的份上，你就给打个折，帮我指下回宴厅的路吧。哎，喂，你别走啊！我是哪里又说错了，惹你生气了吗？你走了我怎么办啊？给你指了路，你这个笨女人也回不去。坐在这乖乖等着，一会儿自然有人来接你。我有那么笨吗？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找不回去？雪儿，你怎么在这里啊？我都绕着御花园找了你快1个时辰了。婴儿，我的小祖宗，您终于来了。雪儿，你不就去个净房吗？怎么会待在这里呢？真是一言难尽。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小宫女带我来的，然后我出来她就不见了，我自己绕着绕着就走到这儿了。不应该呀，离宴会厅不远的地方明明有个更衣室的，小宫女难道是有人？好呀，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动手脚，最好以后别让我再见到她，否则看我不扒了她的皮。婴儿，你怎么知道到这里来找我啊？是你大哥派人告诉你的吗？哎，你怎么知道是大哥派人告诉我的？你接到我大哥了？我今天都没有看到他的人影呢。我也是随口瞎猜的。你不是说你大哥神通挺大的吗？想着就是他呗。好吧，算你小丫头聪明。我们快走吧，再等一会儿啊，那边的宴会就结束了。哦，对，我把这茬都快忘了。我们快走吧。陆大小姐，您终于回来了。您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哪里不舒服吧？我去，这女的有病吧？我哪里得罪她了？犯得着处处跟我作对吗？婴儿，走那么远干什么？快到姑母身边来。哎，皇后姑姑，还是不要了吧。婴儿坐在这里陪着朋友挺好的。哦，前几日听泽儿说你交了位朋友，就是旁边的这位小姐吗？回皇后娘娘，民女陆逸雪确实是婴儿的好朋友。你就是陶朱公陆远府里的嫡女吗？正是民女。不错。不错？到底哪儿不错啊？这宫里看来真不是人待的地方，怎么说话都说一半留一半。你们怎么这个时辰才过来啊？皇后娘娘息怒，是婴儿刚才拉着雪儿去御花园闲逛了一会儿，结果一时光的起兴，就回来晚了。你这丫头，这眼看着就要择婿嫁人了，这个贪玩的性子就是改不了。朝云长公主到，裴贵妃到。啊，长公主您来了，快请坐。皇后娘娘吉祥，臣妾有些事来晚了，还望皇后娘娘恕罪。无妨，快快入座吧。下面这位是民女陆逸雪，拜见长公主。长公主千岁，千岁。陆逸雪，难道是陶朱公陆远的嫡女吗？回长公主，正是民女。皇后娘娘，这陆大小姐是第一次进宫吧？臣妾看着有点眼生呢，不知陆大小姐今天表演的什么才艺啊？这个倒是暂时还没有。妹妹可是听说陆夫人在世时可是名扬江南的才女呢，想必这陆小姐的才艺定也不差吧？贵妃娘娘过奖了，民女不才，实在惭愧，未能承得先母的衣钵，有负于先母的英名。就算没有得陆夫人的真传，有那么出色的母亲，想必你也不会太差吧？今天让大家过来，也就是图个乐呵，你就随便做幅画或者写个字，助助兴吧。既然如此，民女就献丑了。雪儿，看来这丫头在这方面应该还是有些真才实学的吧？怎么看也比我强吧？
好，陆大小姐果然深藏不露，速度倒是还不慢，短短功夫已经完成佳作，就是不知道画的到底怎么样啊？还不快把陆大小姐的杰作呈上来，让皇后娘娘和长公主品鉴一下。这是呈给长公主，也请她看一下吧。这陆大小姐到底做了什么佳作，竟让皇后娘娘和长公主欣赏得入了迷？既然有如此好的佳作，让众妹妹们也赶紧开开眼吧。那就有劳裴贵妃指点一下了。想当年我们裴贵妃也是名冠天下的才女啊。指点倒不用了，皇后娘娘入了眼的自然是佳作。妹妹说笑了。长公主，此次书画比赛不若还是您老人家定夺吧。其他歌舞琴艺本宫没看到就不做评价了，至于书画嘛，本宫就做主了。此次书画比赛，陶朱公之女陆亦雪作画第一，诗词第一。那陆大小姐竟然第一？不可能吧，这么厉害，这么短的时间内到底画的什么，做的什么诗呀？是呀，竟然盖过了盛京2大才女木珊和裴莹的作品。传下去，让众位小姐们都欣赏一下吧。啊，这幅画画得太生动了，尤其是这蜻蜓栩栩如生，给人的感觉犹如一不小心惊动了它随时就会展翅飞走一样。就是啊，你看这露珠，这蜻蜓，怎么画的就能像真的一样呢？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哎，这诗也不错，朗朗上口，实属佳作。好画好诗，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佳作呀。皇后娘娘，长公主，臣妾身子有些不舒服，就先行告退了。好吧，妹妹身子不舒服，可不能姑且，一定要让太医好好看看，调理调理。是，臣妾知道了。哼，好好调理，调理个屁！你是巴不得本宫身子一直不舒服下去吧？哎，我说你这臭丫头原来是深藏不露啊！嘿，亏我刚才还替你担了半天的心。有吗？你哪儿的心担着我呢？让我替你摸摸。啊，你个臭丫头，真是越学越坏了。小样，等着吧，看我回去后怎么收拾你。陆小姐之作真乃百年难得一遇的佳作，能够输给陆小姐，小女子心服口服。裴小姐谦虚了，裴小姐才是百年一遇的才女，雪儿自叹不如。好吧，看来多活一世还是有些好处的。不说别的，就这古诗还不是信手拈来，一瓢一大把。陆大小姐过谦了，您的水平裴莹自是难以企及。哎，皇后娘娘，今天的比赛可有什么由头啊？都是一些平常的物件，前面几项的奖励都已经赏下去了，不知长公主可有什么好的提议？既然本宫碰上了，怎么也要添个彩头吧。这根簪子就赏了那陆丫头吧。长公主，这可使不得。有什么使不得的呀？肥水不流外人田，赏给那孩子吧。可是皇上的心意不是你我可以随便改变的。赏吧。是，赏下去吧。陶朱公之女陆亦雪上前听赏。陆家嫡女陆亦雪德才兼备，今参加赏花宴，才艺出众，皇后娘娘赐头面一套，昭云长公主特赐百鸟朝凤簪一只。民女谢。皇姑母，这只簪子您不能赐给她。什么鬼？不就一只簪子吗？这又是闹的哪出啊？我和这个小公主并没有什么交集啊，她为什么要给我难堪呢？等等，刚才长公主赐的好像叫什么百鸟朝凤簪，貌似听着很高大上的样子。舍不得赏就算了，我又没有上赶着要，至于闹这出吗？威儿，不得胡闹。她是个病秧子，不祥人，画又画得如此难看，我就是不允许皇姑母将这只百鸟朝凤簪赏给她。病秧子，不祥人，我去，我今天到底招谁惹谁了？
怎么都排着队的跟我作对？放肆！你们都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小公主抓过来！长公主现在还坐在这里，让她怎么想我？好像我得不到百鸟朝凤簪，就让小公主出来捣乱一样。都给我住手！小公主岂是你等可以乱扯乱拉的？薇儿，过来，到皇姑母这边来。皇姑母，薇儿，你悄悄告诉皇姑母，你为什么不许皇姑母把这只簪子赏给那陆小姐？他们说这陆大小姐疾病缠身，我猜我的根本就配不上。太子驾到！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千岁！啊，这宫里的规矩就是多，整天跪来跪去的。我这好不容易进宫一次，一整天下来就只剩跪了，想想都悲剧啊。都平身吧。咦，这声音有点耳熟啊。母后，皇姑母。雪儿和浩儿来了，你们兄弟俩跑哪儿去了？这个时辰才到。是浩儿拉着大哥指点武功，一不小心忘了时辰，还请母后和皇姑母见谅。哎呀，皇姑母，您这拉着张脸是什么意思啊？您就别生气了好吗？等下次再有这样的宴会，浩儿一定头天晚上就等在这里。皇姑母，您说这样好不好？你这泼猴，什么时候说话算过数啊？也就哄哄我这个老太婆高兴罢了。哟，菲儿这是怎么了？怎么无端的掉起金豆来了？好哥哥，他们都欺负我。哦，谁得罪我们小公主了？说出来，浩哥哥给你出气。这个陆家小姐不仅人长得丑，还画了一幅那么丑的画。皇姑母竟然就想把这个百鸟朝凤簪子赏给她，我不愿意，母后就骂我。哎呦，小公主，您这么小年纪就这样睁眼说瞎话，真的好吗？且不说我画的怎么样，就这长相，最起码跟丑也是不沾边的吧？哦，到底是多丑的画呀？可以让浩哥哥看看吗？太子哥哥，我就说他的画得很丑吧。哇，好漂亮的一只蜻蜓，这是怎么画的？竟然跟真的一样。咦，蜻蜓？什么蜻蜓？我也要看。哇，果然好漂亮。既然威尔都觉得这只蜻蜓画得好，那这只簪子应不应该奖励这位小姐呀？好吧，可是浩哥哥得让他以后把这种画法全部都传授给我。这个呀，恐怕你得去求太子哥哥才好吧。太子哥哥，可以吗？太子殿下，一个如此高大上，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人物，竟然就要和我近距离接触了。来了！陆氏嫡女，太子殿下亲自给你送赏赐，还不快谢恩呐！民女陆亦雪谢主隆恩，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抬起头来，让本宫看看。天哪，老天爷，您干脆劈了我算了，不带这样耍人的。这是想让我心脏病发作的节奏吗？他不是大将军穆浩吗？怎么莫名就成了太子了呢？别忘了本宫的酬金。让太子指路，这酬金我倾家荡产也付不起啊。可是话说回来，太子殿下，您可是未来的一国之君，这样一点点酬金就动不动挂在嘴边，真的好吗？不对啊，这不是出宫的路。先去处理些事情再回去。婴儿，我可不可以不去啊？我想先回府。走什么走？账还没算清楚呢。账？算什么账啊？哎，你说什么账啊？你一个人在御花园待了1个多时辰，都被人算计了，你还不知道啊？你说说你这丫头，平时看着挺聪明伶俐的，关键时刻怎么就想不明白呢？你说你是不是傻呀？脑子缺根筋吧你？哦，这样啊，婴儿，那个小宫女好像是小公主身边的随身侍女。你才知道啊？你放开我！你抓疼我的手了，你快放开我！这是被人堵在山洞里了吗？难道是婴儿安排的？小丫头片子，竟然敢算计我的好朋友！就算雪儿傻乎乎的不在意，但是我沐英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木儿少爷，你怎么在这里啊？二哥不放心你，不放心我们，在你御花园迷路的时候就来了。
只不过躲在浩王爷宫里没有现身而已。薇儿，你给我说清楚，你今天为什么处处针对陆小姐？还有，骂她的那些话，你到底是跟谁学的？我不知道，就是知道我也不说。哼，我是公主，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好啊，你泽表哥，你是坏人，你欺负我，我要告诉父皇和太子哥哥。呀呵，你个小丫头片子，几天不见你长脾气了呀？你说不说？信不信我现在就打你的小屁股？哦，我看小公主您不是不想说，而是您压根儿就不敢说吧？我为什么不敢说？谁说我不敢说了？怎么可能会有我不敢说的事？就是呀，我想也是。您可是堂堂的小公主呢，怎么会害怕那些背后说假话、出馊主意的人呢？你胡说！山表姐才没有说假话，也没有出馊主意。山表姐，果然是木山。哦，这样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她是不是告诉你，我的画技很差呀？可是结果呢？那只蜻蜓，你不还是很喜欢吗？我……当然，民女也相信小公主您自有一双慧眼，才不会被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三言两语所蒙蔽的。如果小公主您真的喜欢这种画法的话，民女日后一定会毫无保留的把它们都交给您的，好不好？你是说真的吗？我能学习？当然是真的了，但是前提是您要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一直和雪儿作对？你的那个山表姐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说了什么呀？说就说，山表姐告诉我，一定要想尽办法不让太子哥哥见到陆小姐，并且要在母后他们面前说陆小姐的坏话，因为如果太子哥哥见到她，就会喜欢她，今后就会不疼爱我了，不再陪我玩了。所以我才让小宫女将陆小姐骗到御花园，结果还是被殷表姐你找到了，并且让大哥也见到了她。为什么呀？那个木山脑子有病吧？这完全说不通啊！宴会上那么多大家闺秀，论长相有的是比我漂亮的，论才艺更别提了。我也就会画个画，剽窃个古人的诗而已。为什么太子一见到我就一定会喜欢上我呢？这都什么狗屁逻辑？对了，山表姐好像还说陆大小姐好像是未来的大嫂之类的。好像不是这样说的啊。对，想起来了，是未来的太子妃，所以不能让皇姑母把那只百鸟朝凤簪赏给她，更不能让太子哥哥见到她，对她有好感，喜欢上她。太子妃？开什么国际玩笑？小公主肯定是年龄小，听差了。对，肯定听差了。难道那个簪子真的有什么说法？不行，英儿，你先回去，我要去问问皇姑母。二哥，要不你先把雪儿送回去，我去问吧。不行，我现在必须前去问清楚。那好吧，要不我们一起去吧。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见母后。你去可以，但是你不能把我们刚才的对话告诉皇姑母，否则我就不让这位陆小姐教你画那种蜻蜓。好吧。那个英儿，既然你们要去穆皇后的宫中，我还是先回府吧。不行，我现在必须赶快回府，向陆远求证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好这一切只是一个乌龙，是欧阳志威或者木山搞错了。好吧，你先回去，路上注意安全。我一得到准确消息，立即就派人告诉你。好的，我会注意的。我这好不容易穿越过来，一开始知道是天下首富的女儿，我还有些不适应。这才刚适应这个身份，惩治完了姨娘和庶妹，日子过得刚平静下来，步入轨道，怎么就突然要变成未来太子妃了呢？全叔，父亲回来了吗？现在在哪里啊？在小书房。大小姐，您这是找老爷有急事吗？珍珠，到底怎么了？大小姐出了什么事了？哎呀，冯管家，我真的不知道，小姐一路上阴着脸，什么也没跟我说。这难道真的出事了？不行，我也得跟着去看看。大小姐，对不起，这小书房没有老爷的命令，谁都不能进。世叔，你进去跟父亲禀报，
就说我有急事要见他。对不起，大小姐，没有老爷的允许，奴才也不能进去。那你让开，我找父亲有急事，我自己进去。对不起，大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能解决事情吗？你不让我进，你也不进去，那你说怎么办？你起开，我自己进去，有事我自己担着。大小姐。珍珠，哎，师叔哥哥，过来一下好吗？珍珠有个事儿想请教您呢。红袖姑娘。大小姐，老爷请您进去。父亲，这就是母亲的画像吗？是的。原来画中的美女真的就是陆母。雪儿，找父亲可有事啊？父亲，女儿想向您证实一件事，女儿可曾许配过人家？看来你这次进宫都听说了。父亲，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真的是未来的太子妃？唉，5年前在皇上的寿宴上，皇上喝了些酒，一时高兴就将你指给了当今的太子。虽然没有下旨，但当时好多朝廷命官都在场。真的，竟然是真的！为什么？父亲，这究竟是为什么？朝中有那么多文武大臣，圣经有那么多大家闺秀，而我们只是一介商人，为什么皇上要把我指给太子？这2年呢，裴国公势力逐渐强大，可能太子也需要一些财力支持吧。可是孩子，你是未来的太子妃，这是多少女子一辈子求而不得的位置啊！就算我因为雪儿受伤的原因没有提前告知她此事，但成为太子妃以后就有可能母仪天下，这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她不是应该欢呼雀跃吗？怎么会是这种愤怒的表情呢？父亲，皇上当时指婚时肯定没有指定您哪个女儿，对不对？如果说只要是您的女儿都可以的话，那让双儿去当太子妃好不好？双儿年龄小，她不是一直都很得您的宠爱吗？胡闹！该是你的就是你的，这太子妃岂是双儿她一个庶女可以随便肖想的？可是父亲，雪儿啊，皇上的话那是金口玉言，岂是我等平民百姓可以随意篡改的？你不要再做那些无谓的打算了，弄不好那可是灭九族的事情啊，孩子。唉，孩子，咱们还是认命吧。值得庆幸的是，还好皇上给你指的是太子妃，以后你就可能是一国之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这就意味着你以后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了，这是多少女人一生的梦想啊！太子妃，哼，一国之母，难道我的后半生就要这样在和别的女人的明争暗斗中度过？我也将为了那个男人的一夜宠爱而变得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吗？是的，确有此事。2年前皇上确实在一个宴会上将陆大小姐指给了轩儿。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她终将成为别人的女人了，而我却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最终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一国之母。泽儿，我们是臣子，为臣之道就是要安守本分，不该想的事就坚决不能想，知道吗？大哥，把眼泪擦干，我们一起回府吧，祖母还在府里等着我们呢。明天开始，你就跟着我先去西山大营参加集训吧。等祖母过了60大寿，我就带你回边城正式入军。大哥，好了，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收拾一下，回府了。穆大小姐，您真的这样做了吗？您真是太威武了，就该这样抽他，谁让他没事算计我们大小姐的？那是当然，也不看看我穆英是谁，竟然敢欺负我的好朋友，真是瞎了他的狗眼。2位女侠，咱能不能收敛一下？我这还烦着呢，你们就在这里耀武扬威的，真的好吗？嘿，好，我们不吭声了，你自己且慢慢烦吧啊！啊，英儿，你说父亲这次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原则？如果陆亦霜当了太子妃，以后他不照样是国丈吗？这是多么两全其美的事情啊，他怎么就能不同意呢？
难道是我平时想错他了？其实他最关心的还是我。什么呀，雪儿，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你那个父亲哪有那么无私啊？不是他没有私心，而是此事啊，他想让给陆一双也没得办法。5年前皇上在寿宴上亲口说的是，朕听闻陶朱公夫人萧家嫡女当年乃是名闻江南的才女，只可惜红颜薄命，想来萧氏所出之女也自然不会差。既然如此，赐予玄儿为妃倒是正好。喏，就这样轻轻松松一句话，你就变成一个名花有主的人了。所以啊，尊敬的太子妃大人，以后啊，还请您老人家一定要对小女子多加照顾哦。去你的，照顾你个大头鬼啊！谁稀罕那个太子妃了？啊，你说我怎么就那么点儿背呢？怎么就突然变成未来太子妃了呢？经你这样一说，皇上都点名了因为母亲，那我岂不是更跑不掉了？哎，话说回来，雪儿你还真是奇怪哎，别人听说能当上太子妃，高兴还来不及呢，你怎么就会如临大敌呢？二哥失恋伤心痛哭也就算了，可是雪儿现在又不喜欢二哥，那听说自己是太子妃，为什么就不高兴呢？太子妃的身份在那里不说，玄表哥又长得一表人才，风流倜傥，这可是打破头都难找的好事儿啊！哎，你这没心没肺的，跟你说你也不懂。我且问你，太子府里现在有多少个女人？这个问题嘛，你还别说，这样说下来的话，玄表哥貌似真的好花心啊。这要是通房小妾细算下来的话，这太子府里怎么也得有20-30个女人吧？20-30个？天哪，你杀了我吧！这太子殿下整个就一种马好吗？我怎么就莫名其妙的要嫁给这样的人呢？那你试想一下，如果要你成亲以后，每天至少和20-30个美女斗智斗勇，看着他们当着你的面对你的夫君眉来眼去，你能高兴得起来吗？你的日子能过得开心吗？再说了，现在这仅仅只是开始，这要是等以后那个什么了之后，后宫还不得佳丽3000，坐拥6宫粉黛吗？唉，想想我都头疼。你要是稀罕，干脆你去当太子妃好了，反正我是不乐意。啊，照你这么一分析也是，太子妃貌似还真不是什么好活。当然不是什么好活了，你才知道啊。哎，对了，雪儿你还别说，听说当初皇上在宴会上指婚之后，玄表哥其实一直都挺抵触的，兴致并不太高，所以这件事儿才这么不阴不阳的放了这么长时间，平时都极少有人提起，连我和二哥以前都不知道。可是我听说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玄表哥自己有一天跑到皇上和姑母面前亲自提起的此事，有意在你明年及笄之后就迎娶你为妃。皇上看他终于想开此事，自是高兴的应下了，所以那个木山也是无意中听宫女们议论这件事儿，才想到针对你的。雪儿，你说玄表哥最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啊？要不然他这态度转变的也太大了吧？太子？怎么可能呢？我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哪里有机会见到他那么高大上的人啊？等等，事情好像有些不对。太子我是没见过，可问题是悬疑男子的话，好像貌似真的没少见啊。好吧，我跟他何止是见过这么简单，我还欠着他的酬金呢。可是问题是，他每次见到我不是都很嫌弃，一副不喜欢我的神情吗？那现在为什么又要提起赐婚的事？他这是意欲何为啊？哼，我看他就是蛇精病发作，忘了吃药了。看我哪天见到他，对他连施3000针，扎不死你样的。哎，对了，雪儿，再过半个多月就是祖母的60大寿了，到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提前来，我这就算正式邀请你了啊。你放心，穆老夫人大寿我肯定会去的。小姐，也许太子殿下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呢，说不定他也有自己的苦衷，不得不纳那些女子呢。或者太子妃的日子应该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不堪吧。您毕竟是正室，那到时候不理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不就行了？珍珠，
你是哪边的人啊？到底谁才是你的主子？你怎么可以帮太子那边说话呢？你这样一点立场都没有，真的好吗？哎呀，不是小姐，你可冤枉奴婢了。奴婢也是看小姐整日为这件事烦心，想帮小姐，又不知道从何帮起。珍珠，事情说是这么个说法，但你不是当事人，不知道我心里的苦。我只要一想到今后要过的日子，我怎么开心得起来呢？可是小姐，这件事情还没有到眼前，您都快把自己愁成个小老太婆了。小姐您这么聪明，我相信呀，到时候您肯定会想到办法的。说的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愁也是一天，快乐也是一天。不想了，到时候总会有办法的。姨姨，咦，你这个小东西怎么也来了？一段时间不见，长高了呀。有没有想姨姨？小宝想姨姨。这还差不多，算你这个小家伙有点良心。姨姨，躲猫猫，躲猫猫。好，藏猫猫，姨姨现在就带你去，好不好？陆大小姐，这样不太合适吧？哎呀，有什么不合适的？您只管去陪那些夫人们说话就行了。小宝呢，交给我了。小宝在这儿，姨姨，快来抓我呀！小肥羊要小心哦，我灰太狼大王来了。姨姨好笨，都抓不到我。哼，小肥羊，这次看你往哪儿跑！等着我灰太狼大王抓了你，将你直接下锅煮了吃。哼，又差一点哦。怎么回事？小家伙的身手貌似越来越敏捷了。如果说刚才是我让着他，故意扑空，这会儿却是我拼尽全力也挨不到人了，真的是只能闻其声不见其人了。嘿嘿嘿，灰太狼来了，来抓我呀！哼，小家伙，看你往哪儿跑，这次你肯定跑不掉了。哼，小东西，抓到你了吧？等等，好像有些不对，我怎么好像抱到的是个男人的腰？我去，什么鬼？你女人，这次你欠我的酬金更多了，想好付多少了吗？喂，你堂堂一国太子，动不动就把1点银两挂在嘴上，这样真的好吗？本宫乐意。你蛇精病患者，你出门忘了吃药了吧？嘿嘿，姨好笨啊！哼，你这个小家伙，坑死人不偿命的东西，你还好意思笑？姨，你是不是生气了呀？你说呢？你和别人合伙算计姨姨，害得我出丑，姨姨能不伤心吗？姨，别生小宝的气好不好？这事真的不赖小宝，是那个叔叔不让小宝出生的，小宝也是被逼的。哼，小没良心的，白对你那么好了。今天不让你长点记性，改天你还不和别人合伙把我给卖了呀？姨，小宝错了，小宝再也不敢了，姨原谅小宝这次好不好？好了，姨姨不生气了。刚才姨姨是逗你玩的，但是你要保证以后再也不和别人一块捉弄姨姨了，好不好？只要姨不生气，小宝今后什么都听姨姨的，再也不理那个坏叔叔了。坏叔叔这个词用的太精准了，他就是个坏叔叔，以后咱们不理他。姨，小宝饿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小家伙跑了半天，肯定饿坏了。那我们去前面找你母亲好不好？姨姨一会儿给你找肉肉吃。好，姨姨对小宝最好了。真是个粘人的小东西，就你这张小甜嘴，长大了得祸害多少无知少女啊！哎呀，我的小祖宗，您终于回来了！奴婢把整个将军府都找遍了，都没找到你们呢。真是太麻烦你了，陆大小姐。举手之劳而已，不用客气。李夫人，以后还是叫我雪儿吧，我听着比较习惯。其实叫陆大小姐，我也一时有些不习惯。哎呀，臭丫头，你跑哪儿去了？宴会都快开始了，我刚才找了你半天呢。哦，我陪着小宝去后花园玩了一会儿。嘿，
让你来陪我，你倒好，却哄小孩子玩，还不知道叫上我。哎呀，这就是二哥说的你回京路上救的那个小男孩啊！哎呦，好可爱呀！依依是坏人，依依和刚刚那个叔叔一样是坏人。小宝不喜欢你们。那个叔叔？哪个叔叔呀？你们刚才都碰到谁了？快放开你的魔掌，捏疼人家小孩子了。时辰差不多了，劳烦大家移步到宴会厅，我们开席吧。你干嘛？我再和小宝玩一会儿。哎呀，走啦，我亲爱的穆大小姐，咱们要去宴会厅用膳了。哼，想祸害可爱的小宝，没门儿！母亲，您怎么了？祖母，你醒醒啊！你不要吓莹儿啊！是裴莹的声音。祖母，刚才裴老夫人就哈欠连天，精神不济，难道是裴老夫人出事了？如果裴老夫人在孟府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哎呀，看这个情况，好像是中风了呀！啊，这，裴老夫人年龄这么大了，这要是中风了，可该如何是好啊？是啊，中风这么严重的事情，这闹不好会出人命的，赶快去请大夫吧。哎呦，这大夫也不能够随便叫的，要是大夫医术不行的话，得了后遗症可就了不得了。哎，前阵子陈家的老夫人就是这样突然间中风，结果那个府医水平根本就不行，到现在人还下不了床呢。将军府里的府医医术肯定不会太差，穆尔夫人别愣着了，赶紧去把你们府里的府医叫来救人呐。这，我们将军府没有府医的。没有府医？你骗鬼呢！现在盛京哪个府里会没有府医呀？穆二夫人，我知道你们将军府向来和我们裴国公府不和，但是现在我们老夫人生命垂危，命在旦夕，你不能这样狠心对我们老夫人见死不救啊！母亲，或许穆二夫人说的是实情，将军府真的没有府医呢。这话你也信？让他骗鬼去吧！你个死丫头，现在你祖母都快不行了，你怎么胳膊肘还往外拐呀？啊！他们现在不肯去请大夫，分别就是见死不救，公报私仇，见不得我们裴家比他们好。是啊，人命关天，还是赶紧请大夫吧。就算平时有什么不和，但是也不能拿老夫人的性命开玩笑啊！都给我住嘴！来人，先把裴老夫人抬回客房。慢着，昏倒不省人事，气血不正，嘴巴已经歪向了一边，明显的中风症状。老夫人，裴老夫人是中风，现在不可随意挪动，否则的话会加重她的病情的。所幸中风还不算深，但是需要及时救治。一儿，你赶紧帮我取一些缝制衣服的银针过来。好。哎，雪丫头、鹰丫头，你们不得胡来！哎，不行，为了玄儿的未来着想，不能让雪丫头出手，先稳住众人，等太医来了再说。哪怕我老太婆已无力回天，至少得先把玄儿摘干净了。只要玄儿没事，出了什么事都由我老婆子一个人担着。泽儿，你拿我的牌子速去宫里把樊院士请过来，给裴老夫人医治。祖母，陆小姐她……哼，放肆！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啊，是，孙儿遵命，这就去请樊院士过来。简直是不像话！你们幕府这到底是什么待客之道？太医过来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难道就准备这样对待我们老夫人，不管不问吗？老爷，您终于来了。母亲她……穆浩，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找人把咱们老夫人先送到客房去！你们几个小心把裴老夫人先送到客房。慢着，病人现在血脉不畅，随意挪动的话会加重他的病情的，影响接下来的救治，病人随时会有生命危险。雪丫头，你这丫头，刚才我明明已经一再暗示得很清楚了，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识时务，不顾全大局呢？老夫人，裴老夫人只是中风，如果救治及时，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人命关天，请您准许我对裴老夫人进行救治。你这孩子啊，兴许这孩子真的有能力救好裴老夫人呢，要不要让他试试呢？哎，雪儿，缝衣服的银针拿过来了，我还特意让他们都用烧酒擦了下。太好了。慢着，你这个小丫头是什么人？老爷，她是陶朱公陆远的嫡女陆逸雪。陆远的嫡女，也就是未来的太子妃了。你们幕府可真演的一手好戏呀！让去找大夫找不来，连个府医也不肯露头，最后竟然派个小丫头过来。穆浩，这就是你们将军府的待客之道吗？这简直就是胡闹！你们这是拿我们老夫人的性命在当儿戏吗？是我自己要救治的，和穆将军有什么干系？哦，是你要医治的，小丫头，那我且问你，你师承何处，学医几载呀？我，好，好得很呢，穆浩，这就是你们将军府，竟然让一个连师承何处、学医几载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敢当众说出口的小丫头片子，站出来替我们裴老夫人治病，你是想草菅人命吗？哼，小丫头，你这纤纤玉手也就拿那绣花针吧，能拿得稳银针吗？你这是想对我们老夫人练手啊？我们堂堂国公府的老夫人让一个小丫头去练手，这种事情说出去简直就是贻笑大方。这如果换了婴儿，我完全可以以小姑娘无理取闹为由将人拉出去了事，可是现在对方是陆大小姐，未来的太子妃，我哪有这个权利呀？英雄不问出处，我只要能治好裴老夫人的病不就行了吗？英雄不问出处，好一个英雄不问出处啊！小姑娘，你说的倒容易，老夫且问你，你有什么把握能够治好我们老夫人的病？如果治不好老夫人，谁又为你担这个责任？当然是我自己负责。只要你现在不阻止我救人，我就有办法还你一个完好如初的裴老夫人。气死我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好心冒着得罪穆老夫人的危险给他们家裴老夫人治病，他裴国公倒好，一副见到杀母仇人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要动手杀他母亲的。你一个小姑娘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气势，难道说这小丫头真的有几分能耐吗？我陆逸雪出于医者本心，看到裴老夫人病倒，伸手相救，但是裴国公你却一味地阻拦本姑娘治病救人，我就奇怪了，您到底是想让裴老夫人好呢，还是想让老夫人就此病着赖着穆家呀？你我的目的很简单，可没有裴国公您想的那么深远。对我来说，治病救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让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这里消失，这就是我的目的。好，这陆大小姐说的不错，看来此女子果然不简单，怪不得某些人会如此大费周章了。你一个黄毛丫头，口气倒是不小。我且问你，你拿什么负责？是陶朱公陆远的万贯家产吗？哼，看你这黄毛丫头怎么回答。谅你也没这个胆子，敢拿陶朱公的家产做赌注。拿我太子府的全部家产负责，如何呀？你，太子殿下。臣女参见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千岁。臣女。我去，这情形，看来欧阳志玄是来为我撑腰的。他喵的，这上面有人的感觉就是好呀！原来有个至高无上的未婚夫还有这种好处呢，看来也不像我想的全是坏处。怪不得那么多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抢夺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原来权力真的这么好用啊！可是谁能告诉我一个万全之策，让我只享受这种好处，而不用去管后宫那些烦心事呢？蠢女人，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救人？对，救人要紧，我得抓紧时间为裴老夫人医治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都平身吧。太子，这……裴国公稍安勿躁，本宫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陆大小姐治不好裴老夫人的病，本宫把太子府的全部家当都赔给裴国公府作为补偿。太子殿下，这不可呀！太子殿下这决定做得太草率了，这要是输了，后果不堪设想啊！二位放心，本宫心里自有定夺。这老臣遵命。哼，皇后小儿还是太嫩了，这样轻轻一张口就赌上太子府的家产，甚至赌上了太子的尊严。看待会儿治不好，你还有何脸面出现在百官的面前？作为堂堂太子，你今后还有何威信可言？真是天助我也！你们几个把着凉亭，不准任何人靠近。太子殿下的威严高于一切，岂是轻易就能赌上的？此事一定不容有失。婴儿、珍珠，你们两个过来帮忙。婴儿，你把老夫人扶正坐好。珍珠，你帮我给老夫人放血。这个女人认真专注做某件事的样子，还是挺有魅力的，比平时动不动就犯花痴的样子，看着可爱多了。祖母，樊院士来了。我说你小子就不能慢点吗？急着投胎呀！哎呀，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被你给颠散架子了。哎呦，樊院士，哎呦，泽儿不懂事，您老辛苦了。樊院士，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他一个毛头小子一般见识啊！哎呦，到底谁中风了？病人呢？我给你们说，中风啊，自古就没有痊愈的病例。病人能抢救回来，捡回一条命，那就不错了。至于能不能行动，老夫可不敢打包票。恢复如初，那可是连神仙下凡也都不敢想的事儿哦。什么情况？难道被我给吓住了？怎么了？都傻了？这中风的人到底是哪位呀？中风的乃是家母裴老夫人。哦，裴老夫人，我记得老夫人身子一直都不是很好，这要是突然中风啊，危险可就大了。想要恢复如初，绝技不可能了。裴国公啊，您可要有心理准备。这人老了，身体难免会有个差池，所以老夫人的命能抢救过来就不错。罢了，我还是赶紧看看病人的状况，再做定夺。人呢？现在在哪儿呢？这个樊院士，家母的病今日恐怕是不能麻烦您医治了。这怎么个意思？这我人都到这儿了，你又说出这种话来？我跟你说，中风这种事情可不同于别的小病，丝毫耽搁不得，一个不慎可就是一条人命啊！好了好了，快带我去看看，幸福还能救老夫人一命啊！真的不用了，哎呀，实不相瞒，家母现在正在凉亭里，樊院士，您还是自己去看吧。太好了，连樊院士都对那老毒妇的中风没有把握，看这次欧阳芷璇的黄口小儿该怎么样收场。凉亭里，这简直就是胡闹！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呀？不错，看来这个小姑娘医术不简单，是个可塑之才呀。终于完成最后一个穴位的针灸了，累死我了。看这效果应该不错，如果所料不差的话，用不了1刻钟，裴老夫人就应该苏醒了。小娘子啊，你这是什么手法啊？你这套针灸的本领又是何人所教啊？这从哪里冒出来的老头，浑身看着脏兮兮的，
身上还有一股刺鼻的酸味儿，并且还这么不礼貌地拉着我。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应该很注重男女大防的吗？嘿，姑娘，小老儿问你话呢，你快告诉我，你这针灸的手法是何人所教啊？这老头还真是个医痴，这么不注重礼节。樊院士，您老人家大老远过来，真是太辛苦了。不若先坐下喝口茶，歇息一下。嘿，你这丫头怎么回事？老夫我现在正在和这位小娘子探讨医术，哪有功夫喝茶呀？太子殿下。哎呦，眉间眼拙，并没有看到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醒了醒了，裴老夫人竟然醒了！哎呀，太神奇了！什么？醒了？不可能！范院士都说没有把握能够救得醒，这怎么会醒了呢？母亲，你还好吗？可有哪里不舒服啊？小丫头，你不是说将人恢复的完好如初吗？这老夫人的嘴巴怎么会是歪的？我有说已经治疗结束了吗？还请裴国公出去，不要影响本姑娘继续治疗。哎呀，就是啊，裴国公啊，你赶紧出去吧，别在这儿磨磨唧唧的，耽误人家小姑娘医治。樊院士，这樊院士怎么这么快就变脸了？好歹也是太医院的院士啊，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原则呢？刚刚明明对那小姑娘是不屑一顾，现在怎么完全就变了副模样啊？好啦，竟然全好了！哎呦，是的，真的恢复如初了！天哪，陆大小姐真乃神医呀！莫非这陆大小姐真是仙子下凡不成？就连这中风竟然都能及时抢救过来，并且让病人恢复如初。母亲，您感觉怎么样啊？可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病人刚刚苏醒，还需要休息。现在不要对其大声喧哗。神了！哎，真是神了！这脉象啊，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樊老院士，我们老夫人真的无碍了吗？这种事情，老夫还能骗你们不成？你们呐，可得好好感谢这位小姑娘。这起死回生的医术，当今天下可不是谁都会的。这个糟老头貌似人还不错，这是在替我说话吗？起死回生，我的医术有这么厉害吗？是他自己的医术不行吧？哦，对了，他们好像叫他什么院士。院士是个什么官？回去我得好好查查。医术这么一般，肯定不是什么大官。医术虽然不怎么样，人嘛还是有些可爱的。老夫人，裴老夫人现已无碍，还请您安排人将她先安排到客房休息一下，稍后我开个药方，喝过药应该就无大碍了。雪丫头做得不错。哎呦，这小丫头果然不简单，没枉费我这么长时间对她的偏爱。来人呐，赶紧将裴老夫人送到客房休息一下。老二家的，赶紧带着其他贵客去宴会厅用膳。走的时候每人备一份厚礼，算是我们将军府赔礼了。众人还请移步到宴会厅，真是对不住大家伙了，午膳竟然等到了这个时辰。小姑娘，你先别走啊，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从何处啊？这么高超的医术是哪位大家所教的呀？我真的不知道我师父是谁。绝不可能，你这身本事，一般人可教不了你。我的医术是在济城老家跟着一个老大夫学的，他老人家现在已经去世多年了。去世了呀？那不是应该是那个美貌的小娘子吗？雪儿，不用管这个樊院士，他是有名的医痴，只要发现别人哪方面的医术比他精进，他准缠着人家教会他为止。估计啊，今后他且得有一段时间缠着你了。啊，不会吧？那他的医术怎么样啊？
要是这样，他一年到头得缠多少人教他医术啊？他是院士啊，你不知道吗？就是太医院最高的官，你可别小看他，他的医术可在咱们北燕国数一数二的呢。院士，太医院最高的官，这个小老头这么厉害呢？而连他都说我的医术高明，难道我真有这么厉害的医术？看什么呢？这么入迷？我脸上有花吗？没看什么。今天表现不错，有什么事儿说吧。太子殿下，您怎么知道我有事情要说？你确定是这个问题吗？如果是的话，可就没有机会了。不是，刚才那个自然不是。有什么事情就说吧，趁本宫这会儿心情好，说不定可以帮你完成。真的什么都可以说吗？机会只有一次。哇塞，竟然还有这种好事儿！看来我今天真是走了狗屎运了。可是，如果我把那件事情说出来之后，太子殿下会不会一怒之下杀了我呀？应该不会吧。听说他的太子府里美女如云，更何况我长得也只能算是稍有姿色。至于身材嘛，说是飞机场也一点不为过。不倾国不倾城的，他没必要缠着我不放吧。既然太子殿下如此体贴民情，那小女子就斗胆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啦。说。那个太子殿下，其实我有个妹妹名逸霜，长得比我漂亮多了，性格也温柔贤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重点。太子殿下，我可不可以不做太子妃，让给双儿啊？你放心。你不愿意当太子妃？我当然不愿意啊！怎么说秃噜嘴了？一不小心把实话讲出来了，不行，得赶紧往回找补。那个太子殿下，其实也不是，小女子是觉得自己实在愧对太子妃的头衔。其实我们也算见过几次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长得还凑合，其实性格很遭人嫌弃的。那个女红什么的更是样样不通，实在是配不上英勇神武、风流倜傥的太子殿下您。你是想让我明天就去请示父皇下旨吗？明天？好啊，太好了！我一回府就和逸霜说，其实他爱慕太子殿下您多时了，他知道了肯定会特别高兴的。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林逸雪，你实在太棒了！我说的是你，蠢女人啊！这是怎么个意思啊？太子殿下这是又生气了吗？真是莫名其妙。刚才人不是还好好的吗？说要请皇上下旨，难道是对陆逸霜不满意？也是啊，一个庶女，身份确实有点差强人意啊！太子殿下，您别走啊！您这是怎么个意思啊？您要是看不上逸霜的话，不是，你要是不愿意，你说出来呀。这要换成别人，其实我也没什么意见的。但是您看上谁了，您说出来，我来想办法。至于父亲那边，您放心，我会想办法说服他的，绝不影响你们合作。我们陆府对太子殿下您绝对是鼎力支持的。蠢女人，记住，这种话你如果胆敢再说第二次，本宫不介意今晚就和你洞房，明天请旨和你大婚。我怎么啦？什么情况？感情我费劲巴拉说了半天都白说了？不，没有白说，好像把事情搞得更杂了。雪儿，你没事吧？哎呀，我怎么又撞到你了？有事，我被你撞傻了。小姐，你没事吧？哪儿撞傻了？你快起来吧，看把衣服都弄脏了。我哪儿都傻。珍珠，我才发现我竟然是个傻的。我把事情彻底搞砸了，我把自己完全搭进去了。雪儿，你到底怎么了？怎么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玄表哥呢？你俩没在一起吗？祖母让我过来喊你们吃晚饭呢。
走了。走了？不可能啊！不是说好在这儿吃晚饭的吗？应该是被我气走的。被你气走的？你都说什么了？能把他给气走？我说让陆一双当太子妃，结果他就走了。陆逸雪，你脑子有病吧？就你那庶妹，你还真好意思张口提？这事儿有你这样处理的吗？要我说呀，把你自己后半生搭进去，也就2个字，活该。看吧，珍珠，我说我不仅傻，而且现在脑子还有病。小公主，您喝点这个莲子羹吧，消暑的。不吃。小公主，要不您吃点这个虾饺吧？您看，晶莹剔透的，多好看呐！不吃不吃。哎呦，好，那些小公主不喜欢的都端走，要不咱把这燕窝粥喝了吧？不吃，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什么都不想吃，你们不要烦我。放肆！请皇后娘娘恕罪，奴婢该死，扰了皇后娘娘用膳。母后，李嬷嬷，你说，小公主今天上午都吃了些什么？禀皇后娘娘，小公主上午吃了几盏蜜饯，然后又吃了小半碗冰。又是蜜饯冰粥。樊院士抓的药，可曾喂小公主吃？奴婢该死！小公主不愿意吃，奴婢就不曾。放肆！樊院士早就说过了，小公主不吃饭，这是纳呆，是病，必须治疗。本宫也一再叮嘱你们，不能再让小公主吃蜜饯和冰粥了。可是你们呢？一个个的倒好，这么多人，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小公主不愿意吃药，就不让她吃吗？一点用都不管。本宫还要你们干什么？皇后娘娘饶命！皇后娘娘饶命啊！皇后娘娘息怒，您身子要紧，犯不着和他们几个奴婢生气，不值得。谁说不是呢？你们竟敢惹皇后娘娘生气，你们几个可知罪？奴婢知罪，还请皇后娘娘饶奴婢几条贱命。也罢，所有人拉下去重打20大板，找个由头，全部贬到浣衣局去吧。奴婢们谢皇后娘娘不杀之恩，哎呦，娘娘，您先喝口茶，消消气啊。惠嬷嬷，我也想消这口气，可是你也知道，就薇儿这样，一日日吃的饭越来越少，我这颗心怎么能放得下来啊？皇后娘娘，奴婢倒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咱们2个什么时候用得着忌讳这些了？你有话直说便是。奴婢听说那陆府嫡女陆逸雪医术了得，前段时间裴老夫人中风，就只靠她几根银针，裴老夫人现在完好如初了。那照嬷嬷您的说法，找个室友把她招进宫来给薇儿看病，这样既给薇儿治了病，又不会让人察觉到，这样可行？奴婢觉得不妨一试。皇后娘娘，您找未来的太子妃进宫来说说话，这完全就是您的家务事嘛，料谁也不会多想。此事就照你说的，抓紧时间着手去办吧，甭管什么由头，只要把人请进宫，治好了薇儿的病就成了。启禀皇后娘娘，穆大小姐来了，已经到了坤宁宫门外。婴儿，她怎么来了？哎，皇后娘娘，这可是大好事儿呀！我们这儿正瞌睡着呢，穆大小姐就给送来枕头了。嬷嬷，此话怎讲？皇后娘娘，您想啊，这穆大小姐和陆大小姐是什么关系啊？我们先派人和穆老夫人打个招呼，然后再如此这般。这倒也是个办法，确实有些道理。可是这样真的行吗？婴儿那性格，我真怕他把薇儿带的。皇后娘娘，奴婢觉得此事小公主的病最要紧，您不能再犹豫了，机不可失呀。好吧，
这事就这么说定了，让穆大小姐进来吧。皇后娘娘，奴婢还有一事相求，但说无妨。奴婢觉得呀，像李嬷嬷他们，其实平日里照顾小公主还是挺上心的。与其将他们全部贬去浣衣局，倒不如让他们将功补过，继续照顾小公主。我想啊，经过刚才的阵仗以后，他们照顾小公主肯定会更用心的。也成，就按你说的办吧。婴儿拜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婴儿过来了，今儿怎么想起来上到皇姑母这儿串门了？婴儿这不是好久没过来，想姑母您了吗？哼，我能说我是最近闲得无聊，进宫来随便溜达溜达，顺便看看木山有没有来，找他出出气的嘛。难得你这孩子还有这份孝心，待会儿走的时候，皇姑母赏你几个物件拿回去玩。那婴儿就谢谢皇姑母了。奇怪，怎么会不在这里呢？难道他最近突然转换属性变安分了？那个皇姑母，你这里最近就没有什么客人来吗？我就说你这孩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大老远跑到姑母这儿，嘀嘀咕咕的，到底在找什么人？没有啦，婴儿也就是随便问问，哪有找什么人呢？怎么回事？这次的消息竟然不准确。殷表姐，你怎么来的？是骑马来的吗？是啊，大哥前段时间送给了我一匹火红色的小母马，那叫一个漂亮。它跑起来呀，远远望过去就像一团流动的火。至于骑着嘛，那可不是一般的爽哦。火红色的，那该有多漂亮呀！怎么样啊？有没有心动？要不要一会儿带你出宫溜一圈？好呀，好呀。可是我得事先征求母后的同意。母后，威尔想和殷表姐出宫玩，您能答应吗？就一次，好不好嘛，母后？好啦，不要再求了。皇后娘娘是不会允许你随便出宫的。那个，既然没事儿，殷表姐就先走了，有空再带你去玩哈。殷表姐，你这就要走了吗？不陪威尔再玩会吗？既然威尔这么舍不得你殷表姐，那母后就特准你去将军府陪你殷表姐住段时间，可好？住段时间，母后真的可以吗？是真的吗？母后你真是太好了！皇姑母，您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吗？你这孩子，姑母何曾和你开过玩笑了？我看你刚才不是还说想威尔，要带威尔去骑马吗？看你们姐妹这样依依不舍的，那姑母就索性送个人情，让威尔去将军府住段时间，这样你们姐妹也好做个伴。好吧。皇后娘娘这次是抽的什么风啊？怎么就忽然允许我带威尔出宫了呢？她不是一直不主张威尔和我玩吗？穆大小姐稍等啊，奴婢这就着人把李嬷嬷他们找回来，替小公主收拾行李。哎呀，终于解脱了，太好了，终于不用伺候小公主了。就算暂时去浣衣局，也比在这儿强多了。小月啊，你们几个麻利点儿，收拾好东西，我们去浣衣局好干活。嬷嬷稍等，这就好了。都先别收拾了。哎呀，魏嬷嬷，您老怎么来了？刚才的事儿啊，奴婢们还没来得及谢您呢。先别感谢得太早，皇后娘娘有令，念你们几个往日侍候小公主还算尽心，特允许你们将功补过，继续侍候小公主。现在小公主要去将军府住段时间，李嬷嬷，你赶紧给小公主收拾一下行李，一会儿带着小月直接去将军府，跟着在那里贴身侍候小公主。魏嬷嬷，这刚刚皇后娘娘不是已经将我们贬去浣衣局了吗？什么？皇后娘娘的意思岂是你等可以随意琢磨的？还不赶紧去收拾东西？是，奴婢们这就去。小姐啊，您说这都4时了，穆大小姐怎么还不来呀？
不是说好今天一早就来接我们过去的吗？要不奴婢再出去看看吧。好啦，珍珠，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都出去看了3、4次了，你不累吗？实在不累，就再看一下东西收拾齐全了没有。哎呀，小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怎么还能坐得住啊？不行，奴婢还是再去府门口看看吧。珍珠这个丫头哪都好，就是个急性子。算了，由她去吧。小姐，府门前连个马车的影子都没有，你说这穆大小姐是不是把我们的事给忘了呀？忘？英儿这个臭丫头，你还别说，确实有这可能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凉拌呗，她不来接，我们自己去呗。走啊，快别愣着了，刚才还急得跟什么似的啊！这就走啊？哎，小姐，你等等奴婢啊！哎，对了，小姐，你说我们走前门还是走后门啊？如果走前门的话，会不会撞个正着啊？聪明。为了安全起见，当然是走后门啦。幸亏我聪明，早就料到木英那个臭丫头不靠谱，让全叔在后门备了马车。看来现在派上用场了。爱徒啊，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去，这老头是神仙转世吧？能掐会算吧？樊院使上午好，您老这是来找父亲的吗？父亲现在好像在书房呢，要不我让珍珠带您过去。你这个小丫头，少给我转移话题。我且问你，到底要不要跟着我学医，拜不拜我这个师傅？樊院使，你也知道父母命不可违，我这不是父亲大人不同意吗？哎呀，你少给我拿路远说事儿，你就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愿不愿意跟着我学？或者你怎么样才会愿意跟着我学呀？啊，我自己倒是没什么，主要还是父亲那边，你懂的。这话可是你说的，我要是让陆远同意了，你可不许耍赖，必须要跟着我学医，听明白了没？好吧，这个樊老头应该没有能力说服陆远那个老顽固，就让他们互相折磨去吧。好的，爱徒啊，你就等着为师的好消息吧。那小姐，我们还去穆府吗？当然要去啊，你傻呀？这个时候府里还能待人吗？你们都下去，我说了我不想吃饭。好啊，不吃是吧？现在就给我回坤宁宫去，我们穆府可容不下你这娇生惯养的公主。你英表姐，你欺负人，我不想回去，我不要回去。无理取闹是吧？传府，现在就备马把小公主送回宫去。我吃还不行吗？你是故意的对不对？你是故意的对不对？我没有。怎么可能？我们穆府的饭菜就那么难吃吗？让你吃一口就作呕。穆大小姐，我们小公主啊，真的不是故意的。小公主这段时间一吃饭就是这样。莹儿，够了啊！薇儿，来到外祖母这边来。外祖母，英表姐她欺负我。哎呦，好，外祖母一会儿啊，让人打他板子。他就是个坏孩子，以后咱不跟他玩了啊。外祖母，那个，要不就算了吧。我其实还是很喜欢跟英表姐玩的。你这孩子呀，但是薇儿呀，你这不吃饭可是不行啊，长久下去身体会垮的。回头啊，别说是骑马了，连长大都会成问题的，知道吗？可是外祖母，我真的吃不下呀。别呀，别人都吃得下，只有咱们吃不下，是不是就说明咱生病了呢？可是我不想吃药，那些药都好难闻，我就算勉强咽下去了，也会吐的。哦，这样啊，那咱们让你雪姐姐试一下好不好？你雪姐姐或许有办法，能不让你喝那些苦药呢？真的吗？雪姐姐，你有办法吗？
这个嘛，当然是有的啦。真的有办法吗？雪姐姐，你真的有办法吗？不用吃药就能治好我的病？也不是不用吃药，这个药嘛，还是要吃的。啊！你骗我！外祖母，你看雪姐姐，她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喏，这个就是我要你吃的药，你先看看。咦，好漂亮的瓶子！对呀，你就不好奇里面的药是什么样的吗？真的？我可以打开看看吗？打开吧，这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真好闻。雪姐姐，你确定这里面装的是能治我的病的药吗？确定，你雪姐姐我亲自装的，我能会不知道吗？吃一颗尝尝，味道怎么样？酸酸的，甜甜的，味道好好吃。雪姐姐，我是不是只吃这药，病就可以好了？也不全是，主要是以吃这种药为主，顺便呢还需要一些辅助的治疗。辅助治疗是什么？会痛苦吗？当然不会啦，就只是用这么细的针灸一下下就好啦，一点都不会痛的。威尔，你想啊，你学姐姐这么奇特，她的药都是甜的，针灸肯定也不会疼啦。还有啦，只要你乖乖听话治疗，我就每天教你骑1个时辰的马，好不好？哦，那好吧。哎呦，婴儿，我不练了行吗？我觉得我根本就学不会，这人怎么可能会飞呢？我那么重，怎么可能会浮在空气中呢？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不行，你就这么半道放弃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个师傅不行呢。哎呀，我的穆大小姐，是我这个徒弟不给力行了吧？再说，我不出去说你教过我轻功不就行了吗？谁会没事打听这个呀？那也不行，教你骑马按气什么的，你一点就通，怎么轮到轻功时就忽然变成了个榆木疙瘩呀？完全不开窍了呢。我跟你说，雪儿，你这个理念不行，你得抛弃你那些个观念。什么人不能漂浮在空气中？你看我现在，这不是飘得好好的吗？前几天教你的口诀，让你练的气息，你到底练了没啊？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想象成这片叶子，相信自己可以像它一样轻盈地飘荡在空中。好吧，好吧，我就再信你一次。那个，如果我不小心掉下去了，你一定要在下面接住我。放心吧，我一定会接住你的。当然了，除了极少数没有接住的情况下。雪儿，加油，你是最棒的。记住，你眼睛盯着的那棵海棠树，那就是你的目的地，一定能行的。哇，雪儿姐姐，你太棒了，你真的做到了耶，这不是飞得挺好的吗？我真的会飞了吗？原来真的已经快飞到海棠树这边了，真的会飞了。完了完了，这也太高了吧，这样直接掉下去会摔毁容吧？还是直接摔断腿变残疾？雪儿，你没事吧？不是眼看已经到地方了吗？怎么又忽然撞树上了呀？欧阳志威，你这个坑死人不偿命的小东西，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雪姐姐你好笨呐，都已经这么大了，连轻功都学不会，还好意思怪别人？再说了，人家刚才那是在表扬你好不好？嘿，你个臭丫头，他都摔地上了，你就少说一句吧，小心待会儿他拿针扎你。哎，玄表哥，你怎么过来了？还是婴儿好，知道替我出气。欧阳志威那个丫头就是欠抽，3天不打就上房揭瓦。啊，玄表哥是谁啊？英姐姐，太子哥哥是来接我回宫的。太子？谁啊？我去，竟然是欧阳志玄！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刚才你只要轻轻一伸手就能接住我，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你为什么就非要见死不救呢？害我摔成这副鬼样子。纯女人，你确定？刚才如果没有我出手，你的脸摔得还能见人吗？你好像也是，刚才是有股力量拖了我一下，难道我冤枉他了？可是你既然救了，就不能好人做到底，别让我掉地上吗？不能。你出门忘了吃药了吧你？整个一个蛇精病患者。
雪儿，你真的没事吧？刚才直接撞了树，又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你觉得呢？我觉得你现在都能和玄表哥吵架了，应该没事了。你还好意思说呀你？要不是你强拉着我，非学什么轻功，我能摔成这样吗？薛姐姐，你刚才说的那个蛇精病是什么意思呀？哼，我算是看清楚了，感情每次碰到某些人，我就准没有什么好事发生。薛姐姐，你还没有回答威尔的问题呢。蛇精病是什么意思呀？蛇精病啊，就是像你大哥这样喜怒无常的神经病啊！蛇精病，蛇精病，这名字起得太有意思了。雪儿，你这名字起得太精准了。婴儿，威尔，大哥，糟了，大哥生气了，都怪我们刚才太得意忘形了。走，威尔，英姐姐和珍珠帮你去收拾行李去。我怎么觉得这里要打仗了呢？快点走啊，别溅到我们身上血才好。这群没良心的，我这都交了什么损友啊？英儿这个死丫头，简直是专业坑闺蜜20年。交友有风险，交时需谨慎。你这个丫头别走，你不是我爱徒的贴身丫鬟吗？我那徒儿此时在何处啊？天哪，怕什么来什么，这老头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不对，这老头怎么会找到这里呢？肯定是某些人带过来的。哎呀，可惜呀，当年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千面书生，竟然连个徒弟都收不到，处处遭人嫌弃。真是可惜了他那手出神入化的易容用毒的本领。什么？千面书生？樊老头是千面书生？你说的是真的吗？你快告诉我，你刚才到底有没有骗我？樊院使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千面书生？骗你？有这个必要吗？哟，爱徒啊，原来你在这儿啊，可是让为师好找啊。哎呀，怎么了？刚才为师好像听到谁说要骗你了？当然是说你啦，说你千万别骗我，一定要先征求我父亲的同意，否则的话，我可真不敢做你的徒弟。哎呦，原来是这事儿啊！你尽管放120个心就是了。陶朱公啊，已经很爽快的答应了，你现在可以安心的做我的徒弟了。哈哈哈哈！真的？你真的说服我那个顽固父亲了？这个嘛，暂时保密，回到陆府你就知道了。再给你2天的时间，后天卯时我在百药园里等你啊！太好了，以后我也要有一手出神入化的易容术和用毒的本领了，想想就觉得好兴奋。我这刚说要答应他，还没正式拜师呢，这老头怎么忽然改属性了？嬷嬷，您在宫中的时间长，您听说过樊院使年轻时候的事迹吗？这个嘛，老奴年轻的时候确实有听说过些。大小姐，您可能不知道，那樊院使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医术真的了不得，人称小神医。但是啊，他身上最出名的却不是这些。他年轻的时候曾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千面书生，据说以擅长易容、制毒、用毒而闻名于江湖啊。制毒、用毒、易容，还人称小神医，他真的这么厉害啊？既然这么厉害，那他为什么要跑到皇宫里做一个院使呢？说来也是一种缘分，大约是10几年前吧。皇上上位时间并不长，一次出宫去微服私访，不小心遭到了暗算，中了剧毒，正好被樊院使给碰到，无意中啊救了皇上一命。皇上就给了他一块玉佩作为信物，告诉他无论什么时候有什么麻烦，都可以拿着这块信物去皇宫找他。
这又过了好多年，大约是6年前吧。可能是年纪大了，也可能是漂泊的累了，樊院士就真的拿着那块玉佩来找皇上了。结果皇上二话没说，就给了他个院士让他做，并在盛京城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宅子，让他种植各种药草，研究他的药物，并御笔亲赐摆药园。后来怕他不能适应盛京城的生活，在差事上也给予他最大限度的自由，允许他每个月只需要初1、15去宫里当差，到皇上皇后面前请个平安麦即可。哦，照您这么说的话，那樊老头确实不简单呢。可是他又为什么非缠着我做他的徒弟呢？他这么多年，难道一个徒弟也没收上来吗？世间万物无非一个缘字。樊院士年轻的时候碰到皇上是缘，现在和大小姐您有眼缘也是缘。想当年知道他的来历之后，多少人登门排队等候，想要拜他为师，可都被他拒绝了。所以说，依老奴之见，这是小姐您以往治病救人积的善缘，行的善果，菩萨一向保佑行善积德的人。哦，原来樊老头徒弟的位置这么紧俏呢。那依嬷嬷所言，我岂不是赚大发了？这么多天躲着他，倒是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不管了，明天就要去正式拜师了，一切自然见分晓了。等着干什么？跑到这里当大小姐呀？给你2天的时间，先把这几本书里的内容给我背下来。本草纲目、伤寒杂病论，这些我早就会背啊。真的？全都会背了？八角莲，清热解毒，化痰散结，祛瘀消肿，治臃肿、疔疮、裸痢、喉蛾、跌打损伤。八角茴香，温中理气，健胃止呕，用于呕吐、腹胀、腹痛、疝气痛。哎呦，小丫头，有2把刷子呀。那这2本呢？这2本，好像也会背。哎呦，没想到我老樊头运气还这么好呢，一不小心还真捡到块宝。那你自己去找，这些书有哪里不会的，拿去背吧。易容宝典、毒药百科，这2本书好像没有见过，竟然还有这种宝贝书呢，貌似还是手写的，看来这是樊老头自己整理的。哎呦，你这小丫头眼光还挺毒的。这2本可是你师父我用了半生的心血亲自整理的。真的吗？师父您老人家真是辛苦了，徒儿在这厢有礼了。那个师父，您看我这理也行了，您准备什么时候教徒儿制毒还有易容啊？现在就开始吗？想得倒挺美。给你2天时间，将这2本书一字不差的背下来。过关了，为师才会教你一些关于毒药的知识。至于易容嘛，以后有时间再慢慢教你吧。哦，好吧。这么厚的2本书，只给2天的时间，师父会不会太短了呀？怎么没信心了？告诉你，我樊老头的徒弟可不是那么好当的。我又没有非要当您的徒弟，是您老人家自己非要拉着我当的好不好？哎呀，妙妙妙啊！这些可都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好方子呀。单就从这个用的药材以及每种药材的用法用量都恰到好处，出人意料的奇妙啊。丫头啊，你这方子是从哪儿看到的？还有你的针灸技术到底是何人所教啊？师父，您既然问了，徒儿也就实话实说了。想必师父也曾听说过，雪儿在回京途中
头部受伤导致昏迷。几天后我醒来时就想不起来以前的事情了，然后又莫名会了这些医术。父亲说雪儿在济城老家时，曾有一名老中医时不时到府中给我治病，并相赠过一些医书，指导过一些医术。但是对此雪儿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来。好孩子，何人所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有了这些难能可贵的医术，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并不亚于为师啊。所以日后你只要好好利用好这身医术，治病救人也就行了，也不枉费那位高人教你一场啊。师傅，我的医术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傻丫头，为师为什么要骗你啊？你的一些用药理念确实很独特，出奇制胜。不得不说，有些法子连为师都没有想到。你现在所欠缺的呢，无非就是一些医治的经验。当然，在给了为师之后，这些个缺点呢，很快就会被弥补上的。那是不是说，如果以后遇到病患，徒儿可以放心的按照自己的方法医治了？那是当然了。丫头，你记着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后遇到病患，你尽管放手大胆的去医治，无论遇到什么状况，或者是出了什么后果，都有为师在呢，一切都有为师给你担着。师父，活了2世，第一次有人对我说，丫头，你尽管去闯去做，出了事我给你担着。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父爱？我奢求了2世的感情，就这样毫无预兆的降临了。这傻孩子，怎么说着说着还掉起金豆子了？告诉你，为师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如果不用心学，被为师骂了或者揍了，以后可有你哭鼻子的时候。好了，这2天的测试呢，为师很满意。快去，还不快去把茶给端过来，为师可早就渴得喉咙都冒烟了呢。啊！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好孩子，快起来吧。当今世上说起制毒用毒，人们都不可避免的总会想起东隅。东隅是个毒药盛行的国家，那里的人10人9毒。10人9毒？什么意思啊？10个人里面至少有9个人中过毒吗？这当然不是这样的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东隅国10人至少有9个人会用毒。当然要说这用毒的手段最厉害的，还是要数东隅的皇族司徒家族。当年司徒家族没有称帝之时，就是以制毒和用毒闻名于世的。据说这司徒家族里的人呐，连一个3、5岁的孩子都会用毒呢。啊，那司徒家族这么厉害呢？话说一个擅长用毒的皇帝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看哪个大臣不满意就一粒药丸解决了？天哪，那下面的大臣也太没有安全感了吧。臭丫头，又跑哪儿神游去了？好好听讲。是，徒儿错了。师父，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您继续。这要了解一味毒药，你首先要熟悉它，看它的外在颜色，熟悉它的味道。这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每味药都是有它独特的生命的，就像是每一个女人一样，都有她独特的气质和韵味。这样慢慢的，你就会了解它的内在，它的组成部分，并且进一步的征服它，配出它的解药。这个老头真不愧是个医痴，怪不得这么多年没讨到老婆，感情他是把这些药都当成女人了。明天5时，幕府不见不散，如若不来，便永远不见。这个臭丫头，这都写的什么呀？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小姐，
你还别不当回事儿。我看这次穆大小姐是来真的了，奴婢可都听说了呢。这1个多月呀，穆大小姐来咱们陆府找了你6次，去繁衍使的药铺找了你5次，可是你呢，1次都没搭理她。难怪她这次真急了。依奴婢之见呀，你明天还是去一趟穆府吧，要不穆大小姐的脾气，一怒之下保不准能拆了繁月使的百药园。还别说，那丫头或许还真敢做，这天下呀就没有她不敢做的事。珍珠，明天去百药园给我师父递个口信，就说我休息1上午去趟穆府。雪儿，你要记住，穴位是很重要的，这里是心俞穴，功能是散发心事之热；这里是关元穴，功能是补肾培元固脱；这是大椎穴，主治热病疟疾。是，雪儿都记住了。小姐，小姐，快醒醒，你怎么了？小姐啊，您是不是又做梦了？我去，珍珠，你没事起这么早干嘛？这丫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要不要每次都叫得这么及时？就像刚才，只需再晚那么一丢丢，哪怕是2秒钟，等小姑娘喊出口，我就能知道少妇的身份了。可惜了，大好的一次机会就这么浪费了。到底会是谁呢？为什么会屡屡出现在我的梦中？难道是原主陆亦雪身边很重要的人？小姐，奴婢是刚好口渴了，起床喝水，然后看到您忽然很痛苦的样子，所以就把您喊醒了。算了，珍珠也是一番好心，我这火发的确实有些冤枉她了。现在什么时辰了？快卯时了。算了，起床吧，一会儿还要去穆府呢。小姐，好像还不到时辰呢，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穆大小姐说不定还没有起床呢。也是哈，这2天天天往樊老头的百药园跑，都迷糊了。这么早，婴儿可不就还没起床吗？打扰了某人的清梦，少不得又得听他一番抱怨。要不我们还是去穆老夫人那转转吧，穆老夫人年纪大较少，肯定起了。等跟穆老夫人请了安，然后再去找婴儿，想必时间也差不多了。哇，小姐快看，好多的桂花呀！小姐啊，您稍等片刻，奴婢趁机摘些吧，一会儿正好给您和穆大小姐做桂花糕吃。是呀，好熟悉的桂花。小姐快看，那几株醉芙蓉竟然开了！哇，开得好漂亮！咦，怎么好像有琴声？难道是我刚才听差了？不对，明明有琴声啊，好像是从北面的假山那边传过来的。将军府里怎么会有人弹琴呢？穆浩、穆泽在军营，二老爷的2位少爷此时应该在学堂。难道是穆英那个臭丫头改了性子，忽然对琴棋书画感兴趣了？说实话，这个可能性好像有点低。不行，我得去看看。貌似还是个帅哥呢，一定是我的错觉。2个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空，根本没有可能交集，怎么可能会是他呢？林亦雪，你真是太傻太没有出息了，你太丢人了。就算穿到了这里，你心里仍然放不下。他怎么可能会是萧哲呢？萧哲明明还生活在另一个时空里。这位小姐，不好意思，是不是鄙人的面具吓到您了？小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小姐这是怎么了？刚才闻个桂花都落了泪，这会儿听到琴声又忽然泪流满面，该不会是生病了吧？没事，刚才忽然被风沙吹了眼睛。雪儿，你个臭丫头，让你来找我玩，你竟然跑到这里来了！穆大小姐，我们小姐是怕打扰你睡觉，才随便带着奴婢到小花园里转转。这不，奴婢还摘了不少的桂花呢，一会儿可以给你和小姐做桂花糕吃了。哦，这样啊，看来是本小姐冤枉你了。你们还不认识吧？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二哥的朋友荣锦公子。荣公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陆一雪，陆大小姐。哎，小雪，你眼睛怎么了？怎么红红的呀？鄙人刚才不小心吓到了陆小姐，实在是失礼，还请陆大小姐见谅。吓到？不可能吧？荣公子可是一表人才，风流倜傥，怎么可能会吓到雪儿呢？再说雪儿的性格也不是……没有，荣公子多虑了，是小女子刚才失礼了。木英这个臭丫头，嘴上从来就没有一个把门的。估计要是不打断她再说下去，就要说我喜欢看帅哥什么的，揭我的老底儿了。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在这里客气了，一会儿我们就让人在凉亭里摆个桌子，在这花园里用早膳吧。哎，不对呀，二哥呢？明明一块儿过来的呀。二哥，你愣在那里干什么呀？快点过来呀！木二少爷也回来了。是的，这不快中秋了吗？大哥抽不开身，又怕过节祖母觉得冷清，就让二哥先回来了。当然啊，这个是其次的，主要是最近呀，圣经要有一件大事发生。得，一会儿吃完饭再跟你说啊。二哥，你快点呀，磨磨唧唧的干嘛呢？陆小姐来了。木二公子，真是好久不见了，您现在看着真是越发英勇神武了。陆大小姐过奖了。二哥，你快别臭美了，还有2位客人在呢，赶紧让人摆桌子用膳呢。哎，对了，祖母呢？把祖母也叫过来，雪儿可是他的心头宝，这一见了人呀，他老人家准又得乐呵几天呢。啊，我用过早膳来的呀。不行，用过早膳也得再吃一顿，谁让你这段时间都不来找我玩的，害得我一个人形单影只的。陪我用早膳是对你的惩罚啊！哎，穆大小姐，咱换个惩罚好吗？不换，本姑娘就喜欢这个。交友有风险，交时需谨慎呀。看看我就是最好的例子，现在真的是生无可恋。哎，雪儿，你怎么突然开窍了呀？前段时间这个轻功不是怎么学都不会吗？怎么这次就忽然会了呀？我也不知道呀，可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吧。得了吧，还我这个师傅教的好，你为什么现在才学会啊？说，你是不是去哪儿偷学武功了？是的，我不仅偷学武功，我还从你这偷东西了。偷东西？什么东西啊？偷了你的心啊！是谁呀？几天不见就满世界的找我，如果再不来还要跟我绝交，我都懒得说。嘿，好你个没良心的臭丫头，竟然还敢取笑我！对了，英儿，那个荣公子是什么来历呀？他怎么忽然到你们府上来了？他呀，是二哥回京的途中突然遇到了几个响马，竟然遭到了暗算，幸亏荣公子路过出手相救，才没有受伤。这不，快中秋了，荣公子还孤身一人，就被二哥给请过来一起过节了。那你们知道他的来历吗？这个应该不知道吧，只听二哥提了一句，说是父母双亡了，四处流浪，四海为家。这样啊，这么说就是来历不明喽。那他这样待在府上，二老爷他们会不会有意见啊？雪儿，你也太小心了吧，依荣公子的长相，怎么可能是坏人啊？并且他可是二哥的救命恩人呢。二叔要是因为这个跟赶他走，我就第一个不答应。哎呀，我怎么听出一股不一样的味道呀？什么味道啊？当然是春天的味道啦。某位小姑娘情窦初开，春天要来喽。嘿，我让你还胡说，再敢胡说，看我不撕烂你这张臭嘴！穆大小姐饶命，小女子知错了。那以后还敢不敢乱说了？不乱说了，小女子保证今后只说真话，行了吧？比如某位大小姐好像真的对某位公子动心了。算了，不跟你计较了。说起来，你的好日子也没有几天了。什么好日子啊？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儿，说了也是给你徒增烦恼，也改变不了什么现状。英儿，你这神神叨叨的说的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本来祖母和二哥还不让我给你说无端的给你添麻烦，但是只能包住火吗？我看这事儿啊，你就得早知道，早做准备，早日防范。到底什么事情啊？
说的我都跟着紧张了。我问你啊，雪儿，你知道选表哥这几天干嘛去了吗？这几天不知道。哎，干什么去了？打仗去了？杀人去了？是去接人去了。可是你知道接的是谁吗？谁呀？哪个国家的皇帝？好像有点不可能哈。那是哪个国家的公主？我就说你这丫头聪明吧，还真让你给猜到了，是西夏国的公主。哦，这样啊。那然后呢？我说你这丫头是不是傻？是不是傻呀？别国的公主都来了，还让选表哥他一个太子亲自去接，你还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吗？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来和亲的？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不是挺聪明的吗？可是你这无辜的大眼睛在这忽闪忽闪的，还有这事不关己的态度，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呀？陆亦雪，你是不是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呀？我又怎么了？你有话就说嘛，干嘛动手呀？不就是来个和亲的公主吗？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至于这么大动干戈的吗？这件事儿和你没关系吗？你是未来太子妃，别国的公主过来和亲，选表哥亲自去接。如果人家看上选表哥要做正妃，你怎么办？好，就算他愿意做侧妃，人家好歹也是一国的公主，到时候你这个太子妃能有好日子过吗？最关键的是什么？说不定哪天一时兴起，我就缠着樊老头给我弄个假死药什么的，从此浪迹江湖。哦，对了，我还可以接师傅的衣钵，出去接着做个千面小生啊。这样看来，这个师傅还拜得真值了，在江湖上竟然还有一席之地呢。关键是那西夏国的公主梁冰，据说粗俗得很，根本就是个泼妇。你想啊，他爹没有做皇帝之前，也就是个镇守边疆的将军，她一个在边疆长大的女孩子，动不动就舞刀弄枪，无法无天惯了。以后入了太子府，有你什么好啊？也不知道皇姑父是怎么想的，怎么会有意让他和选表哥和亲呢？你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哎，算了，我还是赶紧再教你点武功吧。今后打不过他，你起码可以跑得快点，自保总没问题吧？英儿，你忘了吗？我这段时间拜师学的是什么呀？学的什么？学医呗。学的是用毒。今后呀，咱打不过他，我就用毒。哎，让你看看我现在的装备，师傅给我配的，可厉害了。这些是什么呀？哎，我的姑奶奶，这个可不能随便摸，这个可是有剧毒的，一颗就能毒死一府的人呢。怎么样，我现在厉害吧？告诉你，等他来了，我就刷。哼，知道了吧？到时候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你呢，就别在这瞎操心了，好吧？那你到时候有什么事儿也不能隐忍着，知道吗？如果你实在打不过他，你就跟我说，我去抽他。你顾及太子妃的名声，我不怕。反正啊，我已经名声在外了，也不怕别人再说什么了。英儿，亲爱的，你现在有多可爱，你知道吗？去他的萧哲，去他的荣锦。既然英儿喜欢，就全部都给他。不就是一个男人吗？没有又何妨？我可跟你说啊，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可是最看不惯女孩子掉眼泪的。不过呢，你既然觉得我这么好，可以换个方式报答我呀。只要呢，你以后多陪陪我，有事儿没事儿都来找我玩，不要整日缩在那个樊老头的百药园就行了。讨厌，还看不惯女孩子呢，说的好像你不是女孩子似的。再说了，找你干什么呀？满大街溜达，学着怎么欺负人啊？我那是拜师学艺，好不好？怎么被你这个臭丫头一说，好像不务正业似的？你欺不欺负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不许别人欺负你。哎，雪儿，听说这家店铺的兵器打得不错，我们进去看看，我帮你挑一个趁手的兵器，以后有用得着的时候。装修虽然简单了些，但是物品还挺齐全，还有那掌柜和2个小伙计，满眼金光，一看就是做生意的好手。雪儿，我看这个九节鞭不错，要不你也用鞭子算了，实用又便于携带。掌柜的，把那个九节鞭拿过来，我们看一下。不对，不要这根，是左边那根。哎，对，这上面镶嵌东珠的那根。2位小姐可真是好眼光啊！
这根九节鞭不仅实用，便于携带，而且你看这做工也是非常的精致，非常适合小姐您的身份呐。您看啊，鞭把上镶嵌的这颗东珠，这可是稀世宝物，跟小姐您的气质那可真是相得益彰啊。看着确实不错。雪儿，要不你先试下，看着用着趁手不？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让他们送到府上，算我这个师傅送你的。哟，那小女子就多谢师傅啦。掌柜的，这个九节鞭我要了。啊，这是个什么意思啊？我看得好好的，怎么半路就杀出个程咬金呢？你这姑娘怎么回事啊？这个九节鞭明明是我们先看到的，你这横插一杠算怎么回事啊？掌柜的，这个九节鞭本公主要了，2000两给你。婴儿，本公主，如果所料不差的话，这位应该就是婴儿前段时间说的某人接来的那位西夏的什么劳什子公主了。切，果然是个乡下来的丫头，终究上不得台面。这位姑娘且慢，姑娘既然这样说，想必是见过不少世面喽。你什么意思？世上哪有强买强卖的道理？姑娘说是吧？我的意思是，这笔交易还没有完。既然大家都相中了，那肯定是谁出的价高，东西就卖给谁喽。掌柜的，这是5000两银子，这根九节鞭呢，本姑娘要了。掌柜的，这是1万多两，这个九节鞭现在是我的了。掌柜的，这是2万两。这有钱的感觉就是好，说来还得感谢穆泽的这笔巨额诊金呢，关键时刻救了急。哼，一个臭商人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堂堂的一国公主怎么可能会输给他？一木，拿来。公主，我们今天出来的匆忙，奴婢没有带那么多银两。混账东西，真是个废物！姑娘这是要放弃了吗？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九节鞭现在是我的了？谁说我要放弃了？这是父皇送我的宝贝，我用它来买这九节鞭，怎么样？哎呀，这个镯子可是宝物呢，姑娘买了这个九节鞭，貌似亏了。我劝姑娘还是放弃吧。谁说我要放弃了？本公主说值就是值，用得着你在这里假好心？怎么样？我是公主，想怎么任性就怎么任性，你一个乡下丫头知道什么？那既然如此的话，本姑娘就甘拜下风了。嫣儿，我们走。哼，不是公主吗？有钱吗？既然不差钱，那就多破费些好了。雪儿，你怎么可以？这个臭丫头，从头至尾不让我说话，还以为她有什么良策呢。原来就这样啊！这么轻松的就便宜了那个野蛮女人。嫣儿，喏，陆氏兵器铺，感情这是陆府的店铺啊。雪儿，你嘘，哼，姓陆的，告诉你，只要是本公主我喜欢的东西，从小到大就没有一件弄不到手的。这次这样，下次还是这样，所以你要识相点儿，下次乖乖的主动把本公主看中的东西呈上来，知道吗？还有，本公主指的不仅是东西，也包括不属于你的人，否则的话，哼，别怪本公主手里的鞭子不客气，以后有你的好果子吃。嫣儿不要。雪儿，你气死我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这才刚开始你就纵容他这样，我看你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呀？怎么办？凉拌呗。你，不争气的丫头，真是气死人了！不管你了。好啦，不要生气啦。我什么时候是那种顾全大局的人了？不让你出面，小女子我山人自有妙计。妙计？你的妙计就是赚钱，可是结果呢？钱管屁用啊！你们陆府差钱吗？看看他刚才嚣张的样子，以我的性子就应该追上去，抽得他明天下不了床。我且问你，我这段时间都干什么了？干什么？整天跟着樊老头泡在他的百药园呗。那我泡在百药园干嘛呢？你不是说过了吗？学习制毒用毒呀。哎，难道说你刚才……那学了这么长时间，正好练练手了。真的？结果会怎么样？快说说，快说说！我刚才都没有发现你怎么出的手。至于结果嘛，我也是第一次用，不太清楚。
反正怎么的也得个5、6、7、8天下不了床吧。雪儿，你现在这么厉害呢？哎呀，我真是太崇拜你了。所以啊，我的大小姐，以后呢，咱要记住，并不是只有打一顿才能让人下不了床的。对于某些人，硬碰硬是不行的，咱们要智取，智取知道吗？好，我知道了。我就知道你这丫头，看着表面是老好人一个，其实呀，就是满肚子坏水，蔫坏的。当初呀，我就没少吃你这方面的亏。师傅，您进宫可坏了吧？来，先喝点水吧。不错。师傅，您怎么这次去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皇宫里有什么特殊的病人啊？没有啊，今天不是初一吗？都进宫的日子了，就给皇上请了个平安麦，一切都很正常。啊？就没有其他人得了疾病什么的，请您着急去救治什么的？没有啊。怎么了？就宫里那些个富贵病，一般情况下你师傅我可是从来都不出手的。哦，看样子真没有吗？按说不应该啊，怎么会没有效果呢？怎么了？什么没效果？你这丫头今天怎么是话里有话呀？快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背着为师做什么坏事了？告诉你啊，为师平生里可最恨不说实话的人了。师傅，没有，怎么可能呢？怎么办？说还是不说呢？师傅可是最讨厌的就是不诚实的人，可是万一说了，他老人家翻脸了怎么办？丫头，你确定没有？比如说这胡乱用个药什么的，告诉你啊，要是不老实交代，日后被师傅自己查出来的话，那后果可是更严重的。哎呀，师傅，您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逗我呀？您肯定知道些什么，对不对？知道什么呀？为师应该知道什么？这无端对别人用毒，你这孩子还有理了不成？师傅，您老人家是不知道，那个梁兵实在太可恶了。那天吧，我和英儿去逛街，好不容易相中了一个酒街边，结果那个梁兵以势压人，还说什么不仅东西要和我抢，以后还要把不属于我的人什么的也通通抢走。岂有此理，真是太过分了。哎呀，气死老夫爷！惨了，师傅生气了。我随便用师傅制的毒药出去害人，他老人家当然不乐意了。看吧，我就说吧，以樊老头的脾气，这次能轻饶了我才怪。师傅，您老人家先消消气，来喝口茶。徒儿知道错了，徒儿下次再也不敢了。我是说你这丫头太不像话了，你这种行为像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前面小生的徒弟，这说出去我都替你丢人。师傅，我真的知道错了，您老人家就别生气了好吗？徒儿改还不行吗？改？怎么改呀？被人欺负到头上还不知道反击，我看你这丫头可真是没得治了。师傅，您什么意思啊？哎呀，你这傻丫头，你简直就是朽木不可雕也！你这是存心想要气死为师啊！你说说你你怎么能那么笨？怎么就下了那么轻的药啊？哎呀，我今天上午已经看过了，那梁兵用不了10天就能好利索，而且还不会留疤。像他这种不知天高地厚，胆敢连我徒儿都欺负的人，这怎么的也得让他在床上躺个10天半个月的，这下不了床才行，知不知道？师傅。哎，行了，不要叫我师傅。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你要是再心慈手软，可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徒弟啊！师傅，您真好。哎呀，好了，傻丫头，为师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这今后想做什么事儿啊，尽管放手去做，出了事儿还有为师呢，天大的事儿为师都给你担着呢。哎，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这都被人欺负成这样，还瞻前顾后的，这孩子，哎呀，你看看，又掉金豆子了。
哎，想当年我前面小生也是名震江湖啊，不曾想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怎么就收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徒弟呢？哎，你要是再这样，为师可把你逐出师门了啊！师傅，您讨厌！真是笑死我了！你说这樊老头怎么就这么可爱呢？居然还嫌你这手下的轻了，故意在给公主的药里掺了些东西，结果就成了梁斌现在这副模样，麻子公主。这名字起的可真是太贴切了。雪儿，可真有你的，这一出手，果然给他长了些教训。好啦，我的穆大小姐，就这么一件小事儿，你这都翻来覆去笑了快小半个时辰了，你就不怕把自己给笑傻了呀？我乐意，行了吗？只要那梁斌没有好日子过，就算笑傻我也乐意。麻子公主，她可真是史无前例第一人啊！小姐，八角来了，说是樊院使让他来给小姐送东西的。哦，送东西？快让人进来。奴才参见陆大小姐，这是樊院使让奴才送来的东西。哎，八角，你这急什么呢？等等姐姐呀，看姐姐给你准备了个什么好物件。呵呵，谢谢珍珠姐姐了。你是高兴了，估计一会儿陆明该有意见了。这只大蝈蝈可是陆明前2天刚捉的。唉，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这樊老头不年不节的，竟给你送了个包袱，神神秘秘的，里面到底是什么呀？哇，雪儿，这，怎么了？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绸带吗？用得着这么奇怪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从哪个山沟沟里跑出来的，多没见过世面呢。这个樊老头，我就休息了1天，还大动干戈的给我送了一个绸带，到底什么意思啊？明天再给就晚了吗？你个傻雪儿，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哪是普通的绸带呀，这叫冰绸，可是个宝贝。相传出自北极之巅的北冥老人之手，世上总共也就这么几根，你来摸摸，是不是又凉又滑的？哎，小姐，手感冰冰的，摸着确实不错哎。这种材质看似是绸带，其实非也，它是由一种特殊材质做成的，可是刀枪不入呢，无论什么刀枪都斩不断的。看来这次樊老头为了给你弄这个宝贝，可是费了老鼻子劲儿了。真的这么神奇呢？玄铁匕首也斩不断吗？我用这把匕首试试。好吧，看来真是个宝物，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大小姐，冯管家来了。啊，冯叔来了，快请进来。大小姐，您看看这是什么呀？冯叔，这是……啊，老奴呢也是受人之托，忠臣之事。小姐先看看，喜欢不喜欢？哎呀，雪儿，你可真啰嗦！既然是冯管家亲自送来的，你只管收下打开就是了。今天这都是什么情况？都上赶着给我送腰带，这次总不会再看错了吧？哇，天哪！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失传多年的紫羽软剑吗？雪儿，你今天这是招了什么好运啊？竟然还有人给你送这等宝物。看来是个宝贝，真是有劳冯叔了，竟然为了雪儿找到了这等价值连城的宝贝。小姐真是折煞老奴了，老奴可没有这等本事找到这稀世宝物。难道是父亲回来了，特意给我带的礼物？不对啊，他不是说还需要几日才到家的吗？这事儿呀，还真不是老爷的功劳。来送礼的人说了，小姐喜欢就好。啊，这里随剑一并送到的还有一封请柬，想必小姐一看便明白了吧？竟然是欧阳志玄，还让我参加皇宫的中秋宴，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呀？先是莫名的送了一把稀世的宝剑，现在又邀请我去参加什么中秋赏月宴，真是莫名其妙。大小姐，这中秋赏月宴可非同小可，您可千万不能有不去的想法呀。雪儿，我可跟你说啊，这个中秋赏月宴，你要是不去，别说冯管家不答应，我这关也过不去。你想啊，这可是皇家的家宴，
皇上捎带着为那个什么麻子公主接风，他本来一直就惦记着你太子妃的位置，你这要是一不去，那不就是明显的认怂吗？直接碎了人家的意，估计那个麻子睡觉都能笑醒。好好好，我去总行了吧？算了，不就是见见某人吗？出席个宴会吗？看在宝剑的份上，眼一闭心一横，很快就过去了。好啦，你也不用做出这种视死如归的表情，大不了到时候我也想办法混进去就是了。那梁冰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如果想明白那日是你下的手，到时候不找你麻烦才怪呢。真的吗，嫣儿？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呀！你知道吗？有了你这个主心骨，我瞬间浑身充满了力量，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都不害怕了。我去，皇上竟然也在这里啊！民女陆亦雪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好孩子，快快起身吧，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用这么拘谨。前世那些狗血剧里的皇上，不是看着都残酷无情、不怒自威的吗？谁能告诉我，眼前这个身体微微有些发福、40多岁、和蔼可亲的中年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傻丫头，怎么就愣住了？还不快谢谢皇上！民女多谢皇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见笑了。其实这雪丫头啊，平时不这样，挺机灵的。估计啊，这是初次见到您，一时紧张所致。是，民女是初次有幸瞻仰天颜，被震慑住了。雪姐姐，你是不是吓傻了？这是我们的父皇呀，怎么就把你吓成这样？魏丫头，这话说得对，很快就是一家人了。你这孩子胆量可是不行。普通人家哪有见到父亲会这般紧张的道理？雪儿，快起来吧，皇姑父难得今天心情好，你就别在这里又跪又拜的了。好了，你们几个孩子就别在这里拘着了，先到御花园玩去吧，一会儿宴会就该开始了。还有婴儿，今晚留下一块用了晚膳再回去。雪姐姐快回来，那里不能过去。雪儿，快回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雪姐姐，那处假山是宫里的禁地，父皇曾明令禁止，任何人不得靠近，否则不论何人，立即乱箭射死。你刚才如若再靠近一步，就很有可能落了个万箭穿心的悲惨下场。你肯定是在骗雪姐姐，对不对？我就知道你这个臭丫头，满脑子的鬼点子。刚才姐姐都快跑到假山那边了，周围根本什么都没有。雪儿，你还别不当一回事儿，威尔这次真的没有和你开玩笑。你以后来皇宫的次数多了，一定要谨记，千万不要靠近那处假山。啊，真的呀？你们确定是这片假山，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当然是真的。几年前宫宴上，一个名门贵女误入这片蔷薇花丛，直接被暗箭射中，不幸身亡。你看那处假山周围种满了蔷薇，整个皇宫就只有这里如此，我们怎么可能会记错？是的，母后和太子哥哥也一再叮嘱我，不可以靠近那片蔷薇，否则被误伤了，父皇也不会替我做主的。看，我就说吧，某些人心怀不轨吧。你看他那双眼睛，都快长到玄表哥的身上了，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眼睛长在别人身上，你能管得了吗？再说长得好看，不就是让人看的吗？你是个女人吗？吃醋这种事儿，你到底懂不懂啊？懂不懂啊？不懂。哎，我怎么就交了这么个猪队友啊？哼，死丫头，先让你得意一会儿，看宴会结束之后，本姑娘不把你打得满脸桃花开，把脑袋打开窍。对，打到脑子开窍为止。快看快看，雪儿，那个贱人好像又在向玄表哥献媚了。一个如火，一个如冰，有那么点意思。这人搞什么鬼？他还嫌梁冰恨我恨得不够是不是？你来干什么？给我拉仇恨吗？你确定你此刻不是在向众人招式，
未来的太子妃是个酒鬼。酒鬼？什么意思啊？我只是喝个果汁而已，怎么就成酒鬼了？哼，谢谢提醒。我虽然用的是酒杯，但是本姑娘很清醒的知道，我喝的是果汁。可笑，北燕国堂堂的未来太子妃，竟然连果酒和果汁都分不出来。这是酒？不可能！你真以为我是傻子啊？切，你是不是傻子还用得着我以为吗？明眼人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吗？我去，这家伙脑子有病吧？瞧这一副欠揍的样子，好好说话能死人吗？哼，本姑娘爱怎么喝就怎么喝，您太子殿下看不顺眼可以不看啊，本姑娘又没求你关注我。玄王殿下，真是太巧了，您来这桌是来找冰儿的吗？不是。哦，其实是不是都没有关系啦。这杯酒是冰儿代替我们西夏国特意敬玄王殿下的，感谢玄王殿下前些日子不辞辛劳将冰儿接过来，还请玄王殿下给我们西夏国这个薄面。哟，这个梁冰看起来也没有表面上那么蠢啊，这不是挺会迂回的吗？欧阳志玄不理他就搬出西夏国，这下没理由拒绝了吧？难道他想与整个西夏国为敌吗？哼，不是在我面前很嚣张吗？很会装高傲吗？看你这次怎么办？唉，有好戏看喽！这哪是什么酒啊，这分明是一杯合欢散啊！哎，怎么，雪儿这是在心疼我这个未来的夫君吗？知道夫君今天肠胃不舒服，有意要代夫君喝，是不是？天哪，这家伙一笑实在是太帅了，让我要怎么拒绝呢？雪儿，你没事吧？夫君知道你是好心，但是怎么可以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夫君我可是会心疼的。再说了，夫君的身体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了。这个我想等到洞房花烛夜，为夫会让你深有体会的。去你大爷的欧阳志玄，你是谁的夫君啊？竟然敢大言不惭的占我便宜啊！你们，我先前得到的消息不是说欧阳志玄并不满意陆亦雪这个未婚妻吗？可是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大哥和大嫂可真是秀的一手的好恩爱啊，瞧把我们梁冰公主给惊吓的。大嫂，你竟然喊她大嫂？对啊，这位陆小姐就是我们未来的大嫂呀。梁冰公主可能有所不知，我们大哥大嫂虽然没有成亲，但是感情却是一直很好的。早就听说未来的大嫂贤良淑德，今日一见陆小姐，果然名不虚传呀。弟弟刚才可都看见了啊，大嫂刚才担心大哥的身体，在替大哥喝酒呢。大哥可真是好福气呀，能娶到这么事事为您着想的嫂嫂，可真是让弟弟羡慕哟。去你大爷的，这兄弟俩都有病吧？今天这是合着伙欺负我呢？这是唯恐天下不乱吗？就怕梁冰会没有杀我的心是吧？陆亦雪，你不知羞耻，还没有成亲就让别人叫你大嫂，你才不知道羞耻呢！一个大姑娘家家的跑到另一个国家来勾引别人的男人，还有理了你？雪姐姐早就和玄表哥订婚了，怎么就不能喊嫂嫂了？我相中的就是我的男人，他要是有本事自己看好就行了，只要别人能勾引走的就不是他的男人。呸！臭不要脸的狐狸精，不知害臊！你才是狐狸精，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又没有抢你的男人，关你什么事儿？嘿，本姑娘今天就看不惯了，有本事你来打我呀！打就打！英姐姐加油！英姐姐加油！打他！对，使劲打他！别看了，走。喂，你要带我去哪儿？婴儿还在那儿呢。你想留在这里，一会儿让人看你的好戏。看戏？看我的什么好戏啊？你说呢？啊，你干什么？啊，好烫！糟了，这是毒药要起效了，得赶紧吃解药。走。你要干嘛？婴儿为了我在和别人打架，
你却让我这个时候走，多不讲义气啊！你以为你待在那里能帮得上忙，还是又准备像上次那样，让对方脸上再起几个麻子？你既然都知道，可是就算帮不上忙，我也要在那里为婴儿加油助威。万一他打不过了，有我在总不至于。你觉得在皇宫里打架，父皇会让婴儿吃亏？貌似也是啊。我怎么把地盘这事给忘了？怎么说，婴儿也算是在皇宫长大的，那个梁冰可是个外来户啊！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吃了解药了吗？怎么头会越来越晕了呢？好吧，我这个状态好像真的不适合回去帮忙，还是先打道回府吧。喂，欧阳志璇，你是不是有些过分啊？我都替你喝了毒酒了，你怎么都不感谢我，还一直拉着张驴脸装神弄鬼的，你这是给谁看呢？喝毒酒？你确定你是主动的？哼，我是不是自愿的，他不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吗？竟然还在这里明知故问。喂，你这人真是好没良心，不管是什么情况，我好歹喝了那么多毒酒，你瞧瞧你这态度，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你确定你现在的状态比我中了毒强？我现在怎么了？我刚才已经吃过解药了，没吃解药的是你。你这记性可不行，是不是喝醉了？啊，对啊，我刚才已经吃过解药了，为什么头还这么晕呢？难道是吃错了？啊，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呢？你现在这是醉酒。醉酒？哦，对了，我怎么给忘了？我可是一沾酒就醉的。啊，今天晚上喝的貌似有点多了，这果酒的后劲可真大，我这好像是喝多了。所以说某人那个笨呢，知道吃解毒药的解药，竟然就不知道吃颗解酒的解药。你这副醉相比中毒又能好到哪儿去啊？啊，也是啊，我怎么就把解酒丸给忘了呢？我想起来了，我再吃颗解酒丸不就行了吗？啊，这药怎么都长得差不多啊？你说哪颗是解酒的呢？这颗还是这颗呀？哎，要不都吃了吧，总有一个能解酒。哎，我真是太聪明了。赶紧放下，傻丫头，你是想把自己毒死吗？我的头！欧阳志璇，你欺负人！我帮你喝了毒酒，你竟然还欺负我！闭嘴！欧阳志璇，我的脑袋撞破了，撞了个大洞，你竟然还让我闭嘴！我告诉你，你得赔我！别闹了！我脑洞开了，你还大声骂我，你这个坏人！好了好了，别哭了，你脑袋没有洞，好好的。有，上面撞了个大洞，不信你看看，你得帮我补好。好好好，没事了啊，我已经帮你补好了。啊，真的吗？补好了吗？你真好，欧阳志璇，你又变成个好人了。雪儿，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满意吗？很满意啊。哦，都有哪些满意啊？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婴儿啊，我告诉你，婴儿可好了，什么都为我着想。他害怕那个西夏国的那个公主叫梁什么的。哦，梁冰，对，梁冰。他怕他以后会欺负我，就说日后他还要帮我找他算账呢。我是谁啊？我才不用婴儿帮忙呢。我下次只要再用一点点的小东西，就能让那个梁冰半个月下不了床。我是不是很厉害啊？厉害。那其他方面呢？还有什么满意的？其他的呀，师傅也对我很好。我一开始还不想做他的徒弟，可是现在我才知道，我这个师傅可真是拜对了。师傅对我就像父亲一样，不，
准确的说，比父亲还要好。他说别人欺负了我，让我什么都不要管，只管欺负回去。出了天大的事，他都帮我兜着。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梦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有那么一个男人，他那么高大，那么伟岸，他永远都是我的靠山。他会对我说，孩子，你什么都不用管，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出了事老子给你顶着。现在我的梦终于实现了，终于有人对我这样说了。你说师父是不是比父亲对我还要好？我现在感觉真的好幸福。其他呢？其他还有吗？其他没有了。那你为什么不想做太子妃啊？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尤其是那个什么欧阳志玄。其实啊，就欧阳志玄那个种马，鬼才想嫁给他做太子妃呢。你不知道，从小到大我是有洁癖的人，别人用过的东西我才不要用呢，更何况是个男人呢。你竟然当真了？其实我是骗你的啦。你要听真实的原因吗？其实从小时候开始，我就比别人少得到好多的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今后自己的另一半一定要对自己一心一意的好，他只能属于我一个人，除了我，他不能有别的任何女人，当然我也只会属于他。如果呢，他的爱有一丁点的不纯粹的话，那么这样有瑕疵的爱情我宁愿不要。所以就这样，我苦苦暗恋一个男孩好多年。你知道吗？那段时间多少次在梦里，我想象着自己嫁给那个男孩后该是多么幸福的样子。可是我又害怕他给不了我想要的爱，因为他们都说其实他有喜欢的女孩，所以我从来不敢说出口，更不敢向他表白。后来过了很长时间，那个男孩忽然对我说，其实他也喜欢我。我当时很高兴，我以为我们就要在一起了，可是一不小心我却把他给弄丢了。我睡了一觉，醒来了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了。我再也不可能找到他了。他不愿意做太子妃，他竟然心里早就有喜欢的男人了。主子，到地方了。太子殿下驾到，有失远迎。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哎呦，殿下息怒，小女失礼了，竟然劳得殿下您亲自。哎呀，这个雪儿真是太不像话了。要不草民……是我让他喝的。是，草民知道。公子，小姐已经安全回到府了。怎么样？雪儿她没出什么事吧？我怎么听说她好像喝醉了？没什么事，只是小姐喝醉了，在马车里大哭了一场。哭了？怎么回事？欧阳志玄欺负她了？这倒不是，因为附近高手多，属下离得有些远，只是隐约听到小姐哭着，好像说什么她一直喜欢一个男人，不敢说出口，然后一觉醒来把人弄丢了，她再也找不到他了。真的吗？雪儿是真的这样说的？是的，属下听得很真切。我知道了，你下去吧，记得继续保护好小姐。是，公子。雪儿，你再等等我，我很快就会把你接出来的。头好痛啊！哎，小姐，你终于醒了，是不是很不舒服？
要不先把汤药喝了吧？珍珠，我好难受。现在什么时辰了？小姐，现在已经午时了，咱趁热把药喝了吧，奴婢都热了4次了。珍珠，这到底是什么药啊？你这不会是随便弄碗药，想把你小姐给毒死吧？小姐，您想的可真是多，奴婢哪有这本事啊？这是樊院使刚才过来专门为您开的呢。什么？师傅，他老人家怎么过来了？是呀，不仅樊院使来了，一上午老爷也来看了您3、4次了，看您一直在睡着，就没有打扰您。父亲也来了。对了，珍珠，昨天我是怎么回来的？昨天？您不是坐马车回来的吗？您不记得了吗？我知道我是坐马车回来的，可是上了马车的事，我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是想问，是我自己走回的房间吗？是太子殿下把你抱进来的。啊？什么？真的是那样？竟然是欧阳志玄那个种马抱我回的房间。珍珠，你确定你说的不是梦境？奴婢确定。欧阳志玄你丫的，竟然趁我喝醉占我便宜，看下次再见面，本姑娘不一碗毒药毒死你。那你呢？当时在哪儿？怎么没有扶着我回房间呢？奴婢当时在马车外面坐着，都没有来得及，太子殿下就将您抱出来了。什么？一路上你竟然坐在马车外面，让我和那个种马独处？珍珠，你说你是不是傻呀你？怎么可以让你小姐我和一个色狼独处呢？小姐，奴婢还熬了粥，你不吃了，气都被你气饱了。小姐，您要生奴婢的气，或是想打奴婢，也得先把粥喝了呀，这样您才能有力气打奴婢，不是？算了，这件事是欧阳志玄的错，和我又没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自己惩罚自己，饿着自己？今天这个粥包得不错，下次还这么包。是，小姐。雪儿，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事儿啊，这么高兴？我记得自从那位荣公子走后，婴儿可是好久没这么兴奋了。哎呦喂，我的穆大小姐，咱能不能有点大家闺秀的风范啊？您这是不是在练铁头功啊？动不动就被你撞在地上，我这老腰都要被您撞断了。雪儿，没撞坏你吧？对不起，对不起。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啊？大早上你火急火燎的就来了，快说，说完我还得去百药园呢。当然是天大的好消息了，雪儿，你知道吗？皇上过几天就要进行秋季围猎了。秋季围猎？哦，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我们也可以顺便去玩啊。我跟你说啊，秋季围猎可好玩了，以前每年我们去的时候，那是穆大小姐你，我怎么可能会去呢？雪儿，你最近是不是变得更傻了？你是未来的太子妃啊，能不让你去吗？怎么又拿太子妃说事儿啊？咱能不能不提那个啊？好，不提太子妃。不过我跟你说，这次秋季围猎你必须得去，这可是皇上钦点的。皇上？为什么呀？再说你怎么会知道皇上点没点我？我当然知道了，因为本姑娘昨天进宫了，然后又见到了皇姑父，皇姑父亲口和我说的呀，让我叫着你和威尔，我们都一块儿去跟着围猎来着。是你主动和皇上提的，要带上我？这事儿我还真不冒充这个好人，确实是皇姑父钦点你的，和我皇后娘娘可没有半点关系的。不过雪儿，你为什么不想去围猎呀？多好玩啊！还能为什么？当然是不想见某人呗。某人？是玄表哥吗？嗨，原来是这事儿啊！我当是什么呢？你大可放心，你这会儿啊，就是想见也见不着他。听威尔说，他这段时间都不在上京，中秋宴第2天就出去了。啊，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高兴了吧？那走吧。走？去哪儿？当然是置备去围猎的行头啊！我们总不能两手空空的去吧？哦，好吧。珍珠，你让陆明去百药园送个信，就说今天我休半天的假。雪儿，好了吗？你怎么这么懒呀？现在才吃早饭？
我的穆大小姐，麻烦你看清楚，现在才刚过卯时，是某些人今天像打了鸡血一样起早了，好吧？好，别管早了晚了，你收拾好了吧？我们快走吧，还得去皇宫那里集合呢。英儿，你以前每年都参加围猎吗？到那里有多远的路程？我们要去几天啊？怎么还没有出去你就想家了？那倒没有，主要就是好奇呗。我告诉你啊，路且远着呢，什么时候天快黑了咱们就到了。啊，那么远呢？这马车里这么闷，你待得住吗？那是当然待不住了。要不一会儿你陪我偷偷出去骑马吧？啊，这样不太好吧？哎呀，没事儿，待会儿等出了城，到了山脚下的时候，我知道一个小道，从山上穿过，比大道足能节省1个多时辰的时间呢。这靠谱吗？你怎么知道的？再说那条小道走着安全吗？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种小道啊，当然是二哥发现的。你放心，安全的很。往年围猎，二哥都是带着我从那条小道过去的。哎呀，可惜啊，现在二哥也去军营了，就彻底没人陪我了。哎呀，雪儿，你就陪我去吧。到时候我们让马车跟着大部队走，别人是不会知道我们偷偷溜出去骑马的。你就陪我去吧。哦，好吧。雪姐姐，英姐姐，威尔，你这个小鬼丫头怎么来了？母后怕我一个人闷，让我来找你们的。好吧，那你一会儿可要乖乖的听话，知道吗？无论让你做什么，你都不能出声反对。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这就把你还给皇后娘娘。好吧，我明白了。英姐姐、雪姐姐，你们一会儿是不是要做什么呀？这个你不用管，你只管乖乖的坐在马车上就行了。至于我们做什么，你看到也要装作不知道，听到了吗？你们要是带着我就不说；如果你们不带我的话，哼，我就去告诉母后、父皇还有太子哥哥。你个麻烦精，你现在就给我下去！英姐姐，你欺负我！雪姐姐，英姐姐她大人欺负小孩子。雪姐姐，你是最美丽善良的姐姐，你一定要给威尔做主啊！好了，威尔不哭。你英姐姐刚才逗你玩呢，她那么疼爱你，怎么会舍得欺负你呢？还是雪姐姐你最好。那雪姐姐，一会你们出去玩也带着威尔好不好？你放心，威尔肯定不会向太子哥哥告状的。这个鬼丫头简直要成精了，柿子挑软的捏啊！看斗不过婴儿，又开始对我威逼利诱了。哼，你现在赶紧去告诉你的太子哥哥吧，麻溜的，让他明天就提出退婚才好呢，我还巴不得呢。雪姐姐，你不喜欢太子哥哥吗？你觉得呢？我为什么要喜欢他？就因为他是太子吗？雪儿，你看到了吗？前面就是我说的那座山，大部队待会儿要从山脚下绕过去，而我们骑马直接从山上穿过去，就直达目的地了，能比大家早到1个多时辰。哦，可是如果我们这身装扮骑马的话，被人碰到了怎么办？这个还用你考虑啊？我早就准备好了2套小厮的衣服，一会儿回马车换上就行了。然后我们先躲到旁边草丛里，等大部队走了，我们再出发。2套？哦，原来你早就有预谋，想把我拖下水。雪姐姐、英姐姐，你们在说什么呀？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呀。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刚才吃饭的时候不是说吃过饭就去找皇姑母吗？怎么又回来了？我不放心你们，又回来了呀。我去，我们哪里需要你担心了？你就是个麻烦精，拖油瓶，你又没带衣服，你说一会儿怎么带着你啊？哦，好吧。这丫头怎么就……行了，不管她了，我们先去马车换上小厮的衣服，然后等马车快走时，赶快躲起来。可是马呢？没有马，我们怎么办？我已经安排好青梅了，一会儿他会给我们送过来的，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赶紧继续换衣服，晚了就来不及了。青梅，我们在这里，怎么样，满意吧？跟着姐混没错吧？干得不错，给你点个赞。等着吧，刺激的还在后头呢。走起！
英姐姐，雪姐姐！我去，这丫头不是刚才甩掉了吗？怎么又忽然出现了呀？英姐姐，雪姐姐，你们等等我！你不是跟着皇姑母走了吗？怎么变成这身打扮了？嘿嘿，不错吧？是浩哥哥帮忙找的啦。嫂嫂，婴儿。哎，浩哥，你怎么来了？是你领着小鬼头来的？有点礼貌没有？叫表哥好吧？只比我大了一天，想当我表哥，你倒有那个本事啊！哟，大一天也是我大呀，有没有那个本事，不比试怎么知道呀？比就比，你说吧，怎么比？看到远处的那棵黄杨树了吗？谁先跑到算谁赢，怎么样？好啊，来吧！1、2、3，开始！浩哥哥，英姐姐，你们等等我们呀！雪姐姐，我们怎么办？没事儿，我们两个慢慢骑，走吧。我赢了，快叫表哥！刚才你说的，只要赢了你就叫表哥。什么你赢了？是你使坏了，我刚才还没有开始你就跑了。是你自己跑得慢，这也怪我呀。当然怪你了，口令是你喊的，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当然不算了。那你说口令该谁喊？起码应该是我们以外的第3个人喊。嫂嫂你喊。雪儿你喊。先说清楚，这次跑的算不算？当然算了，只要不是你喊的就算。开始。雪姐姐，走吧。威尔小心。雪姐姐，别怕，看来今天在劫难逃了，必须殊死一战了。雪姐姐，你先走，顺着小径去追婴儿和浩王爷，我有办法脱身。流云，小公主就交给你了，保护好她。该死，竟然有人在暗处，看来今天的一切都是有人事先安排好的，有人想要我的命。蛇蝎女人真是最毒不过妇人心。皇上，奴才已经调查清楚了，毒蛇和猛虎根本不属于这片丛林，是有人故意将他们引到了这里，意图谋害薇公主和陆小姐的。放肆！看来这事儿和梁兵脱不了干系。皇上，请息怒，请息怒。啊，我这是在哪里？怎么好像皇上也在这里？来人呐，去把西夏国随着梁兵来的人中，可能与此事有关联的，统统给我处理了，然后把那个梁兵给我遣送回西夏。啊，皇上三思啊！皇上还请三思。臣妾也觉得此事有些欠妥。那梁兵毕竟是西夏国公主，此次还带着3个城池，臣妾觉得此事还是应以大局为重。她西夏国公主怎么了？朕的雪丫头，难道就是谁想欺负就可以任意欺负的吗？父皇，儿臣知道你是为儿臣和雪儿着想，但是此事到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梁兵公主所为，所以儿臣也建议父皇对此事能够三思而后行，并且儿臣觉得，就算雪儿此时醒过来的话，也肯定希望父皇能够以大局为重。哼，什么叫没有确凿的证据啊？明明我最后一刻看到的很清楚明确，就是梁兵那张邪恶的脸，好不好？还有，你个种马太子，凭什么代表我发言？你怎么就知道我不希望皇上他老人家麻利的杀了那个贱人？哼，皇上，草民也请求皇上三思而后行，一切以大局为重啊。我们雪儿毕竟是一介庶民，对方则是他国高贵的公主，身份，哼，我们雪丫头是未来的太子妃，未来的一国之母，她梁兵一个公主算什么东西？算了，既然如此，此事就日后再议吧。樊老头，你不是自称医术天下无双吗？雪丫头可是你的徒弟，你的本事呢？这么多天，人为什么还没有醒过来？皇上息怒，老臣正在努力。雪丫头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相信很快便会苏醒的。很快苏醒，很快苏醒，这话
朕都听你说了无数遍了，可是结果呢？人不是照样在那躺着？朕现在就告诉你，你可要小心你的脑袋了。如果雪丫头再醒不过来的话，朕看你的脑袋也该搬家了。皇姑母、皇姑父，雪儿醒了。真的吗？可是朕看着怎么和刚才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啊。哎，真的动了，真的动了。刚才小姐的右手指也动了一下，奴婢刚才也感觉到了。醒了，真的醒了。雪姐姐，你终于醒了，吓死威尔了。好了，威尔别哭了，你雪姐姐醒过来是好事，以后啊，她就又能和你玩了。醒过来就好，醒过来就好啊。樊老头，赶紧给看看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回皇上，雪丫头已无大碍了，只是什么？快说！朕告诉你，别以为雪丫头醒过来你就没事了，治不好她，落了病根儿，你的脑袋照样得搬家。只是身体虚弱，现在尚需休养。哦，你个樊老头可真是属莲藕的，浑身的心眼啊！这是在赶朕走是吧？皇上息怒，皇上息怒啊！老臣完全是为雪丫头的身体考虑的。好了，朕才来的跟你这个糟老头一般见识。人既然已经醒了，大家就都散了吧。婴儿和珍珠啊，你们两个先陪着雪丫头，为师亲自去熬药。小姐，你终于醒了，您再不醒过来，奴婢也不要活了。雪儿，你这个死丫头，我知道我贪玩，那天不该抛下你，可是你要是生气了，你惩罚我呀，你自己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是个什么意思呀？好啦，本来就长得不漂亮，这一哭更丑了，小心将来更嫁不出去了。好你个臭丫头，竟然还嘲笑我，本姑娘就不嫁，一辈子都缠着你。得了吧，我现在都变成这样了，您老人家还是饶了我吧，求求您赶紧把自己嫁出去，去缠别人吧。反了天了，你还真敢嫌弃上我了，看本小姐一会儿不把你打得满脸桃花开。婴儿，我不就贪睡多睡了一觉吗？你们俩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睡一觉？小姐您知道您这觉睡了几天吗？几天啊？8天呢。小姐，你生生睡了8天呀，要不是樊院士每天硬灌一碗汤水撑着，奴婢都把小姐您8天不应该啊，我感觉也就睡了一觉的事儿啊，怎么会这么长时间呢？是呀，现在已经是第8天的午时了，你生生睡了8天呢，不仅我和珍珠，连玄表哥都在这里陪了你8天呢。欧阳志玄，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哼，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对了，肯定是害怕我如果突然死了，皇上因此处置了那个要和他和亲的梁冰公主，那就影响他成为驸马爷的大计了吧？刚才趁我昏迷的时候，话里话外不都是对那个梁冰的偏袒吗？哼，什么证据不确凿？凿你个头！就算确凿了，恐怕为了那3座城池，你也舍不得处置那个麻子公主。切，欧阳志玄，就你那点小九九，还当别人是傻子不知道吗？婴儿，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皇家围猎场啊，因为你受伤一直昏迷不醒，这场秋季围猎都被皇上取消了。后来樊院士说你不能颠簸，所以大家都在这里没有回圣经。哎，雪儿，你怎么了？你现在不能乱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我想看一下我的身体是否还健全，我的腿脚还在不在？健全？腿脚？雪儿，你怎么了？一切都还在啊，你放心，都在呢。都在啊，那就好。珍珠，我的腿怎么了？哦，小姐，你的腿没什么大事儿，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珍珠，你确定我的腿没有少一块肉什么的？
对了，莹儿，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你去的时候，难道那个老虎真的没有在咬我？雪儿，你要是想责怪我，你就明说。我知道这事儿怪我，都怪我贪玩抛下你，结果在你有危险的时候没有及时出现救你。原来不是你救的我呀。那天等威尔找到我们的时候，我和浩表哥当时在另一边山脚下等着你们，我们根本就没想到你们会遇到危险。那然后呢？你们到山顶的时候，我当时什么样子啊？等我们3个赶到山顶的时候，就只有一条毒蛇和一只老虎躺在那里，哪里还有你的踪影啊？可把我们3个吓坏了，在山上找了半天，天黑了也不敢回去。最后是黄姑父派人找到我们，说你已经被玄表哥救下，送到帐篷里了，不过生死不明。啊？怎么可能是那个人救的我？难道最后昏迷时刻闻到的那股檀香味儿不是我的错觉？小姐，您真的没事吗？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啊，我没事。那照这样说的话，我应该没受什么重伤啊，为什么会一直昏迷不醒呢？小姐，您都不知道，您腿上中的那针可是剧毒，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要不是樊院士，恐怕您这次也要……哎，好了好了，怎么都变成林黛玉了？我这不是还有口气儿吗？小姐，你讨厌，又逗奴婢。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再哭哭啼啼的了。药熬好了，去给你们小姐端过来，让她趁热喝了。还有你这个丫头，内疚就用到实际行动中去，去看看粥熬好了没有，顺便给雪丫头盛一碗过来。师傅，雪儿都知道了。雪儿这次中了这么剧烈的毒，多亏了您，要不然雪儿肯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你这丫头，哎，让为师怎么说你呢？上次说你还是不听，这次长教训了吧？关键时刻对敌人的心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以后可得长记性了啊！谁要是想要你的命，你就先要他的命，知不知道？是，雪儿记住了。不过师傅的救命之恩，雪儿没齿难忘。哎呦，傻丫头，怎么又掉金豆豆了？其实呢，救命这事儿还真不是师傅我的功劳，要不是欧阳志玄的那味灵药给你服用的及时，等你回来的时候，恐怕就是大罗神仙也都救不了你了。欧阳志玄的灵药？师傅，您是在逗我玩吗？欧阳志玄那能有什么灵药？是你这儿没有的？小姐，药好了。哎呀，这个你就别问了，日后自然会知道的。一会儿先把药和粥都给喝了，好好睡上一觉。在想什么呢？身子还没有休息好，不要太费神了，想一些莫须有的事情。是父亲，女儿不孝，让您担心了。嘿，傻孩子，和为父还客气什么呀？当父亲的为女儿操心，还不是应当应分的呀？是。孩子，为父知道你其实心里不舒服，但是咱们只是普通老百姓，那梁冰是西夏国的公主，咱得罪不起呀。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咱们这次放了人家，想必人家日后总不至于以怨报德吧？我去，要不要这么鲜明的对比啊？是，父亲，女儿明白的。好孩子，明白就好。奴婢参见太子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雪儿啊，你好好休息，为父明天再过来看你。是。话说，如果他不是太子的话，不妻妾成群的话，嫁给这样一个美男子，每天静静的看着，也很赏心悦目啊。看够了吗？啊？哦，这家伙果然是个妖孽，要不然每次我一看到他就容易走神。其实今天下午，如果你又是来为那个什么狗屁和亲公主求情的话，就算了，本姑娘不想听。再说现在我也没有能力伤害他，你完全可以放120个心。我困了，要休息了，还请太子殿下行个方便。
雪儿，快别装了，玄表哥已经走了，看谁来看你了。英儿，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二哥，你看看，你们的突然到来把雪儿都吓傻了。雪儿，你是不是病傻了？这是二哥和荣公子啊，你不认识了吗？哦，木二公子，荣公子，你们怎么来了？哎，没事，我们只是刚好路过，听说你受了伤，所以就抽空过来看望一下。现在看你已经无碍了，我们也就放心了。让二位挂心了，一点小伤不足挂齿。既然如此，我们也就放心了。哦，那我们先走了。二哥，你们这就要走吗？就连碗茶水都没有喝呢。不了，让别人看到了，对陆小姐不好。二位朋友的关怀之情，我陆亦雪心领了。日后二位若是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我陆亦雪定当涌泉相报。还请二位公子路上注意安全。其实我们也只是恰巧路过，陆小姐完全不用放在心上。雪儿，你先休息，我去送送他们。麻烦你了，嫣儿。嗨，咱们两个还客气什么？哎，小姐，穆小姐呢？她刚才说想喝粥了，让奴婢去取粥，奴婢这就取过来了。她人怎么走了？嫣儿那个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说风就是雨。这不，忽然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又着急忙慌的走了。这倒也是。小姐，要不您再喝点吧，这粥熬得可香了。好，你也喝一碗，待会儿好好睡一觉。看你那双眼都快肿成核桃了，要是再熬夜呀，今后估计都没人要了。小姐，你又打趣奴婢，只要小姐好好的，奴婢情愿一辈子不嫁人，跟着小姐。傻丫头，你以后会遇到喜欢的人，会有你自己的生活。奴婢不嫁人，奴婢永远跟着小姐。好啦好啦，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快点喝粥吧，喝完以后去美美的睡一觉。奴婢先伺候小姐喝完，奴婢再……让你喝你就喝，别啰嗦了。好吧，小姐，奴婢喝完了。不错，睡觉去吧。奴婢要先伺候小姐入睡后再……怎么还不去睡觉？你要是不听话，小姐我明天就把你赶走，信不信？是，奴婢听话，这就去睡。我去，我什么时候和他这么熟了？一言不合就暴走？喂，欧阳志玄，你蛇精病犯了，一声不吭要把我抱去哪儿？快放我下来！回圣经。回圣经？一二呢？皇上呢？父亲他们呢？都已经走了。都走了？其他人也就算了，英儿这个臭丫头也太不够义气了。昨天还一脸的内疚，在那情深意重的道歉，什么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抛弃我一个人。结果呢，我这刚一见好，就又被那个丫头成功利索的抛下了。可是就算要回圣经，我也可以自己下来走啊。你这豹子算怎么回事？那个太子殿下，您放民女下来好吗？民女可以自己走的。不行。欧阳志玄，我为什么要坐你的马车？除了我的马车，你想坐谁的马车？除了你的马车，谁的都可以。对了，珍珠呢？我来时坐的马车呢？肯定在这附近。想都别想。欧阳志玄，我还是病人，你就这样对待病人吗？我看你现在好得很，哪有病人像你这样精力旺盛？主子，事情已经办好了。主子放心，300-400人无一幸免，做得很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留不留线索都无所谓了，聪明人一想就知道是谁做的。是。天哪，300-400人呢，说杀就杀了。他是杀人狂吗？轻轻一句话就有300-400人要丢掉性命。我林亦雪下半生才不要与一个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人共度呢。不行，回去就得赶紧想办法逃婚。不装了？哪有，我明明刚睡醒嘛。你放心，刚才那些对话我一句都没有听见。哎呀，林亦雪你是猪啊，提刚才的对话干嘛？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唯恐别人不知道你偷听到了是吧？这下好了，如果欧阳志玄一怒之下选择杀人灭口，我不是惨了吗？真没听见啊？没有。
你尽管放心，那些机密的话，我肯定是必须的，完全没有听见。对了，欧阳志璇，昨天你为什么要护着那个梁冰啊？你明明不是不喜欢他吗？就为了那3个城池？你都听到了？是啊，完全听到了，尤其是你说的那一部分。哼，就要当面揭穿你虚伪的面孔，看你怎么解释。被我说中了吧？皇家的人果然生性凉薄，利益至上。你觉得梁冰会是幕后真凶？当然是他了，我当时都看到他的红衣服了，好不好？就站在不远处的树枝上，还有那些老虎毒蛇，根本不是那片树林里该有的，明明是有人引过去的。哼，不要告诉我这些常识，你这个太子爷会想不到。你觉得就凭梁冰，她一个异国公主，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人的能力能阻拦住那么多人？阻拦？阻拦什么啊？当时你一个人和猛虎蟒蛇搏斗的时候，几路人马上前支援都被成功阻止了。你觉得以梁冰一己之力能够做到？几路人马？不就陆府一路的人马吗？难道还有其他人？你暗中派人跟踪我了？你这个女人的思路就不能正常一点？这是我刚才那句话的重点吗？貌似不是。你刚才表达的重点应该是梁冰有同伙，或者说背后有人给他支招，并且这个同伙并不简单。不错，出门的时候总算还记得把脑子带上了。可是就算是这样，梁冰也算是直接行凶的人，你怎么可以就这样随便放过他？谁说我要放过他了？谁说的？你自己说的好吧？难道不是吗？难道是我听错了？听错了，我是说以大局为重。那结果不还是一个意思吗？不还是要放过他？不是放过。好吧，我等着，看你怎么不放过他。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哎，雪儿珍珠，你们听说了吗？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呀！这消息听起来真是太过瘾了。这到底是哪位神仙姐姐显的灵啊？哎呀，穆大小姐，到底什么事儿啊？你这都卖了半天的关子了，看把我们小姐给急的。到底什么好事儿？赶紧说出来，也让我们小姐高兴高兴。是珍珠你自己急吧？你俩的事儿可别扯上我。我对你们穆大小姐那些八卦可一点都不感兴趣。能有什么好事儿啊？该不会是婴儿又跑去哪儿出气了吧？总不至于像上次抽木山一样，他又跑到驿馆把那个梁冰抽了一顿吧？可是人家梁冰是个公主，戒备森严的，婴儿现在也没那个能耐啊。哎，雪儿，你还别说，这事儿啊还真跟你有关系。你真跑去驿馆抽梁冰了？嗨，哪儿用得着本姑娘动手啊？坏人作恶多端，当然自有天收拾。难道是那个西夏公主被雷给劈了？可是昨天明明没有打雷啊！哎呀，穆大小姐，您就快说吧，整的珍珠现在心里跟猫抓一样难受。急什么呀？憋半天不说，肯定是有道理的呀。这个消息说出来呀，肯定够劲儿。你这丫头有眼力劲儿啊！赶明儿你小姐要是不要你了，记得来投奔我穆大小姐哈。到时候啊，准保你跟着我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我这人还坐在这儿呢，你穆大小姐就这么光明正大的挖墙脚，真的好吗？嘿嘿，好了好了，不逗你们了。其实呀，是那个梁冰在昨天回京的途中骑马不小心摔断了腿。还有呀，什么摔断腿？那岂不是说麻子公主从今以后要变成茄子公主啦？聪明！还有更高兴的呢，那梁冰从东虞国带回来的随从什么的，总之啊，乌泱泱一大帮子人，起码得有300-400吧。昨天居然都离奇死亡了。300-400人离奇死亡？知道什么原因吗？怎么死的？据说好像是被梁冰他们从山林里引来的一种毒蜂给蛰死的。哎呀，可能是他们东虞人身上有我们没有的气味吧，所以回京途中召来了大批的毒蜂蜂拥而至，只蛰那些东虞人，结果几百人无一幸免，全部死翘翘了。
你们说说，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报应啊？就是，哼，让他心思歹毒，没事算计我们家小姐，这下好了吧？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要亲自收了他呢。那是自然，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被毒蜂蛰死，什么毒蜂能有这么大的能力？谁说我要放过他了？原来他真的说到做到。可是既然人家替我出了气，下次我要怎么感谢他呢？要不回头劝劝那个便宜父亲陆远，把财产多拿出来一些，支持他夺大位。还是这事儿比较靠谱。珍珠，糕点还有吗？再给我拿点儿。小姐，这天一日日的变冷了，您怎么大半夜的还不睡觉，还要吃东西呢？还不是这破天气，这么冷，害得我整日缩在屋里，哪儿都不敢去。这几天又给我睡得黑白颠倒了。小姐呀，得亏您还懂些医理，这大晚上的吃这么多甜食，对身体真的好吗？你就不怕吃胖啊？小小年纪这么爱啰嗦，太有管家婆的潜质了。哎呀，不怕，我还不到15岁，未成年人，还要长身体的。让你拿糕点，你尽管拿就是了，胖了也不会怪你的。话说，这每天吃的也不少啊，为什么某些地方就怎么吃也不胖，还这么瘦呢？不行，得想个办法，赶紧让他胖起来，这样穿衣服才好看。哟，小姐啊，您什么时候这么为太子殿下着想啦？谁为他着想？本姑娘以后能不能和他成亲还另说呢。我呀，以后要向这个杜若郡主学习。你看人家多有勇气，能够果断地放弃当皇后的诱惑，勇于寻找真爱。呸！我的傻小姐啊，你能别在这儿胡言乱语了吗？违抗圣旨，那可是灭九族的大事，你怎么没事张口闭口的就提啊？我看您呀，还是赶紧吃您的糕点吧，就剩这6块了，就想着您半夜会要吃的，特意给您备着呢。啊，还热乎着呢，你赶紧吃吧。对了，珍珠，那个夜宵这一块，你下次让周嬷嬷他们别再给我整这些糕点了，行不？啊，怎么了？今天做的糕点不好吃吗？我看您晚膳时不是还夸赞周嬷嬷这做糕点的手艺简直是食神级的水平嘛？唉，说好吃让做的是她，现在嫌弃的也是她。小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反复无常了？不是，我就是想换个口味而已。哦，这样啊，那行，明天你想吃什么口味的，写个单子，我交给他们给您照着做，不就行了？周嬷嬷见识多，你让她帮我做点像木瓜炖雪蛤、木瓜炖排骨，对，还有那个木瓜牛乳之类的。哦，知道了。木瓜炖雪蛤，木瓜炖排骨，木瓜牛乳。哎，小姐，您这几个甜品可一个也没有离开木瓜呢。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吃木瓜了呀？爱不爱吃倒是其次，关键是丰胸啊。木瓜的丰胸效果最好了。我嫌自己某些地方太瘦了，想让它吃胖一点，这样穿衣服才好看呀。小姐，您这理由也太惊世骇俗了吧？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咦，糕点呢？这么快就吃完了？不对啊，珍珠说不是留了6块吗？这么快就吃完了？难道我吃东西的速度又见长了？不对啊，我明明才吃了4块，剩下的2块呢？就算平时再迷糊，可是在吃东西方面，我可从来不含糊的呀。难道不小心掉地上了？天哪，什么时候进来个人啊？喂，欧阳志玄，你有病吧？你一个堂堂的太子爷，竟然深更半夜私闯女子闺房。私闯闺房也就算了，竟然还偷吃我的糕点。不夜探香闺，哪能听到陆大小姐您的豪言壮语啊？没想到陆小姐还有这么高远的志向。豪言壮语？你都听到了？惨了，连女孩子的那点秘密都被她听到了。妈呀，真是羞死人了。对了，她不会误会了吧？欧阳志玄，我可告诉你，
你可不要胡思乱想，我丰胸可不是为了你。我就说，这个蠢女人的思维从来就和别人不一样。你这是给本宫倒茶水呢，还是想趁机谋害本宫啊？对不起。哎，你就不能正常点吗？我挺正常的呀。正常的都你这样，那本宫就只能是不正常的了。还别说，你这人还真不正常。你看你，这大晚上没事儿的喜欢私闯个女子的闺房，这叫窥探别人秘密，知道吗？这是病，有病呢咱就得治，你不能讳疾忌医，明白吗？你……啊，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这深更半夜的跑到我这里干嘛来了？啊，我知道了，你是来还我帕子的，是不是？不是。不是，我看你手腕不是已经好了吗？这进了东西就得还呀。不过一个帕子而已，你堂堂太子爷可不能赖着。丢了。丢了？欧阳志玄，你可真行，竟然给我弄丢了！你怎么不把你自己弄丢啊？我不是还识文断字，自己知道回来吗？你，好吧，流氓其实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流氓？什么意思？得，懒得跟你解释，又不还帕子，那你来干嘛？饿了，找点吃的。你，好吧，这糕点你也吃了，茶你也喝了，本姑娘这闺房小，就不留大爷您了。不是，你到底想干？这什么人呢？深更半夜跑到我这里蹭吃蹭喝的，结果连句谢谢都不说，竟然就这么走了。哼，一言不合就玩消失，武功好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天爷，有这样一个奇葩的未婚夫，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算了，不想了，睡觉。哇，小姐，这木瓜牛乳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是吧？你小姐我现在是不是看着很迷人呢？那是，小姐您自己看看，您现在的身材呀，实在是太完美了。这该凸的凸，该翘的翘，再看看您这脸蛋，肤若凝脂，面若桃花。小姐呀，您现在哪是世间凡人呐？您简直就是七天玄女下凡尘。还七天玄女下凡尘，你这小丫头嘴越来越甜了哈，都学会花言巧语了。看我不把你这层虚伪的面纱揭下来。小姐，要不您还是快上来吧，一会儿要是来了人可就惨了。怕什么？这里荒山野岭的，哪会有什么人呢？来，你也下来玩玩，可舒服啦。不好，有情况啊！你别过来！你个臭流氓！你别过来！你快站住！怎么了？做噩梦了？你走开！你这个臭流氓，别碰我！别闹，别怕啊！一个噩梦而已。啊，不对啊，我穿着衣服呢。太好了，原来只是一场梦啊！啊，吓死我了，还以为自己要晚节不保了呢。对了，现在深更半夜的，他又跑来干什么？哎，欧阳志玄，你这是夜探香闺上瘾了是吧？昨天刚把你轰走，怎么今天又来了？醒过来了，没事了。醒了。你是聋子吗？我问你，为什么三更半夜闯我的闺房？你是不是……什么都先别说，赶紧穿好衣服，跟我出去一趟。出去？深更半夜孤男寡女的，我为什么要跟你出去？啊，欧阳志玄，你干什么呀你？喂，欧阳志玄，你懂不懂什么叫人权？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尊重啊？你深更半夜的把我掳出来，到底要干什么？别闹，先把衣服穿上，别受了寒。别闹，咱们两个到底谁在闹？深更半夜的，我睡得好好的，你把我掳出来，还不让我问为什么？哼，你不说清楚，我就不穿，干脆冻死算了，不是正合你的意。你确定要我帮你穿？哼，穿就穿，明明是你的错，我为什么要冻着我自己？好了，衣服穿好了。我尊敬的太子殿下，
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把我掳出来要干嘛了吧？看您这情形，你也不像是劫色的呀。你希望我劫色？怪不得刚才不愿意穿衣呢。你劫你个大头鬼呀你！欧阳志玄，你有病吧？不要告诉我，这大冷的天，你把我掳出来是为了逗我玩。快到地方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喂，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把我卖了，还让我帮你数钱吧？侄子，你们来了。人呢？都在里面的院子里，您随我来吧。老臣参见太子殿下，殿下千。老臣实在是该死，这大半夜的让殿下您受累了，实在是老臣。把一个中年人愁成这样，看来事情有些棘手啊。那些虚礼就不用了，人呢？现在在哪儿？在偏房，殿下请随我来。人在偏房，看来是有人病了，难道是为人治病？这个死人让救人就救呗，你倒是说句话呀！一路上打着哑谜是几个意思啊？哎呀，夫人呐，李姨娘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又是双生子，可怎么办呢？哎呦，这样下去，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呢。环儿，你一定要挺住呀！就算不为了自己，为了老爷和孩子，你也要撑着这口气呀。老爷已经去请神医了，一会儿就过来了，你再坚持一会儿。竟然是生孩子，貌似还是难产。这个欧阳志轩在开什么玩笑？我一个小姑娘家家的，对妇科根本就不懂啊。再说了，生孩子可不是闹着玩的，不像其他病症治不好可以拖个1天半天的，那生孩子可是拖1分钟就是几条人命啊。别怕，能治就治，不能治也无妨。哼，用得着你在这当老好人吗？这点常识还用你教我啊？师傅，您老人家怎么也在这里啊？丫头来了，你待会儿跟为师一块儿去医治病人的情况，一会儿为师跟你详细说。太子殿下，卢丞相，您二位先在这里等着，我跟雪丫头这就过去看看。时至现在，我们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还请卢丞相做好心理准备呀。那就有劳樊院士和陆大小姐了。卢丞相不必客气，医者救死扶伤是我们大夫的天职。雪丫头啊，拿着家伙，咱们走。卢丞相，我去，刚才那个形容憔悴、半头白发的中年男人，竟然就是鼎鼎大名的卢丞相，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雪丫头，一会儿进去以后，为师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什么也不用怕，只管放手去治，不用担心，出了事有为师替你担着呢。啊，师傅，我们现在要治的病人到底是什么情况？咱们现在要去治的是卢丞相的小妾。卢丞相空有一世英名，年过半百，膝下却只有一女。现在卢府里除了卢夫人，只有这一名小妾李环。李姨娘平素里身子虚弱，力气也不够，这一胎又很可能是个双生子，所以造成生产有些困难，折腾1天孩子都还没有生出来。大人呢，也是有一些出血的症状，待会儿你不用紧张，按照为师的吩咐做即可了。樊院士，您老终于来了，您赶紧想办法救救环儿吧。环儿她从今天辰时开始腹痛，一直折腾到现在，已经根本没有力气了。哎呦，卢夫人，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雪丫头，你现在跟着卢夫人进去，有什么情况汇报给我，一会儿你一切按为师的指示去做。师傅放心，徒儿不会让您失望的。去吧。师傅，病人体内有出血的现象，脉象浮而中空。卢夫人，把我刚才带来的那颗千年人参切一片，让李姨娘含上。哦，
还有抓的药熬好了吗？赶紧让病人喝下去。啊，刚熬好，我这就亲自喂李姨娘喝。陆夫人，药喂好了吗？啊，已经喂完了。雪儿，你现在打开小木箱子，最底层有个木质的听诊器，你把它放在李姨娘肚子上听一下，看能否听到胎儿心跳的声音。是，师傅。师傅，2个胎儿心跳都在正常范围内，没有问题。孩子胎位正常吗？正常。不应该呀，刚才明明各个环节都很顺利，怎么可能胎儿没有动静呢？难道真的有什么情况？你们几个可曾都有检查胎儿的位置，确定是头在下面吗？怎么，我问的问题几位很难回答吗？现在是人命关天的时候，任何一个错误的信息都有可能导致大人和孩子失去性命的，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如实作答。回陆大小姐，胎位确实是有些不顺。只是有些不顺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下面的胎儿应该是臀位吧？好像是的。你们是产婆，我们是大夫，但是我们大家今天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都想保住这母子3人的性命。可是现在呢，直到刚才那一刻，几位却还要把这么重要的信息捂着盖着不告诉我们，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想几位应该也很清楚，胎位不顺，别说李姨娘一个弱女子现在还没有恢复力气，就算让一个彪形大汉这个时候过来生，也不见得能生下来吧。可是各位刚才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在这里折腾浪费时间，而不去想别的办法，我实在搞不懂你们是何用意。薛丫头，咱们走。臀位孩子根本生不下来。樊院士，陆大小姐，您2位不能走啊！胎位不顺是我没有让他们告诉你们的，怕你们知道后就会不愿意出手相救。你们2位如果有什么气，就冲我老妇来吧。但是你们可千万不能就此走了。如果您2位都走了，那环儿和孩子们可怎么办呀？哎呀，卢夫人，您这当真是糊涂啊！我们在这里10万火急的抢救病人，可是您呢，却捂着这么重大的信息不说出来，这欺负我们雪儿年幼，对接生这事儿没经验。难道大夫就是神仙吗？折腾一下孩子就出来？对不起了，说李姨娘这事儿，老夫无能为力。雪丫头，出来，咱们走。陆大小姐，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好吗？这2个鲜活的生命，难道就这样轻易放弃了吗？剖腹产？陆大小姐，求求你了，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只要你能救活我的孩子们。为什么不试试呢？或许真的能救2个孩子的命呢。我有一个非常离奇，甚至可以说残忍的方法，就是打开你的肚子，取出孩子，这样有可能能救你孩子的命。但是我没有100%的把握，你愿意试一试吗？我愿意，只要有1成的希望，我都愿意试。可是这个做法对你很不利，甚至可能会加重你的病情，或者加速你的死亡，你也愿意吗？愿意。如果我努力了，仍旧没有留住孩子，那就说明我们娘仨没有缘分。大不了下辈子我们再做母子。如果我死了，孩子们保住了，那就证明我这个娘亲死的也值得的。好吧，你放心，我会尽全力一试，尽量让你和孩子能够团聚，好吗？现在我要出去想办法了，请您相信我，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等我一会儿，好吗？我相信你。哎呀，
小丫头，怎么才出来？磨磨唧唧干什么呢？走，赶紧走！师父，您且等等好吗？或许还有别的办法能够救李姨娘和孩子。师父，我想试试。什么？陆大小姐，您有办法是吗？那真是太好了。老爷，看来环儿和孩子们都有救了。老爷，陆大小姐说她有办法救我们的孩子呢。真的吗？陆大小姐，你有办法吗？二位先别高兴得太早。说实话，我对这个办法没有太大的把握。只要有办法，能试，总是还有一些希望的。陆大小姐不要有顾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无论成与不成，老夫都念陆大小姐这份情。对，陆大小姐尽管放心，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都会感激您的出手相救之情的。好吧，既然老丞相您应允了，那我心里就有底了。雪丫头，你真的有办法？师父，一会儿我再跟您细说。您现在帮我找一些烈酒，对这些刀具进行浸泡，想办法对他们进行消毒。陆大小姐，您这看个病拿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刀子干什么呀？对了，刚才我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说一下救治的方法，现在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的办法就是剖腹取子。剖腹取子？这是什么意思呀？哎呀，剖腹取子，顾名思义，就是用刀子把孕妇的肚子给打开，然后把孩子给取出来，这样就完事儿了。小丫头，你真的会剖腹取子？师父，说实话，我也没有做过，但是现在有一线生机，我们就不能放弃，不是吗？您现在也别问了，先把这些刀具用烈酒泡上，然后让卢夫人多去烧些热水，准备一些干净的白布。慢着，对不起各位，这事儿我不同意。什么？卢丞相，您不同意？为什么呀？要知道，刚才您老可是答应过的。可当时陆大小姐并没有说救人的方法是要把人开肠破肚这样残忍呀。您这不是卢丞相，我们现在要救的可是您的小妾跟孩子呀。您这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现在只有这个办法能救他们母子了。李姨娘本人已经同意，您怎么就忽然又不同意了呢？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岂能随意破坏？陆大小姐的做法实在是有伤风化，恕老夫不能同意。早就听说卢丞相是当世大儒，小女子今日看来也未必吧。你什么意思啊？儒家以人为本，讲究人治，把人字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而卢丞相你呢？为了所谓的区区一句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有伤风化，就残忍地将3条人命轻易扼杀了。试问卢丞相，您讲的仁义呢？您的人道呢？你这丫头！我怎么了？依我这丫头来看，卢丞相您现在的所作所为，与那些刽子手、杀人犯并无什么差别。卢丞相，亏您还一直自称当世大儒，就是不知道您这样误解儒家的思想，如果让孔圣人他老人家知道的话，在下面还待得住吗？会不会一气之下从古墓里爬出来，跟你好好的掰扯掰扯呢？你陆大小姐，求您再想想其他办法，救救环儿和那2个未出世的可怜孩子吧。卢夫人，这事儿您还真别求我，要求也去求您家老爷。如果李姨娘和孩子有个3长2短，那也是被他害死的。太子殿下，这，您要为老臣做主呀！一个是本宫的女人，一个是朝廷重臣。卢丞相觉得本宫应该站在哪边？俗话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卢丞相是大儒，这句话肯定比我们理解的透彻。卢丞相，您求太子殿下也没用，我知道太子殿下不会站在我这儿。哎，貌似有些不对啊。等等，
欧阳志璇刚才那句话，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好像是站在我这边的呀。今天这事儿，别说太子殿下帮理不帮亲，站在了我这边，就是您告到皇上面前，我也敢说，皇上不会给您服理的。我刚才说的那段话，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卢丞相，您讲究礼义廉耻，认为他一个小妾坏了你们卢府的规矩。可是在我眼中，根本没有所谓丞相府的公子或小妾。我只看到生死关头，一个母亲和2个孩子需要我去救治，只看到你眼里所谓的小妾，为了孩子，别说剖腹，就是拿他自己的命去换孩子的一线生机，他都眼不带眨一下的。可是，同样作为父亲的你呢？只为了区区一句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有伤风化，就轻易判了自己2个孩子的死刑。恕我陆亦雪年幼，书读得少，卢丞相的儒家思想我还真的看不懂，学不会，当然也不稀得学。好，雪丫头这话骂得好，痛快。老爷，蓉儿觉得陆大小姐说的有些道理，不如我们就让陆大小姐试试吧，万一把人救活了呢？夫人，你怎么也可以说这种话？你们这样不是让老夫我为难吗？想我们卢府是传承几百年的书香门第，自古以来是以文明礼仪著称，现在就突然冒出一个姨娘要被开肠破肚，败坏了家风，这让老夫100年以后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呀？小翠，怎么了？是不是皇儿出什么事了？夫人，李姨娘她皇儿怎么了？你快说呀！李姨娘她流了好多血，拿着把剪刀，她要自杀。自杀？为什么呀？再说，她怎么会有剪刀呢？奴婢该死，都是奴婢的错。李姨娘说，她感觉自己快不行了，说想剪2缕头发放在荷包里，今后为小公子们留个念想。奴婢就将剪刀递给了他，谁知他竟然拿剪刀剪破了手指，写了血书，然后对着自己的肚子还要自残。夫人，求求你，快去看看，救救我们姨娘吧！这个李环，这是到底要唱哪出？环儿，你千万别激动，傻孩子，有什么话咱好好说行吗？你这是做什么？快放下剪刀！夫人，环儿这事恐怕要让您失望了。环儿知道您菩萨心肠，只求您以后能善待我的孩子。您的大恩大德，来世环儿当牛做马，一定报答您。李环，你要做什么？不得胡来！老爷，你终于也来了吗？环儿今天对不住老爷了，让老爷您为难了。环儿现在只求老爷看在这1年来环儿服侍您的份上，答应环儿一个要求。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快放下剪刀。环儿求老爷休了环儿，重就环儿姨娘的身份，将环儿逐出府去。李环，你到底在胡闹什么？老夫平白无故，怎么可能将你逐出府呀？老爷，这是环儿写的血书，一会儿让小翠交给您，是环儿自动要求被逐出府的，想来不会对老爷的名声有所影响的。环儿想着，有了这张血书之后，环儿就不再是卢府的人了，与卢府彻底脱了干系，陆大小姐就可以为环儿剖腹取子了，也不会再影响咱卢府的名声了。老爷，你说是不是啊？
环儿，你这傻丫头，你这是到底要做什么呀？你这样让我日后到了地下，如何向蓝玉交代呀？老爷夫人，环儿这事是注定会开肠破肚，死无全尸。你们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如果老爷不同意让陆大小姐动手，那待会儿环儿就自己把孩子取出来。环儿什么都不求，只求孩子如果出来之后还活着，你们念在他是卢府骨肉的份上，能善待孩子。至于环儿，已经不是卢府的人，就请夫人看在家母的份上，到时候赏环儿一口宝棺，将环儿葬在乱坟岗吧。老爷，蓉儿听了您一辈子的话，今天也斗胆说上一句。老爷，那些礼仪家风是换不来环儿和孩子的呀。人一旦死了，就无法复生，就什么都没有了呀。蓉儿在这里带环儿和孩子们跪下，求求老爷了，求老爷您看在夫妻多年的份上，就让陆大小姐按她的方法对环儿进行剖腹取子吧。夫人，你这是……老爷，您要是不答应，今天蓉儿就不起来了，就跪死在这里。反正如果环儿和孩子们有个三长两短，蓉儿也不活了。蓉儿，你们……哎呀，这不是让老夫为难吗？哼，好一个当世大儒！事已至此，卢丞相，您竟然还如此的执迷不悟。卢婷，我看您这大半辈子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吧？以前我只是想着你迂腐，现在看来我错了。你们这些柔弱书生，原来才是世上最残忍的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看看李环，一个多么年轻鲜活的生命，你就忍心看着他这样在你面前消失吗？还有他肚子里那2个未出生的孩子，你一碰肚子，他们还会踹你、打你、和你互动，他们可是你的嫡亲骨肉啊！你却连他们来到世上的权利都要剥夺吗？你看看他们，你告诉我，在你的心目中，那些所谓的礼仪和风化，真的就那么重要吗？比你身边这些鲜活的亲人还重要？哼，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就不想想，如果孩子们因为你的一念之差而死了，到了地下，你的列祖列宗就会放过你吗？你对他们就交代清楚了吗？没想到平时看着事事迷糊，有些傻乎乎的丫头，关键时刻竟有这等魅力，把一个两朝重臣骂得像孙子一样。或许这等事也就这傻丫头敢做吧。要知道父皇有时候和卢丞相说话还要再三斟酌呢。卢夫人，请您赶紧让丫鬟和婆子们用烈酒浸泡这些刀具消毒，让下人们准备好热水和一些干净的白布。哎，小翠，你赶紧去。夫人，我这就是让人准备烈酒、热水和白布。那我呢，陆大小姐，我做些什么呢？夫人，您什么也不用做，但是有一件事我需要向您提前说好。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我需要师傅在旁边配合，如果师傅不在旁边照应着，这个手术仍然没法做。樊院使，为什么？因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我都要争取时间把孩子先拿出来，这样就会忽略大人。如果一旦李姨娘有什么突发状况，我肯定腾不出时间再看管她了。而如果李姨娘过程中有个三长两短，又会直接影响2个孩子的情况。好，一会儿一切收拾好后，就让樊院使进来吧。那卢丞相那边自有我去顶着，你们只管救治环儿和孩子们吧。只一条，此事
只限于你我、李姨娘和樊院使几人知道。没问题。只要卢府里的人不说出去，全世界的人都会以为李姨娘这胎是顺产的。李姨娘，我相信您会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下面我们要开始做手术了。现在没有可以给你用的麻药，所以待会儿您会很疼。而我们又没有其他的解决途径，所以您只能忍着，并且过程中您还要让自己尽量保持平稳的呼吸，因为孩子们还需要你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氧气，所以只有您好好的活着，您的孩子们才有生还的希望。我坚信您一定能坚持下来的，对吗？我不怕，我一定行的。陆小姐，真是太感谢您了，您真是我们卢家的大恩人呐。卢夫人不用客气，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医者的天职，只是李姨娘这2天也得小心护理，以免伤口被感染。是，我们一定尽心尽力照顾着。雪丫头，你这也累坏了，赶紧恢复休息，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为师吧。那就麻烦师傅了，雪儿就先回去了。那个陆大小姐，还有一件事需麻烦您。按理说这个要求我们不该提，但是还请您理解我们卢府的难处。卢夫人指的可是小公子出生之事。卢夫人放心，2位小公子皆是李姨娘顺产生下的，我陆亦雪从未到过卢府。太感谢陆小姐了，谢谢陆小姐如此善解人意。不是我们卢府不懂感恩，埋没了陆小姐的英名，实在是这事儿有点儿……这些道理我自是懂的，卢夫人不用刻意放在心上。我就先回去了，回头再抽时间过来查看李姨娘和2位小公子的情况。走吧。小姐，你没事吧？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不舒服？没有啊，你小姐我好得很，就是有些缺觉罢了。缺觉？小姐啊，您从昨天晚上都睡到现在了，这好好的怎么能这么贪睡呢？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呀？我的小管家婆，大中午的都快被你嘟囔饱了，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给我拿一些吃的吗？真是一点都不善解人意。也是，奴婢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你等着，奴婢啊，这就去给你取饭去。不知道李姨娘现在怎么样了，今天晚上得想办法再去看看她才好，只希望术后不要感染，让她安全度过这一关。到底换哪身衣服好呢？怎么颜色都这么亮呢？下次一定要让珍珠提前准备几身夜行衣才好，要不然这晚上出行也太不方便了，很容易就被人发现的。陆大小姐，您简直就是菩萨转世啊！是老天爷看到我们娘3个可怜，特意派您来拯救我们的，是不是啊？哪有，是你自己的坚强救了你和孩子，我只是做了自己的本分而已。你这刚做完手术，不能太激动，身子还需要好好调养，像一些大豆、红薯、鱼之类的都不能吃，知道吗？是，我们自是一切都听陆大小姐您的，一定将小公子和环儿照顾得好好的。可以走了吗？可以了。卢丞相，昨天的事实在不好意思。陆大小姐何出此言呢？这说起来，老夫还得好好感谢陆大小姐呢。昨天的事，陆大小姐一席话可是醍醐灌顶，骂醒了我这个梦中人。事后呢，老夫也仔细反省了一下，何为仁义礼仪？一切皆以人为本，如没有了人，一切也就成了空谈。卢丞相您这样说，真是折煞我这个小丫头了。我昨天也是一时情急，还请您多多见谅。陆大小姐过谦了，老夫已经想好了，2位小公子的名字，一个叫卢仁，一个叫卢礼。长大后要教导他们，永世记着陆大小姐您的这份恩情。
好像不太合适吧？这份礼也太大了吧？卢丞相客气了，既然无事，我们就先走了。真是辛苦殿下和陆大小姐了，还请您们慢走。脸部肌肉放松，嘴角微微上扬，看来某人此刻的心情还是不错的。看什么呢？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了？哪有什么鬼主意啊？真的没有？没有更好，那就算了。你别呀，也不是啦，是有那么一个小小的问题。说吧。那个太子殿下，您看我们现在接触这么长时间，也算是半个朋友了哈。那个婚约的事情，您就真的不能帮忙，通融一下，或者你提出个退婚什么的？这次反应并不大，说不定真的有戏呢。其实太子殿下，您不用太顾忌我的名声的，您只管按照最有利于你的方式公布就行了。只要不让我当那个什么太子妃，我就已经很感激了。还有，我再声明一下，我这绝对不是针对你，我是针对太子妃这个头衔。我是真的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太子妃。退婚也不是不行。真的吗？这么说你是同意啦？我是无所谓啦，反正你那边我想也应该没什么关系。反正你与陆远感情一直就不太好，更不用说庶妹和那些下人了，满门抄斩什么的肯定也没所谓了。什么？满门抄斩？欧阳志玄，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开玩笑？你觉得像吗？君无戏言这句话你真没有听过？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事儿啊，是父皇的意思。你如果不想抗旨不遵，满门抄斩，就只能乖乖接受了。我算是明白了，欧阳志玄，感情你的意思是，这个太子妃我是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这辈子就卖给我了是吧？也可以这么理解。欧阳志玄，你两面三刀，出尔反尔。刚才明明是同意了的，现在又反悔，你就是个伪君子。算了，林奕雪，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他一个官二代计较。你现在是来和他谈判的，一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那好吧，要我当太子妃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3个条件。一个不行，太少了，要不2个吧。一个好吧，一个就一个。既然说定了，下面咱们就要好好掰扯掰扯这条规定。我好好说，尽量说得清楚明白。当然你也要好好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可不想日后因为哪里没说清楚再与你纠缠。说。我的条件就是成亲后我不履行太子妃的义务。具体点。具体的说呢，就是大婚后我不会侍寝，不打理太子府的任何事务，你只需要给我提供住的地方，管我吃就行了。当然你也不能让你那些乱七八糟的美人来打扰我。怎么说呢，概括一下就是3不政策：不侍寝，不管事儿，不找事儿。这次应该很明白了吧？好吧。真的吗？你这次确定同意了？林奕雪，你简直太聪明了，竟然将最初的3条要求直接就归纳为了1条。欧阳志玄那个蠢材，是不是以为刚才的谈判自己胜利了呢？且让你得意吧，结果呢，还不是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过呢，我也有一个条件。你也有？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有？好吧，那你说吧，但是你的条件不能和我刚才的那条相悖。当然不会，我的条件是，这个秘密只能限于你我之间，不得有第3个人知道，并且在外人面前，也请你做好你太子妃的本分。嗨，这事儿啊，这是自然的，这些不用你叮嘱，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在外人眼里呢，我们肯定还是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妻，你尽管放心就行了。在外人面前，该给的面子我肯定会给足你的。小姐，红袖姑娘来了。哦，她怎么来了？稀客呀，
快请进。奴婢见过大小姐。不用客气，红袖姑娘过来可是有事？这里是2本杂技，前段时间别人刚送给老爷的，奴婢想着大小姐喜欢，特意送过来让大小姐看着解闷儿。红袖姑娘，这是受寒了吗？快快请坐，喝杯热茶。谢大小姐关心，奴婢这已经是老毛病了。啊，老毛病了，那可要好好看看了。年纪轻轻的落了病根，这可怎么行？其实我们小姐，紫墨轩那边也离不开红袖姑娘，想必红袖姑娘还有事，那我就不留红袖姑娘了。书房里的那些香料，还请红袖姑娘少焚些吧，对你的身体不太好。小姐，上次是奴婢不识抬举，还望小姐大人有大量，不和奴婢一般见识。红袖你不用这样，你到底有什么请求？还是你身体哪里不舒服？只要我能帮忙的，你尽管说就行了。奴婢可否请大小姐给奴婢诊次脉？这样啊，红袖，我们都是自己人，你不用这样，起来吧，我给你诊就是。你平时都有哪些症状？或者说是哪里不舒服？平时主要是手脚冰凉，特别怕冷，夏天倒是不怕热，还有……我想红袖姑娘的主要病症应该是宫寒，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妇人病，你不用太紧张，调理起来并不太难。大小姐，难道我没有其他病症了吗？怎么，红袖姑娘还有哪里不舒服吗？可是平素还有什么症状？这……看来真的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了，应该不是房事冷淡这么简单。红袖，既然你相信我，求我来给你诊治，这就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我也定当尽我全力给你治愈。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将所有的病症都毫无保留地告诉我，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所有的病因，从而对症下药。你这样吞吞吐吐，说一半留一半，我们大夫既不是神仙，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怎么可能会知道你具体哪里不舒服呢？红袖，你尽可放心，这里没有别人，只有我和珍珠。对于病人的隐私，我们肯定会守口如瓶的。我从来没有来过月事。一次也没有吗？那你有没有固定的在每个月的哪个日子会有腰酸或者肚子发胀不舒服的感觉？这个好像有过，每个月月初的时候都会有腰酸的感觉。红袖，你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过。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其实有这么一种女人，她们一生都不会来一次月事，但是她们照样可以生育。这种情况叫做暗经。真的吗？大小姐，您不是在安慰奴婢？世上真的还有我这种人？我真的不是怪人吗？是的，这种情况医书上面都有明确记载，我自然不会骗你。所以说，我依然认为你这么多年没有怀孕，其实是宫寒所致。我们只要把你宫寒这部分调理好，至于怀孕嘛，我想还是有可能的。大小姐，我真的还有可能会怀孕吗？那是自然，只要你按照我的吩咐吃药，注意饮食，并积极配合我做一些辅助的治疗，一切皆有可能。大小姐，您简直是菩萨转世，您说吧，奴婢一切都听您的吩咐。你什么也不要想，这段时间呢，只需要配合我，好好把你的身体调理好就行。首先，书房里的那些香，你是肯定不能再点了。是，奴婢回去就把那些香全都扔了。那就好。那，你先按照这个方子抓几副药吃着，然后再按照这个食疗的方子，这段时间多吃一些乌鸡益母汤、鹿胎膏等补养的食物。最后，你记得每天下午喂食过来，我会帮你用艾条温灸半个时辰。我想用不了多久，你的身体就会恢复正常的。大小姐，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红袖的再生父母。红袖这辈子一定当牛做马的报答您。红袖姑娘不必客气，其实我也一直很期盼红袖姑娘
可以为陆府再添一位小公子，这样我们陆家也就后继有人了。不错，这段时间效果很好，我再给你换个方子，你再吃上半个月，相信到时候身子恢复的就差不多了。真的吗？真的太感谢大小姐了。奴婢这段时间也觉得这气色变好了，身子比这以前轻快多了，也没有那么怕冷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所以这段时间你在饮食方面还要多注意，多吃一些温补的东西。是，奴婢自是一切都听大小姐的，这就亲自去抓药。红袖姑娘，可是还有什么事吗？大小姐，其实奴婢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哦，什么事这么神神秘秘的？但说无妨。不知大小姐可还记得你们回府的第一天，奴婢曾让人送过一碗汤。汤？难道是指初入府的那天，红袖和秦姨娘同时送来了一碗汤吗？难道红袖这是有料要爆了吗？是我和父亲刚回盛京的那天吗？当然记得。怎么了？可是汤里有什么秘密？怎么说呢？具体汤里有什么秘密，奴婢一时还真说不好。但是奴婢却经历过另外一件事，貌似与汤还有些关系。一件事与汤有关系？哦，什么事竟与汤扯上了关系？红袖姑娘，赶紧说说。想必大小姐应该也曾听说过，奴婢的身形和夫人有几分相似。当然，奴婢这样说并没有其他意思，还请大小姐不要多想。这是客观事实，我自然不会介意。红袖姑娘，只管如实说便是。说来事情还是10年前，当时奴婢刚入府不久，一直待在紫墨轩伺候老爷，和府里的人还不太熟。有一天晚上快子时，老爷方从外面醉醺醺的回来，奴婢看老爷喝了不少的酒，就想着去库房取些东西给老爷做碗醒酒汤，免得第二日醒来后他难受。奴婢出了紫墨轩，可能是天色已晚，又加上对府里的路不太熟，所以奴婢就迷了路。后来奴婢在府里转了半天，大约是来到了一个偏僻处吧。远远的奴婢看到一个婆子立在那里，似是嘴里念念有词，在对着空气拜着什么。奴婢一看终于碰到人了，心中大喜，并没有多想什么，正犹豫着想上前向婆子打听路的时候，可谁知那婆子看到奴婢却是大惊失色，她扑通一声跪在那里，一个劲儿地朝奴婢磕头，头都磕出血了。奴婢也是吓坏了，就提着灯笼愣在了那里，忘了说话，也没有离开。那婆子一看就更害怕了，这头不仅磕得更凶了，嘴里还一直喃喃地说着什么夫人您真的现身了，还请您大人有大量，饶奴婢一条贱命。说那些什么汤的事真的不能怪奴婢，奴婢也是有难言之隐，说是什么别人逼着她这样做的。还说夫人您要是觉得心里有冤屈，要想报仇就找那些害你的人好了，说这事真的不能怪奴婢。当时奴婢毕竟年幼，夫人离去的时间也并不长，所以奴婢吓得什么话也没敢说，就一溜烟的跑了。还有这种事？那红袖姑娘可还记得那婆子可有什么特征？这个嘛，还真有。那婆子磕头的间隙，奴婢曾经隐约看到那婆子额头上有一个很大的痦子。很大的痦子？那应该很好辨认呢。她现在可曾还在咱们府里？奴婢也是出于好奇，几日后曾刻意的去打听了一下，但是他们都说咱们府里并没有额头上有痦子的婆子，所以具体什么事奴婢也就不得而知了。什么？竟然没有这个人？是呀，奴婢也觉得很奇怪。虽然当时天黑，但是当天好像是15来着，月亮也很亮的。奴婢明明看到那婆子头上有一个很大的黑痦子的。那红袖姑娘后来可曾还遇见过类似的事情？后来就没有过了。
因为本来府里曾经伺候过夫人的老人就少得可怜，那婆子一走，见过夫人的几乎没有了，所以后来也再不曾发生过类似的事。大小姐回府那日，奴婢其实也是抱着试探的心理，想着先送一碗汤试试，结果发现后来果然有人也给小姐送了汤过去，奴婢也就只知道这些，不知道有没有帮上大小姐的忙。哪里，你提供的这些线索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雪儿已经很感谢你了。大小姐这是说的哪里话？奴婢说的这些，比起大小姐对奴婢的恩情，真是不足挂齿。大小姐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奴婢的，尽管吩咐，奴婢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既然无事，你先回去吧。珍珠，带我送一下红袖姑娘。是，红袖姑娘，还请慢走。显然事情的关键是那个带痦子的婆子，可是怎样才能找到她呢？对，冯管家，但愿他能认识这个人。小姐，我们现在要怎么办？珍珠，你去把冯管家找过来，就说我有急事找他。是，奴婢这就去。珍珠，小姐呢？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冯管家，小姐在屋子里呢，您老快随我进来吧。大小姐急召老奴回来，可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冯叔，您先别急，先坐下喝口水。嘿嘿，说起来都是珍珠的不是，没有让人给你老人家说清楚，害您受累跑了这一趟。其实呀，小姐找您过来，就是想向您打听一些事儿。一些事儿？到底什么事儿啊？冯叔，您可还曾记得，咱们陆府里以前有一个额头上长着一颗大痦子的婆子？头上有痦子的婆子？府里好像没这个人吧？啊，怎么可能会没有呢？冯管家，您老人家再好好想想。冯叔，您再仔细想想，好像是负责府里的汤药什么的，额头上有块痦子或者黑痣什么的。管汤药的，额头有痦子？嗨，小姐说的是李婆子吧？额头上有一块大的黑疤，说是年轻时候在老家与人发生冲突，打了个大口子，结果就留了那个疤。啊，真的有这个人啊？那冯管家可还记得那婆子在咱们府里具体是负责什么的？说起来，那个李婆子可是个了不得的厨娘，人看着呢也老实勤快，这个老奴倒是印象很深刻。记得当初夫人怀小姐时，食欲不好，吃什么吐什么，眼见一日一日的消瘦下去，这可急坏了老爷。后来老爷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个李婆子。你还别说呀，这个李婆子一过来，夫人的胃口登时就好了。我记得那李婆子最拿手的就是煲汤，煲出来的汤特别咸，但凡喝过的人都说好呀，也是很对夫人的胃口。所以她来了之后，夫人的食欲确实好了很多，人也渐渐的胖了。可惜啊，就是还隔三差五的发病。喝了汤药隔三差五的发病，汤里果然有问题。看来就是这个李婆子准没错了。既然这个李婆子煲的汤这么好喝，那现在府里怎么不见她的人了呢？哦，这个呀，可能是在10年前吧。咱们府刚搬到盛京没多久，听说那李婆子突然就病了，发高烧说胡话，然后府里就赏了她点银子，送回老家养病去了。10年前，跟红袖说的时间刚好吻合，红袖就是这个时间来府里的。果然不出所料，那个人被红袖撞见后，很快就在府里消失了。就是不知那李婆子的病是真被红袖吓出来的，还是被他背后的人发现了异常，悄悄将他处理了。如果说是第一种倒还好，说不定人还在这个世上。要是第二种情况的话，可就难办了。估计人早就被杀人灭口了。那李婆子的老家在哪儿？冯叔可还记得？这个嘛，就不晓得了。对了，大小姐怎么忽然对那个李婆子感兴趣了？实不相瞒，
今天向冯叔打听这个李婆子，其实是有原因的。今天红袖姑娘闲话时讲起，说是她刚到府里的时候，有一次夜里迷了路，忽然被一个婆子认成了母亲，还对着她不断的磕头求饶，说那些汤的事真的不怪她，她是被人逼的，让母亲报仇的话去找那些背后真凶。这么说，夫人发病是因为汤里有问题？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样了。冯叔，您对那李婆子还算有些了解，您说她会不会在母亲的汤里添加了什么有毒的东西？这个应该不会啊，因为当年老爷对夫人的饮食还是看管得很严的。当时有一名夫人的贴身丫鬟叫小青，对夫人的饭菜每日都会提前试吃的，并且每日的汤粥出来，老爷都会特地安排人用银针来测试。既然汤里没有毒，但是母亲喝过后却会3不5时的发病，那到底汤里有什么秘密呢？冯管家，您还记得当初给母亲诊病的是哪几位大夫吗？这个倒是记得，当时给夫人诊病的一直都是一位老大夫，好像姓吕来着。只有一位？那你可还记得老大夫的家住哪里吗？太好了，只要能找到这位大夫，就能找到母亲发病的原因了。接下来就可以进一步推断出秦姨娘作案的手段。可是老奴听说那位老大夫几年前就去世了。啊，竟然死了？那您能把母亲以前的病案找一下吗？或者说找一张以前医生开的方子也行。这个总不至于也没有吧？病了那么长时间，总能找到一张的吧？这些应该也找不到了，因为自夫人去世后，老爷悲痛欲绝，将夫人好多遗物病案、药方什么的拢在一块儿，亲自给烧了。至于夫人的病案，除老爷以外，更是从来没有让任何人看过。啊，竟然全部给烧了！陆母的病案也只有陆远一个人看过。这个陆远有病吧？小姐，要不我再派些人再去蓟城打听一下吧，看能否找到那李婆子的下落。好吧，事已至此，也只能如此。死马当活马医，从李婆子那里着手了。哇，小姐，您这幅傲媚寒雪画的真是神了！您看看这梅花上的积雪，还有这花瓣上晶莹剔透的雪水，真是太传神了，奴婢看着都想伸手接呢，我也恐滴到地上摔碎了。怎么样，漂亮吧？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小姐啊，您真是太神了，竟然还有这么绝的诗，这就这么信手拈来吗？这还是我们家小姐吗？我看呀，那些京城第一才女什么的，比着您可是真的差远了呢。你这张小嘴呀，是说话越来越中听了。等着，一会儿晾干了，这幅画就归你了，拿着以后压箱底儿当嫁妆吧。真的吗？小姐，您真是太疼奴婢了。您说您今天怎么就这么漂亮呢？哎，小心手，上面沾的还有画料呢。小姐，您辛苦了半天，肯定饿了吧？奴婢这就去给您取糕点，先垫垫肚子。今天呀，还是周嬷嬷亲自下的厨呢。小姐，您看看谁来了？我的天哪，这么大的雪，你们两个怎么就跑过来了？哎，穆大小姐，您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么多雪，把我们小姐弄受寒了，可如何是好？好一个忠心的丫鬟呀，这么快就心疼了？放心吧，你们小姐呀，其实壮得像头牛似的，一时半会儿生不了病的。要我说，珍珠啊，你还是跟着本小姐得了，跟着雪儿这样一个小姐，整日里窝在屋子里，有什么意思呀？看跟着我多好，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整天吃香的喝辣的，简直爽得不要不要的。哟，我说某人，咱这说人坏话就不能逼逼人了吗？再说了，挖墙脚薅羊毛也不带你这样的呀，可这一只羊薅呀你。哎，没砸着，又没砸着。雪姐姐、莹姐姐，你们砸到维儿了。好好好，你吃你的，我们小心着，不砸你就是了。那
也不行，怎么可以用这么美味的糕点砸呢？太浪费了。好好好，我们不打了，你好好吃吧，再吃成个小猪，看你怎么办。吃成个小猪不也是你的功劳？谁让你把我给治好了？对了，你们2个人今天怎么一块来了？外面还下着这么大的雪呢。嗨，这天不是一日日冷了吗？这小丫头嫌宫里闷得慌，这不都在我们府里赖了小半个月了，赶都赶不走。我说呢，你这段时间存着气也不来找我，原来是有人陪你疯了呀。怎么啦？看这情形，今天这是要把小公主送回宫的架势？嘿，聪明。不过呢，到你这儿来还真有一件事儿。哎，别吃了，快把你的东西拿出来吧。你忘了今天来的目的是干嘛的啦？哦，雪姐姐，这个是给你的，记得一定要来参加哦。到底是什么帖子啊？还用得着你们2个来送？我告诉你们，这么冷的天，如果是一般的宴会，我可不去。威尔，原来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啦。对呀，怎么样？我这个小寿星可是特意来邀请你的，这次你可记得一定要来哦。那好吧。哎，雪儿，你知道吗？那个瘸子公主竟然被遣返回西夏了。瘸子公主？哪个瘸子公主啊？哎呀，我就说你这个人傻了吧唧的吧，整天没心没肺的。瘸子公主都忘了，当然是梁冰啦。人家被皇姑父赶走了，这下可好了，你的麻烦走了，从此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哦，她呀，不应该呀，她不是过来和亲的吗？皇上怎么突然把她送走了呢？所以呀，这不合常理呀。要知道，梁冰这次可是带着3个城池过来和亲的。皇上这次力排众议，一意孤行的将人送回去，不仅舍弃了3个城的利益，更是冒着得罪西夏国皇帝梁烨的风险。皇上此举真可谓是实在不够理智。你不知道，现在朝廷内外是议论纷纷，有不少都和你有关呢。说我？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想呀，那梁冰因为什么被赶走的呀？设计陷害你这个未来太子妃和薇儿这个小公主，能和你没关系吗？哦，也是。那都说我什么呀？因为这件事儿，最后如果受伤的是欧阳志威也就算了，毕竟是皇上的小女儿，贴心小棉袄，父女连心。但是受伤的却是你陆亦雪这个未来的太子妃，所以此事就不得不引起众人的深思了。皇上此行到底是何用意？有的说是因为皇上格外喜欢你这个太子妃，所以才对此事如此震怒；还有的说是因为事后调查出这次陷害你们的其实暗处还有裴贵妃的势力。皇上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为了给玄表哥撑腰，希望通过这件事儿，众人能够看出皇上对玄表哥的器重，间接说明玄表哥才是继承大位的不二人选，好让那些心存异想的人死了那份心思。反正呀，现在外面茶楼里、客栈里，处处议论这件事儿的人都快传疯了。天哪，一件事竟然扯出这么多关系呢！好吧，皇家无小事，看来只能怪我自己太单纯了。咦，这是什么呀？画的可真漂亮！哎，这可是个好东西啊！先声明啊，归我了啊！不行，我先看到的是我的。有本事就来抢啊！够着了就是你的。哎，怎么样？够不着吧？嘿，就让你够不着。雪姐姐，英姐姐她欺负我，你帮我把那幅画要回来好不好？英儿，你多大的人了，还和她抢东西？快把东西让给人家。嘿，好你个臭丫头，还会拉外援了。就说你以后还想不想去将军府玩了？如果不想的话，这画就给你了；如果想的话，就乖乖的接着吃你的糕点去。好吧，不要就不要。那我要这个梅瓶好不好？哎呦，我的小公主哎，那只是一个梅瓶而已，咱能长点出息不？这都被木英带出了什么习性了？怎么不是难民就是土匪啊？哎，雪儿，这几枝梅花你是从哪儿捡的呀？怎么啦？几枝梅花而已，不要告诉我你没有见过。
哎，梅花我是当然见过的，不过这六瓣红梅我还是第一次见，这可是稀世品种啊！我也就以前听祖母说起过一次。你到底在哪里捡的？快带我们去看看。就在后院的梅园啊，这红梅是挺好看，但是也没这么珍贵吧？你家还有这宝贝呢，快带我们去看看吧。去梅园赏红梅吗？我也要去。啊，还是算了吧，外面还下着雪呢，又那么冷。陆逸雪，你自己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啊，简直就像个六旬的老婆婆，整日缩在房间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看你啊，就应该是个属狗熊的，死活脱不出窝，就差冬眠了。哇，好漂亮呀！砸的就是你这个傻丫头，没事发什么呆呀？雪姐姐，来追我呀，快来追我呀！好呀，你们两个臭丫头，给我等着！竟然敢偷袭我，看我一会儿把你们两个打得满地求饶！砸不到！啊，殷表姐好坏，雪都落到威尔头上了。你这个坏丫头，看你往哪儿跑！雪姐姐，我来帮你。来追我呀！打不到我！好你个臭丫头，让你嘚瑟，看你往哪儿跑！雪姐姐加油！雪姐姐加油！雪姐姐从左边超过她，对，截住她，狠狠地打！哎，小姐小心！哎呀，小姐小心脚下！哎呀，小姐啊，上面实在太危险了，要不你们还是下来吧，我们在下面玩。哎呀，珍珠，你就省点力气吧，别在那里吵了。雪姐姐怎么可能会有事？啊！我去，要不要这么倒霉啊？千万不要摔到脸呢。什么情况？你怎么来了？啊，雪姐姐，大哥哥，你们这是在干嘛？天哪，我俩是以来的初吻，就这么轻易的飞走了，要不要这么寸啊？哎，玄表哥，你怎么来了？你这出现的好及时呀！我是来接威尔回宫的。我不要回宫，我要和殷姐姐、雪姐姐玩，我要住在将军府。嘿，你个臭丫头，你倒是跟我说清楚，你为什么要住在将军府啊？那是你家吗？谁让你赖在那儿不回去的呀？你怎么来这里了？来看看你，不行吗？真的假的？你刚才不是还说来接威尔的吗？假的。你到底哪个是真的呀？你猜。我猜你个大头鬼！哼，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真是的，谁让你英雄救美了？哎呦，林逸雪，你有点出息好不好？不就是一个意外的吻吗？啊，你就当亲猪肉上了不行吗？至于这么念念不忘吗？真没见过世面，小家子气。小姐，您看谁来了？这大清早的，你怎么来了？我不来还等着你去找我啊？估计黄花菜都要凉了。怎么今天就你一个人来了？你的小跟班呢？欧阳志威那个臭丫头啊，回宫了。哟，没看出来啊，你还有这本事呢。说说，这次是怎么成功的将那个缠人精给赶回宫了？哎呀，哪是我的功劳啊，我可没有这个本事，是玄表哥昨天下午硬把他带回宫的。欧阳志玄，他这次怎么这么好？倒不是他好，而是欧阳志威那丫头不得不回去了，因为今天是他的生辰。生辰？今天吗？珍珠，今天是几号了？小姐，今天是腊月初9，我们昨天刚喝过腊八粥来着。天哪，惨了，今天怎么就到腊月初9了呢？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这还没有给欧阳志威准备礼物呢。那个丫头上次好像特意跟我说过来着，让我给她准备个大礼，我怎么就忘了呢？估计那个鬼丫头正好可以以此事为借口赖在陆府了。不是，欧阳志威过生辰，你连礼物都没有准备吗？就准备这样空着手去啊？谁说我没准备了？我刚才都带来了，现在就在外面拴着呢。我的那匹火红色的小母马。哼，我的穆大小姐，你可真行啊！你把你的礼物准备的妥妥的，你怎么就不知道提醒我一下呢？
你这是扎着点子想让我出丑是不是？想让欧阳志威也赖上我是不是？我怎么就交了你这个损友呢？哎，陆亦雪，你这人怎么血口喷人啊？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跟你说啊，早知道你这样想我，我就现在也不该告诉你，让你等到进了宫再想起来，就让你丢人，彻底丢到姥姥家去。这事儿你不都这样做了吗？还不许我说怎么地？你现在让我知道和让我到宫里再想起来，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啊？不一样是丢人吗？陆亦雪，我算是看透你了，在你眼里我就是那不仁不义之人，是不是？我跟你说，早知道你是这样没心没肺的，我就不该提前替你准备好礼物。哎呀，现在才发现我木英可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吃饱了撑得慌我。你怎么就咸吃萝卜？什么叫你提前准备好礼物啊？难道说他已经帮我准备好了？英儿，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啊？难道你也替我准备礼物啦？哼，不知道，本姑娘这会儿心情烦着呢。哎呀，好英儿，我就知道你最好了，你就快说吧，你到底替我准备的什么礼物啊？就你这态度，还想让我把礼物拿出来呀？你想的可真美。哎呀，好英儿，求求你了，快说吧。你这样就行了，怎么着也得叫声姐什么的吧？好姐姐，好姐姐，妹妹知道错了。您大人有大量，快告诉我，到底准备的什么礼物啊？好了，真拿你没办法。你说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厚颜无耻的人啊？简直就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就陆亦雪这种人呐，脸皮又厚，人又懒，浑身上下没有一丁点优点。咱以后不跟他玩了哈。陆亦雪，你可真行。好吧，看你态度这么好，就勉勉强强告诉你了。威儿说了，他什么都不要，就要你上次画的那个寒梅傲雪图。喏，我都替你裱好了，就放在外面的马车上。啊，就这么简单？对啊，就这么简单呀。怎么样，得好好感谢我吧？这物件对于那小丫头来说可是个宝贝，可对于你来说可不就是举手之劳嘛。哎呀，哪像我呀，一匹马浪费了我多少两银子呀。哎，陆亦雪，你这么着急干嘛去啊？当然是去皇宫给欧阳志威送生辰礼啊。哎，那你好歹也等等我呀，我给你省了这么一大笔银子，你都还没有谢我呢。谢你什么呀？如果我没有记错，那幅画是本小姐自己画的吧？谢你。陆亦雪，你可真行，翻脸比翻书还快，河还没过完呢就想拆桥了。陆亦雪，你个臭丫头，你给我站住！有本事来追我呀，来追我呀！惨了，连皇上都到了，就我和英儿来的最晚，实在是太失礼了。二位怎么才过来？是不是路上不好走啊？是，路都结了冰，太滑了，确实不太好走，耽误了些时间。这个笨丫头，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啊，不好意思，我们两个来晚了。这路啊，可真是太有意思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位穆小姐和裴小姐也是从宫外过来的吧？人家可是辰时末就到了，怎么到了您二位这儿，路就突然变得难走了呢？什么叫到我们这儿就难走了呀？今天刚停的雪，外面路都结了冰，确实不好走。再说了，他们两个住的哪个有将军府离皇宫远呢？我和雪儿可是从将军府赶过来的。你，穆大小姐，您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您真是误会我了，还请皇后娘娘恕罪。妹妹嘴笨，不小心说错了话，竟惹得穆大小姐生了气。看来这皇宫里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处处危机重重。很明显，这出生打头阵的应该是裴贵妃的爪牙了。是我让云姐姐和雪姐姐晚来的。倒是孟美人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啊？明明就是找威尔，住嘴！皇上，要不臣妾还是先回去吧。
臣妾嘴笨，这刚说了2句话，竟然连小公主也误会臣。好了好了，都少说2句。刚刚下过雪，路上确实不好走，能安全到了就行。赶紧到座位上去吧。是，谢皇上体恤。随我来吧，英表妹。冻坏了吧？先喝杯茶暖暖。我去，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这入戏也太快了吧！天哪，这人突然转了性了，怎么就那么令人难以接受呢？哼，不就是演戏吗？谁不会呀？谢殿下体谅，雪儿不觉得冷。咦，这是我的声音吗？嗲嗲的，太恶心了。我去，这2人感情什么时候这么好了？这不仅仅能和平相处，而且已经到了浓情蜜意的地步啊！不错。不错，是欧阳志玄这个太子不错，还是我这个太子妃不错，还是欧阳志玄对我的态度不错啊？皇上，您老人家说话能不能不要说半句留半句啊？好了，既然人都到齐了，礼物也都呈上了，那就开宴吧。惨了，我的礼物还没送上呢，明明来得晚了又没送上礼物，肯定一会儿又该有人因此找茬了。关键现在这里这么多人，如果只送那幅画，会不会显得礼太轻，被人嘲笑啊？皇姑父，礼物哪里就都送上了呀？婴儿和雪儿选的礼物都还没送呢，您怎么就给忘记了呀？是你这鬼丫头的礼物还没有送上吧？少拿着雪丫头当借口。雪丫头的礼物可是早就送上了。送上了？不可能吧？我什么时候送的？早就送了？不可能啊，我俩明明一块儿来的呀。哼，你这个傻孩子，又糊涂了不是？雪儿现在和雪丫头很快就是夫妻了，本就是一体。刚才雪儿将他们2人共同精心准备的礼物已经送给薇儿了。哦，原来如此呀！臭丫头，刚才还义正言辞地责怪我不够义气呢，结果呢，还不是被你这个臭丫头捷足先登了？哼，等会儿再找你算账。那我的火红色的小母马是不是可以带上来了呢？婴儿，又胡闹！皇上别理那疯丫头，我们还是开宴吧。开吧。来尝尝这个蟹黄包，味道不错。谢谢殿下。真是太美味了。再尝尝这个水晶虾饺。谢谢殿下，真的很好吃。喜欢就好。外面天寒，再喝碗乌鸡汤补补身子吧。这人是蛇精病又犯了吧？这是把我当猪喂了吗？戏是不是演过头了呀？献殷勤也不带这样的。这个欧阳志玄到底在耍什么鬼把戏？干什么？你想撑死我呀？怎么，不想喝乌鸡汤？没关系，那我来喝这个汤。这家伙完全无视我的话了，这厮是演戏演上瘾了吧？你是不是蛇精病又发作了？演戏也不带你这样的，这样一场宴会下来，我还不被你撑死啊？算了，懒得跟他计较。既然欧阳志玄喜欢表现，那就好好表现吧。本姑娘今天还就放开肚皮使劲吃，看到时候谁丢人。最好让皇上看到，认为我没有见过世面，取消婚约才好呢。雪丫头的吉吉日是哪一天呢？回皇姑父，雪儿的生辰是3月16。看我这个好朋友称职吧，对你的生辰日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呢。想想时间过得可真快呀，转眼间这群孩子就长大了。朕记得婷儿的婚期是定在了来年2月份吧？皇上您记性就是好，明年2月16日就是婷儿大婚的日子。说起来这玄儿还是大哥呢，这婚事倒搁在后头了。不过雪丫头这来年及笄后也就算是大人了。皇后，这事儿朕就交给你了。等雪丫头及笄后，你赶紧挑个好日子，把2人的婚事给办了吧。臣女谢皇上恩典，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不错，还有，这雪丫头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可是要尝试着改口，叫父皇了呀。是，父皇。哈哈哈哈，这小丫头脸皮倒挺薄，还不好意思了。女孩子嘛，都是这样，抹不开面儿。等以后成了亲，自然就好了。怎么，朕看你刚才很喜欢吃这八宝鸭呀？回头宴会结束了，让玄儿把那个厨子找出来，亲自给你送到府上去。是，臣女谢皇上。感情朕刚才说的话白说了。儿臣谢过父皇。这就对了嘛。好孩子，赶快回去用膳吧。这个陆亦雪不简单呀，这还没成太子妃呢，就这么会讨皇上的欢心。看来以后再想找茬的话，可要三思而后行了。早知道这陆亦雪这么得生心，刚才我就不该为了讨好裴贵妃，故意找她和沐英的茬。这下好了，羊肉没吃到，还惹了身骚。估计皇上至少得10天半个月不会再宠幸我了。本来我今天只是出来打个酱油，来参加个小公主的生辰宴，怎么就突然被赐婚了呢？想想都无语。这个腹黑的家伙，今天肯定是有预谋的。哼，以后再碰到他，看我怎么和他算账。雪儿，皇姑母和你说话呢。雪姐姐，今天中午吃的太多了，肯定撑傻了。哪儿啊？我看呀，是我们雪姐姐要当太子妃了，终于能和太子殿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心里美坏了吧？哎，好了啊，不准再嘲笑我们家雪儿了，本来就不聪明，经你们这么一嘲笑，我看变得更傻了。你这个臭丫头，你到底是在护我还是损我呢？我到底有多傻呀？你竟然这么嫌弃。对了，说起来我今儿还得向各位赔份礼呢，正好今天带着呢，就先赔上了。礼轻情意重，大家别嫌弃哈。哇，好漂亮的双面绣的帕子。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送什么赔礼呀？再说了，为什么没有雪儿的呀？这个呀，是我给你们几位的赔礼呀。不过呢，这帕子还真不能给雪姐姐，因为这事儿啊，和她有关呢。赔礼？赔的什么礼呀？还和雪儿有关？对啊，山表姐，我也好想知道呢。您二位呀，可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且问你们，您二位可曾记得太子府的许昭仪？许昭仪，好耳熟啊！你是说今年春天的时候被选表哥接进府的那位？对呀，正是此人。你们可还曾记得许昭仪的容貌？这个倒是有些印象，好像是柳叶眉、桃花眼，人看着柔柔弱弱，温婉可人。樱桃姐果然好记性。那樱桃姐可还记得许昭仪进太子府那天，您说了什么话吗？这个当然记得了，我不就是说选表哥就喜欢这种长着桃花眼、看着温柔婉约的江南女子吗？太子府里最受宠的朱淑媛长这样，魏昭容也长这样，就连新进府的许昭仪也长这样，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品位的侍女了。哎呀，你们看吧，选表哥下一个招进府的女子肯定还是长成这样。对呀，当时樱桃姐这样说，我还不信。现在看来，可不就是珊儿错了。现在看到雪姐姐，珊儿觉得这一次真的是输得心服口服。所以呢，我就赔你们每人一条精致的双面绣手帕，算是当初赌输了的赔礼了，各位不要嫌弃才好啊。哦，对了，雪姐姐如果实在喜欢，没有关系，我一会儿也顺便送您一条好了。这倒是不用了，这么做工精致的帕子，
让我这种不识货的人用倒是可惜了。靠，这会儿怎么就那么想骂娘呢？弄了半天，我原来也只是个过客。雪姐姐，珊儿嘴笨，是不是说错话了？您放心，您长得正好符合玄表哥喜欢的类型，并且您长得又那么的漂亮，想必玄表哥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去江南寻找美女了。木山你，这个木山哪里是解释啊？这分明是火上浇油啊！我就说嘛，今天这丫头不请自来，突然的出现，准没憋着什么好事儿。都怪我这个猪脑子，刚才竟然还被她当枪使了。哎，英儿，只是一场玩笑话而已，何必当真？行了，林一雪，你可真没出息。原本就只是一场游戏而已，你就别在这里多愁善感了。还别说，山丫头这帕子绣的还真不错，这双面绣的手艺，本宫看着倒是比宫里的那些绣娘都好呢。皇后娘娘如果不嫌弃，珊儿再给您做几双鞋子吧。好孩子，辛苦你了。本宫也累了，回屋歇一会儿，你们年轻人自己耍会儿吧。几位姐姐，不如我们去御花园玩捉迷藏吧。樱桃姐、雪姐姐，你们去玩吧。珊儿想趁着这会儿功夫，把皇后娘娘的鞋子先描一下，等她老人家醒了，刚好看看是否喜欢，接下来如何改进。哼，算你这丫头有眼色，敢跟着去御花园，看我不用鞭子抽死你。雪儿，我们走，去御花园玩去。木英，你可真是个猪啊，怎么那么没脑子呀？刚才竟然帮着别人给自己的好朋友制造难堪。这丫头就是几天不抽皮发痒了，要不是今天穆皇后在场，刚才我就该打鞭子抡过去。珊姐姐，你刚才都说什么呀？那些话怎么能说给雪姐姐听呢？她会伤心的。雪姐姐、英姐姐，你们等等我呀，我和你们一块儿去。雪儿，刚才木山那就是瞎说的，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没事儿，我没往心里去。你肯定是生气了，对不对？其实我当初说那些话真没有别的意思，当时就是觉得好玩，瞎说来着。再说了，那个时候我都还不认识你呢，真不是针对你的。雪姐姐，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太子哥哥才不是珊表姐说的那样。好啦好啦，你们都想多了，我怎么会生气呢？你真的没有生气？真的。我且问你，木山说的是不是实话吧？是，倒是实话。太子府的女人确实都长得是桃花眼、柳叶眉、樱桃嘴，乍一看和你有几分相似呢。那不就齐了吗？这本来就是事实啊。再说你以前也曾跟我说过，太子府里美女如云，我也只是刚好长成了这样，是太子殿下喜欢的类型而已。这些早就是既定的事实了，我还有什么好伤心的？可是你真的没往心里去啊？哎呀，好啦好啦，什么时候我们的女汉子木英也变得这么磨磨唧唧了？今天天气不错，要不我们就在这御花园里玩捉迷藏吧？好呀好呀，我最喜欢玩捉迷藏了。那好吧，只要你心里想开了就好。这样吧，我先开始抓你们。行啊，就这么说定了。威尔，待会儿我们两个一定要跑得远一点，不要让你英姐姐抓到，好不好？好啊好呀，雪姐姐放心，威尔跑得最快了。哎呀，肚子疼。英儿，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耍赖是不是？我真的不行了，我得赶紧去出个宫。你们两个先玩吧，我一会儿就来。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赶紧去吧，回来还是你抓啊？我和威尔就先玩着，等你。威尔，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哟。别急别急，我再和威尔说句话。威尔，我跟你说呀，待会儿你就……威尔知道了。嘿，你个臭丫头，慢慢找吧。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肚子。威尔，你这个臭丫头学聪明了。威尔，你还在吗？
怎么不说话呢？你要是再不说话，雪姐姐就不陪你玩了。这个臭丫头跑哪儿去了？真是一个也不靠谱，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算了，不玩了。惨了，我怎么会摸到这里来了？这里可是禁地啊！如果我随便一动的话，会不会被乱箭射死呢？肯定是婴儿他们以讹传讹，就一个破山洞，能有什么秘密可言？这里明明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是他们传说的皇上的禁地呢？可是，如果不是皇上的禁地，岂不是说明结果更糟糕？估计我在里面冻死饿死，也不会有人来救我。婴儿他们都不知道我现在跑到了这个山洞里，更不会到这里来找我了。不行，或许婴儿他们发现我不见了，现在正在这附近寻找呢。我必须发出求救信号才行。喂，有人吗？外面有人吗？谁来帮我把门打开呀？婴儿、威尔，你们在外面吗？快找人放我出去！不行，这里太冷了，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要不然今天晚上如果没有人找到我，我就要在这里活活冻死了。要不要这么惨呢？难道我就要这样结束这场穿越之旅了吗？好吧，上一世是掉牙摔死，这一世是活活冻死。林逸雪，你到底怎么得罪老天爷了？要一世比一世死得惨。我去，这也太逆天了吧！好像是一个女子的闺房呢，这种鬼地方竟然布置成这个样子，难道还真有姑娘住在这里？啊，那个，对不起啊，实在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看来是气得不轻，还是解释一下原委的好，免得对方做出什么极端的举动。毕竟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整天不见天日的，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好脾气吧？真的对不起，其实我不是有意打扰您的，我是刚才失足跌进来的。您放心，只要您现在帮我打开机关，我这就走，并且出去以后，保证绝对不会向任何人提起见过您的。我都一再的道歉了，这个人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啊？我这都说了半天了，你也没有应一声。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对，您可以直接批评我的，或者……不好，有人来了，怎么办？还是得赶紧藏好才是。这要是一旦被发现交手，估计用不了1分钟，我的小命就呜呼了。是皇上，皇上竟然来了。玉儿，今天过得怎么样了？一个人在这里，有没有觉得闷呢？这些蔷薇花，你看着可还喜欢？如果他们哪天偷工减料送来的不新鲜了，或者你不喜欢了，你跟我说，我狠狠地处置他们。你知道吗？今天午宴的时候，我把雪儿和雪儿的事定下来了。想想时间过得可真快呀。那年我们在湖边初见的情景，现在想想还犹如昨天呢。转眼间孩子们都要成亲了。唉，你是无所谓呀，这么多年没有一点变化，一直这么年轻漂亮。我就不行了，老了。玉儿啊，这么多年了，你总是这样，无论我说什么，你都赌气不理我。我知道当年的事儿是我的错，没能及时回去接你。可是当年我也身不由己呀。你也知道，那几年那个司徒浩南在边境是3天2头的闹事儿，整天为了一个什么杜若郡主，扰得天下都不得安宁。你说这边境轰轰烈烈的打着仗，我不是不得已才把咱俩的事给搁置了吗？谁成想1年后再去找你，我们竟天人永隔，从此生死两茫茫了。唉，不说了，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天天在你面前絮叨，估计你也早该听烦了吧。不过话说回来，
雪儿这都要成太子妃，将来等雪儿登了大位，她就是皇后了。看在孩子们的份上，你就原谅我一次好吗？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啊。这日后在底下见了面，你可不许再不理我，知道了吗？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好歹看在过往夫妻的份上，你也要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照顾你的机会，好不好？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难道陆母和皇上不是简单的单相思，而是真的有隐情？难道陆母是先怀上了陆亦雪，然后苦等不来皇上，才被迫嫁给陆远？天哪，我该不会真的是皇上的亲生女儿吧？可是也不对啊，皇上怎么还给我和欧阳志玄赐婚呢？那就只有一个可能，皇上并不知道陆亦雪的存在，一直以为她是陆远的女儿，对陆亦雪完全是爱屋及乌，赐她为太子妃也是为了补偿陆母。我去，这个皇上可真够糊涂的，竟然给自己的亲生女儿和儿子赐婚，幸亏我是穿越过来的。不对，那也不行啊，他们两个人可是流着相同的血呢，怎么能成为夫妻呢？不行，不能轻易放弃，再摸索摸索试一试，说不定能歪打正着，找着开关呢。啊！冻坏了吧？啊？哦，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啊？皇宫门口。哦，那我们去哪儿啊？送你回府。回府？可是婴儿还在坤宁宫呢，这么半天不见我，肯定等急了。再说今天又是威儿的生辰，我走之前怎么都要和他打个招呼啊。你不用管了，我会处理好的。哥哥。我长得像你哥哥？怎么可能呢？我们陆府根本没有少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只是看殿下忽然有一种异想天开的想法，如果我要是有您这样一位厉害的哥哥，那该多好。我可以叫你哥哥吗？只这一次，以后不许再叫了。对了，今天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假山里的？我有自己的方法。哦，那你是怎么找到假山另外的出口的？小时候啊，经常在假山玩，无意间发现的。啊，那假山里面的情形你也知道吗？以前我去玩的时候，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后来就不曾去过了。哦，这样啊。看这情形，欧阳志玄没有必要撒谎，那就是他真的不知道假山里的秘密了。那这个秘密现在要不要和他说呢？假山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无论你看到了什么，都不能说出去一个字，明白吗？包括你吗？包括我。好吧，你放心吧，我都懂的，绝对不会说出去。这事儿当然不能说出去啊，这可是关系到本姑娘的身世呢。如果有人问起刚才的情况，你就说半道碰到我，带你去赏梅了。知道了。回去什么都不要想，早点休息。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好，我知道了，你也注意安全。赶紧回去吧，外面冷。哥哥再见。这鬼丫头，不管怎样，这是个好的开端，不是吗？哎，珍珠，你怎么比我回来的还早？哦，太子殿下手下的墨风有时就把我们送回来了，说是太子殿下找你还有事儿，就让我们先回来了。你们？还有谁啊？我和穆大小姐，我们几个呀。怎么了？哦，没事儿，随便问问。小姐冻坏了吧？先用热帕子擦擦脸。好。小姐，您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对哦，经你一提醒，我还真是饿了。小姐，您稍等一下，奴婢啊，这就去给您取饭去。周嬷嬷今天特意给您做了您最喜欢吃的木瓜雪蛤呢。你快去吧。小姐，穆大小姐来了。婴儿，天这么晚了，这个臭丫头怎么又跑过来了？难道婴儿这么大动干戈的过来，是为了问下午假山的事情？天哪，我该怎么说才好呢？
看来只能按照欧阳志璇交代的说了，这也算是善意的谎言吧。雪儿，你可终于回来了，别发愣了，跟我出去一下。啊，出去？都已经戌时了，这么晚了，去哪儿啊？哎呀，你先别问那么多，到地方自然就知道了。哎，穆大小姐，您什么时候来了？哎，小姐，您这是要出去吗？啊，一儿说是要带我出去，有点事。哎，可是您还没有晚膳呢，这木瓜雪蛤奴婢已经给您取回来了，要不您先吃一口再去吧。吃什么吃啊？跟着我还能饿着你们家小姐怎么地呀？赶紧走了。哎，穆大小姐，你好歹让我们小姐先吃上2口啊。算了，不吃了，要不你给我热着，回来我当宵夜吧。可是小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天这么晚了，外面乌漆麻黑的，多不安全啊。英儿，这到底是去哪儿啊？这一路上着急忙慌的，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带你来见2个人，进来吧，别愣着了，人就在楼上房间里呢。2个人？不是，你要带我见什么人啊？不会是卖了我吧？还让我帮你数钱？哎呀，你哪里那么多废话呀？我要是想卖你，就你这傻样，早800年前我就把你卖了，还用得着等到今天呀？穆二少爷，荣景公子，你们2个怎么在这里啊？陆大小姐晚上好，我们也是今天刚回来。啊，这么晚请陆大小姐过来，真是唐突了。荣公子不必客气，这倒是无妨。小女子也只是乍然看到2位，有些出乎意料罢了。好了，你们就别在这儿文绉绉的了，跟你明说吧，今天也是荣公子的生辰，并且呢，荣公子明天有事儿就要走了，所以二哥才提议把你也请过来，我们几个陪荣公子吃顿饭，庆贺一下。今天也是荣公子的生辰呢，这么巧，恭喜恭喜！你看我这儿也没有提前准备什么礼物，实在是太失礼了。陆大小姐能赏脸过来，就是对荣某最大的贺礼了。好啦，你们就别客气了，你不是还没有吃晚饭吗？现在这么多好吃的，我们可一筷子都没舍得动，一圈子人就等着你呢。是，大家赶紧吃吧。竟然还让荣公子这个寿星等我，实在是雪儿太失礼了。既然今天是荣公子的生辰，那雪儿就以茶代酒，祝您生辰快乐，心想事成，所有的美梦都能成真。谢谢陆大小姐美言，荣某也一直坚信自己所有的梦想肯定很快就能够成真的。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这位荣公子今天的神情有点不大对啊？这话里怎么有话似的？还有，他这该不会是在对我放电吧？我今天这么招桃花吗？下午刚认了一个美男子哥哥，晚上就又有一个帅哥冲我放电。雪儿说完了啊，终于轮到我了。我也祝荣公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万事如意。早日和心爱的女子终成眷属。今天荣公子能远道而来，又恰逢您的生辰，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我连干3杯。荣公子您随意啊。穆大小姐这么爽快，荣某定当奉陪。英儿，你小心一点，别喝这么猛，对身体不好。没事儿，我身体壮得像头牛似的，你不用管我。感情这会儿某人正犯花痴呢，智商欠费停机，心思全部在自己身上，劝也是白劝。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也敬荣公子3杯吧。兄弟，大恩不言谢，你的救命之恩，小弟永远铭记于心。今后你但凡有需要小弟的事，只要言语一声，小弟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泽弟客气了，此事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实在不足挂齿，泽弟不必这样。今天趁着大家高兴，婴儿在此再敬荣公子1杯，感谢您能够及时救二哥于危难之。婴儿，人家荣公子一口菜还没吃呢，你们这样灌酒真的好吗？你看我这光顾着高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大家都赶紧吃菜吧，别光喝酒了。婴儿他今天看到你们回来太高兴了，平时他不是这样的，几乎都不怎么喝酒的。是，雪儿可以证明，我平时真的不爱喝酒，
除了过节几乎都不怎么喝酒的，也没醉过几次。天哪，我的穆大小姐，咱能不能不说话呀？你这不是越描越黑吗？穆大小姐乃是真性情也，能有幸结识这样的朋友，容某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介怀呢？喏，这是容某的一点心意，还望陆大小姐不要嫌弃啊。啊？怎么回事啊？这人是什么套路啊？他过生日，我还没有送他礼物呢，他怎么就反过来送我礼物了？荣公子，您实在太客气了，今天是您的生辰，雪儿没有给您准备生辰礼，已经很惭愧了，怎么还好意思再收您的礼物呢？哎呀，雪儿，你就收下吧，这可是荣公子的一片心意，他这次来可是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礼物呢。快打开，让我们也开开眼，看下荣公子到底送了你什么宝贝啊？算了，大不了以后瞅着机会也选个好的物件当回礼好了。哇，荣公子你好偏心呐！我的犀牛角梳子上只刻有名字，雪儿的上面不仅刻着名字，怎么还有3朵梅花呀？至于这个问题嘛，穆大小姐可真是冤枉容某了。说出来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其实陆大小姐的这把象牙梳上原本是有一些小小的瑕疵的，容某无奈才在上面刻了几朵梅花掩饰一下。现在倒好，全被穆大小姐给当众揭穿了。哦，原来这样啊！岂不是说荣公子其实是把最好的留给了婴儿啊？那好吧，为了表达婴儿的感激之情，婴儿决定再敬荣公子一杯。那个荣公子啊，您只管吃菜就行了，不用配喝的，我自己干就行了。哎呀，有他这样追人的吗？把自己灌得烂醉，这算怎么回事啊？哎呀，这个臭丫头什么时候喝醉不好，偏偏现在喝醉，害得我难得一次和陆大小姐单独说话的机会，就这样被生生剥夺了。荣公子这次来盛京，可是要多住些日子？不了，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明天就会离开。啊，什么事这么着急啊？确实比较着急，他将来的成功与否，关系着我和你一辈子的幸福。哦，这样啊，那雪儿就在这里先祝您一路顺风，马到成功了。你现在过得好吗？挺好的呀，不知荣公子何出此言？容某也是看前段时间陆大小姐受了伤，随口一问而已。谢谢荣公子关心，一切都很好。这把小梳子你喜欢吗？当然喜欢，谢谢荣公子。说来今天是你的生辰，雪儿不仅没有送你礼物，反倒收了您的礼物，实在太失礼了。那不如陆大小姐也随意送我件礼物好了，比如你随身带的帕子什么的。啊，还是不要了吧，雪儿的手艺太差，怕入不了荣公子的眼。等回头寻了好的物件，雪儿定当还礼。你知道我要的根本不是一件礼物，你明白我的心意的，对吗？荣公子还请自重。你其实婴儿是个难得的好姑娘，还请荣公子好好的珍惜她。你真的忍心就这样把我推给别人吗？荣公子，你本来就不是我的，不是吗？我想荣公子可能忘记了，我是未来的太子妃，除了太子殿下，我不会也不能选别的男人的。明天荣公子就要离京了，雪儿就不送了，祝您一路顺风。雪儿，我不会放弃的，等以后你就明白了。李雪，你可真没出息，拿不起放不下，不就是一个男人吗？说好不要的，你这般伤心究竟是为了什么？小姐你怎么了？珍珠，你在这里干什么？小姐你怎么哭了？哪有，只是被冷风吹痛了眼睛。小姐，您开门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您跟奴婢说一下呀。珍珠，我没事，你快回去歇着吧。小姐，您好歹开门啊，让我看你一眼。您要是不开门，珍珠
珍珠就站在这里不走了。珍珠，我根本没有事，只是和婴儿拌了几句嘴而已。哎呀，原来是这样啊！小姐，你也知道，穆大小姐就那个火爆脾气，其实她对您还是挺上心的。你要想开些，别和她计较了。我都知道，你赶紧去休息吧，我一会儿就好了。珍珠别闹，我困着呢。等等，不对啊，昨天睡觉的时候，我明明从里面把门拴上了，珍珠是怎么进来的？还有这周围怎么有股熟悉的味道？你干什么呀你？深更半夜跑到我闺房来干嘛？啊，好疼！这么大的人了，动不动就哭，能不疼吗？你还不是一样，深更半夜跑到这里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我就要哭，我使劲哭。好，我错了，乖，不哭了啊。哥哥，好了，不哭了啊，我在这里，本来就丑，这一哭更丑了，赶紧擦把脸，明天再吓到别人。我又没有要吓你，谁让你深更半夜跑来遭吓的，倒还埋怨上我了。躺下，把眼睛敷一下，小心明天更痛。你坐下。干嘛？哎呀，让你做你就做嘛，哪那么多废话。好啦，敷吧。傻丫头，我会比哥哥对你更好的。难道这帕子是欧阳志璇的？昨天夜里他真的来过。天哪，原来那个不是梦，是真的。算了，哭了也就哭了吧，谁家妹妹还不跟哥哥撒个娇啊？小姐，冯管家来了。啊，这么晚冯叔怎么来了？快请人进来。冯叔，这么晚过来，可是济城那边有消息了？济城那边倒是一时没有什么消息传来，但是老奴今天出城办事儿，竟然意外的碰到了一个人。哦，一个人？究竟是何人呢？冯叔可曾带回府里？这个是一个婆子，老奴怕府里不方便，倒是没有带回来。是个以前在咱们府里负责什么的婆子，现在人在何处？此人并不是我陆府的婆子，而是济城里数一数二的产婆容婆子。产婆？想当年那容婆子10几20年前就在我们济城老家，可是手艺数一数二的产婆，接生那可是一把好手，好多大户人家生孩子都要提前和她预约，要不然临时去找准找不到人。难道我当初就是她接生的？当初夫人生小姐时因身子羸弱，几乎母女均丧命，而当时那容婆子也被另一家早早的就接走了。关键时刻是老爷赶了过去，赔了那家几千两银子，愣是将容婆子给抢了过来，才总算是保住了小姐的一条命。但是夫人终究没有熬过去。这么说，仔细算下来的话，这个容婆子还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了。要是这么说也并不为过。不过令人奇怪的是，那婆子自从接生完小姐，第2天就在济城消失了。多少人家生孩子四处打听，都没有她的消息。这么多年以来，老奴也以为她已经死了。可是没想到今天老奴去城外办事儿，竟然意外地遇到了正在为人接生的容婆子。哦，难道说中间这么多年，容婆子竟然连产婆也不做了？是的，今天乍一见面，那容婆子并没有认出老奴，倒是让老奴套出了些话。原来呀，这么多年她一直在盛京城外的侄女家住着，这么多年呢，也是早就不为人接生了。今天是刚好有个产妇难产，胎位不顺，别人求得她没办法了，才被迫出的手。那容婆子现在在哪里啊？老奴没敢将她带进府，怕引人注意，将她囚在了城东一个偏僻的院子里。冯叔辛苦了，不过恐怕还得麻烦冯叔一趟，
我要见一面那个容婆子。哎，小姐，现在就要去吗？奴婢看着外面又要下大雪了，可是冷得紧呢。要不咱们还是等明天再去吧？不用，免得夜长梦多。我们现在就去。这样，冯叔，我们最好隐蔽一些，分头行动。我和珍珠先出去，1刻钟后你再出去。一会儿我们在长安大街的拐角那里集合。那好吧，小姐一定要注意安全。珍珠，务必照顾好小姐。哎呀，冯管家放心吧，有我在，小姐肯定没事的。小姐，容婆子就在西边的偏房里，老奴找了个信得过的婆子看着她。不过，小姐也最好有个心理准备，那容婆子貌似嘴紧得很。刚才她一认出老奴，就不再随意说话，问什么都一问三不知。哦，不说实话是吧？正好最近闲来无事，本姑娘捣鼓了点东西，正愁找不到人试试效果呢。你们几个先在外面等着，我一个人先进去探探口风。太失礼了，这么冷的天，怎么连杯茶水都没上？珍珠，快给容妈妈上茶。是，小姐。还不错。珍珠，快给容妈妈也倒上一杯。他喵的，这鬼天气也太冷了，冻死个人了。天气这么冷，把妈妈请过来，实在有些唐突了。不知妈妈可还认得我？哎呦，小姐一看就是非富即贵之人，我老婆子出身卑贱，怎么可能会认得小姐呢？想来小姐是认错人了吧？妈妈说笑了，既然来了就是客，先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吧。哎呦，谢谢小姐款待，我老婆子不渴。哦，不渴呀？那妈妈您自己随意吧。哎呀，天气这么冷，冻着了容妈妈可如何是好？珍珠，火盆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小姐息怒，奴婢啊这就把火盆端进来。这说起来呀，容妈妈还是本姑娘的救命恩人呢。本姑娘这么多年正愁着怎么感谢您呢。哎，无功不受禄，这个奴婢可真不敢当。容妈妈谦虚了，不知道妈妈可曾还记得几成的陆夫人？这个奴婢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以前认识的人早已记不清楚了。太好了，看来药效很理想，那个容婆子已经进入催眠状态了，是吗？妈妈再仔细想想，陶朱公陆远的夫人，14年前，您好像帮她接生过，不是吗？陶朱公陆远的夫人，哦，奴婢想起来了，是萧家大小姐萧雨吧？奴婢确实有帮她接生过。那您帮她接生的时候，陆夫人是个什么情况？您还记得吗？当时奴婢正在给李员外的小妾接生，是陆老爷硬把奴婢抢走的。因为那个小妾是顺产，再加上陶朱公出手大方，所以李员外也没有多说什么。然后呢？到了陆府怎么样？奴婢当时赶到陆府的时候，陆夫人大出血，已经快不行了。她一直求奴婢救救她的孩子，然后奴婢拿出了看家本领，帮她生下孩子后，陆夫人就含笑走了。你见到她时，可知陆夫人为什么大出血？身上可曾还有什么病吗？这个具体什么病机病因，奴婢并不知道详情，只是听她的贴身丫鬟说，陆夫人身体一直不好，最近老犯病。你后来为什么不做产婆了？是什么人让你离开的几成？陶朱公陆老爷给了我一大笔银子，让我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果然是陆远，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大一笔银子？你知道原因吗？他并没有明说，只说如若有人问起陆夫人接生的事，让奴婢什么都不要说，一问三不知。我去，竟然没有说，这到底是笔什么糊涂账啊？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觉得陶朱公为什么要让你守口如瓶？
会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奴婢当时也很奇怪，收下银子后有些惴惴不安的。不过后来奴婢无意中听到了一件事儿后，就明白了大概。哦，到底什么事啊？因为随后没多久，陆府对外宣称的是那陆府大小姐是7个月早产。可是奴婢明确知道，那陆大小姐虽然体弱，看着人瘦小，但是明明是一个足月的孩子呢。还有，奴婢想到进产房前，陶朱公也一再地叮嘱奴婢，如果情况危急，关键时刻只保大人就行了。事后奴婢曾刻意打听过，那陆老爷和陆夫人竟然是年前中秋时节刚成的亲，而来年3月份就生下了陆大小姐，加在一块儿也就7个多月。明明是足月生的，却谎称早产，结婚竟然只有7个月。小姐，我想大家也都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今天的事，我希望仅限于我们3人知道。小姐放心，老奴以这条老命担保，这件事儿绝对会烂在老奴心里一辈子，否则就让老奴断子绝孙，不得好死。奴婢也发誓，一定誓死不会将这件事传出去，否则就让奴婢不得好死。我自然是相信2位的。天色不早了，我们赶紧回去吧。可是小姐，屋子里那容婆子怎么办呀？冯管家，你将那个火盆扑灭，然后倒杯茶喂那个容婆子喝下去。这样就行了？是呀，就这么简单呀。其实呀，我们将药粉下在了火盆里，而那壶茶水呢，就是解药。这就是小姐为什么毫发无损的原因。至于那个容婆子嘛，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喽。这大小姐办事果然不同凡响，完全不按照常理出牌嘛。怪不得那容婆子会中招。英儿，我们这到底去哪儿？你这非要我女扮男装，又穿什么骑马装，整得神秘兮兮的，到底要干什么呀？现在外面天寒地冻，到处都结着厚厚的冰，根本就不能骑马。哎呀，一会儿就到了，一会儿就到了。出来玩就出来玩吧，这么冷的天，你还让我穿这么少，我现在都能想象到，待会儿一下车，我肯定会冻成个冰棍儿。哎呀，放心吧，我保证待会儿下了马车，你肯定不会冷，行了吧？这么冷的天，穿这么少怎么可能不冷？哎呀，别急嘛，一会儿就到了。告诉你到地方了，你肯定会喜欢的。但愿是个好地方，会很好玩。要不然本姑娘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知道吗？如假包换，行了吧？好了，到地方了，下来吧。哇，好漂亮啊！陆大小姐，你们来了。木二少爷，你怎么在这里啊？嘿，是二哥发现这个好地方的，我缠着他带着我们来玩冰溪的，怎么样？我就说你会喜欢吧。喜欢，穆大小姐的安排，小女子怎么可能不喜欢？真是让穆大小姐您费心了。嘿，你这个臭丫头，你到底什么意思呀？哎呀，好了，先别闹了，一会儿我教你们怎么滑。别愣着了，傻丫头，怎么样？没玩过吧？来叫上姐姐，稍后啊，姐姐一定会好好教你的。谁稀罕你教？你自己会滑吗？哎，我跟你说啊，你这丫头还别嘴硬，告诉你啊，待会儿有你求我的时候。姐姐，你还是自己先学会再教我吧。嘿，雪儿，你个臭丫头，你还别笑我，等你下来呀，你就知道了，肯定比我摔的还要惨。英儿，你确定你不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吗？二哥，你站在那里发什么呆呀？快把我拉起来呀！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哥呀？哎呦，我木音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了。这儿有一个落井下石的朋友还不算，竟然还有你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哥哥。哦，我这就过来。你不是说要教我怎么滑的吗？你倒是赶紧教呀，都让雪儿那鬼丫头看我笑话了。燕儿，你看二哥，这样，这样你往前滑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身子要稍微往前面探一点。哎，小姐，要不我们还是别滑了吧？奴婢看着怎么就那么危险呢？您看穆家大小姐武功那么好，这都摔了好几跤了，您这小身板可怎么受得了啊？
放心吧，这点小事儿难不到你小姐我的，我可没有婴儿那么笨。真的可以吗？您看那穆家大小姐身手那么好，都一直摔呢。身手好有什么用啊？这又不是打架，这项运动是有技巧的。你不要拉着我了，往边上站一点。效果还不错，比我想象中的好用。怎么样啊，姐姐？还要不要来好好教教我呀？哎，雪儿，你个臭丫头，你竟然也会冰嬉，真是气死我了！婴儿，这样，你滑的时候双脚要分开一点，上身要保持放松，对，不要紧张。对，就保持这样。还有，你摔倒的时候要尽量往前扑，这样不容易摔伤的。那个莫二公子，您会滑雪吗？滑雪？就是有没有一种工具，让我们可以从远处的山坡上滑下来的？这个呀，可以让人从山上滑下来的吗？对，和这个溜冰鞋在制作上应该差不多的，有吗？有倒是有，但是以前我只是跟着大哥和太子殿下玩过一次，我滑的并不好，不太熟练，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同时保护好你们两个的。啊，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现在哪里能弄到这种滑雪的板子啊？我要滑。滑雪吗？我也要，从山上冲下来呢，肯定比滑冰更刺激。那好吧，我现在就和船夫回去找你们要的那种滑雪板吧。啊，那会不会太麻烦了？要不还是下次吧。哎呀，不麻烦，正好你们也累了，上马车先歇息一会儿，吃点东西。我和船夫去就回。哎，小姐，您看那不是莫二公子吗？好像回来了呢。啊，这么快就回来了？雪儿，你看看谁来了？谁啊？玄表哥呀，他怎么来了？哎呀，雪儿你快别睡了，玄表哥来了，都快走到我们马车这儿了。玄表哥是谁啊？我又不认识。玄表哥，你怎么来了？莫风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你们想要滑雪吗？竟然是欧阳志玄。小心点儿，别摔了。不是有哥哥你在这儿吗？哥哥？对啊，我觉得他像我哥，喊他哥哥怎么啦？雪儿，你是不是发热啦？我怎么感觉你最近不太正常啊？每一次见玄表哥反应都不一样呢。最初吧，是一提到某人你就烦，像碰到了杀父仇人一样。前段时间吧，你是太子殿下的假意奉承，这回又变成了哥哥。好啦，你什么时候都变成大侦探了，咱别再叨叨了行吗？我们还要滑雪呢，你再叨叨一会儿，天都要黑了。哦，对呀，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滑雪的时候，首先站在坡顶，双板平行，与肩同宽，慢慢收起雪杖，徐徐下滑，直到平地时自然减速停止。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上身直立，头部抬起，目视前方，不要紧盯着自己的雪板，注意观察周围情况。肩部放松，胳膊前伸，双手握住雪杖。最关键的一点，一定要放松。啊，哥哥，快接住我，快接住我！笨死了。我就是笨呀，没办法，这样不是更衬得哥哥你更加英明神武吗？真是个傻丫头。那还要不要玩？当然要玩啦，好久没这么刺激好玩了。有个厉害的哥哥，感觉真是太好了。不是说他和太子殿下的感情并不好吗？那个玄表哥，问你个事儿哈。什么？那个就是，请问一下啊，这被男人扑倒是什么感觉呀？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跑！闪开！闪开！快闪开！马受惊了！救命啊！小姐，我们怎么办呀？别害怕，尽量抓紧马车臂，说不定一会儿马跑累了，就停下来了。竟然是裴莹，旁边那个应该是他的丫鬟吧？欧阳志玄，那辆马车里是裴莹，你快去救他！啊，你快去啊！马车要翻了，那可是2条人命。又不是我的女人，
我为什么要救？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这样想很正常啊。哼，我算是发现了，欧阳志璇，你可真是个冷血的。这都人命关天了，你伸手就能救人一命，可是你却连动都不愿意动。哼，你不去我去。你也不许去。为什么呀？欧阳志璇，你到底什么人呢？这危急关头你不救人也就算了，你还不让我去。小姐，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终于有人英雄救美了，太好了。哎，哥哥你快看，那个人救他的竟然是，太不可思议了。看什么？我看某人玩了一天，这会儿该累了。哎，哥哥，你说刚才多好的英雄救美的机会啊，你为什么不去救呢？大好的机会让给别人，你亏不亏啊？又不是我的女人，我为什么要救呢？那我问你，如果刚才飞出去的是我，你会救吗？废话呀，没想到呀，我脸这么白呢，竟然能劳动太子殿下您亲自出手。难道还留给别人吗？谁的女人当然谁救。啊，你给我说清楚，你到底什么意思啊？谁是你的女人了？我怎么就成了你的女人了？哎，真生气啦。哼，我算是发现了，和你这人说话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你说你这个人，这还是个正常人吗？怎么会连这么一丁点的好奇心都没有呢？有。那你刚才都不想知道救美的英雄是谁，你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还有好奇心，你有个毛线？哎，欧阳志璇，你说你刚才那句话是不是别有用意啊？刚才你是不是已经料到穆浩会出手救人？看来是被我蒙对了哟。林逸雪，你真是太有当侦探的潜质了，当个大家闺秀真是可惜了。可是欧阳志璇怎么就知道穆浩关键时刻会出手相救呢？谁的女人谁救？难道说裴莹是穆浩的女人？哎呀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下可有热闹看了。裴国公和穆浩那可是死对头，这翁婿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啊。注意形象，没想到啊，这小丫头还有这潜质呢。一八卦起来，平时的迷糊劲儿全没了，精力十足啊！稍一提醒就能追根溯源，这嗅觉灵敏的都快赶上狗了。裴莹怎么就成了穆浩的女人呢？这两个人完全没有交集啊！哎呀，哥哥你就别看了，快说说，穆浩和裴莹两个风牛马不相及的人是怎么搞到一起的？不小心用错词了，应该说怎么相识的啊？对，怎么相识的？哥哥，你快说说嘛！他们两个，一个常年驻守在边疆，一个整天窝在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到底怎么认识的？说什么说？你看看你现在，满脸的八卦，整个一10万个为什么，和那些市井泼妇有什么区别？没得说啊！我就想知道，我本来就是市井泼妇呀。哥哥，你就把我当成市井泼妇不就行了吗？裴莹小时候走丢，被人贩子拐卖过一次，是穆浩救的她，并将她送回了家。就这些？嗨，思绪又跑哪儿去了？这么说来的话，穆大将军这是第2次英雄救美了。哎呀呀，裴莹可真是太幸福了，一个是盛京有名的才女佳人，一个是少年英雄，真是郎才女貌，英雄配美女，果然是绝配。你是不是特别羡慕裴莹啊？我有什么好羡慕她的？我现在的日子多逍遥呀，她应该羡慕我才对，是吧？小姐，哎呀，小姐别绣了啊！干嘛呀？我这荷叶都快绣好了，不许捣乱。哎呀，小姐，就您这3分钟热度，再过10年，您的绣技也进步不了。哎，快别绣了，太子殿下来了。哥哥，
昨天不是刚下过圣旨吗？他怎么今天就来了？哼，你少在这里哄骗我啦！我告诉你，外面那么冷，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屋里绣帕子。真的没有骗你，是太子殿下亲自来给咱们府上送年货了，人现在就在前厅，老爷让您过去呢。真的没骗我，是哥哥亲自来的。真的不骗你，太子殿下就在咱们陆府客厅坐着呢，如假包换。您快换身衣服过去吧。哥哥真的来了？哎呀，还换什么衣服呀？真是，又不是外人，我这就过去。这么着急，准备去哪儿啊？哎呀，还能去哪儿？人家是去见你呗。我这么受欢迎呢？当然是了。倒是哥哥你要干嘛？一来就撞我脑袋，我现在人都被你撞傻了。女孩子哪有你这样的，整天莽莽撞撞，动不动就横冲直撞。我还不是听说你来了，着急忙慌的要去见你，结果倒好，你还抱怨我。好好好，冤枉你了。本来就是嘛，就是你冤枉我了。来，让我看看，脑袋有没有事？当然有事，被你撞傻啦。哥哥，先喝口茶水，这是我自己做的花茶，尝尝怎么样？不错。喏，还有这个点心，这是我们这儿周嬷嬷的手艺，可好吃了，尝尝，怎么样？是不是食神级的水平？好吃。哦，对对对，还有一个汤，这个汤呢也是周嬷嬷煲的，美味极了，关键是对身体也特别好。我这段时间每天都喝的，今天还没来得及喝呢。哥哥，你也正好尝尝。小姐，小姐，哎呦，珍珠，你干嘛呀？好东西当然要大家一起分享了。我给我哥喝汤，你有什么意见啊？真是小家子气。哎呀，小姐，汤的功效，您忘了吗？汤的功效？什么功效啊？哥哥，要不你还是别喝了吧。哥哥，你怎么了？怎么就忽然呛着了？没事吧？怎么就咳个不停呢？是不是来的时候受凉了？珍珠，别愣着了，快把哥哥的披风拿过来给他披上。哎呀，我的小姐呀，亏您还是神医呢，这太子爷哪里是受寒了呀？明明是被您吓的好不好？哥哥，您看您这一来飘雪阁，我这就好吃好喝的招待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等明年我去了你的太子府，你可一定要对我好点儿。还有啊，如果妹妹哪天向你提个小要求，需要你帮个小忙什么的，您老人家应该不会不答应吧？难说。我就说，这个臭丫头今天无事献殷勤，肯定是非奸即盗。果不其然，估计到时候让我帮的肯定不会是个小忙，关键是根本不会是个好事儿啊。今天是1年1度的除夕，阖家团圆的日子，咱们家人呢也终于聚到了一起。今年呢，咱们陆家也算是吉星高照，双喜临门。第一件事呢就不用说了，这个圣旨前几日也都下了，我们雪儿明年4月就要和太子殿下大婚了，到时候啊就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妃了。为父在这里祝贺雪儿了。女儿谢过父亲，一切都是父亲的功劳，您辛苦了。恭喜大小姐了。同喜同喜，秦姨娘客气了。爱生气是吧？更生气的还在后面呢，等着吧。接下来呢，还有一件喜事，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下。张妈呀，快把你们的红姨娘扶进来。红姨娘？洪秀这个贱人，半年不见，果然就让她得了势，竟然要做姨娘了。哼，一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能翻出什么花来？看老娘哪天翻了身，不收拾你这个贱蹄子！奴婢参见老爷大小姐。好了好了，都是自家人，哪来那么多规矩啊？来，快坐下。你这身子现在可不能受累了。这第二件喜事呢，就是洪秀已经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了，咱们陆府又要添丁了。对了，
以后可不能再叫红袖了，应该叫红姨娘才对。以后啊，红袖就是咱们陆府正儿八经的姨娘了。谢谢老爷。快坐下，快坐下。这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眼下呀，你什么都不要管，只要照顾好身子就行了。这个贱人竟然怀孕了，她不是不能生养吗？哼，怀孕了又何妨？但愿你能有生出来的命。恭喜红姨娘，雪儿还等着红姨娘赶紧给我添个小弟弟呢。看来这个红袖也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善良无辜啊。不过想想也是，能和秦姨娘明争暗斗了这么些年，还能独善其身，想来也是有几把刷子的。罢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正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家了，他们爱怎么斗就怎么斗吧。大小姐真是取笑奴婢了。还是雪儿会说话。好了，都别愣着了，赶紧吃饭吧。这古代也太无聊了吧，这大除夕的一点娱乐项目都没有。还是前世好呀，好歹还有个春节联欢晚会可以看。不知道李小静他们现在在干嘛呢？今年的春晚都会有哪些小鲜肉呢？哥哥，你怎么来了？傻丫头，别发呆了，走了。走去哪儿啊？到了就知道了。好了，睁开眼吧。这里也没有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啊。这个欧阳志玄该不会又忘了吃药了吧？这大除夕的，外面天寒地冻，关键是四周乌漆麻黑的，什么也看不清啊。哥哥，我们这是要……哇，是烟花！哥哥，快看，是烟花耶！昙花一现，也太短暂了吧，真没意思。哇，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好看吗？好看。不行，林一雪，你不可以乱来，对方可是这具身体本尊的哥哥。如果你们接吻的话，就是大逆不道。欧阳志玄不知道真相，有这个想法还可以理解，可是你就不一样了，你已经知道真相了，怎么还可以做这么逆天的事儿呢？哥哥，咱们还是看烟花吧，看烟花。太可惜了，眼看就要成功了，怎么就忽然清醒了呢？哥哥，你以后每年都带我来看烟花，好不好？傻丫头，我会陪你看一辈子烟花的。主子，烟花可以停了吗？滚！主子息怒，主子息怒，小的这就走。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没事，我送你回去吧，别受了寒。算了，来日方长，还是慢慢来吧。不错，胎相很稳定，红姨娘大可放心，小宝宝很健康。多谢大小姐了，一切都是大小姐的功劳。红姨娘，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这小弟弟当然是你和父亲的功劳了。是贱妾嘴笨，让大小姐见笑了。我现在给你开个食疗的方子，你照着这个吃半个月，保准小弟弟将来生出来又白又胖。多谢大小姐，让大小姐费心了。大小姐，您知道吗？正月初6那天，二小姐就被秦家的人接走了。不知道这秦姨娘又想出什么幺蛾子了？你说他们不会去秦府搬救兵去了吧？能出什么幺蛾子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可是奴婢听说咱们陆府老夫人也是出自秦府呢。你说他们会不会……红姨娘，现在在咱们府里，什么都没有你的肚子重要。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照顾好自己的身子最要紧，知道吗？是奴婢多嘴了。大小姐您忙，奴婢就先走了。看来这女人呐，没有一个省心的。你给了她1，她就想着2。有些事，你一旦给了她希望，欲望就再也停不下来了。恐怕红袖心中所想，不只是姨娘这个位置吧？还有那秦姨娘，竟然把陆一双送走，搬救兵。能搬的救兵，不是早就搬过了吗？
恐怕是听到红袖怀孕，心慌了，想要破釜沉舟了吧？也不知道几城那边怎么样了。既然太子爷出手了，想来事情应该很快就会有进展。算了，不想这些了。哎呦，小姐，您这搞的又是哪出啊？您不是要出去玩吗？怎么又着起男装来了呀？我看穆大小姐都穿的女装呢，人现在都来了，就在院门口等着你呢。婴儿，今天罕见的没有直接闯进来，和平时明显的不一样。什么人能让婴儿有这么大的变化？想必是某人也来了吧？珍珠，和穆大小姐一起来的都是谁啊？还有穆二爷和荣锦公子呀。穆大小姐说了，荣锦公子啊是特意赶过来陪你们一起过元宵节的呢。哎呀，小姐，人都在院门口等着呢，刚才那样就挺好的，怎么又给擦了呀？你这磨磨唧唧的，待会儿人家都等急了。要不还是奴婢帮您画吧。太子殿下，你……珍珠，你别站着了，你去和穆大小姐他们说，我已经一个人出去了，让他们别等我了。啊？好吧。我来帮你画吧。你？闭上眼睛。哥哥，你曾经喜欢过一个人吗？那你知道暗恋一个人求而不得的那种心痛吗？好了，睁开眼睛吧。哥哥，我们是去赏灯，又不是去捉鬼，你怎么把我画成钟馗了？有吗？我觉得挺好的呀。哪有，明明就像两条毛毛虫趴在上面，都快赶上蜡笔小新了。蜡笔小新是谁啊？就是你画的这两条眉毛。哇，那个灯船好大呀！哎，哥哥，你快看，太漂亮了。就算还没当上太子妃，咱起码也是一个首富的千金啊。看他这小傻样，怎么像个乡巴佬似的？哎，真是，说他是乡巴佬都有些对不起乡巴佬这个称号，乡巴佬都比他有见识。咱能注意点形象吗？不能，哼！哎，嘘，哥哥，你倒是猫着点腰啊！干嘛？哎呀，你快蹲下！哥哥，你快看，那两个人是谁？莹儿画的这个小象，将军看着可还喜欢？不错，原来我在你眼里这么英俊潇洒呢。我去，这家伙也会笑啊！哪里，将军这是英勇神武，在莹儿心中，您就是一个盖世大英雄。不好，周围有人在偷看。婴儿，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你说呢？反正是某些人是怎么耍无赖欺负人的，可都被我们看了个正着。看来是该看到的，不该看到的，都让他看到了。也罢，误会了也好，正好让他死心了。荣锦公子，这回你应该相信了吧？刚才我就跟你说了，雪儿肯定和玄表哥出去赏灯了，你还不信？这回眼见为实了吧？雪儿她呀，现在找到新的可以随意欺负的人了，平时根本都不大搭理我们了。看来，确实是容嬷想差了。也是，从来只有新人笑，谁人听到就有人哭啊！哎，某人是有人玩了，哪还会顾着我们这些人的感受啊？这话说的怎么像个小怨妇啊？感觉像是我多没良心，抛弃了你一样。穆兄，这位是？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玄表哥，这位是我的朋友荣锦公子。荣公子，这位是？叫我志玄就好。那荣锦就斗胆跟着穆兄，也喊您一声玄表哥了。随意。大家也都玩了半天了，这难得聚到一起，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点心，喝杯茶吧？好呀，正好玩了半天，我也累了。你来干嘛？哎呀，有事儿，你往里面坐坐。什么事儿啊？说吧。喂，雪儿，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你说玄表哥是不是对美男子更感兴趣啊？我怎么觉得你每一次穿上男装，他看你的眼神就格外的温柔呢？你看，
上一次滑雪时是这样，刚才画灯笼时也是这样。英儿这个死丫头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这个时候爆这么猛的料，是要呛死我的节奏吗？你瞎激动什么呀？你就说是不是我说的这回事儿吧，是不是你也感觉到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呛着吧？来，喝口茶水缓缓。高明，实在是高明。那是，也不看看我穆大小姐是谁，那可是有着一双火眼金睛呢。去你的吧，火眼金睛，你还算猴子呢。哎，英儿跟你说了什么？这么高兴？我跟你说呀，雪儿你个臭丫头，可不准出卖我。就说，你这料多猛呀，你都能说了，为什么不让我说呀？不许说，我看你这个臭丫头敢说，你要是说了，我以后就跟你绝交。哥哥快保护我，你知道吗？英儿刚才说你呀，好像更喜欢美男子，因为都怪雪儿这个臭丫头，什么话都往外说，今后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呀？真是笑死我了。好了，小心待会儿笑得肚子疼。你别拉我，我还没笑够呢。怎么累了？要不再吃点东西，我送你回去。我不想吃。雪儿累了，你们继续玩，我们就先走了。这，他们这是欺负我们3个单身汉，赤裸裸的秀恩爱呀！就讲了个笑话而已，怎么就能笑累了呀？这雪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娇气了？看来啊，他的日子过得真的很幸福。玄淼哥也很疼惜他。原来我担心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好了，没外人了，不用演了，起来吧。我就不起来。好了，别哭了。你这样拿我当幌子去气别的男人，我都还没有生气，你自己倒是哭开了。哥哥，你不明白，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哭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到那个人，我的心就突然变得好痛。可是你就不怕，我要是也一生气走人了，你怎么办？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我哥，你永远不会离开我的。唉，看什么呢？看这张皮是不是画的呀？哎，哥哥，你什么时候来的？只怪你这眼里啊，只有你自己，哪儿看得见别人呢？哪有，我当然也能看见哥哥你啦。还别说啊，哥哥，你一穿上这身杏黄色的太子装，还真不是一般的帅，反正是乍一看特能镇住人。你这张小甜嘴儿就忽悠我吧，那怎么就没有镇住你这鬼丫头呀？哪有，雪儿现在心中其实也可震撼了。拜见太子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你这个古灵精怪的丫头，真是想一出是一出。还不是太子殿下您栽培的好。别闹了，都收拾好了吗？我们走吧。早就好了，万事俱备，只欠您这东风了。今天可能会不太平，你到地方一定要小心，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可擅自行动，一切等我。哎呀，哥哥你就放心吧，我这家伙事儿都带着呢，我向你保证，我会把自己保护得妥妥的，一根汗毛都不会少。那走吧。啊，对了，今天坐你的马车，我让莫风一大早出城去接赵云长公主了。啊？哦，好吧。哎，你们怎么回事啊？会不会赶车啊？这个位置是我们先看上的。什么怎么回事啊？我们这可是裴国公府的马车，我们爱停哪儿就停哪儿啊。裴国公，这么巧，真是冤家路窄，希望这次小事故不是人为的才好。有你们这样的吗？还讲不讲理啊？不知道什么叫先来后到吗？真是瞎了你的狗眼！在这盛京城，我们国公爷就是天，就是道理，你没听说过吗？再嚷嚷，看我不拿鞭子抽死你！哎，你们，麻烦先让让，先请裴国公下车。哎，国公爷，您老慢点下
小心脚下。看来是有人记仇，今天故意要给我难堪呢。不好意思了，裴国公，恐怕您老又要失算了。今天本姑娘的马车里可坐着尊大佛呢。哟，看，好像是裴国公和陆大小姐的马车撞上了。是呀，好像是陆大小姐先来的吧？也不见得吧，裴国公可是老前辈，小辈理当让着前辈呀。可是那陆大小姐可是未来的太子妃呢，这事儿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这么论的话，那裴国公还是裴贵妃的亲哥哥呢，现在又在廷王府，那陆大小姐甭管先来后到，理当让着裴国公。哎，就是因为在自己府门前，所以才得让着客人呢，怎么可以倚老卖老呢？哎呀，甭管谁先来的，谁对谁错，反正陆大小姐这个哑巴亏是吃定了。小姑娘脸皮薄，估计要哭鼻子喽。是啊，谁说不是呢？您看啊，这位小哥，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这特殊情况实在是车多位少，要不我再给您学个位置啊？不用了，我们就在这里下吧。不是私下得到消息说马车里坐的可能是陆大小姐吗？怎么还是个男人？并且听着声音虽然威严十足，但是应该很年轻的，不像是陶朱公陆远啊！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恕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拜见太子殿下，殿下千岁，千岁。臣女拜见太子殿下，殿下千岁，千岁。雪儿，你说本宫这个太子是不是够孤陋寡闻的呀？这盛京城的天啊，什么时候都要变了，要由裴国公辅做主了，本宫竟然都不知道。裴国公，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就不提前通知本宫一声呢？让本宫好有个心理准备啊。这话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定会定我个谋逆之罪，灭九族都不为过呀。太子殿下，你说笑了，老臣惭愧，对家奴管教不严，还请太子殿下恕罪呀。本宫也希望只是那家奴的随口之言呢。裴国公觉得呢？是，还请殿下恕罪，老臣回去立即便严正家风。行了，都平身吧，今天可是廷王爷大婚的日子，大家别耽误了廷王爷的婚礼仪式才好。要不要这么爽啊？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打脸呢！太子殿下，陆小姐来了，快请里面坐。姐姐，太子殿下旁边的这位小姐，一看就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儿，想必就是太子府的许昭仪吧？太子殿下，您可真是好福气，这位可是个绝世佳人呢。妹妹这次可真是看差了，许昭仪哪有这位美人得咱们殿下的心呀？哟，你瞧妹妹这记性，那想来就是朱淑媛了吧？也不是呢，再猜猜。这两姐妹一唱一和，戏唱的真不错，可是非常不好意思，恐怕要让他们失望了。没见过谁家的妹妹会介意哥哥房间里的那些事儿的。纵使太子府里有美人千万，可只要他心里有我这个妹妹就足够了。哎呦喂，真是老了！我说怎么这次见的比哪次都漂亮了？原来不是许昭仪和周淑媛呀！啊，我知道了，肯定是太子府的魏昭容，对不对？这位夫人您好，我是陶朱公陆远府上的嫡女陆逸雪，很高兴见到您。原来是陆大小姐呀！您瞧瞧我这记性，怎么把您的大名给忘了呢？实在是抱歉的紧呢。你好，我是两江刘总督的夫人，您喊我一声刘夫人就成。原来是两江总督的夫人，怪不得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没事找我茬儿，腰杆果然够硬啊！也不知道某人是怎么混的，这肥差怎么都被那边的人捞着了。看来欧阳志玄这个太子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呀。无妨，
刘夫人实在太客气了，我怎么看着刘夫人您记性好像不太好呀？刘夫人您这种情况，雪儿自然是能够理解的。是呀是呀，也就这半年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记性啊忽然就变差了，老是记错人啊，忘个事儿啊什么的。哦，原来果然是这样啊。其实刘夫人这种情况还真不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呢，这是一种病，得治。是病？陆大小姐您开什么玩笑呢？您这也太危言耸听了。我这也就忘个事儿什么的，怎么就成病了？还真不是我危言耸听，您这种情况呀，确实是一种病。这种病啊，像您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就是初期，表现的可能也就是记性差，忘性大一点。这平时呀，顶多也就是认错个人什么的。可是如果您放任不管的话，再过个几年，等您40岁、50岁的时候，那可就惨了。那个时候您会忘的事情越来越多，有时候可能刚刚放下筷子，您就忘记你已经吃过饭了。身边的人呢，也会一个一个的忘记，甚至到最后呀，您连您自己都不认识了，都不知道您自己到底是谁，您为什么会在这里。哼，世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病？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就没有听说过？恐怕是陆大小姐您自己发明的吧？其实呢，这种病并不罕见的，你们不是大夫，身边又刚好没有这种病例，当然就不知道了。它呢有一个学名，叫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那是什么病啊？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对呀，陆大小姐，您赶快给我们说说，这种病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呢，这种病也不是特别罕见。我一说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大家肯定都有听说过。这种病呢，通俗点讲，就是我们说的老年痴呆症。像这位刘夫人呢，特别健忘，连人都认不清。这种情况就是这种病的初期。当然了，刘夫人您也不要惊慌，得这种病的并不是只有你自己。情况到最后也不是都特别的糟糕，只要您好好的配合治疗，说不定晚年的时候，就算不认识身边的人，可能还是有机会会认出你自己的。老年痴呆症？我看你这丫头才是老年痴呆吧？年纪轻轻的在这胡说八道，危言耸听，你算是哪门子的大夫呀？还一个大家闺秀呢，当着这么多人在这里胡说八道，你们陆府可真是好家风呀！我们陆府的家风怎么样，您倒是不需要知道。至于我的医术如何，我想你们裴府应该是知道的。去年你们家裴老夫人忽然中风，我这个不怎么样的大夫也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了吧？哼，不是会装吗？你倒是装到底呀！没给你说成个绝症，3、5天就死翘翘。本姑娘已经嘴下留情了。对呀对呀，这陆大小姐确实是神医呢。当初裴老夫人中风，可就是她抢救回来的。是呀，人家现在又师从樊院使，那医术自然是了不得的。那照她这么说的话，这刘夫人是不是真的得了那什么什么的病？是老年痴呆症啦。对，就是这个名字。不是说晚年连自己都认不出吗？这么严重呢？哎呀，我们是不是应该问问陆大小姐，这病可千万别传染呀。哼，你这丫头好一张利嘴，竟然跑到天王府来搬弄是非，无中生有。本夫人没病，竟然就被你……赵云长公主驾到！参见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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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起来吧。今天是婷儿大喜的日子，大家不用这样拘束。皇姑母，长公主，您终于来了，快请上座。大家都别站着呀，快都坐下吧。雪丫头，快到皇姑母身边来。长公主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和她的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谢皇姑母厚爱。玄哥也坐雪丫头旁边，浩哥坐你大哥旁边，裴贵妃、众位夫人，
你们也坐，都别客气呀。这一位想来就是两江总督刘裕的夫人吧？正是臣妾。长公主您可真是好记性。这人呐，什么时候无论到了哪个岁数，这记性都得好。记性差呀，那可是病，得治。刘夫人也是个明白人，可不能讳疾忌医啊。这长公主也太可爱了吧，这是在光明正大的打那个刘夫人的脸呀。臣妾谢长公主关心。对了，雪丫头，皇姑母可是听说你最近跟着那樊老头学了一身的本事，现在医术肯定又大有长进吧？皇姑母过奖了，雪儿也就学了些浅显的医理，实在有负师傅的盛名。谦虚懂事，是个好孩子。年纪轻轻的有医术高超，实在不容易。陆府果然好家教啊。皇姑母啊，是一看到你这丫头就打心眼里喜欢。刚好这段时间本宫头风病反复发作，过几日啊，你上府里也住段时间，顺便帮我扎几针。是，皇姑母。好了，你们年轻人啊都爱动，就都别在这儿杵着陪我这老婆子了，都去院子里转转吧。真是太贴心了，太可爱了。谁啊？我？想得美，哥哥你哪里可爱了？我说的是长公主。对啊，皇姑母的性子确实比较可爱，等以后慢慢你就知道了。那你倒是说说，是皇姑母可爱还是我可爱？你都说女人心海底针，看来古人诚不欺我呀。我明明是顺着这丫头的话说的，怎么就给绕到坑里了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可爱呀？得，看来不说话是不对的，那就赶紧说吧。当然是你比较可爱。哥哥你口是心非啊。刚才你明明说皇姑母性子确实比较可爱，让我以后慢慢就知道了。一样可爱，行了吧？你的意思是说我才10几岁，就和快50岁的夫人一样了，是不是？天哪，好深的套路呀！感情我怎么说都不对啊！得，惹不起，咱总躲得起吧？我去，这什么套路呀？就他这德行，太子府的美女们会不会炸锅呀？别说，说不定他们就喜欢哥哥这个傲娇的小模样呢。我父亲可能这段时间会对你们不利，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我说的是真的，昨天晚上父亲还关在书房里，和廷王爷府里的几个谋士嘀嘀咕咕到半夜呢，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是，我都知道，我会小心的，你自己也要注意，知道吗？我知道的，你放心，这个时候他应该不会打我的主意的。哎呀，人家知道了，你快放开，别让人看到了。听话，快些回去吧，真想早点把你娶回家。好了，我先把你送回去。人家谈个恋爱，有这么好笑吗？不是，我没有笑他。哎呀，讨厌，你放开人家啦。好了，这事儿有这么可笑吗？注意形象啊，注意形象。我这还不注意形象啊？你没看我都快把自己憋死了吗？我这笑都不敢出声，自己都快把自己弄窒息了。好，冤枉你了。咱别笑话人家了，成吗？人家谈个恋爱容易吗？你这笑起来没完没了的。好了，我不笑了，你也别叨叨了。那走吧，咱俩也转转。对了，刚才裴莹那话是什么意思啊？谁要算计他啊？裴莹的生母已经去世了，现裴国公夫人是个田房。这么说来，裴莹小时候被拐卖的事儿，就不是单纯走丢这么简单了，很有可能是人为的。又是一个白雪公主和歹毒继母的故事。封建社会真是害死人，你看看造就了多少可怜的小白啊！
最起码我是一个，你也算一个。大哥大嫂，原来你们在这里呀，真是让我一通好找。我看你是找你大哥吧，我就算了吧。对呀，我是在找大哥，可婴儿和威尔可不就是四处在找你吗？这个我倒是相信。他们两个现在在哪儿？应该是没找到你，又回大厅了吧？找我做什么？哦，南边那边浩哥他们都来了，想找你玩些小游戏呢。那你赶紧去吧。你一个人在这里怎么行？要不我把你送回大厅去，找婴儿他们去。哎呀，你就放心吧，一点事儿没有，我自己知道怎么回去，就顺着这条小路拐几个弯就行了。你们快走吧，不用管我了。哈哈，这位姑娘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小生刚才失礼了，没有伤到您吧？要不要这样？好俗的套路啊！难道不论古今，流氓搭讪都是这种方式吗？你赔礼就赔礼呗，眼睛乱打量是几个意思啊？公子客气了，你并没有碰到我。哎，美丽的小姐，您不要走啊！小生还没有谢罪呢，您怎么就忍心走了呢？你想干什么？哎呀呀，这美人一生气就是不一样，本少爷就喜欢这种有脾气的。哎，你瞅瞅，这眼一瞪，自是别有一番风情啊！请公子让开。如果我就是不让呢？美人儿，你能将我怎么……哎呦喂，我的腿怎么就突然麻了？他娘的，太不争气了！关键时刻怎么就突然腿疼了呢？哎，雪儿，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碰到一只讨厌的苍蝇，没事了，咱们回去吧。苍蝇？谁啊？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刘彻，竟然是你！怎么又皮痒了，手犯贱了是不是？哎，走开啊！男人婆，关你什么事儿啊？当然关我事了！我告诉你，刘彻，甭管你有什么来头，你要是敢打雪儿的主意，看老娘知道之后不拿鞭子抽死你！哼！雪儿，我跟你说，你以后离这个无赖可远着点儿。那人到底是谁啊？怎么这副德行啊？还能是谁呀？盛京第一纨绔公子刘彻呗。他爹是两江总督，他娘是裴贵妃异母同胞的妹妹，结果就养了这么一个奇葩。哎，你知道吗？他这种人，一年365天，他得360天在青楼过夜，就剩下那5天没去，也是在人家谁家的小媳妇的床上呢。啊，还真有这样的人呢，这么损！你这都是从哪打听的？这还用打听啊？全盛京的人都知道，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好不好？在咱们盛京，谁家姑娘要是失踪了找不到了，带人上刘府一找，10有8九准能找到。这可真是个社会败类。等等，两江总督的夫人裴贵妃的胞妹，不就是刚才大厅里的那位刘夫人吗？可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感情这一家人全是一个德行，没一个好鸟。啊，对了，薇儿呢？她不是跟着你吗？嗨，那鬼丫头啊，我把她塞给昭云长公主了。她这次怎么那么听话呀？你不知道呀，薇儿除了我，最怕的就是昭云长公主了。你就吹吧你。嘿嘿嘿，其实我就算了，昭云长公主那可是连皇上和皇后都要礼让3分的人，你说她能不怕吗？那要是惹急了，长公主一巴掌拍在她的小屁股上，就没有人能替她接得下来。哇，长公主这么厉害呢？当然了，长公主年轻的时候可是带兵打仗的女将军，平时看着脾气还行，那要是关键时刻脾气一上来，就没人能镇得住啊。所以啊，皇宫里啊，没人敢跟她缠。哟，小美女，终于舍得出来了。好熟悉的声音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是又想祸害哪个良家女子呢？或许对付这种人，就应该像沐英那样，必须下猛药，一点也不能心慈手软。没想到这俩人搞一块儿去了，这就让他们黑吃黑，狗咬狗吧，完全没有我出手的必要啊！你刚才见到人了吧？小美人儿，怎么才过来呀？小爷我可是都快等急了。
人也让你见到了，怎么样？我没说谎吧？是不是挺合胃口的？是挺不错的，算你还有诚信。那小丫头确实看着比较可口啊。咱们当初可是有言在先，只要我帮你找到了人，你就放过我们。你可得说话算话。嘿呦喂，这绷着张脸给谁看呐？你还别说啊，小爷就是喜欢这生气的小模样。说正事儿呢，你当初可是说过，只要我帮你找到美女，我弟弟欠的赌资就一笔勾销，你再也不找我们家的事儿了。哈哈，好说好说。鉴于你这次这么给力，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帮小爷物色了个这么个尤物，你放心，小爷说话肯定算话，那笔钱从此一笔勾销。那房契呢？我弟弟押你们那儿的房契呢？快拿来吧。哎，别急呀，人还没有送到小爷的床上，小爷我一口还没吃上呢，现在就想要回房契，是不是早了点啊？你到底想怎么样？咱们当初可是说好了的，你不许出尔反尔。嘿嘿嘿，我能有什么想法啊？算了，要不是看在你找的人这么可心儿的份上，小爷可没这么好说话。记得待会儿把人亲自送到小爷的床上，咱们一手交人，一手交房契。好，就这么说定了。这次你可不许变卦。慢着，这是什么？这一瓶呢是夜夜胶，非常好用。你待会儿想办法让他喝了，这样才有情趣，比较好玩嘛。这怎么可能做到？我如果把毒下在酒壶里，那岂不是我也要中这种毒了？这个呢是解药，里面只有1颗，并且必须与毒酒一块儿服下去才会有效，所以你要想办法把解药先放进你的酒杯里，并且这个夜夜胶如果错过了吃解药的机会的话，那这世上恐怕就只有一种解药能解此毒了。还有一种？什么解药？男人呢，当然就是小爷我了，非常好用呢。要不今晚上给你试试？你好吧，我会照你说的做，但是你最好记得你的承诺。放心，小爷记得清楚着呢。只要今天让我尝到了小美人儿，小爷到时定会把房契还给你，并且短期内不再找你们的麻烦。但是记着啊，如果你想玩什么花样，或者把带解药的酒让别人喝了的话，小爷也不介意。今天晚上躺在我怀里的人就是你。去吧，小美人儿，也等着你的好消息。你，呸！臭不要脸的，哼！陆亦雪，你还真不能怪本姑娘狠心呢。要怪只能怪你出现的太不是时候，太碍眼，挡了本姑娘进太子府的路。我去，不带这样的。看来师父说的话果然是真理，对敌人的手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有些人就不应该让他们在世上活得太逍遥，要不然他就总想着怎么害人。雪儿，你跑哪儿去了？刚才一直没有看到你，吓了我一跳。你没有又碰到那个吧？啊，没有，我去净房了。不过呢，顺便也发现了一点有趣的事情。有趣的事情？什么事情啊？嘘，先别问，等宴会结束以后再好好告诉你。樱桃姐，雪姐姐，真的好巧啊！我可以和你们坐一块儿吗？这里这么多位置，你就随意坐吧。那就多谢雪姐姐了。珊儿也觉得和雪姐姐特别投缘。
想必雪姐姐不介意珊儿和您坐一块儿吧？你随意。今天呢，珊儿有点私心，特意要了2壶酒，还请各位不要介意。雪姐姐，为儿生辰那天，那个双面绣的帕子没能给您，珊儿真的很抱歉。本想着今天来的时候给您带一个，结果又一时给忘了，所以这杯酒呢，是珊儿向您赔礼的。那天珊儿有些话说的确实不妥当，还请雪姐姐大人有大量，不和珊儿一般见识。天哪，这情真意切的还真是会演呢。珊妹妹这是从何说起啊？我怎么就不记得了？威尔生辰宴那天咱们有什么不愉快吗？知道自己只是太子眼里的一个过客，有哪个女人能受得了？这陆亦雪不是应该事后很痛苦，记恨我很长时间吗？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忘了？哪有心这么大的女人？肯定是装的。哼，让你会装，待会儿有你装不住痛哭的时候。薛姐姐，您不在乎，那是您心地善良，不和珊儿一般见识。但是珊儿却不能原谅自己，所以这杯酒，薛姐姐您一定要喝，要不然珊儿心里怎么能过意得去？不带你这样赔罪的吧？别人就是真没事儿，也被你无中生有说的有事儿了。珊妹妹多虑了，真不是姐姐心宽，是实在想不起来了。英儿，你有印象吗？威尔生辰宴那天真的有什么事发生吗？威尔生辰宴那天的事儿啊？你说那个呀？那个还真记不清了。珊儿知道，雪姐姐虽然嘴里说着原谅珊儿了，但是不愿意和珊儿喝这杯赔罪的酒，其实心里还是对珊儿有芥蒂。英儿，刚才你不是还说听说廷王府的酒特别美味，你特别想喝吗？还别说，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我今天呀，还真就冲着廷王爷的喜酒来的，今天怎么也得喝上一杯。樱桃姐既然要喝，那珊儿再倒一杯就是了。这杯您可不能喝，这杯可是我给雪姐姐赔罪的。啊，对了，英儿，我忽然想起来了，前段时间元宵节的时候，你不是跟大家许诺今后不喝酒了吗？今儿怎么又给忘了？这死丫头，一会儿让喝，一会儿不让喝的，到底要干嘛呀？不对，貌似有情况，难道是酒有问题？对啊，我怎么把这事儿又给忘了呢？哎呀，英儿，你可真不懂事。珊儿说了，那是她的赔罪的，和别的不能混淆。你怎么还把你的酒杯往这边放呢？你不能喝，我帮你喝呀，你怎么还让珊儿替你喝呢？哎，雪姐姐，您好像端错了吧？那杯好像才是我的。哎呀，你看看我，都被木英这个臭丫头搞糊涂了。是，这杯才是你的。哎呀，不对，这杯才是珊儿的，你弄错了。啊，惨了，分不清哪个是放了解药的了。对，肯定是这杯，没错的。因为这杯放了解药，所以颜色会浅一些，与那2杯不同。好啦，就2杯酒的事儿，大家都别折腾了。这样吧，英儿今天不能喝，她的这杯我就替她喝了。从此以后赔罪的事就不说了，好吧？雪姐姐果然是个爽快人，那珊儿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难道我喝错了？不小心喝了毒酒？哼，太好了，没喝错就好。哎呀，我的肚子怎么有点不舒服呢？怎么了？想要出宫吗？要不我陪你去吧。哎呀，好像更疼了。一会儿你就在这里撑着，哪也别去，无论谁找我，你都替我挡着。哎呀，雪姐姐，都是珊儿的不是，是不是喝酒喝得不舒服了？要不
就让山儿将功补罪，陪您去一趟吧。哎呀，那好吧，实在麻烦你了。哎，我看这位山妹妹好像也不太舒服呢，要是陆大小姐不嫌弃，我陪您去吧。不用了，谢谢裴小姐好意，打扰了你们用餐的兴致，我们2个去就行了。那好吧。薛姐姐，您没事吧？陆大小姐，首富的嫡女，首屈一指的江南美女，当今太子爷的心头肉。你这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人，没想到今天竟然也沦落到这个地步。恭喜你啊，陆大小姐，你马上就要成为被千人唾万人骂的臭婊子了。看你连个做正常的女人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你还拿什么跟我抢选表哥？算了，先把人给扔到床上再说吧。这个死刘彻到底跑哪儿去了？这不是耽误时间吗？我还得赶回去呢。哼，一杯什么破夜夜胶就想放倒本姑娘，你们想的可真美啊。哟，这位倒是听话，让送人把自己也给送过来了。一下2个小美人儿，小爷我今夜可是要赛过活神仙了。小美人儿干得不错，别急，让爷一个一个的慢慢疼。等吃完床上的小点心，小爷再来好好的伺候你。快了，估摸着不到5步的距离了。5、4、3、2，有情况。哥哥，你怎么来了？切了。切了？什么意思啊？不会切呢？等等，哥哥，你这是要切什么呀？把所有该切的都切了。不是，别切。你还想干什么？蓝风，不用切，把这个喂他吃1颗就行了。这是什么？剧毒的合欢散，会让人精尽而亡。主子，那到底是切呀，还是喂药呀？喂药。头好痛啊！好痛，哥哥，你帮我按好不好？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你是不是生气了？你说呢？真生气了？你为什么要生气啊？陆大小姐，你知道你刚才在干什么吗？你在玩火，知道吗？不是，闹了半天，原来你在生我的气啊！我做什么了，惹你老人家生气了？我且问你，你为什么要跟着木山去那个院子？你不知道刘彻这个人是有名的采花大盗、花花公子吗？你竟然还单独去那个院子。原来是这事儿啊！不是已经摆平了吗？就李彻和木山那2个笨蛋，对付他们2个还不是3个手指捏海螺，小菜一碟吗？你也看到了，我是有备而去的，你也知道我是会武功的。再说了，我还有这么多暗器，怎么可能有事儿呢？那我问你，你以为堂堂的庭王府，平时戒备森严，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形同虚设？为什么欧阳志廷会任由这个木山和刘彻这2个笨蛋，就这样在庭王府如入无人之境的胡作非为？你知不知道，当时暗处可能有多少双眼睛在悄悄关注着这件事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刘彻在院子里设了埋伏，你要怎么脱身？退一万步讲，就算刘彻不能得手，如果一大群人去捉奸，把你们堵在院子里了，你说得清吗？你想过整件事的后果吗？可是我想着那个木山既然把局都设好了，我要是不……那木山是个什么东西啊？值得你这样以身犯险？欧阳志玄，
你不要把自己说的像圣人一样，还不是因为你自己惹的烂桃花。你为什么不怪你自己，在外面招蜂引蝶，却在这里训斥我？你今天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长记性了是不是？我为什么要长记性啊？我到底哪里错了？其他就不说了。那别的男人的床是你可以随便上的吗？不是，我杨芷璇，请你搞清楚，我那叫上别的男人的床吗？不准扯远，说到底长没长记性，以后还敢不敢再干这种事儿？为什么这个冰淇淋没有想象中的好吃呢？说，这次长记性了没有？哥哥，这个冰淇淋不好吃，能换个口味吗？那雪儿告诉哥哥，你想吃什么口味的？就那种冰冰的、凉凉的。哥哥，这个冰淇淋好吃，能再来一份吗？雪儿乖，我们先回家，哥哥下次再带你吃，好不好？小姐，你这是怎么了呀？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珍珠，我昨天夜里耍流氓了。小姐，您是不是睡迷糊了呀？您昨天夜里一直在房间睡觉呢，哪儿都没去啊？我是在睡梦里耍的流氓。啊？梦里也能做坏事啊？啊，不是，小姐，这耍流氓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我在梦里，我梦到一个小女孩正在吃冰淇淋，忽然吃着吃着，那个冰淇淋就变成了她的亲哥哥。啊，不对，也不是她亲哥哥，是她身体本尊的哥哥。然后他们就接吻了，然后我就醒了。我对不起陆亦雪，我怎么可以做这么无耻的梦呢？这大早上的，小姐又抽的哪门子风啊？神神叨叨的。不是，小姐，您这也不发烧啊？您怎么就迷糊了呢？这陆亦雪不就是您吗？您就做了个梦而已，怎么就对不起你自己了？我怎么能做这么不道德的梦呢？我对不起陆亦雪。珍珠，有吃的吗？我饿了。哎呀，小姐，您终于知道饿了，可真不容易。奴婢还以为光哭就能哭饱呢。那您最爱喝的木瓜牛乳，还有您喜欢的点心都在这儿呢，奴婢都端过来半天了。你什么时候端过来的？刚才怎么不叫我吃啊？害得我饿着肚子哭了这么半天。哎，小姐，有您这样不讲理的吗？我刚才说了半天话，您有听进去一句吗？算了，搁您这儿还真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我看呀，小姐，您就是理儿他姐，整个路上埋伏的都是您的人，都是您的理儿。死丫头，我看你才是理他妈呢，话里话外都是你的理。高兴啦？不伤心啦？这一有好东西吃，好像是不怎么伤心了。那奴婢呀，就再说一个好事儿，让你好好的乐呵乐呵。什么好事儿？大早上的能有什么好事儿啊？你又想着怎么忽悠我呢？今天早上听说的，就不能是昨天发生的事儿啊。总之，甭管什么时候的事儿，这事儿啊，您一听一准特高兴。哟，还挺神秘的，说来听听。但是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把本小姐说的不高兴了，罚你1天不准吃饭。不吃饭就不吃饭，但是您要是听着高兴了，可别忘了赏奴婢啊。说吧，把你小姐我听高兴了再说。好，说就说。今天一大早，奴婢不是和周嬷嬷去成衣铺给您拿新做的春装吗？结果一到大街上，听到街两边的人呐，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都在议论纷纷。议论什么呀？天上下雨钱了？说的是昨天在廷王爷婚礼上发生了件了不得的大事，说的好像是个什么总督吧，好像姓刘，就他们家那个少爷，在咱们圣经有名的花花公子，
整天花天酒地、欺男霸女的那个，叫刘什么？刘彻？对，好像就是这个名儿。刘彻公子，昨天在庭王府突然死了，据说呀是死在一个女人身上。那个什么太过分了，哎呀，反正他们说的可难听了，就是死在了那种事儿上。然后呢？关键是你知道他死在谁身上了吗？谁？是幕府的木山小姐，就那个整天装腔作势、扭扭捏捏，上次在赏花宴上还算计你的那个木山。听说呀，当时刘夫人带人进入房间的时候，那刘彻都已经没气儿了，木山却还是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拉着身上的刘彻，一直嚷着还要呢。刘夫人一看就不干了，扑过去朝着木山又抓又挠，骂木山是个狐狸精，勾引他的儿子，还害死了他的宝贝儿子，让木山还他的儿子。那刘夫人是谁啊？裴贵妃的亲妹妹，廷王爷的亲姨妈。所以啊，当时旁边几个一齐上阵，把那个木山打的呀，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了。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要不是看木山跟穆皇后还算沾亲带故，估计啊当场就被打死了。不过也有幕府的人看不下去了，说那个刘彻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肯定是刘彻设计陷害的木山。结果一来二去，这事儿就给闹到了皇上那里。皇上最后怎么说啊？皇上能怎么说呀？这就是笔糊涂账呗。裴贵妃这边刘彻人已经死了，人死为大，自然什么也不能再说了。穆皇后那边呢，木山一个大姑娘家的，当着那么多人赤身裸体，归于是没有了，又被打得只剩下一口气，那情景还不如死了呢。最让人奇怪的是，那个木山也不知道是惊吓过度还是什么原因，忽然就说不出话来了，只叼着一口气，又不能写字，无论众人怎么着急，就是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最后皇上看在穆皇后和裴贵妃的面上，每家各打50大板，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自古帝王都一样，恐怕最擅长做的事就是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和个稀泥吧。小姐，你是不知道这种事传得有多快，现在呀，满大街的人都在议论，有的说都怪那个刘彻，是他看木山长得漂亮起了歹心，但最后兴奋过了头，把自己给搭进去了，也算自食了恶果。还有的说，那个木山虽然和穆皇后沾亲带故，但是家境一般，一心想高攀刘总督府的高枝，所以呀，巧思美人计，结果一不小心用力过猛，把刘彻给害死了。这个珍珠啊，真是具有八婆的潜质。这说起八卦来，那真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小姐，我这说了半天，您怎么就一点也不奇怪呢？我奇怪什么呀？昨天这事儿就是你小姐我做的，是你小姐我为民除害，知道吗？小姐，您说的是真的吗？不可能吧？当然是真的，他们两个想要算计我，所以呢，我也算是正当防卫。竟然还有这种事！这也太可恶了！不是，小姐，您没事吧？昨天没发生什么吧？废话，有事的话我还能好端端的坐在这里吗？恐怕早就跑到大街上，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谢天谢地，菩萨保佑。死得好，死得妙，谁让他们没事竟敢打小姐您的主意？奴婢觉得呀，这样死都便宜他们了，就应该让他们死得比这难看100倍、1000倍、10000倍，让那女的丢到青楼，千人骑万人骂，让那男的横尸街头。小姐，太子殿下的马车到了，殿下在马车里等着您呢。太子殿下，他来干嘛？小姐，您又忘了，昨天晚上太子殿下就派人来送信了，说你们昨天就定好了，今天让你去公主府给昭云长公主治疗头风，让奴婢将一应事务都提前准备好，要不然奴婢大早上的跑什么成衣铺给您拿什么新衣服啊？昭云长公主，好像是有说这事来着，可是好像也没有说今天就去啊。
小姐，你就别犯迷糊了，太子殿下都在外面等着呢，咱们赶紧去吧。哦。怎么了？还不舒服吗？是不是头疼啊？过来，我给你揉揉。不用了。眼睛怎么这么红？又哭了？我早上起来哭的。还能和我说话，看来问题还不太严重。大早上的哭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我昨天做梦，梦到自己乱，哎呀，说不明白。到底什么乱了？我昨天晚上梦到一个女孩，她在吃冰淇淋，然后吃着吃着就变成了和她的亲哥哥在亲。你这到底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梦啊？这傻丫头满脑子都想些什么呢？哥哥，我昨天喝醉酒，没有对你做什么吧？哦，你都想对我做什么呀？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我是认真的，你不准打岔，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好，你问吧。我的意思是，我们两个昨天没有发生什么吧？你觉得该发生什么呀？也不是，就是有没有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这样，你先别急，你先跟我说说，都有哪些事是该做，哪些事不该做，我再好好帮你分析分析。我们两个昨天，到底有没有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就刚才我说的做梦的事儿，那个小女孩和她的亲哥哥做那种违背道德的事，万一那个真不是梦呢？你说的这事儿啊，还真没有。那就好，真是太好了，没发生什么事就好，原来还真是一场梦。对了，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去长公主府？长公主昨天好像并没有说今天啊，或许她昨天也就是随口一说呢。我们就这样贸贸然去了，会不会太唐突了？今天去，自然有今天去的道理。什么道理啊？该不会是你一个人的道理吧？昨天的事听说了吧？听说了呀。怎么了？那不就结了？不是，我们现在去长公主府，和昨天的事有什么关系啊？你真以为欧阳志廷、裴贵妃、刘玉他们那么好糊弄？我糊弄他们什么了呀？你昨天和刘彻见过面，并且和木山一块儿离开的宴会厅，然后又去过那个院子，他们今天很快就能查出来。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手脚，但是刘玉可就这么一个儿子，此时他还不得跟个疯狗一样逮着谁咬谁啊？现在刘夫人完全可以以了解事情经过为借口将你请过去。你说到时候他们去了陆府，人家儿子都死了，就只是把你请过去打听个情况，你是去还是不去啊？他们这么厉害呢？那这样说我岂不是有危险了？说实话，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过。厉害不厉害我不知道，关键昨天是在他们的地盘上，你又是光明正大的和木山出去的，所以他们想查这个事情应该并不难。那我们现在去长公主府干什么？到了那儿我就没事了吗？长公主住在城外紫云山上，戒备森严，常年不接客，没有长公主的允许，任何人上不得此山，他们自然不敢贸然去打扰。这样他们想要找你，就得先去禀报父皇。那然后呢？见过皇上以后呢？你觉得凭着父皇对你的喜爱程度，父皇会让他们去找你的麻烦吗？好像貌似不会。所以啊，只要事情经过父皇的口拒绝了，他们今后自然不敢再随意找你的麻烦。这个哑巴亏是不吃也得吃了，倒省了我们很大的麻烦。原来是这样啊，这就是所谓的借力打力吧？哎，等等，欧阳志璇刚才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啊？不过至于陆亦雪是皇上亲生女儿这事儿，他们应该暂时还不知情，否则
恐怕早就有人拿此事做文章了。对了，哥哥，你昨天是怎么知道去那个小院里找我的？昨天你前脚和木山一出去，穆浩就给我送了信息，然后我就推说太子府有事，先走了。穆浩，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快？是裴莹传递过来的，穆浩给裴莹安排的有暗卫，所以信息传递的比较快。果然是真爱，穆大将军对裴莹这么好呢。话说，你怎么就没有给我安排暗卫呢？还有婴儿，他有没有暗卫？你和婴儿的暗卫都被欧阳志廷的人扳道拦住了，没有及时到达。哦，原来是这样。看来这事儿并不是木山和刘彻临时起意，明明有人暗地里帮忙呀。你觉得呢？不过他们也算是百密一疏吧，因为裴莹是裴家人，所以他们并没有防范他。天哪，这么说的话，事情还真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呢。你说呢？真以为我闲着没事儿小题大做呢？这个臭丫头总算反应过来了，知道厉害了。那然后呢？你是出了廷王府又悄悄返回去的吗？后来穆浩传来的信息是，我们离开小院没多久，裴贵妃和裴国公就带着一拨人去了。他喵的，弄了半天算计的原来就是本姑娘。这么说的话，事情肯定是裴国公他们安排的了。裴国公和他的2个妹妹肯定是参与了，就是不知道这事儿事前刘玉知道不知道了。如果他提前不知道的话，接下来就比较好玩了。看来有好戏看了。哎，话说回来，你准备给刘玉透露点什么信息啊？现在透不是已经晚了吗？痕迹也太明显了吧。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刘玉现在应该已经拿到他希望得到的消息了。这么说，他们很快就要起内讧了。所以啊，这段时间给我乖乖的待在公主府里，没有我的允许，哪儿都不许去，明白了吗？哦，可是我一个人在那儿，要是无聊了怎么办？不会无聊的，我会尽量抽时间去陪你。好吧，貌似听着还不错，怎么就有种放长假的感觉呢？雪丫头来了，快到皇姑母这里来。雪儿见过皇姑母，今日贸然前来，实有打扰，还望皇姑母多多担待。傻丫头，你们到皇姑母这里来小住啊，皇姑母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就打扰了。谢皇姑母抬爱。好好好，真是个好孩子。客套的话就不用说了，到了皇姑母这里，你自是不必拘束，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好呀，那雪儿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只是时间长了，皇姑母不要嫌弃雪儿闹腾才好。你这鬼丫头啊，只要喜欢就尽管放心的耍，尽情的闹吧。皇姑母啊，刚好嫌弃这府里平时太清静了呢。哎，真是不比不知道啊，一比吓一跳。雪儿来了这么多次，可一次也没见过皇姑母您这么热情过呢。皇姑母，你有没有闻到空气中飘荡着一股特殊的味道啊？怎么了？什么味道？酸味儿啊，是不是哪家的醋坛子不小心打翻了呀？哈哈哈哈，你这个坏丫头啊！不过雪儿，我告诉你，你这臭小子就是吃醋也没用。你这么多年，什么时候逗皇姑母这样高兴过啊？就冲这点，你也没有雪丫头称我这老婆子的心。皇姑母，其实雪儿也一直都很喜欢你，崇拜你的。感情闹了半天，我才是那个多余的。好了，坐了半天马车啊，你们也累了，有时间我们娘俩再好好唠。院子我已经命人收拾好了，你们先去歇息一会儿，等午饭时我让人去请你们。是，时间仓促，皇姑母还安排的这样周到，让您费心了。好了，自己人啊，就不说这些客套话了。你在这儿多住几日呀，就是对皇姑母最好的报答了。小婵，你带着太子殿下和陆大小姐去准备好的院子里休息吧。这傻小子啊，
恐怕是陷进去喽。这眼神和当初驸马爷看我的时候可是一模一样啊。哼，也罢，这样也好，终于能有人让玄儿这匹野马转转性子喽。太子殿下，您的蜜雪阁到了。蜜雪阁，好奇怪的名字啊！这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难道长公主她很喜欢雪吗？这很奇怪吗？也不是很奇怪啦。天哪，不要告诉我，这么玛丽苏的名字是旁边这位尊敬的太子殿下起的吧？哥哥不要生气，我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觉得你一个大男人住的院子叫这么个名字，感觉有点别扭而已。别扭？我住的院子都叫蜜雪阁，这里的这样叫，太子府里的也是这个名字，见多了你就不奇怪了？啊，这不是你的院子吗？我为什么要进来？我的院子呢？在哪里啊？陆大小姐，您的院子在这里。那是什么鬼地方？那里以前是太子殿下的书房，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子，虽然小些，但是东西很齐全的。为什么我要住在蜜雪阁里面的一个小院子？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一个和蜜雪阁一样大的院子呢？回禀陆大小姐，因为太子殿下喜欢清静，所以蜜雪阁附近没有其他院子了。那就给我安排在其他地方的院子好了，离蜜雪阁远一点也没有关系的。可是这2个院子是太子殿下昨天晚上派人过来吩咐的。啊，竟然是哥哥你安排的，为什么呀？那我不管，我就要住蜜雪阁。要不哥哥你去住益生居好了。可是陆大小姐让太子殿下住小院子，不是，是益生居，貌似有些不合适吧？这样太子殿下会……太子殿下干嘛？吃了我吗？啊，奴婢没有这个意思。这陆大小姐实在是太草率了，怎么可以说住太子殿下的蜜雪阁呢？好，既然你喜欢蜜雪阁，那就你住好了。啊，行了，小婵姑娘，麻烦你了，你就先回去吧。是，这也太奇怪了吧？太子殿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哎，哥哥，你这爱好也太奇怪了吧？喜欢江南的美女，还得长着桃花眼，又把住的院子叫这么个鬼名字，还什么蜜雪阁？你是特别喜欢雪吗？还是什么？还是你真的像婴儿说的，有其他特殊癖好，比如喜欢个美男子什么的？哎，哥哥，你又生气了？别呀，我就是开个玩笑嘛。哎呀，林一雪，你真是太不小心了。这接下来的几天，你还要靠着人家混呢，怎么一来就把人得罪了？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相信，以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证明我的实力。你去哪儿啊？去益生居啊。某人不是嫌小不愿住吗？啊，当然，如果你希望我也留下来一起的话，我自然是不会介意的。你天哪，谁能告诉我，明明刚才还一直好好的某人，怎么忽然蛇精病就犯了呢？哎呀，小姐，您就别在那儿愣着了，快进来歇歇脚吧。珍珠，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就刚才小姐和太子殿下去见长公主的时候，莫风就拉着奴婢过来收拾房间了呀。那你怎么会在蜜雪阁里收拾？不是一开始说让我们住益生居吗？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们过来的时候，莫风就说太子殿下让我们住的是蜜雪阁呢。哦，对了，还是莫风亲自帮我把行李拎进来的呢，想来是不会弄错的啦。哦，闹了半天是人家早就安排好了，害得我还在那里浪费了半天时间。皇姑母，这个小葫芦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呀，其实它是一个酒壶。哎呀，皇姑母，你怎么一个人先乐开了？快跟我说说嘛。这个小酒壶说起来还真不是玄儿的，是教他功夫的白太傅的。
白太傅？对，那白太傅啊，是教玄儿武功的师傅，功夫也是1等1的好。哦，那这个酒壶是他送给太子殿下的吗？自然不是。白太傅啊，平时人比较严厉，对玄儿的要求也很严格。平时经常因为玄儿的偷奸耍滑，不好好练功，没少体罚他。所以啊，玄儿当时可能对他有些小情绪。白太傅这人呢，有一个小小的嗜好，就是喜欢喝酒，每天啊，酒不离口，酒壶不离手。那应该是在玄儿5岁的时候吧。有一天啊，白太傅可能中午的时候喝了点酒，有点困，然后也就坐在椅子上打了个盹儿的功夫，就让玄儿找着了机会，他竟然就偷偷地给白太傅换了酒。换酒？对，结果第2天人白太傅就不干了，亲自告到了皇上那儿。这么生气啊？那太子殿下给白太傅换的什么酒啊？竟然让白太傅这么生气。他把白太傅的酒给倒了，然后撒了泡尿进去。那白太傅就是个暴脾气，一喝自然就不干了。酒换成尿，他可真行。对了，那白太傅呢？我怎么没有听太子殿下提过他呢？白太傅几年前已经因病去世了。其实后来玄儿和白太傅的感情可以说是情同父子，一直很深厚。没和你说起过，应该是他不愿意提起那段伤心的往事吧。那照这样说的话，太子殿下小时候是不是很调皮啊？何止是调皮呀，那简直就是个孙猴子转世。这盛京城是再也找不到第2个比玄儿还调皮的孩子了。这么出名呢？那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啊？您都跟雪儿说说呗。玄儿那些调皮捣蛋的事儿呀，皇姑母坐在这儿说上3天3夜，恐怕也说不完。你知道吗？玄儿现在后脑勺那儿还有一个疤呢。后脑勺？还真没在意，怎么弄的呀？哎呀，皇姑母，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说，快说说。好，皇姑母都告诉你，行了吧？这事儿啊，是玄儿6、7岁时，有一次来到祥云山庄，一会儿没看住，那熊孩子竟然爬上树去掏鸟窝了。结果大鸟回来了，对着他就是一顿猛啄。惊慌失措中，玄儿就从树上摔了下来。当时摔的呀是满头的血，可把我给吓坏了，抱着他就是一通猛哭。还好一切都只是有惊无险，大夫来了之后很快就止住了血，不过脑袋后面那个疤算是留下来了，接也接不掉了。上树掏鸟窝摔破脑袋，哥哥竟然连这事儿都干过。可不是嘛，玄儿小时候做的坏事啊，哪止这些呀，比这出奇的多了去了，简直就是糗事一箩筐呢。还有好多有趣的呢，等皇姑母以后啊，慢慢都说给你听。好，皇姑母，你一定要挑那些糗出的大的讲，这样啊，我以后也好。哼，咳什么咳？我才不怕你呢。皇姑母，说了这么半天，您肯定累了吧？来，雪儿给您揉揉肩，按背。哟，玄儿什么时候来了？别站着呀，快坐。皇姑母和雪儿说什么呢？雪儿可是大老远就听到你们的笑声了。也没说什么，就和雪儿啊说些你小时候的趣事罢了。皇姑母确定您说的是趣事？是，应该是吧？不信你问问雪丫头。那当然是相当有趣啦。哎呀，皇姑母，雪儿还没有听过瘾呢。您不是说要给雪儿说3天3夜的吗？这半天还没到呢，雪儿还要听。你这孩子呀，怎么像个小馋猫似的？
好，好，好，那皇姑母啊，再给你说一段。不行，至少得说5段。丫头呀，要不还是先说1段吧。不行，至少2段，不能再少了。好，好，好，丫头不生气，2段就2段。轩儿小时候吧，特别爱打架斗狠，简直就是盛京城的小霸王。就算一些年龄比他大些的孩子，也经常被他欺负的。也不能说是欺负人，主要啊是爱打抱不平了。幕府啊有个小子叫穆浩的，你知道吧？穆大将军，当然知道了。怎么了？他们2个打起来了？他们2个打起来？怎么可能啊！穆浩那个小子吧，比玄儿小了半岁，也是个痞得没天儿的熊孩子。他和玄儿啊，是自打小2人就臭味相投，光屁股的时候在一起玩，长大后更是好的穿一条裤子。那几年啊，他们2个在一起可没少作恶。不是，主要是穆浩带着玄儿做了些坏事。哥哥，你不是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吗？皇姑母这里有我陪着，你就放心吧，赶紧去处理你的正事去。那几年啊，战争比较频繁。有一年，东藩国被打得狠了，派了几个人过来和谈。其中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将军，可能在东夷国功夫也算是数1数2，人就有些自命不凡、狂妄的紧。来到我们北燕这里，是看谁都不顺眼，连着把5、6个世家子弟都打成了重伤。玄儿一听说啊，就不干了，立即给他下了战书，和穆浩联手要和他比武，并立下了生死状，要和人家决一死战。我一听就吓坏了，要知道玄儿那时候才10来岁，穆浩比他还小半岁，2个半大孩子怎么可能是那个东夷人的对手啊？那结果怎么样？太子殿下和穆大将军是不是被打成重伤了？或者身上又留下什么伤痕？受重伤？哈哈，怎么可能呢？玄儿是谁呀？那时候啊，是寒冬腊月，那孩子啊，把比武的地点竟然选在了结了冰的湖面上。那东夷将军是南方人，何曾见过冰啊？更不用说能在冰面上打架了。结果空有一身的功夫，完全施展不出来，在冰面上啊，根本就站也站不起来，能不输给那2个猴孩子吗？那他就这么认栽了吗？不认也没办法呀。玄儿说了，兵不厌诈。当时下战书时，那人被他一击就放豪言，说天上地下山上水里，在哪儿比任玄儿他们挑。但是他唯独没想到玄儿会把地点选在冰面上。那哥哥这样调皮，3番5次的闯祸，皇上就没有什么表示？怎么可能会不揍他呀？可是那孩子呀，脑子灵光啊，每次闯了祸还没有传到皇上那里，他都已经麻利地躲到了云翔山庄来了。于是有我护着，皇上自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多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那后来呢？他怎么就收了性子了，变成现在这副冷酷的模样了？后来玄儿11岁的时候，穆皇后突发疾病，忽然离世了。随后穆老将军和穆大将军也相继去世，玄儿也突然失踪了。然后5年后，玄儿回来了，这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整个人变成了一座冰山，什么事都闷在心里，不愿意说出来。没有人知道他这5年在外面都经历了什么，只看到他人变得越来越冷漠。唉，说起来，玄儿也算是个可怜的孩子了。身为皇家人，又是一个太子，
自然要经历旁人不曾有的艰辛。对了，皇姑母，太子殿下为什么要把院子挑在后山那儿啊？那里几乎是一处悬崖，周围又没有院落。哦，那个院子呀，是他自己挑的。小时候每次来云翔山庄，他就喜欢住在那里。那个院子以前就叫蜜雪阁啊，听着好奇怪的一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吗？这倒不是，以前那个院子啊叫玉生居，是7年前他回来后自己改的名字，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改这个名字，他什么也不肯说。怎么了？笑了一下午还没笑够，这是想笑傻的节奏吗？不是，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很好奇，当时哥哥你是怎么想的？什么事？就是皇姑母说的，裴国公娶她那个田房夫人的时候，你和穆浩混进洞房捣乱的事儿。啊，那有什么好奇怪的？自古民间不就有闹洞房的说法吗？不对吧？我怎么听皇姑母说，你们好像并不是闹洞房这么简单。明明是你和穆浩那天偷偷躲进人家衣柜，晚上人家夫妻2人衣服都脱了，正要行房的时候，结果你和穆浩绷不住笑了出来，害得那裴国公新婚之夜都没有行成周公之礼。你皇姑母怎么连这些都跟你讲？讲这些怎么了？皇姑母跟我讲的可多了。皇姑母连你把自己装扮成小宫女看皇上行房的事都跟我讲了，怪不得听说某人府里会美女如云呢。原来父皇这榜样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哼！哎，又生气了，你倒是等等我啊！小姐，您还没有睡着呢。那奴婢进来陪你聊聊天吧。好，进来吧。小姐，您这是认床睡不着吗？哎，珍珠，你说这好好的院子为什么要起蜜雪阁这么个名字啊？雪有什么好蜜的？一到冬天不漫山遍野的都是吗？小姐，这没必要蜜的就非是雪呀，也有可能寻的是人呐。小姐您的名字里不就有一个雪字吗？哦，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哎呀，不行了，小姐，你不睡就不睡吧，奴婢要去睡了。这都快困死了。小姐，奴婢劝您也早些歇了吧。蜜人？蜜谁呢？蜜陆亦雪？显然有些不太可能啊，都已经是未婚妻了，没必要再蜜了呀。对了，听长公主说欧阳志玄曾经外出5年，难道是外出的时候碰到的红颜知己？算了，不纠结了，反正蜜谁都是我嫂子，爱蜜谁蜜谁，就让她蜜去吧。小婵，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这是有什么事要找我们大小姐吗？不是的，珍珠姐姐，是长公主特意叮嘱奴婢的。小姐在山庄的这些日子，就让奴婢在这里配合您服侍大小姐的。你们要是想去哪儿，奴婢都可以带你们去的。你带我们去？陆大小姐，珍珠姐姐，你们别看小婵年龄小，但是小婵是在这云翔山庄长大的，对这山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特别的熟悉，甚至哪棵果树结的果子好吃，哪棵树上有几个鸟窝，哪片林子里野鸡多，哪条河流里有几条小鱼，奴婢都知道的。得，我算是听出来了，这个长公主是给我发来了一个小吃货啊。陆大小姐，您别笑呀，奴婢说的可都是真的。奴婢的母亲就是长公主身边的安嬷嬷，奴婢小时候就是在紫云山上跑大的，这山上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奴婢真的知道的一清二楚的。大小姐，珍珠姐姐，你们别笑了，你们说嘛，到底要怎么样才肯相信奴婢？没有小婵，我和大小姐不是不相信你，而是觉得你这个小丫头就是个十足的小吃货，非常对我们大小姐的胃口。哦，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大小姐的认可，刚才吓了奴婢一大跳，奴婢还以为大小姐对我不满意呢。好啦，吃也吃饱了，笑也笑过了，我们去喊上太子殿下给长公主请安吧。大小姐，现在过去为时过早吧？长公主可还没起床呢。不早了呀，现在已经辰时末了。长公主每天4时才起床。啊？怎么起这么晚啊？那好吧，我们先去御生居找太子殿下吧。那个大小姐，太子殿下貌似也不在山庄。我听母亲说，寅时的时候她好像看到太子殿下急急忙忙下山去了。他也一声不吭地走了。得，这个世界彻底清静了。哎，小姐，刚好小陈也在这里，要不我们今天上午就布置房间吧？奴婢刚才可是特意去安嬷嬷那里，把您想要的东西都找齐了呢。也行，刚好这会儿有时间，那就现在动手吧。大小姐，我们确定要动这蜜雪阁里的东西吗？对呀，别愣着了，赶紧动手吧。不是，这么重要的事情，难道不需要事先征得太子殿下的同意吗？只是重新布置一下房间而已，不需要征求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哎呀，小婵，别想东想西了，大小姐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准错不了。快动手吧，别磨叽了啊。可是珍珠姐姐，我们这样会不会惹祸呀？如果殿下回来以后生气了怎么办？他会不会把我们2个给卖了呀？还有大小姐，岂不是也会因此遭殃，变得很惨？小婵，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看看你一副很害怕的样子，难道太子殿下在你的眼里比阎王爷还可怕？啊，应该差不多吧。真的吗？还真有这么回事啊？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不就是整天阴着一张脸吗？和阎王爷比，应该还差得远吧？啊，奴婢说错话了，请大小姐饶恕。这个嘛，如果你跟我讲实话，把真实原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太子殿下，我就饶了你。但是你要是不说实话，那结局可就不好说了。虽然说不至于把你卖到什么地方，但是我可以告诉皇姑母，让她把你赶出山庄。怎么样，说不说实话？大小姐饶命，大小姐饶命啊！奴婢什么都说，求大小姐不要把奴婢赶出山庄，卖进青楼。什么情况啊？小婵这个小丫头看着聪明伶俐的，怎么会这么胆小呢？不就是一句戏言吗？她这反应也太过分了吧？难道公主府里的人经常被卖出去？哎呀，小婵，大小姐是逗你玩的，没说要把你卖进青楼啊。怎么，公主府里经常有丫鬟被卖进青楼吗？也不是，就是以前有一位姐姐未经太子殿下的允许，私自进入了蜜雪阁，结果就被太子殿下给打了个半死，卖进了青楼。啊，竟然真有这事儿！就因为他擅自进了蜜雪阁，然后太子殿下就将人卖了。还有，你们就是因为这件事见到太子殿下就像见到阎王一样可怕？也不是，还有，平时太子殿下的蜜雪阁根本不让丫鬟进去的，只有他的贴身侍卫才能进来服侍。有一次，太子殿下子时突然过来了，身边没有带侍卫。天亮了，有一位嬷嬷，她也是好心进来想帮殿下收拾一下房间，结果不小心碰了殿下的一个项链之类的东西，却被殿下命人打断了2只手。啊，碰下东西就打断手，这也太过分了吧？小婵，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大小姐，千真万确，这些都是府里的老人说的，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这蜜雪阁里的东西什么都不能碰的，否则就有杀身之祸。小蝉不敢说一句假话的，否则就让小蝉天打五雷。好了好了，我相信你，你尽管放心。你们可怕的太子殿下回来以后，如果不满意，就是把本小姐卖掉，也不会把你和珍珠卖掉的。啊，小姐，这怎么能行呢？怎么能让太子殿下卖您呢？哎呀，好了，小蝉，大小姐是逗你呢，你就放心的尽管换吧啊！太子殿下回来后是绝对不会生气的，你尽管把心放在肚子里。太子殿下呢，既不会卖小姐，也不会卖我们的。哎呀，这个傻丫头都想些什么呀？太子殿下会卖小姐？怎么可能？恐怕他把自己卖了，也不会舍得卖小姐吧？真的吗？珍珠姐姐，你真的没有在骗小蝉？哎呀，当然是真的。你没看到昨天太子殿下和大小姐在一起的情形吗？和你们认识的太子殿下能一样吗？哦，是这样啊，那确实是不一样呢。你还别说，太子殿下昨天貌似真的难得的好脾气耶。长公主和大小姐说了他那么多的坏话，他竟然都没有生气。这样算下来的话，今天布置这个房间什么的，应该也不会生气啦。太好了，那奴婢去干活了。奴婢现在就把这个窗帘换了。对了，大小姐，您为什么喜欢粉色？要不小蝉去给您捡几枝桃花放在屋子里吧。好啊，离得远吗？不远，就在我们院子的后面，山崖上就有一片桃林，开得可漂亮啦。山崖？小蝉毕竟还是个孩子，还是算了吧，别有什么危险。算了，还是先干活吧，等有空了再去摘。哦，那好吧。一个人究竟会有多少面？一生要戴多少个面具？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呢？想什么呢？这么认真？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刚。算了，无论他有多少面，他都是这具身体的哥哥，毕竟血浓于水，只要他对我好就足够了。至于其他的，今后再慢慢劝说吧。你不是有事下山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嫌本宫回来的早了？本宫觉得，如果再晚回来一会儿，恐怕有人啊就要把我的蜜雪阁给拆了吧。哪有，雪儿只是看房间太单调了，所以稍微换了一些家居用品的颜色而已。看着确实是不单调了，都折腾成这样了，还怎么单调？如果哥哥不喜欢，要不我们走的时候再给您换回来。算了，你喜欢就好。走吧，陪皇姑母用过午膳，我陪你去山上转转。真的吗？你下午没事了？假的。啊，不带你这样的，又拿我开涮。哎，小蝉，你怎么了？好好的怎么就跌倒了呢？小姐都走远了，我们快跟上吧。珍珠姐姐，太子殿下竟然真的没有怪罪我们呢。是的，确实没有。珍珠姐姐，我刚才竟然看到太子殿下笑了耶！太子殿下竟然还会笑。唉，傻丫头，这个世界上哪有人不会笑的呀？其实啊，世界上根本没有高冷的人，只是人家不想对你笑而已啊。皇姑母，您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雪丫头来了，好孩子，不用担心，皇姑母只是没有休息好而已，已经是老毛病了。你每天不是很早就休息了吗？怎么还会没有休息好呢？本来睡眠就不太好，这不刚好昨天夜里头风又发作了，所以气色差一些。没事，丫头别担心，休息个1-2日就好了。皇姑母，您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还是一直都是这种状况？平时一般晚上能睡几个时辰？陆大小姐，您是不知道啊，公主殿下这几年呀，夜里哪睡过好觉啊，几乎都是夜夜睁眼到天亮，最多天亮后
会昏昏沉沉的睡上1-2个时辰。安嬷嬷别乱说，看吓着了孩子。丫头啊，别听安嬷嬷瞎说，皇姑母啊没事，身体好得很。你可千万不能跟薛儿说，知道吗？皇姑母，休息不好可是马虎不得的，这是病，咱们不能讳疾忌医。您平时都没有找太医看吗？唉，怎么可能会不找呢？但是药吃了不少，效果一直不太理想，所以最近就懒得吃了。好孩子，不伤心啊，皇姑母没事的，你们好好的就行了，不用担心皇姑母。可是针灸治疗失眠和头风效果都不错的呀，难道就没有太医建议皇姑母试过针灸治疗吗？还有师傅呢，他医术那么高超，就没来给您看过吗？哎呀，陆大小姐，您也知道，宫里那些女医的医术都不行的，只是会治一些简单的风寒而已。而医术算得上高超的，偌大一个太医院，也只有樊院使了。可是他有身为男士，倘若长期来云祥山庄这里针灸，自然是不方便的，所以也就……唉，果然是封建制度害死人。皇姑母，您怎么就把雪儿给忘了呢？雪儿可以帮您治疗的，只要您按照雪儿的叮嘱服药，配合雪儿进行针灸治疗，雪儿保证能让您今后每天都睡个好觉，好不好？哈哈哈，好孩子啊，皇姑母那天其实只是单纯的想给你撑下腰，没想到竟然真的就要让你给皇姑母治病了。长公主啊，这是您结的善缘呐，您行了善，所以就自然有了善果。当时啊，您虽然是单纯的为了陆大小姐解围，但是陆大小姐却正好能治您的病，这就是缘分呀。是呀是呀，这说明本宫和雪丫头确实有缘分呐。好了，好孩子，咱们先吃饭，吃完饭再好好讨论治病的细节吧。哎，陆大小姐，真是辛苦您了，效果怎么样？我们长公主她……安嬷嬷放心，长公主已经睡着了。睡着了？哎呦，真是太好了，太感谢陆大小姐了，谢谢陆大小姐了。安嬷嬷不用客气，治好长公主的病自然是雪儿分内的事。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有时我会为长公主针灸，另外我再开一个药方，配合针灸让长公主服用，效果应该会不错。好好好，真是辛苦陆大小姐您了，您开出药方后，奴婢这就亲自去抓药。哎，小婵，这段时间一定要尽心尽力，好好的照顾好陆大小姐，知道吗？是，母亲，您就尽管放心吧，女儿一定会好好服侍大小姐的。还别说，雪丫头这方法还挺管用，这10来天下来，本宫不仅睡眠正常了，头脑清醒了，浑身也轻便了不少。谁说不是呢？老奴也觉得，咱陆大小姐别看年龄小，那可是块神医的料子。这才刚多长时间呀？奴婢看着您的气色就好多了。哎，对了，雪丫头人呢？早上晨练后就没见人影了，这是和雪儿又跑出去玩去了？今天倒是没有，太子殿下一大早就有事下山了。陆大小姐是和小婵他们一块出去的。这个玄儿啊，到底有什么大事？这多好的机会呀，都不知道陪陪雪丫头。哎呦，我的公主殿下，您就放宽心吧，我看他们2人关系好着呢。您没看出来，殿下这几日心情多好呢，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这倒也是啊。哎，其实看到玄儿这样，每天过得快快乐乐，本宫真是死了也值了。
你说说，自从那年回来后，我都多少年没有见他笑过了。哎，呸呸呸！长公主，您快拍3下木头，刚才的话不算数啊！好，好，好。长公主啊，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太子殿下还没有登上大位，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且需要您一路帮着他留着神儿呢。哎，这转眼的功夫啊，璇儿长大了，我也老了，眼神也不行了。哎呦，长公主，话可不能这么说。想当初，连那白太傅都着了道，忽然丢了性命，而太子殿下又小，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没有了，吓得他一点主意都没有。关键时刻还不是您力挽狂澜，做他的主心骨。哎，都过去的事儿了，不要再提了。璇儿那些年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孩子心里苦啊。所以呀，您现在更不能松劲儿了。这眼看太子殿下日子一天天过好了，4月就能大婚了，您就不想抱抱孙子呀？太子殿下肯定还想着让您帮他教导孩子呢。所以呀，您无论如何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那照你这么说啊，我且得再活几年呢。那是自然，公主殿下您是长公主，要长命千岁。呸，一大把年纪了，还睁眼说瞎话，哄我这老婆子开心呢。活1000岁，那我还不成老王八呀？哎呦，长公主，您是金枝玉叶，哪有这样说自己的？哈哈哈哈，我都不介意，你倒是不乐意啦。你今天回宫了吗？那件事怎么样了？父皇也知道了吗？基本都知道了。那父皇怎么说？能怎么说啊？找个由头，抓着欧阳志廷、裴国公他们，臭骂了一顿。那刘裕那边呢？怎么样了？刘彻下葬的第2日，那刘裕以无子嗣延续香火为由，一口气纳了5房姨娘。啊，5房姨娘？那这刘裕，这反应，这也太高调了吧？不高调了，没到廷王府撒泼，就已经够隐忍的了。你别说哈，还真有点意思。试想一下，这边主屋里刘夫人还搂着刘彻的骨灰，哭得死去活来，那边刘裕却已经在偏房里左拥右抱，夜夜笙歌了。旧人哭，新人笑，这曲交响乐奏得可真不错。可是那裴国公、裴贵妃他们就由着刘裕这样胡闹，没有什么表示吗？那刘裕本来就是个急性子，这些年没少为欧阳志廷他们出力，却被裴国公等人一直压着。其实当年要不是他在后面出谋划策，裴国公等人怎么可能崛起的这么快？本来这些年就有些怨气，再加上刘彻又是他唯一的儿子，结果就厚积薄发，顺着这件事儿全发泄了出来，彻底让那刘夫人坐了冷板凳。不错，就这样让他们狗咬狗，内耗。哎呀，皇姑母，为您治病是雪儿应当应分的事儿，我真的不需要什么礼物。不行，皇姑母给啊，你就必须得要。皇姑母，您的好意雪儿心领了，但是雪儿真的不需要。哎呀，你这傻丫头，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皇姑母的书房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连璇儿我都没让她进来过。这送你件礼物，你这傻孩子还推三阻四的，快进来吧，别愣着了。待会儿啊，见到这件礼物，保准你肯定喜欢。哎，不对呀，我记得放在这里了呀，怎么就找不到了呢？皇姑母，您到底要找什么呀？要不雪儿帮您一起找？不用，雪丫头，你随便转转就行了啊。
这个东西啊，你没见过，找不来的。皇姑母，这里面是什么呀？我可以随便看看吗？可以，你自己随便逛吧啊！相中什么东西啊，都可以拿走。等等，桃花眼，柳叶眉，好熟悉的一张脸，是他，真的是他，我终于要找到他了吗？哎呀，终于找到了！我明明记得放在这个百宝箱里呀，什么时候锁在这个小抽屉里了？雪丫头，快过来看看，你喜不喜欢？啊，皇姑母稍等，这就来。哎呀，怎么了，雪丫头？好好的，怎么哭了？是哪里不舒服吗？皇姑母，画中的那个女人，您认识吗？认识呀，怎么了？竟然认识，真的认识，太好了！皇姑母，您能告诉雪儿，她现在人在哪儿吗？哎呀，傻孩子，想母亲啦？还别说，那天啊，无意间皇姑母在看到你母亲的画像，皇姑母啊也曾一度怀疑这两个人是否是一个人。但是孩子仔细看，你就会发现，画中的女子和你的母亲完全不是同一个人，只是外貌有几分相似而已。皇姑母，那她究竟是谁啊？哎呀，她呀是一位女神医呢。女神医？果然是神医。那她人现在在哪儿？是哪家的女子？您知道吗？这个，皇姑母啊，还真不知道。皇姑母，您老人家再仔细想想，您这儿都有她的画像，怎么会不记得她是谁呢？哎呀，孩子呀，并不是皇姑母有意隐瞒，这个女神医呀，皇姑母确实是不太知情。当年皇姑母遇到她时，是在一个深山里面，接触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对她的情况了解的也并不多。深山里？为什么她要住在深山里啊？她是孑然一人吗？身边难道没有丈夫或者孩子吗？应该是有丈夫的，可是我们却没有荣幸见到。皇姑母当时病着，精神也比较差，而这位女神医呢，又一直很忙，不断有知名而来的病人啊前来请她，所以皇姑母并没有什么机会了解太多这位救命恩人的情况。唉，说起来啊，这也是皇姑母这么多年来心中一直以来的一个遗憾啊，一直想报恩，却苦于寻不到人啊。病了？救命恩人？皇姑母，您当时怎么了？病得很严重吗？哎呀，这事儿啊，说来话长，还得从10几年前说起。那几年边境战事不断，东虞国那狗皇帝司徒浩南因为一个女子的缘故，整天像疯狗一样带兵亲征，在边境四处作乱。那一次刚好皇上南下微服私访去了，边境穆老将军突然遭到了司徒浩南的袭击，紧急请求支援。边关告急，情况刻不容缓，而皇上却不在盛京。看到折子10万祸急，我就临时决定由我和驸马先带2万精兵亲自前去查看情况，看能否帮穆老将军暂时渡过难关，或者拖到皇上回京。可谁知我们日夜兼程，在快到边城的时候，却意外遭到了司徒浩南的埋伏，全军覆没。我被暗箭射中胸部，生死一线，驸马爷爷身上多处负伤。最后在生死的危急关头，驸马爷抛弃个人安危，背着我杀出重围。为了躲避敌军的追捕，驸马爷带着我单骑朝着一处深山跑去，最后在一处山谷中迷了路。山谷？然后呢？你们是怎么跑出来的？看我当时都快不行了，只剩着一口气，后面又有追兵，
驸马爷也是急坏了，背着我就沿着一处河流，向着远处玩命地飞奔而去。最后，驸马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跑了多长时间，跑到了哪里。竟然在他精疲力尽，实在跑不动的时候，就遇到了外出采草药的女子。那女子将我们带到了一处山谷里的小竹屋里。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她专门为病人治病的地方，也就是画中的女神医了。万幸的是，这女子啊，医术十分高超，可以说是具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被当地百姓尊奉为女菩萨。那位女神医把你救回去的吗？确实如此，是那位女神医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其实当时救治我的时候，驸马爷的伤情也很严重，身上多处重伤，血流不止。但是因为我当时情况紧急，驸马爷就一直央求女神医先对我施救。结果等我脱离生命危险的时候，驸马爷已经因为伤情过重，失血过多，昏迷了，并且驸马爷从此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危难时刻见真情，驸马爷真是把您的生命看得比他自己的还重要。或许这就是真爱吧，为了爱人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爱情才是由衷的让人敬佩，胜过一切的甜言蜜语。谁说不是呢？是我欠了驸马爷一条命，如果不是因为我，他怎么可能这么多年身体每况愈下，早早的就离开了人世。皇姑母，不要伤心了，正是因为皇姑母您的命是驸马爷用自己的命换来的，所以您才要好好的活着，活出你们两个人的精彩。好孩子，放宽心吧，我老婆子啊，且得多活几年呢。我要代替着驸马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看着你和玄儿大婚，然后啊，你们生一堆的孩子，到时候皇姑母帮着你们照看孩子。原来这就是长公主活着最大的动力。对不起皇姑母，雪儿恐怕要让您失望了。或许大婚后您就不一定能再见到雪儿，更不用说那些孩子了，那是根本不可能有的。那女神医平时住在哪儿啊？也是在深山里吗？您就没有问过她的名字和家里的情况吗？应该也是住在那片山谷里吧，不过应该是在山里的另一个地方。那个竹屋是他用来专门为病人治病的地方，如果有百姓生了病需要诊治，他们就会把病人送到那里，然后女神医每天一大早都会过去为病人治病。如果没有病人，她会上山采些草药，最后天黑的时候她再离开。女神医治病啊，从来不收当地百姓的钱，但是那些朴实的百姓怎么可能会这么不了了之啊？于是他们就有的送新鲜蔬菜，有的送棉衣棉被，有的摘些草药或打些野味儿，悄悄地送到小竹屋里。所以小竹屋虽然简陋，但是里面却什么也不缺。我和驸马爷在里面过得丰衣足食。后来很长时间，我们才知道那座山叫凤凰山，那个山谷叫百草神谷。因为我们去的那段时间，每天都会有病人过来，如果有病人病得严重的话，女神医还需要前去为病人诊治，所以女神医其实每天都很忙的。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根本没有机会和她说上几句话。然后呢？你们伤好之后是怎么走出深山的呢？过了一段时间啊，我和驸马爷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有一天正在主屋里养伤，穆老将军就派人找到了我们。因为当时我们走的时候，女神医外出行医并没有回来，所以没有来得及告别。后来我也有派人刻意去那凤凰山上找过，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女神医了。小主屋里空荡荡的，哪里还有女神医的影子？我们的人在那里守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收获。那然后呢？和女神医就这么失去联系了吗？是呀。后来见到穆老将军，我们才知道，在我们身中埋伏重伤后，皇上听到了消息，就火速从江南连夜返了京，亲自带着70多万大军，日夜兼程来到了边境。历经了几个月的时间，打得那司徒浩南和梁烨落花流水，但是我们却彻底失去了女神医的消息。因为驸马爷擅长书画，为了纪念女神医的救命之恩，我就央求驸马爷特意做了这幅画，挂在书房里，想着有生之日能够再见到女神医，报她的救命之恩。哦，这样啊。皇姑母，您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这个呀，这是皇姑母要送你的礼物，你快看看是否喜欢。皇姑母，您这是……孩子啊，实不相瞒，这套金针其实就是为那位女神医专门打造的。这事儿啊，源于当时我在女神医那儿养病，见女神医有一次为病人针灸的时候，一根银针忽然就断了。女神医就喃喃地说了句：“这银针果然太软，容易断，要是有不什么绣什么的针就好了。”不锈钢？对对对，好像就是这个名字。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所谓的不锈钢，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想着金针总不会差吧，东西再好总好不过金吧。于是就专门请了太医院懂针灸的太医，找了样本，又找了位能工巧匠，专门为他打了这套纯金的针灸用针。想着有一日啊，能亲手把这套金针交给他，在他手里发光发热，救更多的人。只可惜后来专门派人多次南下寻找，却再也没找到这位女神医，所以这套金针也就搁置了。还好今天遇到了你，这套金针也算遇到了它真正的主人，可以发挥余热了。那既然如此，雪儿就收下了。雪儿，怎么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走？皇姑母在跟我讲一位女神医的故事。当年女神医救了皇姑母和驸马爷的命，皇姑母还专门为女神医打造了一套金针呢。现在送我啦。是不是凤凰山上的那个女神医啊？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两个怎么又讲起那些陈年旧事了？这样吧，我都听皇姑母说了无数遍了，你想知道什么？一会儿到马车上，我慢慢给你讲。咱们快走吧。好了，故事也讲完了，礼物皇姑母也送了。雪丫头啊，你就赶紧跟着雪儿回去吧，等有空了再来，皇姑母好好再给你讲。怎么了？时间已经不早了，快走吧。哥哥，墙上那画中的女子就是皇姑母说的女神医，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是因为学医，所以看到女神医会格外感兴趣。但是咱们今天还要回盛京呢，要不等你集济过后，什么时候有空了，我再陪你到山庄住几天。到时候你好好让皇姑母给你讲女神医的故事，好不好？好吧。可是皇姑母，雪儿听说您这不是还有一只簪子吗？哎呀，你这孩子竟然连只簪子也要算计皇姑母的。罢了，既然你已经开口了，那皇姑母勉为其难就送给雪丫头吧。
皇姑母，这是……傻丫头，这并不是根普通的木砧，这支木砧啊，是那位女神医平时用的。当初离开百草神谷的时候，女神医还没有回来，我就擅自从她仅有的少数物品中拿了这根她平时用的砧子，想着暂时做个纪念，等找到她以后再还给她。结果不曾想，倒成了唯一的纪念之物。不过今天皇姑母看你这孩子确实和女神医有缘，再加上你们都是行医之人，那这根砧子皇姑母还是送给你吧。希望你以后也能像女神医一样，秉承医者仁心，能够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谢皇姑母，皇姑母放心，雪儿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皇姑母相信你，赶紧回去吧。那皇姑母一定要保重身体，雪儿有时间再来看您。走吧走吧，等你们大婚后，大不了皇姑母跟着你们去太子府上住上几日。皇姑母放心吧，等大婚之后，雪儿就把您接进太子府。好好好，皇姑母啊，等着这一天。主子，这是那边刚刚送回来的，说……雪儿，你看看这个。哥哥，这是什么？谁的诊断证明？这是陆夫人成亲之前的诊断证明。是母亲的。陆母竟然有遗传性哮喘，怪不得冯管家会说陆母身体一直很虚弱，并且3不5时的经常发病，竟然是遗传性哮喘。天哪，这病的遗传概率非常高，真是万幸我没有被遗传。虽然我不是真正的陆亦雪，但是我占用了人家的身体，所以就有这个义务替他查明真凶。母亲，雪儿就快要查出真凶，为您报仇了。怎么了？我脸上有灰吗？什么都没有，很干净。别看了，回去再好好研究。哦，好吧。少婵，大小姐午休醒了吗？周嬷嬷来了，大小姐已经醒过来了，正在屋子里看书呢。这不，正让奴婢去取点心呢，您快进去吧。如果用前世星座来表达的话，估计这个周嬷嬷肯定是处女座来着，典型的强迫症，处处要求完美。大小姐，麻烦您再试一下里衣，看是否合适。老奴这次在领口和腰身处又加了一些特殊的设计，应该更能够彰显出大小姐您的高贵气质。哦，好吧。不错，我很满意，辛苦您了，周嬷嬷。小姐您喜欢就好，能亲自为您缝制及笄里礼服，才是奴婢莫大的荣幸呢。哇，好漂亮的衣服呀！那是，你也不看是谁的手艺，咱周嬷嬷那双手呀，可是缝制凤袍的玉手呢。我看你们这2个小丫头啊，就是欠打，会不会说话了？我老婆子缝制的礼衣再漂亮，能有咱大小姐好看呀？没有了大小姐穿在身上，这再美的礼衣也就是个空壳子，徒有其表，瞬间失去了灵魂，没有了光环。那肯定的呀，咱家大小姐是谁啊？未来的太子妃。这在整个北燕，咱要是称第2，那绝对没有敢说第1呀。我们家大小姐的美啊，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容啊。估计这连天上的仙子见到了我们小姐都要退避3舍，逊色3分呢。去你的吧，你这鬼丫头这张巧嘴越夸越没边了。你这是在夸我吗？我怎么听着像是在说月里的嫦娥仙子啊？小姐，你可真是冤枉奴婢了，奴婢这句句可都是肺腑之言。好了好了，快别在那演了，快过来帮我换衣服。哎呀，珍珠姐姐，你可真坏，笑得小婵肚子都疼了。既然礼衣没有问题，老奴也就放心了。小姐您快些用汤和点心吧，奴婢就先告退了。嬷嬷慢走，我去送送你吧。小姐，
您为什么每天都要喝这个汤呀？它真的有那么好喝吗？不错呀，很好喝。小姐骗人，奴婢刚才尝了一下，就是道普通的汤，并没有您说的那么好喝。您还天天的喝，就不会厌烦呀？你这个小馋猫，反了天了！偷喝我的汤，还在这里嫌三说四。我有让你喝吗？是小姐我要喝，好吧？是奴婢好奇，珍珠姐姐就让奴婢喝了些尝尝。哎，小馋，姐姐我可是好心呐，看你馋的不行，好心让你尝一口。你这鬼丫头怎么能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卖了呢？啊，珍珠姐姐不要生气，小馋错了，小馋真的不是故意要出卖您的。哎，小馋，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可是你们的主子啊！你怕你珍珠姐姐生气，就不怕我这个小姐生气吗？啊，小姐别生气，小馋刚才并不是故意的。小馋，你眼里只有主子，根本没有我这个姐姐。你珍珠姐姐，我要生气了。珍珠姐姐，哎呀，小姐，珍珠姐姐，哼，小馋不要理你们了，你们两个又合伙欺负我。好啦好啦，逗你玩的，别生气。小姐，我答应你，等再过几年啊，让你也每天喝点这个汤，到时候你就知道它的好处了。什么汤这么好喝呀？自己天天喝还不算，还要让你的丫鬟也喝？老爷，真是稀客呀！父亲，您来了，快快请坐。你们两个丫头先退下吧，我和你们小姐说点事儿。丫头啊，就想什么事儿呢？女儿失礼了，还请父亲原谅。女儿刚才是在想，父亲您已经很久没来女儿的飘雪阁了。哎呀，说起来啊，都是为父的过错，平时忙于生意，忽略了对你的照顾。女儿晓得的，父亲这样忙碌，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吗？真是好孩子，这么理解父亲。想想啊，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转眼你这后天就要及笄了，及笄后可就是大人了，再也不是那个躺在父亲怀里的小娃娃了。唉，真是影帝级的人物啊！这戏演的真是父女情深啊！对了啊，说起及笄，为父倒是有件事情需要跟你商量一下。父亲有话尽管吩咐便是，女儿一切都听父亲的。演戏谁不会啊？不就是个及笄礼吗？一个形式而已，让谁家不是家呀？不管怎么说，我总是他名誉上的女儿，他总不能上大街上拉个乞丐过来为我嫁鸡吧？这就好，这就好。父亲还真怕你有其他的想法来着。听到你这句话呀，为父也就放心了。这及笄礼上，父亲想请你秦府的舅母为你加鸡。竟然是秦府的人，还舅母？陆远呢？陆远，你真好意思开口啊？这是受了秦府的威胁了，还是恩惠了？还是又想要为陆一双做什么打算了？看来还是我太单纯了，整件事情只猜到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局。让杀母仇人的帮凶为我加鸡，还真不如上大街上拉个乞丐强。舅母，秦府的吗？雪儿怎么不记得有这个人啊？这个嘛，父亲刚才这样说，貌似是不太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双儿的舅母，也就是秦家的大夫人。她明天呢，会和双儿一起到我们陆府来。你也知道，秦家大老爷是扬州的知府大人，秦大夫人呢，也算是四品夫人了，堪称是扬州一带夫人的典范。再加上我们毕竟是亲戚关系，所以让她来给你加鸡，也算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合适你个大头鬼！你倒真好意思说出口，竟然让杀母仇人的帮凶来给我加鸡，想的可真美。
就是不知道陆远闹这一出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恐怕又是为了给陆一双长脸，想在我的及笄日顺便为他打个征婚广告什么的，让来往的宾客都明白，秦姨娘虽然是姨娘，但是陆一双外祖母家还是很有后台的。不行，坚决不能让他得逞。父亲，女儿斗胆说一句，让秦大夫人当佳姬的人选，貌似不太合适吧？为什么？你什么意思？难道你对为父的安排有意见吗？果然，这不是亲生的，一言不合就翻脸。不行，看来必须寻个靠山，找个挡箭牌了。父亲精心细选的人选，雪儿自然是没什么意见，但是很可惜，雪儿已经……佳期人选我们已经定了，昭云长公主了。啊，太子殿下。前几日我们从云翔山庄回来时，和长公主已经商议好了，后天雪儿及笄，长公主会亲自过来为雪儿加姬。哈，长公主能来给加姬，自是再好不过了，真是我们雪儿三生有幸啊，竟然劳得长公主大驾光临。哎呀，昭云长公主都亲自出马了，看来秦家大夫人是彻底没戏了。嗨，只是可惜了双儿啊，本想借着这个机会让她好好露露面呢。想来陶朱公应该每日都很忙吧？本宫过来也没什么要事，就不劳烦陶朱公。哦，是，鄙人还有些急事要处理，实在是抱歉，不能陪太子殿下您了，还请殿下恕罪呀。哥哥，你这个时候怎么过来了？怎么，这是不欢迎我吗？如果我没有记错，本宫可是刚为某人解了围，这及笄还没有结束呢。这人呐，总得过完河才拆桥的好。哎，您这人可真是会举一反三呢。我是这个意思吗？得，我看这杯水啊，您也不用喝了，就活该让您渴着，口干舌燥的，看您还能不能说出这些不中听的话。你确定？确定啊。哼，吓唬我，本姑娘才不上你的当呢。好吧，不要后悔。没事了，那本宫就先走了。哎，欧阳志玄，你这刚坐下就走是几个意思啊？嘿嘿，别走啊，这茶水还没喝上一口呢，怎么就能走了呢？又舍得让我喝茶了？不赶我走了？是，太子殿下，刚才是小女子怠慢了，您大人有大量，不和小女子一般见识。这态度还算凑合。东西呢？拿来。什么东西？礼物啊。我记得刚才好像没说要送你礼物呀。没礼物，你坐在这里喝什么茶啊？我去，弄了半天是在逗我玩呢，害得我伏低做小，白献殷勤了。哎，身为未来的太子妃，咱能不能不这么小气？至于吗？这没有礼物，茶水都不让喝了？小气吗？我这怎么能叫小气呢？好，你不小气啊，咱一点儿也不小气，是本宫用词有误。就是，本姑娘这叫势利，好不好？这个词貌似还不如小气呢。小气也好，势利也罢，反正就这样了，一时半会儿也改不掉了。说吧，今天这么一反常态的，没有夜探香闺，正大光明的来了，到底什么事儿吧？喏，给你。什么呀？礼物呀。啊，真的有礼物啊？打开看看。檀木香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是你自己亲手刻的？送你的及笄礼，不喜欢吗？哥哥你亲手刻的，雪儿自然喜欢，只是这句话刻的貌似不太应景，还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就你这个花心大萝卜，什么时候有这么宏大的志向了？那就是不喜欢了。挺好看的。喜欢就好。哥哥，
你这么好的手艺，快说说，是拿着哪个美人练的手啊？是许昭仪、魏昭容，还是朱淑媛啊？话说回来，哥哥，吉吉日是后天，你怎么现在就送礼物了？啊，我这段时间有些事，可能会离开几天，所以提前把礼物给你送过来了。有事离开，要去很长时间吗？不好说，顺利的话10天左右吧，慢则月余吧。啊，要走那么长时间啊？好了好了，不要不高兴了啊，哥哥很快就会回来的。哦，那你自己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对了，你稍等一下，我帮你拿一些外伤之类的药，你随身带着，毕竟一个人在外面，难免磕磕碰碰的。用不了这么多药，没什么危险的，就是去查一件事情。好吧，那你至少也拿上1-2样，这些药丸治风寒的，这个药粉是治外伤的，这些你一定要带上。那你这段时间啊，一定要乖乖的待在家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等哥哥回来再处理，知道吗？知道了，你就放心吧，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就行。我每天待在府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能有什么事儿啊？好，那我就先走了，切记，万事等我回来。哦，记住了，记住了。哦，对了，还有这个送给你。这是什么呀？自己看。竟然是一对耳环。哥哥，你刚才不是已经送过我簪子了吗？怎么又送一副耳环啊？哪那么多废话，给你，你拿着就是了。小姐，您怎么还不睡觉呀？你先去睡吧，我看完这点就睡了。哎呀，小婵，快走吧。咱们家大小姐啊，这根本不用陪夜，她又是个夜猫子，根本不用管她。慢慢你就习惯了。哦，小姐，那我和珍珠姐姐先去睡了，有什么事儿您就喊一声，我们立马就过来。去吧。奇怪了，来的时候母亲一再的吩咐，说我年龄小，来的又晚，作为小姐的贴身丫鬟，一定要争取多陪夜，这样才能很快的和小姐增进感情。可是这小姐从来都不让人陪夜，我怎么争取啊？哇，小姐，您真的好漂亮，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呢！真是可惜了，太子殿下今天竟然没空过来，要不然看到小姐您这样，非看呆了不可。小婵，折腾了半天，小姐该饿了，你去把糕点端过来，让小姐先垫吧一下。小姐稍等，奴婢这就去。小婵这孩子什么都好，但是毕竟年龄还小，这有时候说话呀，完全不经过脑子。现在这种关键时刻，怎么能提太子殿下呢？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小姐啊，您别听小婵那丫头胡说，这太子殿下虽然今天不能来，但是不是一大早就派人送来了一堆精心准备的礼物吗？说明啊，太子殿下还是把您放在心里的。现在外面已经陆陆续续有客人到了，待会儿您可什么都不要多想，今天是您最重要的日子，您一定要美美的把今天过好了。嬷嬷，您放心吧，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小姐，皇上和皇后娘娘赏赐的礼物都到了，老爷让您去打听谢恩呢。可是小姐，这些糕点怎么办呀？你还吃吗？糕点就不吃了吧，我们走吧。小姐莫急，你先吃一些糕点，早膳用得早，今天的吉吉仪式且得一会儿呢。应付这种场面呀，就是个力气活，不吃饱了怎么行呢？珍珠，你服侍着小姐用点糕点。宫里来的是哪位公公呀？我先去打听看看。麻烦嬷嬷了，好像是皇上跟前的李公公呢。小姐，你先慢慢用着，那李公公和老奴还算有些交情，老奴先去前面撑着。辛苦嬷嬷了。小美人呢？来先让小爷看看，打扮的怎么样了？哎呦喂，周嬷嬷，您老吓我一大跳。
您老没事吧？没碰着您吧？老奴没事儿，让穆大小姐担心了。哎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还真怕把您老人家碰出个好歹来，那雪儿还不得把我给吃了啊！如果穆大小姐没有其他的事儿，那老奴就先走了。哎，没事没事，您赶紧去忙吧，我就是来看看雪儿打扮的怎么样了。哎呦喂，这是哪儿来的仙女下凡呢？怎么就这么美呢？快快快，抬起头来，让小爷我仔细瞅瞅。去你的！竟然嘲笑我，看轮到你那天我怎么收拾你！哎，还别说，你还真没这个机会了。谁要你晚出生那么1年呢？姐姐我已经及笄过了。哼，君子报仇，明年不晚。看我明年怎么收拾你，且让你得意着。及笄不行了，不是还有新婚吗？哎，好了，小姐，您2位就别闹了，我们还要去大厅谢皇恩呢。哦，对对对，怎么把这正事给忘了呢？快走了，不迟了。哎，等等我和你们一块儿去。天哪，这陆大小姐真是太漂亮了。是呀，这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呐！就是，真不愧是皇上亲赐的太子妃。瞅瞅这长相，这气质，可真是位100年难得一见的美人儿。哎呀，这一天下来，脸还不得抽筋儿啊！昭云长公主驾到！长公主千岁，千岁！好了，大家都平身吧。今天啊，是雪丫头的及笄日，本宫也就是来凑个热闹而已。雪丫头呢？啊，快到皇姑母这里来，让皇姑母啊好好看看咱们雪丫头今天到底有多漂亮。哎呀，皇姑母，您老人家又打趣雪儿了，劳您老人家亲自跑一趟，真是雪儿的罪过。你个傻丫头，今天是你的及笄日，这么重要的日子，皇姑母怎么可能会不来呢？不错，瞧瞧我们雪丫头，这美的都不似凡人了，真真的是倾国倾城貌啊！还有这套礼服做的也顶好，单就这上面的绣花栩栩如生，一看就手艺非凡，想来是周嬷嬷的手笔吧？回长公主，确实是老奴的手艺，让您见笑了。不错不错，周嬷嬷还真是宝刀不老。这礼服啊，穿在我们雪丫头身上可真是相得益彰，衬得我们雪丫头更加的高贵美丽啦。雪姐姐，你今天怎么就这么漂亮呢？你说我长大了及笄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像你这么漂亮呀？哟，这个呀，可真不好说。就你现在这个吃相，长大后不吃成小猪都难了，竟然还想着像大嫂一样漂亮，痴心妄想。这个事情嘛，怎么说呢？威尔，你知道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吗？怎么说？这个大多数情况呀，理想都是美好的，但是现实呢，往往是很残酷的。小心啊，你现在理想有多好，长大之后现实就有多残酷哟。哎，你看到右边数第2个的那个水桶腰了吗？说不定你长大之后腰比他还要粗呢。浩哥哥讨厌，英姐姐讨厌，你们是坏人，大人欺负小孩子。哼，浩哥哥长大后才会变成小猪呢，英姐姐才要变成水桶腰呢。我要变成和雪姐姐一样的美女。威尔，你就放心吧，女大18变，我们威尔长大以后呀，自是比雪姐姐还要漂亮好多倍呢。真的吗？雪姐姐，你不是在骗我吧？当然没有，雪姐姐怎么可能会骗你呢？我们威尔本来就是一个大美女嘛。皇姑母，雪姐姐说我长大后比她还要漂亮呢，你说她说的是真的吗？到底是不是这样啊？哈哈哈，是，我们威尔啊和雪丫头都是大美女，长大后会一样漂亮的。太好了，我长大后也是大美女了。
长公主，吉时到了，要不我们就开始吧。好吧。这陆大小姐可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哎呀，众所周知啊，这陆大小姐甚得皇上喜爱，这也就算了。但是陆大小姐今天竟然能让昭云长公主亲自为她梳发及笄，这是何等的颜面和风光啊！是啊，是啊，要知道，在北燕能请得动昭云长公主亲自夹击的，她可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人呀。平素的那些公主们积极相请，长公主啊，都轻易不愿意露面呐。陆亦雪，你就是个骗子，是个小偷。这些东西，这所有的一切，本来就应该是我陆亦霜的，结果却让你给偷走了。且让你得意几日，早晚揭下你身上这伪装的皮，让你在光天化日之下露出原形，看你到时候还有什么颜面在这儿显摆，继续待在陆府。哈哈，长公主辛苦了，还请大家移步到饭厅用膳吧。张姐，今天是您及笄的大好日子，妹妹真是由衷的为您高兴。只是现在这里这么多宾客，您就不为双儿介绍一下吗？哼，这是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了？双儿别闹，还不快向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啊！是，父亲。长公主、浩王爷、小公主、卢夫人、穆大小姐，大家好。想必大家还不太认识我吧？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陆亦霜，是陆府的二小姐。虽然我只比长姐小半岁，可是论各项能力，我可一点不比长姐差。你人长得那么丑，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你呀？哼，没事欺负雪姐姐，你个大坏蛋！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给你办办难堪。不都说童言无忌吗？那我就怎么难听怎么说，看你怎么下台。威尔，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你这话说的不对，知道吗？还是浩王爷懂得怜香惜玉。我就说嘛，今天我打扮得这么漂亮，只要是个男人看到了怎么会不动心？这不，浩王爷不就已经为我出头了吗？只可惜太子殿下今天没来，说不定他要是在这儿，替我说话的就是他了。既然我说的不对，那你说好了，你说该怎么办？应该说，不论美丑，我们都没必要认识他。在陆府，我们只要认识大嫂就够了，其他人等和我们有什么干系啊？你好，说得好，认识你这么多年啊，总算听你浩王爷说句明白话了。哎，燕儿你个臭丫头，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我哪天糊涂了？哪句话说的不是明白话呀？你糊不糊涂你自己不知道啊？明明没我大，非要让我叫表哥，你不糊涂谁糊涂呀？谁说我没你大了？明明是我大，好不好？来，双儿，快坐下用膳吧，饭菜一会儿该凉了。好哥，鹰丫头，陶朱公啊，我们北燕是礼仪之国，这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还是要遵守的。一个家和一个国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到了什么时候，这规矩不能乱，尊卑还是要分的。是，长公主吩咐的事，是鄙人糊涂了。双儿，也不看看你的身份，这桌是你可以坐的吗？去你姨娘那桌待着去。我不是你们提前叮嘱的，让我抽空就和长公主套近乎吗？现在倒好，又将什么事情都怪罪到我头上。哼，一个庶女而已，太不知礼节规矩了，竟然妄想着和长公主、王爷等人同席。就是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嗨，毕竟是个庶女，上不得台面。对呀，你瞅瞅，刚才那说的那是什么话呀？就这么失礼的走了。皇姑母、父亲，大家都快吃吧，饭菜都快凉了，小心对您的肠胃不好。
还是我们雪丫头啊识大体。对了，小婵，你把这2件礼物顺便也收起来吧。哦，好吧。小姐，这2个盒子里面都是什么礼物呀？小婵可以打开看看吗？可以啊，随便看。不过看过以后呢，记得要装好。咦，竟然是一只手工雕刻的木簪，好可爱呢！哇，好漂亮的一对耳环呀！这碧色的宝石实在是太罕见了，像早晨的露珠一样晶莹剔透，实在太好看了。小姐，放在梳妆台最下面的抽屉里面，可以吗？可以啊，你记得放哪儿就行，反正下次找不到我就找你要。小姐您就放心吧，奴婢的记性最好了，别说是经奴婢的手收过的东西，就是看过的东西什么的，奴婢都会过目不忘呢。咦，小姐，这里怎么还有一个盒子呀？貌似也很漂亮呢。小婵，别！哎呀，好精致的象牙书啊！咦，上面还有雕花呢。小姐，奴婢知道了，这把象牙书和你经常随身携带的玄铁匕首是一个人送你的，对不对？啊，小婵，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很简单呀，因为这个象牙书上的梅花和您平时随身携带的玄铁匕首上的梅花一模一样，并且都是3朵。真的是这样吗？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巧合？小姐，别听小婵一惊一乍的在那儿瞎说，梅花可不就是这一种形态吗？所以有点相似是很正常的呀。貌似也是这么回事。小姐，夜深了，你也辛苦一天了，赶紧喝点汤，用点糕点休息吧。这个珍珠可能是知道象牙书是荣锦送的，担心我看到会伤心吧。不愧是我的姐妹，我的那点小秘密居然都逃不过她的眼睛。算了，不想了，既然珍珠有这份心，我就要成这份情。至于象牙书是怎么回事，本来我就不该再想了，就让一切都随风而去吧。小姐，冯管家来了。冯管家，快把人请进来。小姐，您既然有事要处理，那老奴就先告退了。好的，您先回去吧，下午我们再接着绣。小婵，你去送送周嬷嬷。是，小姐。冯叔现在过来，可是有什么要事吗？先喝口茶润润嗓子。小姐，继承那边来消息了，找到那李婆子了。找到了，太好了。人现在在哪儿？人依旧在城东，不过在另一个院子里。老奴害怕引起旁人的注意，没敢把2个婆子关到一块儿。不过和容婆子待的院子隔得并不太远，也就2、3条街。冯叔您费心了，想得很周全，我们现在就过去吧。小姐，现在是青天白日的，您这现在去不合适吧？这样，冯叔，您给我1刻钟的时间，您依旧在上次我们会合的长安大街拐角处等我们，我和珍珠稍后就到。好吧，那老奴就先走一步了。珍珠，你赶快去找2套小厮的衣服过来。是，小姐，您稍等，奴婢这就去找陆明借2身衣服。人呢？在偏房里，一听说是来圣经就吓坏了，路上一个劲儿在那哭呢。知道了，你在院子里看着，我们几个现在就进去问话。是，大小姐。小姐，我们是否还需要像上次那样？不用，直接踹门进去。好你个李婆子，你个杀人凶手，竟然还敢会圣经，终于让我们找到你了吧？几位恐怕是有所误会吧，我老婆子并不曾认识你们，更何谈杀人啊！李婆子，你抬起头来好好的看着我，难道说你连我也不认识了吗？
这位老爷饶命啊！我老婆子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不记得这位老爷了。那我呢，李妈妈？您连我也不认识了吗？夫人饶命，夫人饶命啊！真不是奴婢存心害您的，是他们逼奴婢的下的手啊！那你说，是谁让你在汤里下的东西？你到底下了什么？这，奴婢不敢说呀，他们不让说。冯管家，我们还在这里和他浪费什么口舌呀？反正我们已经知道幕后真凶，掌握了他害人的证据了，直接把他送到官府，明日直接拉去菜市场砍头不就行了？夫人饶命，冯管家饶命啊！求求你们不要把奴婢送到官府，奴婢什么都愿意说，奴婢什么都说。好，那我们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们就不拉你去见官。但凡有一句假话，你的狗头就等着明天菜市口被砍吧。奴婢说，奴婢什么都说，因为夫人的身体不能喝牛乳，一喝牛乳就犯病，所以他们就让奴婢在汤中每天加一点牛乳，这样夫人就几乎3天2头的犯病，身体越来越虚弱，最后终于不治。那到底是谁派你来的？谁让你在汤里加的牛乳？是秦家大夫人找的我，因为奴婢擅长煲汤，所以社局让我来到了陆府。一开始他也并没有说让我在汤子里下什么东西，只说帮我找了个好差事。奴婢当时还对他感恩戴德来着，觉得他帮我谋了个好差事，帮了我大忙，于是给他送了一个金溜子作为谢礼。那然后呢？你怎么就想起来在汤里下药了？后来是秦姨娘让奴婢在汤里加牛乳，奴婢看夫人这么善良，对下人们都很好，奴婢当时还不愿意。果然不出我所料，好你个秦芳，作恶多端，你就等着偿命吧。有了人证，这次必须为陆母讨回一个公道。你不是不愿意吗？后来怎么就又愿意了呢？是陆老夫人，陆老夫人又特意把老奴喊去谈话，拿着我女儿和相公的卖身契。当时奴婢的女儿一大家子都还在秦家做活，陆老夫人找奴婢的时候，秦姨娘也在场。这秦姨娘拿我女儿一家威胁我，说要是奴婢不同意加牛乳，就把他们全抬着扔出秦府。他们是主子，我们是奴才，杀死我们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这么简单的呀。还有我那刚满周岁的可爱的小外孙，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害呀？所以我就被迫答应了。可是你不忍心看你的亲人受害，你就忍心让别人因你而死吗？夫人那时候还怀着身孕呢，你怎么就下得去手？最初加了2次牛乳之后，夫人果然就发病了，把我给吓坏了。可是大夫一来开了2剂药，一停牛乳，夫人的病就慢慢好转了。所以那几个月的时间，我就断断续续的，只要秦姨娘一不注意，我就能不加牛乳就尽量不加。等秦姨娘快发现异样时，我就赶紧加上一点儿。这也就是为什么那段时间夫人的病总是隔上几天就发作一次，而不是一直病着的原因。是，后来夫人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大人和孩子都安然无恙，只是夫人的身体稍差些。秦姨娘一看就急眼了，跟奴婢下了最后通牒，说必须赶在夫人生产前加大剂量，
争取一尸两命。秦姨娘还跟奴婢说，我下的并不是毒，只是加的牛乳而已，是可以提鲜味的。我并不是在害人，而是在帮他。如果没有我的汤，夫人吃不下饭，身子又弱，说不定早就死了。奴婢一想也是，反正下的不是毒药，所以奴婢就……哼，竟然还有陆老夫人！如果只是秦姨娘就算了，嫡庶之争，利益之争，结果竟然还有陆老夫人。她对陆母这个儿媳妇儿到底有多不满意啊？竟然伙同别人害自己的儿媳妇儿。关键是陆母肚子里当时还有陆亦雪呢，这古代又没有 B 超，她就不怕陆母肚子里怀的会是她的孙子吗？对了，陆亦雪并不是陆远的骨肉，那也就是说，陆老夫人知道了陆亦雪的身世后，才容不下陆母。恐怕不止如此吧？不是秦大夫人也参与了此事吗？恐怕就算陆母没有怀孕，就冲着陆府的财产，秦家的人和陆老夫人也不会让陆母活得太久。先不管那么多了，反正陆老夫人已经死了，先找活的人算账再说。回去找秦姨娘去。你这个老妖婆，狼心狗肺，恩将仇报，差点害了2条人命，竟然还有脸在这里狡辩。我记得很清楚，当初你外孙生病，夫人还赏了你10两银子让你去救急，结果倒好，你竟然拿了他的银子后还忍心出手要他的命，你的良心简直是被狗吃了。冯叔，别把他打死了，带着人我们回陆府，欠债的还钱，欠命的偿命。我不回陆府，我不回陆府。不回陆府？哼，好呀，现在就去官府，明天菜市场砍头，你自己选择，是回陆府还是明日砍头？我去陆府，我去陆府。好，现在就跟我们回陆府。还有，最好别耍什么花招，不要以为你死了就能保护你所谓的女儿一家了。告诉你，如果你明天死了，晚上你的女儿和她的一家，还有你那个可爱的外孙，就会去和你作伴的。我去。走吧，冯叔，带着人回府。小姐，现在就去合适吗？就现在，不用再考虑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了。和秦芳的这些烂账拖了这么多年，也该清算了。小姐，不好了，府里出事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是红姨娘。这段时间她一直感觉肚子不太舒服，今天忽然肚子就疼痛难忍。老爷来飘雪阁找了您几趟都没有找到您，就急了。还好最后陆明在百草药园找到了樊院士，才保得大人小孩平安无恙。哦，然后呢？最后樊院士从红姨娘所喝的保胎汤汤药渣里发现，汤里面竟然被人掺了有可以让孕妇堕胎的红花。幸好这段时间红姨娘的胃口不太好，每次只喝了几小口，否则呀，估计小公子早就保不住了。那人呢？现在都在哪儿？樊院士已经送走了，红姨娘也在自己的院子里休息。二小姐好像今天有事出去了，一天都不在府里。老爷和秦姨娘在书房呢，听说是秦姨娘买通了熬汤的婆子，让人在保胎汤里下了红花，所以估计这会儿啊，老爷正在书房和秦姨娘算账呢。我知道了。小婵，你先回飘雪阁待着，别乱跑。珍珠、冯叔，我们现在去书房。是，小姐。天哪，小姐这阵仗哪儿像是去劝架的呀，分明是去寻仇的嘛。今天这都怎么了？都吃错药了吗？
看来府里今天是不得安宁了。得，你们都不理我，我去找周嬷嬷说道去。秦芳，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这是想让我断子绝孙不是？这么多年了，你闹得够了没有？没有闹够，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我就在你身边，你何时正眼看过我？我究竟有哪里不好，竟这么遭你嫌弃？以前是萧雨那个狐狸精，天天迷得你神魂颠倒。后来好了，萧雨终于死了，我以为自己终于熬出头了，有机会接近你了，或许你会看到我的好，对我好一点。可是你呢？你却从头至尾，天天宁愿抱着一副冷冰冰的话，也不愿意多看我一眼。更可气的是，后来竟然又招了个红袖这么个小狐狸精进来，简直就是萧雨的影子，阴魂不散呢。哼，难得呀，秦芳今天竟然选择针锋相对了，难得的没有装可怜博同情啊。这是终于忍不住了吗？好，你不思悔改是吧？我今天就休了你。你回秦府吧，陆府是待不下你了。休我！陆远，你竟然想休我？你先拍着胸脯问问你自己，你有这个权利吗？你是陆府的姨娘，我是陆府的老爷，怎么就没有权利休了你了？陆远，你有什么权利休我？你忘了姑母临终前的遗愿了吗？你忘了你娶萧雨时我们之间的约定了吗？如果你忘了，那么我就再给你复述一遍。你这一世永远不得休我，我秦芳永远都是陆府的姨娘，生是陆府的人，死是陆府的鬼。我告诉你，陆远，你这辈子永远都别想摆脱我了。哼，是吗？父亲没有权利休你吗？那我想，如果秦姨娘你变成一个死人的话，父亲也就不用再浪费时间考虑是否能休了你吧。陆逸雪，你想干什么？你想为你父亲出头，杀了我吗？好啊，你陆逸雪想来杀我是吧？那就来呀，随时恭候，一命抵一命，正好可以为双儿腾位置了。臭丫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没事冲什么大尾巴狼啊！哼！看我收拾完红袖那个贱蹄子，怎么对付你这个黄毛丫头！秦芳，你确定我不敢？哎，雪儿，不得胡闹。父亲您放心，我不会胡来的。就你一个杀人凶手而已，还用得着我动手吗？秦姨娘，你觉得你做过的那些事还瞒得住吗？陆逸雪，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那件事情真的暴露了？哼，怎么害怕了？什么意思？你秦姨娘心里不是比谁都明白吗？你这么多年最擅长的不就是往人汤药里加料吗？今天对付红姨娘是这样，当年对母亲也是这样。雪儿，你……陆逸雪，你不要血口喷人呐！证据呢？拿出证据来呀！证据是吧？真是可惜啊，还真是没有。但是呢，实在不好意思，证人可以吗？珍珠，把李婆子给我带进来。雪儿，这是……父亲稍等，很快您就会知道真相了。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应该已经死了吗？怎么，秦姨娘，是不是看着这个婆子很眼熟啊？秦姨娘记忆力向来出众，看到李婆子，不知道有没有想到一些什么呀？她死，你这个主凶都还没有死，她怎么可能会死呢？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老爷您救救我奴婢呀！那些牛乳是老夫人和秦姨娘让奴婢放的呀，真的是和奴婢没有关系呀。奴婢一开始也没想到夫人会对牛乳过敏呀，都是秦姨娘指使的奴婢呀。秦芳，人证在此，事情已经很明朗。是你当年知道母亲对牛乳过敏后，
指使李婆子在母亲的汤里加了牛乳，致使母亲频频发病，身体越来越虚弱，最终不治身亡。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父亲，您看到了吗？就是您面前的这个女人，您的好表妹，这么多年，表面温婉美丽，其实她就是一个蛇蝎妇人，一个货真价实的杀人凶手。是她害死了您最爱的女人，我的母亲。女儿现在请求您秉公办事，将这个女人送到官府，或者为了陆府的颜面，赐她一杯毒酒，对外宣布病逝。不，远哥，我不要去官府，我也不要死，我还没有看着双儿嫁人呢。父亲，还请您速速决断，女儿绝不能容忍和自己的杀母仇人每天生活在一起。如果父亲您不能凭公处置这个女人，那女儿就……陆亦雪，你个大骗子，你个小偷，你有什么权利处置我母亲？凭什么？就凭我是陆府大小姐，凭她秦姨娘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陆府大小姐，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配吗？你就是一个野丫头，贱胚子，你有什么权利当陆府大小姐？我看该送官府的应该是你才对吧？你和你那个娘亲一样，就是贱人一枚，专抢别人的男人啊！这样的就是一个被宠坏的熊孩子，骂我可以，但是骂长辈就是不行。没人管是吧？既然没人管，今天姑奶奶我就帮着管管。放肆！陆亦雪，你在干什么？你这个逆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呢？无论如何，她是你的妹妹啊，你怎么可以下这样的毒手？哼，我是逆子，你难道没有听到她刚才是怎么骂我的吗？是呀，怎么能一样呢？毕竟她是您的亲生女儿，我就不一样了。你，原来你什么都想起来了。我就算不是你的父亲，但我好歹救了你，你就准备这样对我，就这样伤害我的女儿？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不是父亲救了我，到底在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需要你救了？哼，估计这个陆远也是被气糊涂了。老爷，你怎么可以下狠手呢？她是我们的大小姐呀！珍珠，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婢！当初我把你买进来的时候，可就是为了让你监视她的。你现在可倒好，竟然为了这个白眼狼指责我！你找准自己的立场了吗？小心我明天就把你卖到窑子里去！等等，吃里扒外。监视，什么意思啊？我去，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珍珠竟然是陆远买来监视我的，这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可是陆远现在这样生气咆哮，到底又是为了哪般？哦，明白了，肯定是因为珍珠被我策反，现在明显站在我这边，偏向我，让他生气了。老爷，您糊涂了吗？小姐刚才只是对您偏袒二小姐有意见，她只是在说您偏心呀。她已经失忆了，您不能这样对她。珍珠，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雪儿她没有恢复记忆吗？老爷，小姐她一直没有恢复记忆呀。她虽然失忆了，但是她是您的亲骨肉啊。你怎么可以下这样的狠手？您真是太狠心了。有点意思，珍珠这丫头难道是双面间谍？我调查的事情明明她知道的一清二楚，我根本不是陆远的女儿，但是珍珠却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冯管家，快去请樊院使，大小姐受伤了。老爷，不要啊！你不能去请樊院使啊！秦氏，你要干什么？你这个贱人，快放开我！
老爷，您千万不要受珍珠那个贱婢的蛊惑呀！这野丫头根本就不是陆亦雪，她就是个冒牌货。你难道忘了吗？陆亦雪从小就有萧雨那个贱人遗传的哮喘症，并且和萧雨一样的对牛乳过敏啊。但是她呢，你也看到了，她现在每天都在喝什么木瓜牛乳，根本就没有一点反应啊。所以说她就是假的，她根本就不是陆亦雪，她就是个冒牌货。天哪，要不要这样？这消息也太劲爆了吧！陆亦雪竟然也有遗传性哮喘，并且也对牛乳过敏。可是为什么这些症状在我身上没有任何反应呢？难道真让秦芳那个贱人说对了，我真的不是陆亦雪？可不是陆亦雪，我又是谁呢？秦氏，你个贱人，你给我闭嘴！她是谁不需要你来管，我说她是大小姐，她就是大小姐。老爷，老奴稍微懂些医理，要不让奴婢先看看大小姐吧。周嬷嬷，你……老爷，时间不等人，就让老奴试试吧。母亲，怎么样？雪儿是不是很厉害？今天一个字也没有背错。那是当然，我们雪儿啊，永远是最棒的。雪儿现在已经会背这么多医术了，明天开始，母亲就可以放心的教你针灸了。你说好不好？好好好，可是母亲，雪儿想吃冰淇淋。好孩子，冰淇淋不能多吃，今天已经吃过一些了，母亲明天再给你做，好不好？母亲不着急，雪儿不吃了，只要母亲身体能够恢复健康，雪儿愿意以后永远不再吃冰淇淋了。傻孩子，母亲这是生你时落下的病，不是你不吃冰淇淋就能够治好的。你要是喜欢吃，明天母亲还给你做，但是不能多吃，知道吗？我不，我要母亲赶快好起来。雪儿知道，母亲的病明明就是累的，就像昨天，您身体本来已经很不舒服了，可是忽然来了一位受伤的大叔，您硬是撑着病体为他做手术，一下就做了2个多时辰，1分钟都没有歇息。好孩子，母亲是个医者，以救死扶伤为天职，在病患面前，我们就是他们全部的希望，所以关键时刻必须要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昨天那位大叔为了采草药从山上跌下来，一根木棍刺穿了大腿，如果不及时手术，别说是那条腿，命都有可能保不住。母亲自然不可能有丝毫的懈怠，更不可能手术做一半停下来歇息。孩子，等你以后长大成人了，成为一名医者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在病患面前，医者的天职高于一切，每救活一个病人才是对医者最大的安慰。可是雪儿看到母亲这么辛苦，也很心疼母亲。雪儿不想再失去亲人，雪儿好不容易有了母亲，更不想失去您。好孩子，不怕不怕，母亲永远在这里，母亲不会离开，会永远陪着你的。雪儿是不是昨天夜里又做梦了？又梦到前世的亲人了？好孩子，别伤心了，那些事已经是前尘往事了，你就当它是一场梦好了。可是母亲，为什么他们老是出现在我的梦里？那些人，那些情景，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为什么别的小孩子都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我是个怪人，和别人不一样啊？当然不是啦，我们雪儿这么漂亮，怎么可能会是个怪人呢？孩子，人是会有轮回的，每个人都会有他的前生后世，而在这个生命和下个生命交替的时候，中间会有一个叫孟婆的老人，给每个人都送来一碗汤，叫孟婆汤。喝过这个汤之后，你就会把前世的恩爱情仇忘得一干二净，记忆重新变成一张白纸。
而轮到我们的时候，刚好那天人比较多，孟婆婆比较忙，所以就把我们给漏下了，忘了让我们喝汤，造成我们会有前世的一些记忆。每个人难免都会有疏忽的，神也是一样，这些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其实啊，有了前世的记忆和技能，未尝不是一种好事。像母亲，不就是因为有了前世的那些医学知识，才能够让这么多的人摆脱病魔的折磨，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吗？雪儿明白了，其实我们比别人多了一项财富，因为我们除了这辈子学的本领，我们还记得上辈子的技能。对了，我们雪儿真聪明，但是雪儿要记得，这个呀，只是母亲和雪儿之间的秘密，我们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好不好？父亲也不能说吗？是的，只是我们娘俩之间的秘密，好不好？好，雪儿牢牢记得，雪儿除了母亲，永远不向外人说，也包括父亲。什么不能让父亲知道呀？你们娘俩又在那儿嘀嘀咕咕说什么悄悄话呢？雪儿刚才还在念叨呢，父亲怎么还不回来？你这个女儿啊，一天不见你就想得慌。哦，是吗？我的小宝贝儿又想父亲了吗？来，让父亲看看今天有没有变胖啊？父亲坏，父亲坏，父亲快放我下来！哎，快放雪儿下来，别吓着了孩子。说，有没有想父亲？不说，今天父亲就不放你下来。哼，人家才不想要你呢。啊，真的吗？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雪儿可不要后悔啊。说不想就不想。啊，母亲救我，母亲救我。求你母亲也没用。说，有没有想我？真是两个长不大的孩子。想啦。真的想啦？真的想啦。那来亲父亲一口。可以，换另一边嘛。另一边竟然也一样，为什么一天没亲，那清清的胡茬怎么又如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这么多？好呀，竟然敢嫌弃父亲，不愿意亲是不是？那父亲可就自己亲啦。父亲饶命，父亲饶命，雪儿改了，雪儿再也不敢了。好痒，好痒，真的好痒。醒了，醒了！玄表哥快看，雪儿醒了，她真的醒了。我刚才给她擦脸，她竟然说痒来着。父亲，母亲，父亲，母亲。樊院使，雪儿这是怎么了？怎么忽然又哭了呢？刚才明明在笑啊。雪儿，雪儿，怎么了？是哪里痛不舒服吗？太子殿下，穆大小姐，麻烦二位让一下，我来看看情况。貌似是一个老头的声音。还有，太子殿下、穆大小姐，都是什么鬼啊？樊院使，你这是在干什么呀？雪儿好像很痛苦呢。痛，好痛！哎呦，醒了，终于醒了。人呢？父亲和母亲呢？怎么没有他们的身影呢？你们是谁啊？雪儿，你摔傻了，我是婴儿啊，婴儿，你知道吗？你说是你最好的闺蜜，你真的不记得了吗？婴儿，你是木英？对了，你终于想起我了，我是木英，你最好的朋友婴儿。能把你的口水擦干净再亲吗？感觉好脏的。讨厌，你这个臭丫头长胆了，竟然还敢嫌弃我，我就要亲。哎，莫大小姐让一让啊，轮到我了。嘿，丫头啊，还认得我不？我是你师傅呀。樊院使，师傅。不错，你这个小没良心的，总算是没有忘记你师傅，也不枉费师傅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呀。
来，师傅给你开药去啊，你好好歇着。哎，丫头，这位呢？可想得起来？想不起来了。再想想啊，这位美男子可是当今的太子殿下呢，关键他可是你的未婚夫呀。你们这个月26日就要成亲了的。太子殿下是谁啊？婴儿，太子殿下来了，我是不是应该下床参拜啊？如果失礼，会不会被砍头啊？啊，不是吧，雪儿，你真的把玄表哥给忘了？天哪，这玩笑开大了呀！这丫头谁都没忘，竟然把玄表哥这个分量最重的人给忘了。啊，得，这情况实在是太不妙了。某人已经开始释放冷气了，这实在不适合人呆呀，还是先闪为妙吧。那个雪儿啊，我去看一下樊院士药方开的怎么样了，你安心躺着啊。今天本小姐亲自给你煎药去啊。小陈，你也别在这儿杵着了，你们小姐大病初愈，你赶紧去给她找些吃的呀。小陈，进来。小姐，您竟然还记得小婵呢？您没有忘记小婵，实在是太好了。小姐，您眼睛怎么这么红呀？您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要不要奴婢去喊范院士呀？不用，我没事。珍珠呢？珍珠姐姐在院子里呢。在院子里干什么？她怎么不进来啊？珍珠姐姐跪在那里不肯起来，您昏迷了5天，她就跪了5天。她说她不能原谅自己。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珍珠，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婢！当初我买你进来的时候，可是为了让你监视她的。小婵，你把珍珠叫进来，我有话问她。是，小姐稍等，奴婢这就把珍珠姐姐喊进来。小姐，珍珠，你为什么要跪在外面？奴婢对不起小姐，奴婢不应该欺瞒小姐。奴婢是老爷买来监视小姐的。既然你有心悔改，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我问什么，你如实答就是。是，小姐尽管问，奴婢一定有一说一，再不隐瞒小姐一丝一毫。你是什么时候来的陆府？奴婢其实并没有去过蓟城，是老爷在扬州买的奴婢，直接带去的那个小镇。哦，那我醒来的时候你来多久了？其实奴婢来的时候，小姐您已经醒过来了，但是醒过来了？怎么可能？我记得我苏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啊！你明明就站在我的床边啊！其实那已经不是小姐第一次见奴婢了。不是第一次。珍珠，你是不是这2天跪傻了？我明明记得很清楚，我以前绝对没有见过你。奴婢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其实奴婢第一次见小姐的时候，小姐您虽然头部受伤了，但是人看着还可以，精神也是挺好的，只是得了失忆症。对了，老爷第一次把奴婢领回来的时候，您还笑着说奴婢长得喜庆之类的话呢。你珍珠，你是不是病了？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算了，这些话题就先搁着吧，我们有空再聊。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小姐，奴婢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还请小姐相信奴婢。奴婢记得很清楚，那是奴婢过来几日后，有一天晚饭，老爷和小姐吃饭时，特意让小姐喝了杯果酒之类的，结果小姐喝完后，当时就睡着了。然后第2天小姐醒来，就把奴婢给忘了，人也好像失忆的更严重了。几天前的事情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什么鬼情况？竟然是失忆了2次？难道说中间那几天的那个人不是我吗？那我第2天醒过来以后
和你第一次见时有什么变化吗？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说话的语气和神情和以前都一模一样。第二天醒来后，您看着奴婢的第一句话也是：你这个小丫头，长相看着倒是挺喜庆。既然说话的语气内容都一样，看来是一个人没错了。但是为什么喝了那杯果酒，就又忽然失忆了呢？我就算不是你的亲生父亲，起码我还救过你。珍珠，这些事为什么你以前从来没提过呢？是老爷不让奴婢说的。那老爷都是怎么叮嘱你的？老爷说让我和他保持同一口径，告诉大小姐，您只是回盛京途中马受惊，不小心撞伤了头部，失忆了。还说我是从蓟城买回来的丫头，已经跟着小姐您一段时间了。其他的呢？还有，小姐从小身子就比较弱，让我注意小姐的饮食，将小姐身体调理好。就只有这些吗？还有就是让我注意小姐的一举一动，平时每天都要将小姐遇到的事情、见过的人及小姐您的反应及时向她汇报。那你都向她汇报了吗？有的汇报了，有的没有说。都哪些没有说？城东的那些事都没有敢说。为什么那些事你没有对她说？奴婢害怕说了，老爷会对小姐不利。奴婢虽然是老爷买来的，面见身卑，很多事身不由己，但是奴婢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呢。小姐平时对奴婢的好，将奴婢当成亲妹妹一样对待，奴婢一点一滴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背后大小姐的小报告，奴婢已经够对不起小姐了，又怎么能忍心再害小姐呢？好了，珍珠，我不怪你了，你快起来吧。小姐，你就让奴婢跪着吧，奴婢跪着才心安呀。你说陆远他让你天天监视我，对我这么不放心，到底在害怕什么呀？好像是害怕小姐想起以前的事情，不想让我恢复记忆，这么怕我想起过去，一知道我想起往事，就恨不得对我痛下杀手。看来我恢复记忆会对他很不利了。珍珠，你一会儿休息一下，换身衣服，去找一下冯管家，让他准备一下。我虚实要去城东的小院子见容婆子。小姐，今天晚上就去吗？可是您的身体……不能再等了，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了。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也奢求不来。是。你下去吧，以前的事就过去了，我们以后谁都不要再提了。日子总要往下过，都往前看吧。小姐放心，奴婢今后再也不可能有什么事情瞒着小姐。如果再瞒着小姐，就让奴婢一个人孤独终身，永远见不到小姐。我自是相信你的，你赶紧下去休息吧。如果连你都不能相信了，你说这个世上我还能相信谁呢？小姐，想问什么就说吧，这样盯着我脸上都快被你用目光戳个洞了。小姐，您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记得，却唯独忘了太子殿下呀？你觉得呢？奴婢觉得，小姐您并没有失忆，对不对？您是自己不想认识太子殿下的。小姐，奴婢是不是说错话，惹您生气了？小婵，作为一个好的帮手，首先你必须知道哪些应该看，哪些不该看，什么事情该问，什么事情不该问，明白吗？是，奴婢明白了。小姐放心，奴婢今后再也不随便说话了。你还小，有些事慢慢就了解了。你去看看珍珠吧，看她那里需要什么帮助。我困了，再休息一会儿。是，
奴婢这就去。小姐，老爷来看您了。哼，陆远，他竟然还会来。我们之间不是已经撕破脸了吗？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大小姐，今天的状况怎么样啊？奴婢不知道，珍珠姐姐平时有吩咐，不让小的们靠近小姐的屋子，近身伺候小姐。不让你们靠近？那他们怎么伺候好小姐呀？珍珠呢？小婵呢？房间里一个丫头都没有，你们平时是怎么伺候大小姐的？好一个严父的形象，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疼爱我这个大小姐呢。他怎么就演得下去啊？就不觉得可笑吗？小婵来了，老爷，您在找小婵吗？找你？你倒好意思问？你看看你们是怎么服侍的大小姐。老爷息怒，小婵错了。错了？错哪儿了？你们知道了吗？你瞅瞅你们做过的这些事儿，怎么可以把生病的大小姐一个人留在房间里呢？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陶诸公啊，这是在教训丫鬟呢。哎呀，早就听说过陶诸公将雪儿视若掌上明珠，疼爱有加。今日一听，果然是名不虚传呐。陆大小姐过奖了，哪家的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呀？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谁说不是呢？哎呀，如果忽略雪儿额头上那个要命的伤疤的话，陶诸公，您还真是个称职的父亲。这樊院士就是不一样啊，一针见血，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哎呦，樊院士说笑了啊！雪儿额头呢，那就是个失误，是失误。是吗？但愿如此吧。真希望以后这样的误会啊能少点。那是肯定啊。既然二位找雪儿还有事，那鄙人就不打扰各位了啊，先行告辞了。我去，这态度180度大转变呀！这跟前几天打我的时候，那可真是判若两人呢。好了，别再装了，人已经被我们轰走了，快起来喝药了。行了，药已经熬好了，师傅也该走了，赶紧趁热喝了吧。瞅你这个没出息的样，平时学的那些个本事呢？怎么关键时刻一个都用不上了？师傅以前都跟你说过什么？师傅息怒，雪儿错了，雪儿不该让您老人家担心的，我下次会注意的。哎呀，真是个笨丫头，说我怎么就收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哎呀，你下次一定给我记住啊！碰到这种场合，能打就打，打不过用毒，用完就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自己受伤，明白吗？瞧瞧你这德行。师傅，人家现在还是个病号呢，您老人家能不能以后再慢慢教导雪儿啊？哎呀，行了，为师走了，让英丫头陪着你吧。终于走了，累死我了。我跟你说，雪儿，这事儿你还真不能怪樊院士。别说樊院士，我第二天见到你的时候还吓了一大跳呢。你都不知道，当时你这张小脸肿的都变形了，那真是看着要多丑有多丑。哎呀，还好樊院士能够妙手回春，瞅瞅经过这几天的灵丹妙药，你这张脸啊总算是还能看了。别晃，头晕。真的吗？还很晕吗？要不还是赶紧躺下吧。假的，骗你的。嘿，好你个臭丫头，竟然敢骗我，咋不上天呢你？哎呀，你还是我闺蜜吗？我怎么感觉你是陆远派来的杀手啊？这是想谋杀我吗？这是真晕啦！哎呀，都怪我，快躺下歇歇，千万别留了什么后遗症啊！不用，我靠一会儿就好了。怎么样啊？好些了吗？已经好多了。哎，对了，雪儿，你那天到底是怎么搞的呀？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啊？该怎么说呢？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一言难尽呢。
你不知道，那天我赶过来的时候，可是吓了一大跳啊！又是脸肿的都变形了，难看死了。你刚才已经说过了，好吧？哎呀，不是这个，是玄表哥。你不知道当时玄表哥的表情，勃然大怒的样子有多吓人。多吓人啊！算了，我还是给你学一下吧。陆远，本宫很明确的告诉你，本宫的太子妃只有一个人，就是面前这个女人。给本宫收起你那些不该有的心思。如果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陆府所有人都等着陪葬吧。不，本宫要灭你九族。哎呀，不行，学的不像，完全学不出玄表哥那个劲儿来。你是不知道，当时那个场面啊，太子殿下震怒，陆府所有人都战战兢兢跪了一地呢，连红袖挺着个大肚子也跪下来了。总之就是，只要你不好，他们所有人就都等着被砍头。还好第二天凌晨的时候，樊院士说你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只是失血有些多，暂时昏迷而已。玄表哥这才松口气，让众人给起来了，但是也始终没有给陆远好脸色。所以啊，那陆远刚过来时才这么好说话。这么大的阵仗，那岂不是现在整个圣京的人都知道我受伤了？哪里呀，当时你一受伤，玄表哥随后就赶到了，立即就封闭了消息。方圆几里都没有人能接近陆府，外面的人怎么可能会知道啊？那你是怎么过来的呀？我嘛，也不看看本姑娘是谁。马车坏了我就不行啊，是什么也不能阻止本姑娘要见你的决心的。哦，这么大的决心，非要见到我，到底有什么好事啊？嘿嘿，也算不上是好事儿吧，是二哥刚好回来了。说南方一些地方连降大暴雨，很多地方都有涝的迹象，就想着过来和你分享一下，说说八卦。结果不曾想，正好遇到了某人发飙的场面。幸亏本姑娘胆子大呀，要不然啊，一准吓破胆。就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对了，你不是第一天晚上就到了吗？怎么会第二天才看到我呢？我倒是想看你来着，玄表哥当时紧紧抱着你，除了樊院士，任何人不许靠近。我难道不想要命了？非要往前闯？你都没见他那副样子，反正我是从来没见过他那种……怎么形容呢？准确的说，应该是紧张啊，对，害怕失去你的样子。我可是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呢。哦，这样啊，紧张、害怕，就是不知道，如果他知道我既不是他的未婚妻，也不是他的亲妹妹，而是个冒牌货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了？或许希望越大，到时候失望会更大吧。哎呀，话说回来，雪儿你可真是没良心，竟然谁都没忘，单单就忘了玄表哥。估计某人这次真的要很受伤了。是啊，就是怕他以后太受伤，我才谁都可以面对，唯独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他。英儿，如果以后我不是太子妃了，也不是陆大小姐了，你还会把我当成好朋友吗？臭丫头，摔傻了？好好的怎么又说起傻话了？这个月26日你们就要大婚了，你不当太子妃，换成别人，玄表哥也不会愿意啊。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什么都不是呢？哎呀，好了，这小表情怎么像是我要抛弃你似的？你放心，就算你什么都不是，就算全世界都看不上你，我沐英永远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轻轻一招手，本姑娘就立即赴汤蹈火的去为你两肋插刀，行了吧？英儿，有你真好。哎呀，行了，这一病怎么就成了林黛玉了呢？好好的说句话，怎么还掉起金豆子来了？那你说这么煽情的话，还不许人家掉2颗金豆应应景吗？哎，对了，雪儿，还有一件事儿，你们府里的秦姨娘第二天好像就被送到那个偏远的庄子上了，陆一双也被关进了家庙，并且听说秦姨娘在路上就病了。啊，你懂的哈？知道了。雪儿，你是不是累了呀？要不你休息会儿吧。哦，你这几天也没休息好，你也回去歇歇吧。那好吧，你先睡，你睡着了我再走。你放心，走的时候我会记得把小婵喊进来的。小姐，你没事吧？没事。风叔，
你给容婆子一些银两，让她走吧。小姐，这……去吧，我答应她的事情总要兑现的。再说，她并没有什么错，也是个受害者。好吧。我和珍珠先回去了，你稍后路上注意安全。好，我刚才已经让陆明去赶马车了，估计这会儿他已经在约定地点等着了。因为胡同进不来，所以我让他把马车停在了胡同左边的第一条大街上。大小姐，无论发生什么，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冯叔放心吧，我没事的。我们先走了。容妈妈，我此次只问你一件事，你照实说就行了。只要回答完这个问题，我就让人立即放你走，并且给你足够的银两，让你以后的日子衣食无忧。小姐，有什么话您尽管问吧，老奴一定有一说一。容妈妈，当初接生陆大小姐的时候，可有发现她身上有什么胎记之类的？您不就是陆大小姐吗？是，我只是想确认一下，还请容妈妈能据实回答。这样啊。我记得很清楚，当初接生陆大小姐时，无意间发现大小姐的左肩那儿有一个小指甲盖大小的胎记。我知道了，我会兑现我的诺言，一会儿就让人送您走。不知道这陆大小姐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她自己的胎记在哪儿？她不知道吗？还要劳师动众的来问我？谁能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主子，我们要去那个胡同看看吗？不用了，走，恢复吧。竟然是陆远，他可真是阴魂不散呢，竟然又来了。难道还嫌一二和师傅他们昨天说的不够难听？雪儿啊，今天感觉怎么样啊？身子好些了吗？多谢关心，我已经好多了。怎么了？雪儿还在生父亲的气吗？父亲那天是被双儿气急了，一失手才将你……我已经恢复记忆了。什么？怎么可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的。珍珠不是说你还没有恢复记忆吗？再说那神仙水可是传说。就在昨天昏迷醒来之后，小时候的事我基本都想起来了。我有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你……好吧，你的确不是我的女儿。既然你已经恢复了记忆，那就……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事到如今，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但是有几点我不太明白，还希望陶朱公能如实作答。好，你尽管问吧，我尽量的回答你。你是从哪里，在什么情况下把我带回来的？是在我去济州城的途中，无意间在路边救的。当时的你啊，头部还受了重伤，昏迷在路边，奄奄一息。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冒充你的女儿？真正的陆亦雪在哪里？真正的雪儿已经走了。竟然是死了，一个鲜活如花儿一样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凋落了。是因为遗传性哮喘吗？是的，在济州老家因哮喘发作，医治无效去世的。那你怎么就找到了我，想起让我顶替他？是以前就有预谋吗？我是在外面办事的途中，突然收到雪儿去世的消息，然后我就快马加鞭赶往济州城处理后事。结果没想到，在快到济州城的时候，遇到了昏迷的你。看你长得和雪儿有6、7分相似，所以就灵机一动，想出了这个主意。你以前没有见过我吗？难道真的不是看陆亦雪身子差，提前就有预谋的？哦，你的意思是说
我提前就有所预谋，然后看着雪儿不行了，就把你弄失忆，让你顶替她。难道我这样想有错吗？你自己不觉得这中间很多事情太巧合了吗？你这个丫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虽然整件事情我是从陆府的角度考虑，也有自己的打算，但是我毕竟救了你的命，也算是你的再生父母了。你扪心自问一下，从你苏醒过来恢复记忆的那一刻，我有没有亏待过你？吃的穿的用的，我哪一样不是给你挑最好的，亲自送到你面前？整个圣经像你这样待遇的大家小姐能有几个？包括吉吉，我不惜花费巨资盛情款待各方好友，为了什么？我不就是想让你过得风光一些，甚至我连整个府都让你管着，时至今日，你竟然还能这样想我，你可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忘恩负义呀！是吗？陶朱公，你可真是会偷换概念呀！哼，难道说你做这些不是为了你自己的面子，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博得皇上和太子的好感，不想破灭你当国丈的梦想吗？是，我承认，我是有私心，但是这些对你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呀。你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不久以后就是至高无上的一国之母，这是多少女人一生的梦想，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而这些，我都一一帮你实现了，你难道不应该对我感恩戴德吗？为什么是这副鬼样子？是吗？其中也包括你当时让我喝的那杯毒酒，想让我再次失忆吗？你都知道了。你是说神仙水？是珍珠告诉你的？是，珍珠把什么都告诉我了。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明明是清醒的，但是和你陶朱公吃了顿晚膳，喝了些东西之后，第二天醒来，我就把几天前的事情给忘得一干二净。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你陶朱公看我有可能即将恢复记忆，情急之下特意让我喝了一些不该喝的东西，比如说你刚才脱口而出的什么神仙水？雪儿，你不要听珍珠那贱婢瞎说。那个时候你头部重伤，病情根本不稳定，经常有反复，所以忘掉前几天的事情也是正常的呀。是吗？哼，好吧，如果你陆老爷是这个态度的话，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了。要么我明天就去找欧阳志玄，告诉他我并不是陆亦雪，是个冒牌货；要么我哪天神不知鬼不觉的玩个失踪，让大婚成亲什么的都见鬼去吧。当然了，还有最后一种方法，就是你陆老爷出其不意再扇我一巴掌，这次呢直接将我打死，更省事，一了百了。这几种方式你自己选一个吧。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这是在威胁老夫吗？如果你非要这么理解的话，当然也无可厚非。你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只是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想要知道我究竟是谁。只要你陶朱公拿出你的诚意，开诚布公地告诉我真相，也许接下来我会考虑一下要怎么配合你演好后面的戏。好吧，只要你愿意继续当雪儿，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真相。你到底想问什么？尽管问吧。我到底是谁？我的家人在哪里？其实我真不知道你的身世，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更不可能知道你的家人。怎么可能？那你为什么从始至终要这么紧张，害怕我恢复记忆，又为什么要骗我喝什么神仙水？我确实不知道你的身世，让你喝神仙水
是因为大夫说你的伤口恢复得很快，很有可能很快就会恢复记忆。为了让你能继续成功代替雪儿，我才一时兴起想办法来骗你喝神仙水，并且我还给了那个大夫一大笔银子，让他外出一段时间，也是害怕你醒来之后去大夫那儿打探病情，知道了真相。那神仙水到底是什么东西？神仙水是我托人买的，它是出自东隅边境的一个神秘部落里，据说喝过后会让人失去所有的记忆。不过现在看来效果好像也是一般，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这么快你就恢复了一些记忆了？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明知道陆亦雪大有用途，那为什么不在他活着的时候好好疼爱他照顾他呢？却在他死后费这么大的劲儿，冒这么大的风险，找我这样一个替身，将所谓的父爱情愿用在一个替身身上，也不愿意分他一丝一毫呢。我也想啊，可是我试了很多次，仍然做不到。他和雨儿长得实在是太像了，我实在是做不到啊。我每次看到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雨儿，而一想到雨儿，心里就会恨意滔天。我怎么也停不下来，又怎么可能会善待于他？他就只是个孩子而已，又身患重病，你怎么就下得了狠心，把他一个人扔在济城那么多年？但是我实在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所以才把他留在了济城，想着好歹能衣食无忧。可结果不曾想。是啊，你不曾想到，你都不愿意见他，怎么可能会为他着想？你明知道秦芳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怎么可能会放过他？他死只不过也就是早晚的事。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害的他。你口口声声爱萧雨想萧雨，可是你又是怎么对他的女儿的？你就不怕有天地下相遇，萧雨会因此怪罪你吗？其实啊，有些家丑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是真的有苦衷的。雪儿，她其实并不是我的亲生骨肉。哦，竟还有这事儿？遥想当年，我和雨儿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从小我就心仪于她，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把她娶回家。可是，当我准备好一切，在那年夏天想要去府上提亲的时候，却遭到了雨儿坚决的拒绝。他竟然对我说，其实他一直是把我当哥哥，他心里早就已经有了心爱的人了。然后呢？你就这样放弃了？我不放弃，还能有什么办法？难道要强抢吗？回去后，我就大病了一场。那段时间，我是真的很伤心难过，整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简直就是生不如死，一度完全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母亲看我这样不争气，怕我想不开，就将表妹秦芳接了过来，细心照料我的生活起居。我当时也是因为伤心，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原来母亲一直对萧雨不满意，觉得他是个福薄之人，克死了自己的父母。早就有意让我娶了秦芳，并且早就私下去秦府下了定礼。现在看我被萧雨拒绝，便火速地择定了成亲的日子，将婚期定在了8月初6。终于2-3个月过去了，我呢也慢慢地淡忘了这件事，准备接受和秦芳的婚事。你也知道，秦芳是我的表妹，也算是一起长大的，知根知底。如果娶不到自己喜欢的人，
就退而求其次吧。那然后呢？你怎么最后还是娶了萧雨了？然而，就在我心如止水的准备婚礼事宜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萧雨却忽然找到了我，跪在我的面前，哭着求我救救他。原来他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而他自称一直深爱的男人，却在某一日突然接到了一个消息，称有急事，匆匆离去，从此再无音信。深爱的男人突然接到消息离去，唉，只能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一场战乱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这也就难怪长公主第一次在赏花宴上见到我，就毫不吝惜地赏了百鸟朝凤簪。想来长公主是一直就知道萧雨的存在，并且也明白是她的原因让皇上错过了萧雨，所以才对陆亦雪一直另眼相看。萧雨是萧家大房的孩子，从小父母早亡，是跟着二房长大的。那二夫人早就觊觎大房的财产，想私吞了，所以呢，一直就将萧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如果让萧二夫人知道萧雨未婚先孕，不守妇道，肯定会将她交到族里沉塘的。啊，后果这么严重，那不是必死无疑吗？是的，如果被众人发现，确实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看着雨儿孤立又无助的样子，我动了恻隐之心，毕竟那是我一直深爱的女子啊。于是我回去和母亲商议，想要娶雨儿为妻，结果母亲却死活不同意。然后为了救雨儿脱离困境，我只能以死相逼，在母亲的房门前不吃不喝跪了7天7夜，直到最后昏死在了母亲的院子里。等我醒来的时候，母亲也是迫于无奈同意了这门亲事，但是却约法3章。约法3章，想必应该很苛刻吧？第一条是，成亲的第2天就将表妹亲芳以贵妾的身份纳进府。第2条是，除了新婚之夜，表妹亲芳有身孕前不得见萧雨，更不能去她的屋子里歇息。第3条是，无论如何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将秦芳赶出府，休弃她。现在看来，有些要求的确是挺极端的。但是迫于当时的情况，你还是答应了你的母亲。是啊，为了能救雨儿，为了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能活下来，我当时什么都没想，就咬牙答应了。婚后第2天，为了能早日见到雨儿，我就白天夜里的待在秦芳那里。终于事情还算顺利，在3个月后，秦芳终于怀孕了，我呢也终于可以见雨儿了。可等我赶到雨儿那里，却大吃一惊，雨儿竟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神也非常憔悴，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能不憔悴吗？本来秦姨娘进门她就难以接受，再加上又整日见不到你的人。事情不是这样的，要知道，我虽然那段时间不能见她，但是我每天都在悄悄关注她的情况，知道她孕期的反应厉害，吃不下饭，我还特意找了个会煲汤的婆子送过去。然后害怕母亲和秦芳在饭里做手脚，每顿饭都让人用银针给测试，还特意安排她身边的小青率先试吃。可是她仍旧是隔3差5的发病，人也越来越憔悴，越来越虚弱。然后就在生下雪儿后不治身亡。尽管我花了大笔的银子，请了继承最优秀的产婆，但是依然没能留住她。虽然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仍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你亲手把杀人凶手送到了萧雨面前？哦，此话怎讲啊？陆母和秦姨娘
让李婆子每天偷偷的在萧雨的汤里加东西，她能不发病吗？不可能，那些汤明明都试吃过呀。小青是他的贴身丫鬟，忠心的很，他都没事儿。可以害萧雨的东西不见得是毒药，他患有过敏性哮喘，不能食牛乳。这也就是为什么小青喝过汤没事，他却经常发病的原因。看来你说的没错，真的是我害了他。难道看他经常发病，你就没有怀疑过那个李婆子吗？还有，连陆母和秦姨娘都知道萧雨对牛乳过敏，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还特意问过萧府的府医，雨儿对什么东西容易过敏，在吃食上有没有要注意的事项，府医明明说都没有的呀。这就难以理解了，府医说没有，明明是在说谎，而陆母和秦姨娘却知道，到底是谁从中做的手脚，向他们透露的呢？萧家二夫人。好你个萧二夫人，想当年我还在生意上帮过她很多的忙，感情是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怪不得现如今过得如此风光，成了继承家境最殷实的人家，原来是她捣的鬼。哼，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既然你作恶在前，那就怪不得我陆远今后对你不客气了。现在你明白了吗？其实陆亦雪是最无辜的，你完全恨错了对象。不是，你不明白，我对雪儿的感情不一样。尽管我内心知道她是无辜的，但是一看到她，我还是忍不住的会恨。如果不是因为怀了她，雨儿不可能弄得那么狼狈，至少我们不会这么被动。那秦芳进门答应约法三章，如果不是因为她，雨儿就不会有孕期反应，就不会找李婆子煲汤，那么身体也就不会这么每况愈下。要不是为了生下她，雨儿也不会这么快离开这个世界。可以说我的一生都是被她间接毁了，你让我每日面对她，我怎么可能做到无动于衷啊？唉，到头来只能说是造化弄人，活生生一个无头冤案。貌似每个人都有情可原，活得很不容易。姑娘，我现在真的别无他求，只希望你能够，最起码帮我挡过这阵子。要知道，如果让皇上知道顶替这事儿，那可是欺君之罪，要诛九族的。好吧，我答应你，我同意这段时间尽量配合你。真的吗？你真的同意了吗？我尽量吧，争取能早日想到解决的办法吧。好，我不逼迫你，我只求在姑娘未找到自己的亲人前，继续充当雪儿。你身体还没恢复好，先休息吧，我先告辞了。慢走，不送了。行了，既然来了就别躲了，进来吧。雪儿，你看到我啦？你说呢？你穿着这么醒目的衣服，想不看到都难。啊，那岂不是说明陶朱公也看到了吗？他应该是没有发现，因为他一直沉浸在往事中，所以不曾注意其他地方。哎呀，天哪，你这眼神也太好了吧！我就只在窗户那儿停留了一小下而已。全都听到了。雪儿，我真的不是故意偷听你们谈话的。我刚过来的时候听到陆远的声音，是想着万一陆远再说难听的骂你什么的，或者像上次一样对你下毒手，怕你有什么不测，才想着在上面躲一会儿，关键时刻出来解救你的。没想到你们在说这个，我就更不敢出来了。我相信你。谢谢你，雪儿，谢谢你这么相信我。你放心，无论你是谁，无论什么身世，你永远都是我沐英最好的朋友，我永远都是你的亲人。是我应该谢谢你，感谢你对我一直以来的不离不弃。那以后你再也不能把我当外人了，知道吗？
无论有什么事或者是困难，都要和我说，我们一起想办法，明白吗？放心吧，我现在想不找你，也找不到别人帮忙了呀。对了，你刚才是怎么进来的？小婵他们不在外面吗？哦，这个呀。放心吧，外面没有人，就只有小婵一个小丫头，远远的坐在院子的门口，说是路远让她不要靠近房间的。哦，这样啊。可是雪儿，26日你就要大婚了，你准备怎么办呀？你还会嫁给玄表哥吗？我怎么听你刚才的意思，你难道……应该不会吧？既然不是我的，我也就没有权利占有他。可是玄表哥不是一直都很中意你，对你很好吗？他喜欢的是陆亦雪，我又不是。再说，我也只是刚好长成了他喜欢的那个类型。或许有了其他的美女，他很快就会把我忘了吧。可是，那你以后怎么办呀？可能会找个时机消失，去寻找我自己的亲人吧。我不要你走，我不要失去你。放心吧，我答应过陆远，最起码现在不会走。丫头，你这伤口每天都换药了吗？药我们小姐每天都是准时换的，最初的几天是我帮着换的药，这几天太子殿下过来了，怕我弄不好，都是他每天亲自帮小姐换的。在这里，范院使请看。这个药是我当时配的那个吗？范院使您忘了，这个药可是您当时亲手交给奴婢的呢。奴婢每天用完都放在小姐这里，根本就没有拿出过飘雪阁的，又怎么可能会拿错？小婵，我有些饿了，你去帮我取些糕点垫垫吧。是，小姐稍等，奴婢这就去。丫头啊，以后还是用这个吧。虽然这个药膏恢复的效果并不会太好，但最起码保证今后不会留疤，应该比刚才那个会好些。那个要是长时间用的话，这伤口感染可就麻烦了。雪儿，谢谢师傅。哎呀，傻孩子，好了啊，没什么大事，不是还有师傅呢吗？以后有了什么事儿，大不了师傅都帮你撑着啊。师傅，雪儿，你现在想好了吗？接下来要怎么办呀？也就剩20来天的时间了，很快就到你们大婚的日子了。不知道呢，我现在也是没有一点头绪。你不知道，他现在每天在这里，我都感觉压力山大，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他。雪儿，我听二哥说，那天他去太子府，看着那里张灯结彩，婚房什么的早就装饰好了。还有你出去飘雪阁的门去看看，你们陆府现在也是忙得热火朝天，天天都在准备大婚的东西。要不你就一跺脚一闭眼嫁给玄表哥算了，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呢。怎么可能？我现在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偷，真的很对不起他。这样整天冒充他的未婚妻，享受他的照顾，对我来说真的分分钟都是煎熬。这要是成了亲，还不得夜夜不能寐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到底怎么办呀？不知道呀，知道我就不会天天这样愁了。小姐，周嬷嬷来了，快把人请进来。小姐，这眼看就到好日子了，这红盖头您看是否抽空再绣一点呢？要不周嬷嬷您还是先放那儿吧，我这2天有点头疼。那要不还是安排绣娘帮着绣吧，到时候您在边上绣上几针就行。不少人家的大小姐也有不少这样做的。不用了，周嬷嬷，先放那儿吧，回头等我伤好了再说。可是小姐，这前后算起来也就只余半月的时间了，再不绣怕就真的来不及了。周嬷嬷，你把这个红盖头先拿下去，收起来吧。是，表哥。太子殿下。自己人不必这样。
今天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吗？好多了，谢殿下关心。得，还是走为上策，远离这是非之地吧。我忽然想起来，好像还有些要事儿急需要处理。那雪儿，我就先走了。慢着，婴儿，你不用离开，继续在这里陪着雪儿就好。我待会儿还有事儿，只是路过，顺道过来看看她。你只需在院子里稍等一会儿即可，我只和她说上几句话。哦，好吧。我今天过来，是有一件事想要提前跟你说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这段时间啊，南方一些地方一直雨水不断，清河水位持续上涨，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部分沿河的城池随时都有被淹没的危险。我今天晚上会向父皇请命，亲自南下治水。等等，亲自南下治水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是要……你是想推迟婚期？是的，怕你会多想，所以提前和你打声招呼。我身为太子，未来的一国之主，直至天灾来临之际，自然要以国家稳定、百姓生死为大任，所以希望你能理解。好吧，这种时候自然是以百姓的安危为大任，我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林奕雪，你可真是欠抽！婚期临近的时候，你整天愁眉苦脸，想着怎么逃婚。现在好了，顺了你的意，婚期终于可以推迟了，你却又这般失落，你到底要怎样啊？理解就好。到了那边，我会尽快处理完事务，回来完婚的。离京前的这段时间，我需要准备一些资料，可能就没有时间过来陪你了。如果你觉得闷的话，可以去幕府住段日子，让婴儿多陪陪你，总比你一个人闷在飘雪阁强。知道了。一定要乖乖的等着我回来，知道吗？好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如果你今天就想跟着婴儿去幕府的话，可以让墨风留下来，一会儿送你过去。不用麻烦墨风了吧，我还是一会儿用府里的马车和婴儿一起。让珍珠现在就收拾东西吧，一会儿让墨风把你们送去幕府，我就先走了。小姐您到底怎么了？怎么就忽然哭了？小婵，我没事，你不用理我，让我哭一会儿就好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吓了我一跳。刚才我还以为，好吧，我竟以为太子殿下看小姐这2天这么不用心，不愿意修红盖头，不好好的备嫁，准备发飙惩罚小姐，把小姐卖到……小姐您这不是没事吗？怎么又哭起来了呀？穆大小姐您来了，真是太好了，您快劝劝我们小姐吧，她这都哭了好长时间了，这可如何是好呀？小婵，你根本不用担心她，让她哭一会儿自然就好了。这好啦，就这样吧，你先出去，我向你保证，你们小姐一个人哭一会儿很快就好了。可是穆大小姐，你确定我们小姐真的没事吗？相信我，我在这里陪着她，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去帮珍珠收拾行李吧。好吧。好了，哭完了痛快了，快擦把脸吧。谢谢。其实这事儿你还真不用谢我，只是可怜的某人为了顺应你的想法，竟然都亲自去治水了。真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舍命治水啊！舍命治水？婴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他不是从北燕大局出发，为百姓疾苦着想，自己要求去治水吗？怎么就变成舍命了呢？什么意思？本来此次南方洪灾，皇姑父念在你和玄表哥大婚在即，把这差事儿几日前就派给了欧阳志廷的。结果人家欧阳志廷考虑的太多，又不愿意吃苦，一直拖着不肯去。你也知道这去治水根本就是出力不讨好的事儿。为什么？抗洪不是为民造福、取信于民的好时机吗？欧阳志廷为什么不愿意去？说的容易，
为民造福，取信于民。且不说灾情凶险，洪水无情，此次前去肯定会或多或少有生命危险。单就讲这查救灾银、捉敌款的事儿，就不知道要得罪多少地方官员，输多少敌人。如果一个不小心，再让洪水冲毁了堤坝，毁了城池、村庄，百姓死伤一些，那就彻底成千古罪人了。可是刚才选表哥不是已经和你说过了吗？他要请缨亲自前去。你自己说说，他不是为了你，给你适应的时间，还能为了谁呀？可是，英儿，好了，我也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也当然知道你不容易。说来说去，谁也不能怪，要怪就怪造化弄人。行了，这哭也哭了，该说的话也说了，赶紧跟我走吧。走？去哪儿啊？当然是去幕府呀。刚才选表哥已经跟我交代过了，他不在的这段时间，你就交给我负责，回头找不到人就找我要人。不是，我是成年人，我有自己的人身自由，我什么时候需要你负责了？雪儿，本姑娘现在正式通知你，这段时间你必须事事听我的，明白吗？我跟你说啊，我已经和选表哥立了军令状了，务必看好你，否则的话。为什么？是你立的军令状，和我有什么关系？雪儿，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拜托给我个面子好不好？这段时间麻烦你不要耍什么鬼主意给我惹麻烦，或者随便搞什么不辞而别，行不行啊？英儿，我现在真的很好奇，你到底和欧阳志玄立的什么军令状？说实话，你这态度，我想不好奇真的好难啊。好吧，我告诉你就是了，但是你得答应我，帮我完成这个任务。选表哥说，只要我这次看好你，他就帮我说服大哥和祖母，让他们同意我和荣锦的婚事。所以为了我的终身幸福，作为我唯一的好姐妹，雪儿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坚持住，挺过这段时间，等选表哥回来，记住了吗？你这个见色轻友的家伙，为了区区一个男人，竟然就这么果断的把我这个闺蜜给卖了。哎呀，就这一次，雪儿，我向你保证，真的就这一次。雪儿，求求你老人家了，行好，帮我这个忙好不好啊？你也知道的，荣锦是我这么多年唯一心动的男人，你也不想让我错过爱情，孤独一生的，对不对？好吧，我答应你，我尽量，行了吧？英儿，你二哥怎么在家里啊？前几天是母亲的忌日，二哥是回来代替大哥祭奠母亲的。对不起，英儿，我都不知道这些。这几天我甚至还因为你没去找我，心里没少怪罪你。没事儿，你本来就不知道，再加上这段时间你又正好遇到这么多的事儿，我怎么能再怪你呢？谢谢你，亲爱的，有你真好。珍珠姐姐，小姐今天画的这是什么花啊？我怎么没有见过呀？这种花的名字叫扶桑，多产于南方，在我们北方比较罕见，所以你没有见过，也很正常。就这几株，还是穆老夫人请人专门培育的呢。珍珠姐姐，你说，小姐这每天在这花园一画就是大半天，这花园里的花都快让她画了个遍了，人也明显的消瘦了不少，一天话也说不上几句，这样下去可如何是好？也不是个办法呀。小姐心里不痛快，她要画就让她画吧，我们不要去打扰她就好。那好吧。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拼命一争呢。就这样默默的放弃了，真是可惜。不行，不能再这么轻言放弃了。现在不是还有机会吗？我一定要努力争取。还好他们还没有成亲，并且听说是选表哥主动延迟的婚期。只要没有成亲，那我就还有机会。画什么呢？这么入迷？太子殿下。几日不见，雪儿的画技真是精进了不少。瞧这只扶桑画的，栩栩如生，不错不错。雪儿画技实在一般，是殿下过奖了。扶桑花，又名佛桑，花光艳照人，
外表热情豪放，但是却有一个独特的花心。不知雪儿画的这颗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太子殿下见笑了，雪儿只是随心而画，并没有想这么多。一会儿准备一下，明天我就要走了。今天晚上请你一块吃个饭。只有我们2个吗？你觉得呢？难道我们2个吃个饭还需要叫其他人作陪吗？太子殿下大驾光临，真是有失远迎啊！不知殿下百忙之中过来是有何指教啊？太子殿下明天就要离京了，过来是请大家吃饭的。正好木二公子这会儿有空在家，不若叫上婴儿，我们一块过去吧。就是不知殿下订的是哪家酒楼？东云阁。哟，真是盛京数1数2的酒楼啊！真是让殿下破费了。我这就去叫婴儿，1刻钟后咱们大门口见。从刚才的情形来看，陆大小姐不愿意搭理他，却对我浅笑嫣然，是不是说明我还有机会呢？太子殿下，这么多年您对幕府照拂有加，择儿在此薄酒一杯，略表感谢。太子殿下，值此您南下治水之际，择儿在此祝您马到成功，诸事顺利。太子殿下，听说您此次南下会顺带惩治那些贪官，将以往贪污修堤款救赈灾的官员全部绳之以法。在此择儿祝您此次能够顺利出师，顺应民心。客官，您要的蟹黄汤包来了。喏，雪儿，你爱吃的蟹黄汤包，尝尝，这家做的很正宗。哦，谢谢太子殿下。客官，这是您要的八宝鸭。陆大小姐，这是您爱吃的八宝鸭，这是我特意为您点的，喜欢您就多吃点。婴儿吃吧，雪儿不喜欢吃鸭。这2人到底要干嘛呀？一只鸭子移来挪去的，还让不让人好好吃饭了？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全盛京都知道陆大小姐喜欢吃八宝鸭，你为什么不让她吃？字面意思。你到底要干什么？这句话应该是我的台词吧？二哥，雪儿真的是不喜欢吃鸭子，那些都是别人误传的。怎么可能？婴儿，难道连你也要帮着别人说话骗我吗？真的，二哥，此事千真万确。你妹妹我以项上人头担保，此事绝没有假。不信你问当事人，喏，雪儿不就在那儿坐着吗？陆大小姐，你真的不喜欢吃鸭肉吗？是的。现在只一个欧阳志玄就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这怎么又跑出来一个添乱的呢？太子殿下，从小到大您就是择儿的榜样，今后如果择儿有什么做的不妥的地方，还请您多担待。择儿在此先自罚3杯，您请随意。有些事本宫可以担待，但有些事本宫可不准备担待。客官，您要的清炖乌鸡来了。退了，重做。为什么？好好的为什么要退？陆大小姐不吃鸭，难道连鸡你也不让她吃吗？是不是只要是我点的，你就都不想让她吃啊？雪儿不吃香菜，让厨房重新炖一只，不放香菜。好嘞，客官您稍等，小的这就下去安排。慢着，这里有果酒吗？拿过来一壶。上好的果酒倒是没有了，不知换成其他的酒可以吗？不用了，你下去吧。算了，什么酒不是酒啊，只要能喝醉就行。这个时候就不要奢求什么口感了。我看这酒应该挺好喝的吧，二位喝得这么乐不思蜀。嫣儿，今天你也别绷着了，我陪你喝几杯，今晚咱们不醉不休，怎么样？雪儿，你没事吧？你这平时不喝酒的人，怎么可以喝这么猛的呢？没事没事，多喝几杯就好了。喝多了或许就麻木了，感觉不到辣了。来，再喝一杯吧。你们2个也别愣着了，大家一起喝一杯，今晚不醉不休。那个，我吃饱了，我先回去了，你们慢慢吃吧。我也正好吃饱了。陆大小姐，那我们一起回去吧。我也好了，咱们一起走吧。今天这是怎么了呀？都中邪了，一个赛一个的邪气。你坐这辆。你放开我，我和你不顺路，我要和1、2坐一辆马车回幕府。
欧阳志璇，你要干嘛？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胡闹？乖，先上车，有什么事情马车上说。哼，陆大小姐要跟我们回幕府，坐我们的马车正合适，就不麻烦太子殿下了。滚！你不要太过分，他明明不想坐你的马车，你为什么要强迫他？二哥，走吧，玄表哥送雪儿回府不是一样的吗？英儿，你别拉着我，你快放开我！二哥，你喝醉了，有什么事儿我们先回府再说好吗？莫风，走。二哥，你要干嘛呀？快闪开，跟我回去！英儿，你别拉我，我今天就不能让陆大小姐坐她的马车。她身为太子怎么了？难道就可以强迫别人吗？莫风，冲过去！慢着，莫风，不可！莫二少爷，多谢您的关心，我真的没事。你站在那里很危险，赶快回马车里吧。雪儿，你不用怕，只要你不想坐他的马车，我是不会让他把你拉走的。我真的没事，不是他强迫我的，是我自愿的。你快回去吧，我们幕府再见。走吧，二哥，看，我就告诉你，雪儿不会有事儿吧？太子殿下，我想今晚莫二公子可能对我们有些误会，所以行为才会如此过激，希望你……我们两个非要这么见外吗？你贵为太子殿下，民女只是一个普通女子，而北燕又是礼仪之邦，所以叫我哥哥，以后不许再喊我太子殿下。这恐怕不符合礼节吧？我让你叫你就叫，以前不让你叫的时候，你天天喊得那么欢，现在让你叫，你又不愿意了。你是故意要和我作对，是不是？如果民女哪里做得不够好，还请太子殿下息怒。我们两个毕竟男未婚女未嫁，所以还是请您尽量。男未婚女未嫁，如果不是这场天灾，或许你已经是我的人了。真是搞不懂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还请殿下自重，民女真的什么也没有想。自重？自重什么？别的男人都要明刀明枪的和我抢人了，而我的太子妃却竟然还要我自重。雪儿，你到底在害怕什么？相信我好不好？你担心的这些事儿我都会处理好的。你刚才变得那么凶，动不动就欺负我，还让我怎么相信你？乖，不哭啊，我错了，刚才不该凶你，我错了，我错了。有些事情你说的倒是轻松，因为不在你身上，你当然不介意了。傻丫头，我自始至终要的都是你这个人呐，至于你的身份什么的，我根本不在乎。快别哭了啊，为了那些小事儿真的不值得啊。身份难道你都知道了？雪儿，你只要记住你是我的太子妃，这就行了。至于其他的还有陆远那边，你根本不用管。等大婚之后，如果以后你真的想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亲自带你去找你的亲生父亲，好不好？帮我找亲生父亲？什么鬼？欧阳志璇果然不知道陆亦雪是皇上的女儿，还以为陆亦雪的生父另有其人。好吧，既然都说开了，这样认为也挺好，其他的就慢慢再说吧。雪儿，叫声哥哥。不要。乖，听话。好长时间都没有听到你叫哥哥了，真的想死我了。哥哥。这个不算，叫的不合格。快，叫哥哥。每再拖延一刻，哥哥就会给你一个小小的惩罚。惩罚什么？陆大小姐，陆大小姐，你还在马车里面吗？到门府门口了，你可以下来了。是穆泽。莫风。莫风，你要干什么？莫二少爷，小的什么也不想做，看夜深了，更深露重，怕您着凉，想把您送回房间休息而已。把雪儿给我叫下来，他把人关在马车里面，到底想干什么？陆大小姐，雪儿，
你等等，我马上就来救你了，很快就可以把你从马车里解救出来了。莫风，把人扔出去。天哪，真的有这样吗？我还要在莫府做客呢，这人就这样把人家主人给打了。得，看来某人还真不是好脾气的人，我以后还是少惹他为妙。你路上注意安全，我先走了。你要干嘛？被他们看到了。我明天就要南下了，你真的舍得就这么走了？你此次南下有危险吗？你觉得呢？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知道吗？这样，你亲我一下。你只要愿意亲我一口，我就听你吩咐，好不好？你，雪儿，我都后悔了，不想走了，怎么办？你一定要记得路上注意安全，千万不能让自己受伤，知道吗？放心吧，只要你在这里等着我，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出一丁点意外的。好了，快走了，明天还要早起呢。你先走，我看你进了府门口，我就上马车。不，你先走，你上了马车我就进门。那这样吧，我们两个背对背，一起往自己的方向走，好不好？要不要这么幼稚？乖，你先进去啊，你一进门我就走了。我不，我就想这样，我们两个同时走。那好吧，你喜欢就好。1、2、3，开始。既然你这么舍不得我，那我留下来，我们今晚洞房，好不好？哼，想得美。宝贝，一定乖乖的在幕府等着我，回来我们就大婚，好不好？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等我回来再处理，知道吗？知道了。你什么都不要做，只需等我回来娶你就好。好。不许再耍什么小动作，没事搞个失踪什么的，否则的话，等我回来看我怎么惩罚你。哥哥，你尽管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等你回来的。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木二公子，你怎么站在这里还没有休息啊？没事，我这就去休息了。竟然是陆大小姐主动扑过去亲吻的太子殿下，看来我真的是错怪人家了。原来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觉，以为我自己还有机会呢。殊不知啊，其实人家心里早就被人塞得满满的了，哪里还有我的一席之地？雪姐姐，雪姐姐，你在里面吗？威尔来了，来找你们玩了。哎呦喂，威尔，你能不能跑慢点啊？跑慢点到底行不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的雪姐姐跑不掉的。她这会儿啊，一准又缩在屋子里，不是在写书信，就是在绣她的红盖头呢。你说说这平时看着挺精明一姑娘，虽然偶尔会犯傻吧，但是自从那晚和玄表哥和好之后，愣是不知道被灌了什么迷魂汤，整日里魂不附体的，现在整个成了一个二傻子了。英姐姐，你也快点嘛，怎么像蜗牛一样爬得那么慢？人家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想快点见到雪姐姐的，你能不能不拖后腿呀？哟，你个小丫头，几天不见竟然敢嫌弃我，还真是反了你了。你咋不上天呀？说，小不点儿，还敢不敢再嫌弃我了？哎呀，大坏蛋来了，快跑啊！嘿，你个熊孩子，看我待会儿追上去，不把你的小屁股打开花了。英姐姐，雪姐姐怎么了？她是不是病了？绣了个那么丑的红盖头，她为什么不仅不生气，反而一个人在那傻乐呀？哟，没看出来呀，你这小丫头变聪明了呀。人家本来就聪明嘛，你快说，雪姐姐到底怎么了？威尔，你说的不错，你雪姐姐呀，她确实是病了。啊，真的病了？到底是什么病呀？是一种叫相思的病。相思病是什么病啊？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听着好奇怪的病呢，世上竟然还有这种病。这种病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喜怒无常，状似疯癫。你今天看见的情景啊，
这还是你学姐姐平时稍微正常的症状呢。你是不知道啊，她这有时候一发病，能看着一张纸上，有时候可能就是2个字，傻了一整天呢。有时候深更半夜的，又会拉着你看什么地图，对着那些奇奇怪怪的线，又哭又笑的。啊，这么严重呢？那赶紧找樊院士来给他看看呀！母后说了，病了就得赶紧治，不能拖着。小月，你赶紧回宫去和母后说，让她把樊院士请过来给学姐姐看病。你就说学姐姐病得很严重，再不治人就傻了。哎，没，威尔，这你就不懂了。你学姐姐的病啊，樊院士根本就治不了。啊？为什么？你确定？樊院士可是我们北燕最厉害的大夫，连樊院士都治不了了，那可怎么办呀？那不是说明这病就没得治了呀？错！说来呀，这还真有个人能治。谁啊？连樊院士都治不了的病，他能治？肯定是个骗子吧？英姐姐，你是不是上了别人的当了？哎呀，是不是骗子我不知道，反正这人啊，我看说是个贼，倒是8、9不离10了。对，就是个贼，一个偷心的贼。贼？谁呀？说起这个人呢，你还认识他？我还认识？我什么时候认识贼了？根本不可能！快说，到底是谁呀？就是你的太子哥哥呀。不可能，英姐姐骗人，太子哥哥根本就不会治病，更不可能会是个贼。你个小屁孩知道什么呀？我说是就是，你太子哥哥偷走了你学姐姐的心，所以你学姐姐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成了个傻子。真的吗？那没有了心，学姐姐是怎么活的呀？所以啊，你学姐姐现在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那是不是太子哥哥只要回来把心还给学姐姐，学姐姐就可以活过来了呀？这个嘛，他不用还，只要他把他自己的心给你学姐姐就行了，你学姐姐呀就能够活过来了。你个死丫头，一会儿不见我就说我坏话，都和小孩子瞎叨叨什么呀？你就不怕把威尔教坏了？哎，你个臭丫头从哪儿冒出来的？竟然还有凶器！学姐姐，英姐姐没有教坏我，她在跟我讲述一件事情的真相。英姐姐告诉我，你生病了，心被太子哥哥骗走了，只要太子哥哥回来把心还给你，就能治好你的病。这些是真的吗？你觉得呢？这个臭婴儿都给小孩子灌输些什么呀？我觉得有可能是真的，不过学姐姐你放心，等我回去后，我就跑到父皇那告状，让父皇去惩罚他。太子哥哥真是太过分了，怎么可以随便偷别人的心呢？万一真出了人命，那可怎么办呢？天哪，竟然还要跑到皇上那告状，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节奏吗？看来这个误会真得赶紧解开了。咱们威尔是个好孩子，不听英姐姐瞎说。你看学姐姐这不是哪都好好的吗？哪里就有生病了呢？真的吗？你的心还在吗？当然在啦，不信你摸摸，是不是还在跳动？我摸到了，真的还在这里跳动呢。英姐姐果然是坏人，动不动就骗小孩子。好啦，这下放心了吧？傻丫头，记着，人没有心是活不成的。对了，皇后娘娘不是让你每天去上书房，跟着那些皇子公主们读书吗？你怎么今天有空跑出来？嘿嘿嘿，我最近表现得好呗，太傅教的几篇文章，我都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了，比哥哥姐姐们背的还好。父皇听了特别高兴，一个劲地夸我呢。所以母后就特意准了我1天的假，让我出来找你们玩。哦，那是当然啦，也不看看咱们威尔是谁，那可是北燕国最聪明的小公主呢。是吧？还是学姐姐最好，最懂威尔。切，两个马屁精，整天的相互吹捧，无不无聊？有劲没劲啊？哼，我和学姐姐说的都是大实话，是英姐姐你嫉妒我们。我去，我嫉妒你们？哎，今天你们可得给我好好说道说道，我都嫉妒你们什么呀？尤其是你个小屁孩，你都有什么可让我嫉妒的呀？你嫉妒我聪明，
嫉妒学姐姐漂亮。好吧，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你们两个还嫉妒我武功好呢？切，我们才不稀罕。嘿，两个臭丫头，胆肥了呀，竟然敢挤兑我，你俩咋不上天呢？哼，来吧，学姐姐，这次我们2个人，我们不害怕他，我们不跑。对，一会儿我摁着他，你负责挠他痒痒。想得美，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姑娘的厉害，看一会儿把你们2个打得落花流水。英姐姐，学姐姐，我们下午去西子湖赏荷好不好呀？前几天浩哥哥竟然偷去了，都不愿意带我，还回来炫耀说那边特别漂亮又好玩，所以我也想去。好好啊，我也正想去呢，这个时候正是赏荷的好时节呢。要不我就不去了吧，我这红盖头还没有绣完呢。不行，是我们重要还是你那个红盖头重要啊？对呀，人家好不容易休息1天过来找你玩，你竟然还不愿意去，学姐姐是坏人，回头威尔再也不和你玩了。反正一下午我也绣不了几针，也不差这么一时半会儿了，先去玩了再说吧。好吧，去就去，今天本姑娘还就舍命陪君子了。时间紧迫，你俩就别愣着了，赶紧走吧，现在又不着急玩了。太好了雪儿，你可真够意思。天哪，这是让看画舫啊，还是赏荷啊？那有什么办法？圣经可是在北方，赏荷的地方本来就不多，更何况是像西子湖这么美的地方呢？每年到了这个季节都是这样，游人如织。你以为这是南方啊？哪哪都是湖。你可真是理儿，大姐，我就说了1句，你100句在那等着我，你直接说我少见多怪不就行了？哎，我还真就是这个意思。小月，这个漂亮，我要这个。啊，不对，是这个。嘿呀，你搞错了。算了，你可真笨，还是我自己来摘吧，你拉着我点。哎，威尔，你那样太危险了，你想要哪只，我来帮你摘吧。不要，我要自己摘才有意思嘛。我告诉你啊，你可小心点儿，落水了可没人下水救你。珍珠，到了前面荷花密集的地方，让他们把画舫靠边先停下来吧。还有，小公主要采荷花，你在旁边看着点，免得有危险。是。唉，美景美人，景不醉人人自醉，这就是个恋爱的地方，真是虐狗啊。也不知道某人什么时候回来呢，如果顺利的话，估计很快就能回来了吧。不知道南下这么长时间，人有没有累瘦，会不会晒黑呢？不好，威尔刚才在船头采荷花呢，可千万别掉进水里了。威尔，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学姐姐。威尔不怕，雪姐姐在这儿呢啊！珍珠，小公主到底怎么了？回小姐，小公主正在探身摘荷花，刚才船被忽然一撞，一只脚一不小心踏进了水里。不过还好人没事儿，只是受了点惊吓。珍珠姐姐，您真是奴婢的再生父母啊！真是太感谢你了，关键时刻将小公主拉了上来，要不是你，奴婢今天真是万死不辞啊！哎，你们怎么回事啊？到底会不会开船啊？哼，撞的就是你，怎么了？谁让你们没事挡着道了？我们怎么就挡着你们的道了？你们是螃蟹呀，就只会横着走吗？旁边这么宽的水面，怎么就过不去你们了？难道刚才过去的画舫都是飞过去的吗？这里是你们停船的地方吗？本姑娘看你们不顺眼，还就撞了，怎么地吧？珍珠，你们先看着威尔，我去船尾看看1、2那边。哟，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格外多哈！从哪儿蹦出你个母夜叉呀？竟然敢找我圣经小魔女的茬！你算老几啊？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怂样，还小魔女，你配得上吗？1、2怎么了？不知道从哪儿蹦出一个奇葩来，整个1、2世祖撞了我们还不讲道理。这位姑娘，不管怎么说，是你撞了我们，还害得有人差点掉下水，所以你要对我们的人说声抱歉。要掉下水又怎么样？
又不是我们的事儿，是你们的人站得不够稳，没事瞎跑什么船头玩啊？不是自找的想落水吗？哎，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那是当然了，小姐说的自然是真理了。雪儿，你就不要再浪费口舌了，他这根本听不懂人话的人，你和他讲什么道理啊？你个臭三八，你说谁听不懂人话的？说你呢，就说你这个女魔头呢，根本就不算是个人，可不就是听不懂人话吗？哎呀，雪儿，你别拉我，我告诉你啊，碰到这种人就得教训教训他，要不然啊，他就真以为老天爷第一，他第二了。雪儿和姓穆的待在一块儿，我说怎么瞅着有些眼熟呢？该不会你就是那个什么陆什么雪的吧？本人就是陆亦雪，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姑娘有何指教，明说便是。这究竟是什么人呢？从哪儿跑出来的奇葩？都不知道礼仪为何物吗？瞅瞅这说话的语气和打量人的眼神，看来又是哪家被宠坏的熊孩子吧？哼，我当是何方神圣呢，原来就长这个样啊！果然是一副风骚的狐狸精模样。你说谁呢？你也没长眼睛呢，在那瞎费什么呀？你才狐狸精呢！不对，说你是狐狸精，对狐狸精都是一种侮辱。说他呢，就说他呢，不光是个狐狸精迷惑玄表哥，还是个扫把星。如果不是他，玄表哥怎么会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怎么会困在那边回不来？还扫把星？我让你在这儿乱废，今天不撕烂你的嘴，姑奶奶我以后就跟你姓。什么叫玄表哥陷入危险的境地，困在那边回不来啊？难道说欧阳志玄出事了？不对啊，他前几天不是还来信说一切都很顺利，很快就要回来了吗？惨了，婴儿不会游泳。婴儿的竟然敢欺负婴儿，看本姑娘今天不抽死你！哼，不是长了一张不饶人的嘴，爱四处骂人吗？那就先让你至少半年说话不利索，就不信憋不死你。不是爱动不动挑衅打架吗？那就让你几个月下不了床，做不成道，让你还去打。雪姐姐，雪姐姐，你怎么了？你快醒醒！这傻孩子劲儿还真不小，看来这是真担心我了。小公主，小姐不太会游泳，一下水就昏迷了，你不能这样使劲摇她，会加重她的病情的。我去，简直是没天理了！本小姐在圣经混了这么多年，没想到今天竟然阴沟里翻了船。今天不和他拼个你死我活，我还就不姓穆了呢！小姐，小姐，你究竟怎么了？我，小姐，你没事吧？你怎么不会说话了呀？哟，看来效果不错呀。人嘛，总是要付出点代价才能快速成长。有了这次的教训，相信年轻姑娘以后不会再处处找茬儿，随便攻击别人了吧？雪姐姐，你怎么了？你快醒一醒啊，雪姐姐！郡主，你不要吓奴婢啊！郡主，您真的站不起来了吗？天哪，这可怎么办呀？竟然是个郡主！哼，你们别跑！我们小姐受伤了，现在连站都不能站，话也说不利索了。你们几个小心着点儿！跑？把我们3个吓跑啊？你们有那个本事吗？有什么能耐，尽管使出来吧！哼，说出来怕吓死你们！我们家小姐可是郡主，我们夫人可是大名鼎鼎的长公主。你们等着，竟然敢算计我们郡主，看回头长公主找你们算账。好啊，穆府的大门随时敞开着，欢迎你们家那位尊敬的长公主随时上门来找我们算账。顺便也提醒你们一句，我们这里未来的太子妃也昏迷不醒呢，你们也等着哈。哼，太子妃，她配吗？回头谁当太子妃还不一定呢。哎呀，果然是有其主就有其仆呀。郡主，当家夫人是长公主，北燕不就一位昭云长公主吗？圣经还有这号人物，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现在北燕朝的长公主就2位，一位是昭云长公主，另一位是昭仪小长公主，你觉得呢？昭仪小长公主，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她是皇上最年幼的妹妹。哎，等等，让我想一下，我好像有一点印象了。哦，我想起来了，我好像在一本野史上看过，是不是10几年前和西夏和亲的那位小公主？是的，昭仪小长公主14岁的时候和亲到了西夏，和原西夏皇帝的弟弟慕容玉一见钟情，随后嫁给他为妃，然后隔年就生下了一个女儿慕容琪。哇，好让人羡慕的姻缘。不是说和亲的公主都要嫁给皇上，然后再打入冷宫，结局都很惨吗？这昭仪长公主怎么这么幸运，可以找到自己的爱情啊？说起来她确实挺幸运的，因为那西夏皇上和他的林皇后夫妻恩爱，无心再纳新人入宫，所以赐给了昭仪小长公主另外选择的机会，为她举办了一场宴会，让她自己选择一名心仪的男子。然后在宴会上，昭仪小长公主和慕容玉一见倾心，互定终身。那很不错啊，他们现在怎么又在圣经出现呢？对啊，这段感情是很幸运，但是也很不幸的是那位玉王爷年纪轻轻就遭人暗算，英年早逝。剩下昭仪小长公主带着她的女儿慕容琪独自在封地上生活。更不幸的是，去年初的时候，慕容家族被颠覆，梁烨成为了西夏皇上。冲着北燕的面子，梁烨并没有对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自己选择是继续待在西夏还是回盛京。然后皇姑父看他们母女2人可怜，就将他们接回了盛京。既然去年就回了盛京，那为什么在各种宴会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人讲起过他们？从刚才那位姑娘的言谈中，张嘴闭嘴选表哥长选表哥短的，看样子对欧阳志玄应该很倾心啊，怎么就没有利用宫宴的机会接触他呢？看那位姑娘也不像是沉得住气放长线钓大鱼的主啊。可能是昭仪小长公主有所顾虑吧，所以这母女2人自人回到盛京之后就深居简出的，极少出来应酬。我以前也从来没有见过她，今天是第一次呢。怪不得那女子这么骄纵，无法无天又没有教养，在封地上长大又是单亲家庭，可不就是一个被宠坏的熊孩子吗？对啊，一看就是没吃过什么亏。你瞧她刚才那个德行，本姑娘发誓以后绝对见她一次打她一次。你还好意思说她？你瞅瞅你刚才，你这个傻丫头总是这样，为了保护我，从来不会顾虑一下自己的安危，连水都不会游，就和对方在船上打。哎，收起你的小筋斗啊！我可没你想的那么伟大，我就是当时听不惯他那张嘴乱飞而已，可不是为了你。我不管，不管是为了谁，我也不许你这样。你就不怕你万一真验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办啊？哎呀，好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一点事儿嘛。哎呀，玄表哥呀，你快回来吧，把你们家这个缠人精领走吧，我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对了，他刚才为什么对我这么感兴趣，还骂我是扫把星，